什么？我竟然穿越了？朱由馥本是连队的一名士兵，1个月前前往边境执行扫毒任务的时候，与贩毒集团交火的时候头部中枪，就突然穿越到了蓝星100年天涯岛的朱由馥身上，并融合了记忆。时差大家懂的。天涯岛是在南洋群岛西部的一个小岛屿，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明末的时候，明昭宗的次子在众将领的护送下南逃出海，逃到了这个小岛。这里临近马六甲海峡，东西方来往的船只都要经过这里。目前的产业以渔业为主。朱由馥正是明昭宗的后人，大明的合法继承人。自从他穿越后，老皇帝就嘎了，大臣开始准备登基大典。朱由馥来了这里后也有点懵逼，别人穿越当皇帝，他穿越当皇帝，他怎么就这么惨？这里物资匮乏，每天吃的不是鱼就是螃蟹，住的是一个小型的木结构小型宫殿，占地总面积只有2000平方，没有豪华的装饰，精简至极。又分为前庭和后院，前庭是平时和大臣商量工作的地方，后院只有5间房，这里没有宫女和太监，没有人照顾朱由馥的起居，美其名曰大明宫。天涯岛的军队也是少得可怜，只有200人的护卫队，配备的武器以长矛为主，近几年与洋人做生意也购置了几把火器。今天终于迎来了朱由馥登基的日子。在大明宫内，整个殿堂装点的庄严肃穆，没有华丽的绣金，没有宝石玉器，唯一看得过去的是龙椅旁边雕刻精美的2个大型木质龙柱，龙椅后方悬挂着一幅黄龙图案，象征着皇帝的尊贵身份，看着也有一定年份了。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殿内人声鼎沸，大臣们精心列队，等待着朱由馥的降临。大臣和士兵们整齐划一地站立在两侧，手持长枪，眼神凝视着前方。大臣也基本都是皇亲国戚。随着一阵悠扬的乐曲，崇高的气氛愈发浓厚。只见朱由馥身穿绣着龙纹的锦袍，头戴精美的乌纱帽，腰佩玉带，登上龙椅，目光扫视全场。大臣们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为了筹备这个登基大典，也算是花了不少钱。现在国库上只有300万两白银和1万2金，这是真的穷。报告皇上，日不落国军队来犯，已经把东面的沈家灭了，正在往我们这边进攻。一名士兵惊慌失措地跑进大殿，脸色十分苍白。天涯岛上的沈家最强势的家族，相传是沈万三的后人，靠着和洋人做生意起家，控制着东面的沈氏集市，主要售卖西洋货。沈家的大院比朱由馥的宫殿都大，护卫人数高达50多人，而且全部配置火枪，平时皇家也不敢去冒犯。不过沈家最出名的是沈家的大小姐沈雨露，长得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可以说是天涯岛上出了名的第一美人。朱由馥听了差点要从龙椅上摔下来，自己可是才登基，这也太倒霉了吧！日不落国军队能把沈家灭了，自然也能把天涯岛上的大明灭了。皇上，您先跑，我们来殿后。大将军朱一峰一脸紧张。朱由馥才穿越来1个多月，和这里的大臣感情还没那么深。爱卿，大明就看你的了。朱由馥马上做好跑路的准备，现在去收拾国库也是来不及了，于是随手带了几块金砖，马上跑上宫殿后的大山。躲山里的话，说不定就安全了。日不落国士兵撑死也是打劫，不会搜山的。朱由馥负重走了几里山路，就已经累得不行。突然他看到山下有拿着火枪的日不落国士兵，这下子真是醉了。朱由馥感觉自己是史上最穷最倒霉的皇帝。这会朱由馥刚好见到前方有个山洞，正好进去躲躲。什么人？别动！朱由馥回过神来，只见在山洞里有一名绝代风华的女子，用小型火枪指着他。定睛一看，竟是沈雨露。半个月前朱由馥去沈氏集市买东西的时候见过一次，至今难忘。沈雨露的性格是有点辣，一般女子哪敢拿枪？手下留情，在下并无恶意。看清楚朱由馥的容貌后，沈雨露放下了枪。毕竟朱由馥是大明天子，沈雨露还是认得出来的。她那一头乌黑如瀑布般的秀发，衬托着精致的面容，眉毛细如蝉翼，眼角微翘，唇红齿白，唇角总挂着3分柔情，更显得风情万种。眼眸宛如秋水，透着淡雅的忧伤，那份美丽让人心醉神迷。肌肤细腻如瓷，白皙胜雪，身姿婀娜，步态轻盈，气质高贵典雅，却又带着几分不羁，让人无法抗拒她的魅力。她的衣着更是华丽绝伦，一袭华美的锦衣，绣着精美的凤凰图案，与她的容貌相得益彰。这下子可以解释得通，为什么日不落的士兵会出现在山下了，肯定是来抓这位绝代美人。不过如果自己被日不落士兵发现了，估计也会被打劫灭口。叮，系统解锁。朱由馥的脑子里出现一个奇怪的声音。朱由馥只见视野的左下角出现了一个系统，认真一看，系统上写着多子多福几个大字，系统里面还有商城，里面有各种兵器，马克沁、毛瑟、拿破仑炮应有尽有，连大型战列舰都有，就是价格比较高。但是这回的金币余额显示为0，充值方式写着开枝散叶。好家伙，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了这个系统，朱由馥有把握能把日不落士兵给灭了。就是开枝散叶这回山洞里也刚好有这个际遇。姑娘，我先告辞了，有缘再会啊。朱由馥先来个欲擒故纵。等等，果然沈雨露上当了。你身为大明天子，不应该保护你的子民吗？你既然说是我的子民，只要你服从我的命令，我就可以保护你，还能帮你报仇，灭了这些日不落士兵。沈雨露听到后一脸震惊，第一反应就是这位天子在吹水。此话当真？如果我说的是假话，我在你面前自刎。见朱由馥说的如此情真意切，沈雨露有点信了。你说需要我怎么做？做我的皇妃？沈雨露怒了，用火枪指着朱由馥。你这个流氓，竟然见色起意！沈雨露这种姿色，让她当清朝的皇后不为过。现在想着要屈身一个落魄跑路的假天子，自然不肯。你不肯就算了，你以为我想啊？现在能救你和我的，只有这一条路。朱由馥装作一脸不情愿地说。朱由馥也是抱着赌一把的态度，开枝散叶成功也不知道能充值多少，能买多少武器，最后就算失败了，能和这位美人春宵一刻，也是死都值了。这可是天涯岛上每个男人共同的梦。你凭什么这么说？沈雨露一步步入套。我能预测未来，只有你成了我皇妃后，我们才能得救，不然你被那些日不落人抓住，会是什么下场？你也能想到。我信你个鬼！沈雨露将枪抵着朱由馥。这时朱由馥一扭头，右手迅速拖着枪膛，左手捅进了扳机位置，顺势躲过了枪，并一把推倒了沈雨露。敢阿枪指着朕不杀你，你就等着被日不落国人抓住，不停地被凌辱吧。沈雨露重重地摔在地上，心里自闭了。这时候确实是没得选择了，毕竟自己只是一女子，拿什么去打日不过国人？辣妹子这下子辣不起来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当我的皇妃，要么就当这群日不过国士兵的泄欲工具。沈雨露这下子没有办法，现在只能信这个天子。我可以答应你，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我就往你头上打一枪。一言为定。朱由馥说罢，用左手捂着沈雨露的嘴，右手搂着沈雨露的腰，贴着她的耳朵说：放心吧，一会无论如何，你不要发出声音。1小时后，叮！恭喜主角开枝散叶成功，商城充值1万2金，首次充值送限量的 AK47一把。好吧，这下子朱由馥可以大展身手了，感觉半条命都被你搞没了。辣妹子这下子变成了软妹子。沈雨露感觉全身虚脱，瘫坐在地上，抬头一看，发现朱由馥手上多了一把闪闪发光的枪支，这看着明显要比他手上的好很多。爱妃，看朕如何吊打这些日不落国人吧。朱由馥手提 AK47 正要跑出山洞。等等我，不要留下我一个人，我害怕。这是沈雨露的第一次，她慢慢起身，感觉某个地方有点疼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一开始看着还比较强势的沈雨露，开始变得越来越软了。爱妃，我不会走远的，我很快就回来的。朱由馥一出洞口，就看到远处的日不落人提枪正在往山洞这边走来。好吧，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来闯。朱由馥自言自语道。面对10多个日不落人的小分队，朱由馥是丝毫不慌。朱由馥凝神屏气，瞄准了第一个敌人。还好他之前在部队里也算是个神枪手。大，朱由馥扣动了扳机，一道火光划破寂静的山坡，瞬间击倒了几个敌人。日不落国士兵小队被吓得纷纷找掩体观察情况，毕竟这是他们头一次见到这么猛的子弹，连他们的铁质头盔都瞬间击穿。躲有用吗？朱由馥又从商城里买了几个手榴弹，拉开保险，往日不落国士兵小队方向一扔。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和惨叫声在山坡上回荡。就这样，整支小队被团灭了。朱由馥的前方留下了一片片倒下的尸体。听到枪声和爆炸声停止了，沈雨露走出了山洞，看到远处的尸体，沈雨露震惊了。这个看着这么像小白脸的皇帝，竟然战斗力如此之强。朱由馥在沈雨露心里面的形象有了改观。爱妃，我们得赶紧下山了，朕的军队还在和敌人火拼，朕怎能当逃兵？现在有了系统，还有商城里的1万2金，要打这一支小部队绰绰有余。系统商城上面显示，毛瑟才1-2金，野战炮才10两金，这次充值后都够武装一支小型军队了。现在大明仅有几门火枪，都在几位将军手上，普通士兵只能拿着长矛。朱一峰拿着火枪，带着手提长矛的护卫军在宫门两侧埋伏着。日不落国士兵都是用火枪的，盲目冲锋就跟自杀一样，只能等敌人靠近再用长矛进攻。日不落国士兵也不敢贸然靠近，毕竟自己这边才100来人。既然这样，朱由馥从商城里买了一门克虏伯75毫米野战炮，架在山坡上，瞄准了山下的日不落国军队。沈雨露震惊了，才一转身的时间，朱由馥不知道从哪里搬出来一门大炮。
你哪来的大炮？朕是天子，天上的神仙自然帮我。还有，下次要称呼我为皇上，不然我会像刚刚那样再折磨你的。沈雨露觉得有点无语，都这个时候了，这个小白脸居然还是这么不正经。朱由馥慢慢调整了角度，瞄准了山下的日不落国军队。轰轰轰！几分钟内打了数炮，日不落国军队被打得死伤惨重。他们从未见过威力这么大的炮弹，而且发射频率还这么快。这个年代使用的火药都是黑火药，不仅使用的时候烟雾弥漫，而且威力还非常弱。快撤退！快撤退！日不落国指挥官大喊。此时，朱由馥用 AK-47 加个4倍镜，一枪就爆了指挥官的头。这时，朱一峰的部队冲出，日不落国仅剩的10多名伤兵投降，停靠在岸边的小型铁甲战舰也被大明没收了全部将军和大臣。看到在山上操控大炮的朱由馥，甚是激动，看来真的是天佑大明，天子竟如此牛逼。朱由馥算是说到做到，替沈雨露报了仇。沈雨露心想，有个这么强大的人可以依附，也是个好事，自己也是朱由馥的一个女人，起码以后是个身份尊贵的皇后。沈雨露被安置到了大明后宫，沈家的生意也由朱由馥接管。除了投降的日不落国士兵外，朱一峰从日不落国的战舰上发现了一名金发碧眼的美女，并押到了朱由馥面前，等候发落。这位美女有着一双如梦如幻的蓝色眼睛，她的眼眸犹如2池春水，她的眉毛细长而弯曲，如新月般秀美，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鼻梁高挺，给人一种优雅而矜持的气质，嘴唇红润娇嫩，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魅力。而且身体火爆，一双1.2米的大长腿，金发微卷，闪耀着光泽，随意披在肩膀上，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身着当时流行的白色复古裙子，腿上穿的是黑丝，这很符合朱由馥的审美。沈雨露看了也有几分嫉妒。这位小姐，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舰艇之上？朱由馥想着，系统又可以充值了。我乃日不落国贵族，劝你们把我放了，否则日不落大军会来灭了你们的。这位金发美女脾气不小，皇上，不如杀了。朱一峰把刀架在了美女之上，金发美女有点怕了，神情变得紧张。朱将军，你们退下吧，这个洋妞我来处理。众大臣和将军纷纷退下。姑娘，给你2条路，要么当我后宫的妃子，要么就是死，别想着逃跑，你跑不掉的。我给你3天时间选择，想好了就晚上的时候洗完澡来我的寝宫。朱由馥替金发美女松了绑。当天晚上，朱由馥的寝宫传来了敲门声，这思想转变得够快的啊。朱由馥跑去开门，果然是金发美女，身上还带着一股幽香。来，坐这里。朱由馥拍了拍床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玛丽。旁边屋的沈雨露听到声音后，心里一阵难耐，咒骂朱由馥这个花心大萝卜。叮！恭喜主角再次充值成功，好事成双，得2万2金。我去，这下子赚大了。你在说什么？玛丽苏软地躺着，她这下子被这个异国的皇帝征服了。没什么，我们休息吧。大明皇帝以1人之力灭了100人军队，赶走了侵略者的事迹传遍了天涯岛，各民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刚起来的朱由馥感觉到神清气爽，头一回感觉到穿越过来还挺爽。他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各大臣定个年号，昨天是太匆忙了，还没开始，登基典礼就结束了。来人，我把我的年号想好了。朱由馥即兴发挥，史官赶紧提笔，就叫复明吧，这能时刻提醒我们的使命。史官马上开始新的记录。复明1年，皇帝凭一己之力杀进日不落国1万兵马，简直天神下凡。朱由馥经过2次充值后，现在系统商城余额差不多3万2金，系统还有提现功能，商城1两金可以换现实中的10两。为了防止西方各国来侵略天涯岛，现在朱由馥的首要任务就是练兵。朱一峰、朱鹏、朱太平3位将军留下，其他人可以退下了。3位将军伫立在原地，心里想，莫不是有因为日不落国士兵入侵的事，皇上要追责问责，属下该死，不防失误，导致日不落国士兵入侵。说罢，朱一峰跪倒在地，旁边的2位将军也随之下跪，请皇上治罪。爱卿们，快平身，你们何罪之有？日不落国兵强马壮，就算我们布防妥当，也挡不住他们的侵略。3位将领还是不敢抬头。朕找你们来，是想让你们把大明全部的士兵叫去练兵场，朕要亲自练兵。3位将领震惊，皇上可是一直都没有带过兵，现在去带兵，岂不是儿戏？他们半信半疑地召集了全部士兵。朱由馥脱了龙袍，换上了战袍。朱由馥亲自练兵，让300多名士兵头一次感受到自己竟然这么受器重。这里的环境确实是恶劣，像样的装备都没有，有的士兵手上的长矛都是断的，只剩下半截。从今天起，我将要亲自领兵，我要带领你们重回我们的故乡。故乡一字的概念对于这些士兵已经是很模糊了，
他们来天涯岛已经200年了，前面100年前还天天有人喊反清复明，后面反清复明逐渐成了一个远不可及的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300多名士兵齐刷刷的跪下。以后在练兵场，大家见朕都不用下跪，皇帝亲自练兵，这样的情景从古至今都很少见。来，我们先进行最简单的训练，跟我做这个姿势。只见朱由父两脚并拢，手掌成勺状贴在大腿，挺胸抬头，身体往前倾。士兵们也学了起来。好的，第1节课站军姿，先来2个小时，顶不住就举手示意。天涯岛的太阳可不是一般的猛，士兵们也搞不懂皇帝的这套练兵方法是哪里来的，看着好像不太靠谱。2个小时后，3位将军还勉强顶得住，将近一半的士兵申请了休息。看来大明的士兵还是得好好练练。好了，下一课，立正，稍息，左右转。朱由父向每一位士兵展示了每一个动作的细节。然而，现在大明的士兵面临着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区分左右。每次下达指令，士兵们都转得乱七八糟的。朱由父也想了一个好办法，先让士兵左手握拳，右手开掌，然后长期以往的来练齐步走，121，拳掌拳，121。朱由父喊着口令，3位将军带头，众士兵一起执行。这套简单的动作练了1个月，终于有点起色。朱由父一声令下，整齐而有力的口令响彻云霄：立正，齐步走。大明士兵们迅速回应，双脚齐步迈开，整齐的队伍像铁壁一样前进。他们步伐一致，纪律严明，每一次踏地都带着坚定的力量。真的是不容易，1个月的风吹日晒，终于有点现代士兵的模样了。全体都有，跑3公里就收队。收队之后就是吃饭。自从朱由父赶跑日不落国士兵以后，就把沈氏的产业全部接管了，通过海外贸易给天涯岛引进了番薯、玉米、葡萄等食物，甚至还在岛上搞了10多头奶牛，每天生产鲜奶，士兵和老百姓的伙食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兵可是管吃管住，每个月还有工资，很多年轻小伙自然冒名而来。不过朱由父设置了体能测试，有长跑、短跑、引体向上、俯卧撑等等，能通过的都是精英了。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300精兵配上现代化的武器，也足以胜过千军万马。随着训练的进行，士兵们进行了一系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他们跳跃、翻滚、攀爬，每一次动作都充满力量和协调。汗水在他们的额头流淌，却不能掩盖他们的毅力和决心。接下来就是战术训练，士兵们分成小组，用模拟武器进行实战演练。他们在朱由父的指挥下迅速冲锋、掩护、射击，每个动作都经过精心的训练和默契的配合，展现出他们过硬的技能和团队意识。经过了3个月的训练，大明的士兵逐渐开始意识到了朱由父这套训练方法的不简单。训练后，士兵之间的配合更加顺畅，身体素质大大提升。下面就开始实弹训练，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朱由父从商城里准备了克虏伯75毫米大炮、马克沁、毛瑟、手榴弹等武器，全员开始实弹训练。朱由父给每位士兵讲解了枪支的结构，如何装弹，如何上膛，如何瞄准，如何炮弹砰砰砰轰轰轰，枪声和炮声开始在天涯岛回荡。大明的士兵除了军事训练，还需要学习文化课。朱由父还要在军队中扫盲，每天晚上全体士兵都要学习认字和写字。士兵们也搞不懂为什么打仗还要读书写字，在古代一般都会有钱人才会把孩子送去私塾读书，能体验一下当有钱人的感觉也不错。而且学习好的士兵每周还能加几个鸡腿，何乐而不为。朱由父也开始在军营中使用3-3制，从暗军、师、旅、营、连排来编制军队，现在仅有300人，一个营的兵力3位将军就相当于连长。下一次练兵就可以由这些精兵来带新兵了，不用朱由父训练的这么辛苦，搞得只能晚上才能见到玛丽和沈雨露。复明1年9月，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练兵，大明的军队已经妥妥地成为了作风优良的正规军。大明要发展，必须要找到一个更大的地盘，这样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才能组织起更强大的军队。朱由父盯上了南部的婆罗岛，这里是个地广人稀的地区，而且还有着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婆罗岛上的兰方国政权也是华夏人罗方伯建立的，可以说是同宗同源。早期罗方伯想依附清朝来抵抗侵略者，但是乾隆皇帝并不愿意。现在婆罗岛一直被荷兰人一直不断侵略，现在逐渐被荷兰控制，这里的首领从总长变成了被荷兰国册封的贾必丹。现在在位的贾必丹是谢桂芳，他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现在是叛乱四起，财政困难，而且他现在年岁已高，可以说是空有一腔热血而有心无力。这里的人口可是有100多万，很适合成为大明的根据地。
前提就是大明帮助他们摆脱荷兰人的控制。荷兰的士兵着有先进的武器，所以当地人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受压迫。大明只有300的精兵，配上领先世界80年的武器弹药，足以去打荷兰的1000多的陆军。毛瑟和马克沁的威力可能碾压现在日不落国的火枪，还有克虏伯75毫米大炮，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在大明宫内，朱由馥和朱鹏、朱太平、朱一峰3位大将商量如何打自己登基以来第一场战。大明要复兴，就需要发展大量的人口，要发展大量的人口，就必须要占领更大的地盘。南面的婆罗岛，我看就很适合当大明的根据地。朱由馥此话一出，3位将领顿时不淡定了。禀皇上，婆罗岛上的是荷兰的军队，这可是世界上一流的军队，大清他们都敢去打。朱一峰认为皇上只是一时兴起，毕竟婆罗岛上有着1000的荷兰军队，大明虽然有先进的武器，靠着这个奇怪的练兵方法，他也没把握打赢这场战争。皇上，万万不可，就算我们打赢了，荷兰也会伺机报复的，我们肯定没办法抵挡他们的军队。朱太平也是认为大明的300精兵不太可能打赢荷兰的1000军队。郑爱卿，你们觉得荷兰的武器有没有大明的先进？没有。3位将军异口同声地说，天涯岛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平时和欧洲各国的联系可是很密切的，欧洲各国的武器先进到什么地步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你们觉得大明的勇士有没有荷兰国的勇猛？有。3位将军也是异口同声地说，荷兰国的军队有钱惯了，自然怕死，当然是大明的军队勇点。那你们怕荷兰国的军队吗？不怕。3位将军又是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排练过了，既然大明的军队有这么多优势，那我们还怕荷兰国作甚？朕知道大明自到达天涯岛以来，一直被西方的各路列强欺负。众将军，现在的大明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先进的武器，我们也可以以少胜多，就像日不落国打清朝那样。朱由馥的各种洗脑统一了3位将军的思想。这时一位穿着黑袍的老者进入宫廷，3位将军吓了一跳，赶紧摆出护驾的架势。莫慌，这是我们的客人。朱由馥示意让3位将军不用紧张。老者卸下头套，原来此人正是谢桂芳。朱由馥通过大明的商人和谢桂芳沟通了想法。谢桂芳也是一直想驱除荷兰人，但是苦于实力不足。现在荷兰的军官还要强娶兰芳国的公主，谢桂芳是完全不能忍的。禀皇上，如果大明真能打赢荷兰国，兰芳国愿意归附大明。谢桂芳也摸不准大明的实力，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毕竟这年头敢挑战西方列强的真没有几个，连大清都被打得签不平等条约。谢总长，你也看了大明的武器，你觉得打荷兰军队够用吗？禀皇上，大明的武器确实是先进，我武举出身，见过无数武器，平生第一次见大明这般威力十足的武器，故认为可以一战。特来献上荷兰国军队兵力分布图。谢桂芳画出来的荷兰国的兵力分布图标注了武器库位置，而且还有荷兰国军队指挥部的位置。谢总长，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于是大明新军开始进行了登岛演习。朱由馥花了200两黄金，从商城里面买了一艘大型铁甲舰，命名为天涯号，配置克虏伯75毫米大炮20门，吨位达到1000吨，速度为25节，这将为登岛做准备。同时士兵也需要学习如何使用铁甲舰上的大炮和如何驾驶船只。登岛演练第一次开始，3位将军分别带领各自的连队，驾驶天涯号从天涯岛的东面开向天涯岛的西面。朱由馥根据婆罗岛的情报，在天涯岛西面布置了类似的任务点，一支连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占武器库和端掉敌人的指挥部，另外2支连队则充当敌人，在任务点上阻止第1支连队完成任务。登岛演练第50次开始，这次连队仅用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任务。经过这些天的训练，大明新军对登陆作战已经是十分熟练，对克虏伯大炮的操作和瞄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朱由馥的指挥下，大明终于迎来了登陆天涯岛后的第一次远征。朱一峰、朱鹏、朱太平3位将军从一开始的没有信心，到了现在的信心满满。这一次朱由馥准备亲征，毕竟他指挥作战还是有一手。这次的首战，为了加大赢的概率，他必须去前线指挥。临出发前，沈雨露和玛丽都很担心，如果朱由馥出点什么事，他们就成寡妇了。根据这些天的表现，他们对朱由馥是越来越认可。复明2年，大明新军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天涯号开始驶向婆罗岛。婆罗岛上的荷兰国军队做梦都不可能想到，一个天涯岛上的落后国家竟然敢来进攻，连亚洲第1强国清王朝都不敢惹他们。所以婆罗岛上的荷兰国军队还在继续着风花雪月。在指挥部内，荷兰国的指挥官还在左拥右抱，嘴巴中间还在抽着鸦片，一副胜似神仙的嘴脸。指挥部内散落着不少碎金，桌子上还放着酒，可见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娱乐场所，毕竟婆罗岛不可能受到攻击。
当大明的铁甲舰出现在婆罗岛的海岸线边上时，荷兰国的军队才猛地发现，竟然有军队敢进攻荷兰国的地盘。慵懒的士兵们瞬间开始集合，拿出了数十门大炮。瞭望兵，报数。朱由馥用望远镜看了看婆罗岛上的守军，距离8000码，很好，瞄准，开炮。荷兰国炮兵连被炸了懵逼了，头一次看到世界上有射程这么远的大炮，直接把他们的大炮打报废了。利用着射程优势，大明的铁甲舰一下子打穿了荷兰国的第一道防线。荷兰国的守军匆匆跑到了指挥部，报告了这个情况。然而指挥官这回还在欲仙欲死。大明的军队很快就开始登陆作战，3支连队分散开行动，一半人去端武器库，一半人去端指挥部。马克沁和毛瑟的威力这时候发挥的淋漓尽致，一扫过去，敌人就倒下了一片，根本没法抵挡。荷兰国军队被这个场景吓得不轻，他们的枪支发射一次周围都是烟，而大明的枪不仅发射的时候没有烟，而且填充速度快得惊人。一路平推，大明新军很快就打到了指挥部，荷兰国的指挥官还没清醒过来就被俘虏了。其他士兵见状纷纷投降。从登陆到结束战斗仅用2个小时，大明新军首战告捷。大明新军收复婆罗岛后，谢桂芳也兑现了承诺，带领着婆罗岛上的百姓归附大明。这里的百姓也没有办法，只能寻找大的依靠，才能在乱世中保命。大清这个大腿是直接拒绝了他们，现在出现了能打赢荷兰国军队的大明，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下子大明的人口一下子就突破了100万。跟着谢桂芳一起前来的还有兰芳国的公主。朱由馥看得两眼发光，这位公主虽然没有沈雨露的脸美，也没有玛丽的腿长，但是身前的2座大山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还有水蛇般的细腰，腰臀比绝了，简直是神仙身材。据说公主从小学跳舞一直跳到大，怪不得身材管理这么好，还有一声声软软的拜见皇上，让朱由馥有点心动了。谢总长，这次你是功不可没，朕赏你100金，保你余生无忧。谢皇上，没什么事，大家先退下吧。公主能否留下，朕有要事相商。大臣纷纷告退，大殿内只留下了朱由馥和长得楚楚动人的公主。朱由馥也清楚，如果娶了公主，这将对婆罗岛的稳固大有益处。漂亮公主，今天能否赏脸和朕一起共进晚餐？朱由馥情不自禁地说出口。只见公主的小脸马上红了。放心吧，朕可不是那些荷兰人，不会强迫你们干任何事的。反正我今晚在宫殿里等你，你不来也没关系，毕竟是大明皇帝的邀请，而且这个皇帝不仅拯救了百姓，还救了自己，公主已是芳心暗许。当天晚上，公主便前来赴约，身上的香气让人有点陶醉，还有画过的眉，朱砂般的嘴唇，让人有种初恋的感觉。漂亮公主，请坐，这里有茶点，可以吃点。朱由馥示意让公主坐下。敢问公主芳名？我叫小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自古以来，女人都是政治的牺牲品，我懂。朱由馥看着这个可爱的妹子，差点笑出了声。你懂啥？我想听听。小倩的脸又红了，顿时说不出话。行了，既然你说懂我，那我就让你深入了解我一下。朱由馥的脸凑近到小倩面前，双眼对视着公主，小倩害羞地低下了头。朱由馥不仅是个帅小伙，还是个有所作为的帝王，干柴对烈火，情愫一下子就升起来了。朱由馥顺势双手将小倩抱起，小倩的身体是真的柔软。见公主没有反抗，朱由馥便开始了下一步的深入交流。1小时后丁，恭喜主角开枝散叶成功，商城成功充值4万2金，同时解锁兵王属性。朱由馥顿时感觉五感受到了强化，肌肉和骨骼好像发生了蜕变，时间感觉变慢了。朱由馥的眼睛一下子能看到几十米外的蚊子，而耳朵可以听到蚊子发出嗡嗡的声音。原来这个商城还能强化个人属性。解决完个人问题，现在朱由馥还需要解决2个大明发展的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做好防御工作，荷兰国随时可能来反击。第二个就是如何做好移民工作。这块地盘可比天涯岛大很多，面积高达73万平方公里，这里也适合发展人口，建立更庞大的军队。朱由馥动了一下机灵的脑袋瓜，要攻打婆罗岛的话，那就只有海路了。而现在世界各地使用的战舰基本都是风帆战舰，铁甲舰是少之又少，所以使用商城再购买2艘铁甲舰不就完事了。1000吨位虽然不大，但是要打这些携带黑火药炮弹的风帆战舰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于是又购置了2艘铁甲舰。负责保护婆罗岛天涯岛的百姓听到了朱由馥亲征大胜荷兰国人的消息后，举岛同庆。这位新皇帝干出了20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丰功伟绩，开始逐渐被百姓认可。史官也是大笔一挥，大明皇帝有勇有谋，指挥大明军队亲征婆罗岛，吾皇冲锋陷阵，以1敌100，战胜所向披靡的荷兰国，轻松夺下婆罗岛。而沈雨露和玛丽也开始感觉自己当初选择了朱由馥也没那么亏。
朱由馥开始通报全岛，婆罗岛的胜利是属于全体大明子民的，因此战利品也应该属于大明子民。这里有良田万顷，只要大明子民来这里耕种，每人可以分得5亩地。原来岛上的子民同样可以获得5亩地。全体大明子民无不感恩戴德，捕了这么多年的鱼，大家都可以上岸了。而婆罗岛上的原居民也是感恩戴德，能一下分到这么多的地，每个人从此都能彻底解决温饱问题。朱由馥和大臣开始将婆罗岛各区域进行了划分，分别为农业区、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等等。工业区这个概念是朱由馥提出来了。朱由馥提倡大明学习日不落国，要进行工业革命，建立工厂，向全世界出售商品。大明的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开始大量迁移到婆罗岛，而朱由馥也在婆罗岛利用荷兰国的指挥部改造成了新的宫殿，后面开始在这里上朝。沈雨露和玛丽也被接过来了。为了开发好婆罗岛，朱由馥带着大明百姓砍树造耕地，民以食为天，解决温饱问题，才能让百姓彻底认可这个王朝。朱由馥穿着龙袍，手提板斧，带着百官和老百姓开始改造婆罗岛。一时间婆罗岛热闹起来了，咔咔咔，扶起树落。老百姓看着朱由馥是有2把刷子，砍个树都比别人快。皇上要不要歇一下？这种粗重活让底下的人干就行了。大臣纷纷劝阻，毕竟砍树也是个技术活，而且还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大树被砍下来，人一下子没躲好就凉凉了。朕哪有这么矫情？大明子民能干的事，我自然也能干。朱由馥继续砍树，史官认真地把朱由馥的话记录了下来。旁边的老百姓看着这位皇帝的身影，心里面也是越来越敬佩。在历史上，和百姓一起这么在田里干活的皇帝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婆罗岛上西南部采煤基地也开始了大规模动工，朱由馥准备把这里打造成东南亚最大的产煤地。为了更好地开发婆罗岛，朱由馥又制定了一条新的法规：凡发现矿产资源的人，待大明开采后，每年能获得矿山年收益的1/1000，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整个大明的百姓发现，新皇帝不仅能帮他们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还能带着他们奔小康。大量的百姓涌入到大山里、树林里，用传统的洛阳铲和铁锹使劲地挖呀挖，就像买彩票一样，说不定哪天就中大奖了。万岁爷简直比圣人还了不起，圣人都没办法让我们这么多人吃饱饭。是啊，万岁爷真的是我们再生父母，我活这么久，头一次拥有这么多田地，真是投了个好胎，这辈子能当大明人。万岁爷的新法律让很多老百姓都发财了，我们现在的日子比大清的人都不知道好多少倍。大明的街头巷尾都在说着朱由馥的盛名。荷兰国被抢了这么一块地盘，自然是心里不平衡，于是派了10艘500吨级的风帆战舰去夺回婆罗岛。大明的新军可是今非昔比，军人现在已经是老百姓最仰慕的职业，因为军人守护着他们来之不易的财产。荷兰国的指挥官带领着10艘风帆战舰向婆罗岛驶来，然而他们是大大低估了大明的实力。大明铁甲舰上的克虏伯射程可以达到上万米，而且使用的是无烟火药，属于后装炮，而荷兰国上的大炮射程还不到3000米，而且都是前装炮。后装炮就是指炮弹从后面充填到炮膛的，前装炮是指从炮口充填炮弹的大炮。后装炮充填炮弹的速度是前装炮的10倍。大明的铁甲舰很快就发现了这批不速之客。报告连长，前方1万码位置出现10艘日不落国的风帆战舰，看来是来攻打婆罗岛的。瞭望兵马，上报告情况。是时候让他们知道大明的厉害了，全体准备，瞄准前方战舰，开炮。在朱太平的一声令下，大量的炮弹从克虏伯大炮的炮口喷射而出，划破天际，并砸向荷兰国的舰队。轰轰轰！炮弹打在风帆战舰上后发出猛烈的爆炸，一个炮弹就能击沉一艘风帆战舰。荷兰国的指挥官这下子懵逼了，这个世界上哪来这么猛烈的大炮？他来这里之前获得的情报都是大明只是一个弱国，士兵都是用刀和长矛的。本以为这次来这里是为了镀金的，现在发现自己成了别人身上镀的金。他现在喊撤退都来不及了，风帆舰队要掉个头可不容易。荷兰国的舰队根本毫无防守之力，很快就成了一片火海。自此之后，荷兰国开始意识到这个大明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大明，甚至感觉大明比那个疆域辽阔的大清还可怕。婆罗岛上迎来了一番新的景象，全岛人民都在搞开发。皇上，早点休息吧。朱由馥还在看着四处呈上来的奏折，沈雨露将双手搭在了朱由馥的肩膀上。朕还有很多奏折没批完了，你先去休息吧。朱由馥用手拍了拍沈雨露的手。以前在天涯岛感觉没啥事干，现在到了婆罗岛，这些奏折多了100倍都不止啊！怎么当个皇帝比打工人还难？朱由馥不停地吐槽，光请求拨款的奏折就一大堆，修路、修桥、
采矿设备维修、城防建设等。军报也有不少。这个月日不落国的船在多少距离出开过去几艘？海岸边申请加几门大炮？这个月征兵征了多少？不过今天让朱由馥感兴趣的是一份汇报。天地会10人在广东起义失败后逃亡到了婆罗岛，现在已经被安置在昆冕城。天地会可是个牛逼的机构，是现在清朝最大的民间秘密组织。大明要想重回故土，很需要这股力量的帮忙。于是朱由馥马上在文件上写上批示，请尽快引荐这10名天地会教徒与朕见面。第二天，这10名衣衫褴褛的天地会成员就到了大殿之上，好几个人都是伤痕累累，有的人脸上都带着几个带血的伤疤。这10人见到朱由馥纷纷下跪，带头的人手执一把白扇，拜见大明皇上。流落婆罗岛这些天，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里大明的来历。朱由馥并不是招摇撞骗，也不是玩碰瓷的，而是正宗的大明血统。他们反清复明了这么多年，想不到原来大明就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天地会的教徒不过是一群被大清逼得无路可走的苦命人，如果天天吃好喝好，谁又会去造反呢？平身吧，你们对大明的忠心勇气可嘉，大明要光复，可少不了你们。按照我们这里的规定，你们每人能分5亩地。朱由馥知道给这些穷苦大众一条活路，他们就一定会感激不尽。谁当皇帝其实都不是重点。谢皇上，他们的脸上是又惊又喜。当初不是被地主把土地骗走了，又遇上了灾荒，谁又愿意去拼命造反呢？禀皇上，我等已经在大清进行反清复明多年，一直对大明忠心耿耿。皇上有用的找我们的地方，请一定说。手执白扇的带头人又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三哥，我们是不是就留在这里？另外几个人低声说道。先见机行事吧。天地会各堂主乡主都有暗号，看仁兄这架势，不知仁兄是否就是代号白扇的三哥？朱一峰对着带头的人发出了疑问，毕竟以前来往天涯岛的船只这么多，朱一峰对天地会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实不相瞒，在下就是陈毅，人称三哥，乃天地会第3把交椅。这下子朱由馥是捡到宝了，有了陈毅，岂不是就能名正言顺地收编天地会？天地会的人员遍布整个华夏，而且他们的口号就是反清复明，现在正好可以在大明注册成为合法的大明外派机构。三哥，久仰久仰，朕其实一直心心念念着天地会的兄弟。朕知道你们这些年为了大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在大明有了这么多地盘，不知道能否让天地会的兄弟把心系大明的兄弟都引荐过来，人人分5亩地，人人有饭吃，岂不美哉？陈毅这下子是被朱由馥拿捏了。臣乃大明的臣，自然听皇上的命令。陈毅再次下跪，在大明不需要这么多繁文缛节，三哥，以后见朕不用下跪。三哥，朕出一份诏书，将天地会认定为大明官方帮会，这样你们以后更容易开展工作。朱由馥一挥手，朱太平拿出了一份盖了国印的诏书，把天地会的众兄弟都册封为功臣，只要来了就能拿到5亩地。陈毅双手拿过诏书，感激不尽。三哥，还有一个任务需要交给你，希望你能将那些无路可走的老百姓也带来大明，只要来了都有土地分，大明是最爱百姓的，朕可以派咱们大明的战舰去将百姓接回大明这个家。另外还需要你们去拉拢一个人，就是那位敢销毁鸦片的林则徐，他现在被流放新疆，这个事非常重要，请务必完成。陈毅心想，如果他这次回去，岂不是成了穷苦百姓的救世主，自己的名气定能传遍大江南北，外加一个林则徐，这也是小事。此时林则徐不过一介平民，直接绑过来都行。禀皇上，臣定当竭尽所能，效忠大明。大明要打回故土，现在最急需的就是士兵。天地会刚好可以为大明引进源源不断的百姓，人口多了，征的兵自然也多了。如果单独派人去大清拉人，老百姓肯定以为这是人贩子，有了陈毅去宣传，也能解决不少信任危机。陈毅先去看了看自己分到的土地，然后就拿着诏书带着几个小伙伴重新返回广东，将大明一直都在的消息传回天地会，并宣布天地会成为了大明的合法派驻机构，并开始秘密向大明引进人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只要愿意下南洋打工，一个人能分5亩地，只要报名就管饱。天地会的兄弟开始到处拉人去大明，虽然还是很多人不相信，但是大清这么多随时都要被饿死的人，看到这条消息还是争相报名，反正都是死，这是假的，起码也能当个饱死鬼，如果是真的就发了。我报名，我也报名。报名的人一下子就围了过来，这个年代被地主压迫的活不下去的农民确实是太多了。于是一船船的百姓开始从大清沿海地区不断运向婆罗岛，无家可归的大量老百姓漂洋过海来到了大明的婆罗岛。其实这里的老百姓大部分也是抱着被贩卖的心态，以为来到这里就会成为奴隶，毕竟能白吃这么多顿，死也值了。船只到达海岸边上，朱太平带着大明子民在岸边挥手，
旁边还有士兵举着大明的旗帜。船上的百姓看着这架势，真不像是人贩子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大明。朱太平带着众百姓大喊：每个人到了之后，来这边登记认领属于你们的土地，拿到土地后必须耕种的，不耕种会被收回的。老百姓看着这位穿着官服的将军，不像是假话，大明不是早就亡了吗？一批批老百姓到登记处认定成为大明的百姓，并认领自己的土地。远渡重洋的老百姓这下子心理防线被击穿了，这居然是真的，自己真的能在这里好好的活下去，而且还能拥有土地，这不是成了地主。之前在大清天天受地主压迫干农活，一有灾荒就难逃饿死的命运。认领土地后，大量百姓跪倒在地，大喊着大明万岁，我们为大明生，为大明生，为大明奋斗一辈子。朱太平见到气氛上来了，就大喊，老百姓也跟着大喊，顿时喊声冲天。三哥这次也来了，他也是个实诚人，真把林则徐和他的家人绑来了。林则徐看到岸边的情景，对这个地方也是充满了好奇，这大明真的不是碰瓷的。朱由馥听到消息也赶来海岸边，前方穿着龙袍的便是我大明的皇帝。众百姓纷纷下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从今日起，大明子民见朕不再用行跪拜之礼，君如粥，民如水，这些繁文缛节大明不需要了。谢皇上。朱太平带头回复，老百姓也纷纷附和。林则徐也是大惊，亲自来接百姓的皇帝，可以说是史上只此一家。朱由馥和三哥确认了眼神之后，马上跑过来为林则徐松绑。三哥，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大明的子民？林则徐上来就是一句，吾不才，只能从一而终。林则徐感觉朱由馥这是想让自己反水。你说的从一是从哪个一？朱由馥反问。吾身为华夏人，定从华夏这一。大明乃华夏之正统，清贼窃华夏之地盘，屠戮华夏之百姓。你难道忘了扬州10日，嘉定3屠？你可是汉族人。朱由馥字字诛心。大明之所以会招拢你，是念你是个英雄人物，敢和列强做斗争。你应该也知道，卖鸦片的不过是清廷的权贵，给自己的国民卖鸦片。你觉得这样的朝廷还有救吗？林则徐被对得说不出话。父亲，我们可以考虑暂时留在这里。你现在也是年迈多病，继续流放伊犁，身体怕顶不住。林聪仪也开始劝说林则徐，林将军，只要你回归华夏正统，入我大明，大明都督的位置非你莫属。旁边的朱太平听了都有点震惊，朱由馥竟然对林则徐如此重视，都督是大明的一品官职，这个位置可是一直搁置着。不过林则徐确实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当时打日不落国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林则徐的家人也是相当震惊，大明在婆罗岛上的领土也不少，算起来也是东南亚的第一大国，竟然上来就将兵权给到林则徐。林则徐现在跑了这么远，想回大清都很难回得去，只能健步行步了。而且朱由馥的话说的也在理，汉人在清朝廷也是一直受压迫，汉人老百姓在大清食不果腹也是常态。反观这里的老百姓还能分到田地，一路上大家脸上都是泛着笑容。大明的武器装备可是遥遥领先的，你带领大明的军队要吊打日不落国都不在话下。朱由馥继续游说，谢皇上。林则徐简单的一句话让朱由馥心里面乐开了花，有了林则徐的加入，大明后面要搞工业要打仗都有了一个中坚力量。大明的林都督有猛虎天翼也，我们以为你挑好了住处和田地，可供一家衣食无忧。朱由馥激动地握着林则徐的手，带他前往住处。林则徐也是受宠若惊，一位皇上竟然待大臣有如此的礼数，现在自己不过一介平民。林则徐加入大明后，发现大明子民的思想要遥遥领先，这里的人接触西方比较多，而且这里的武器他也是闻所未闻。林则徐经常是一个人对着毛瑟和马克沁研究半天，大明简直是他的乐园，还有练兵的方式让他也是琢磨不透。他对这个年轻的皇帝是愈发敬佩，也充分感受到大明有中兴之大事。军队的数目要上得去，粮食是关键，朱由馥出的分地政策让大明的子民纷纷到处开垦婆罗岛。从一片片荒芜的土地开始，大明子民挥舞着锄头开始翻土和松土，他们汗流浃背，不怕辛劳，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这片土地变成肥沃的庄稼地。原本大量杂乱无章的土地逐渐变得平整起来，农民们用心劳作，播种着各种农作物的种子，期待着新生命的萌发。他们唱着劳动歌谣，笑语盈盈地与彼此交谈，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农田。很快婆罗岛就成了一个沃野千里的世外桃源，人人几乎都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老百姓对朱由馥愈发敬佩，是这个皇帝带着他们赶跑了侵略者，是这个皇帝让他们有饱饭吃。在这个年代，能不受压迫，能有一块地，能吃饱饭，可以说是每一个老百姓的梦。所以
大明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个时代每个老百姓的梦。朱由馥知道，如果光靠系统来买武器，以后发展个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大军，就算自己有4个肾都顶不住。大明不能畸形的发展军工，各行各业都要跑起来，这样才能从根上富强大明。大明必须要搞工业革命，要从农业大国转变成为工业大国。这个时候，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日不落国，这里已经完成了第1次工业革命，大明完全可以去米字国买设备，去请工人。玛丽这些天经过朱由馥的洗礼，已经是完全接受了大明皇妃的身份，而且把大明已经当成自己的家某天夜里，在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过后，解锁兵王属性后，各方面都变强了。老朱，最近怎么感觉你变强了？之前是怕你顶不住，故意放的水。玛丽，大明有个任务需要你来完成。朱由馥拥抱着玛丽。啊，什么事啊？还有我能完成的事，需要你回娘家一趟。听到这句话后，玛丽从床上坐了起来。你是不是嫌弃我了，要赶我走？你这个男人太过分了。玛丽有点生气了。你听我解释啊，现在大明如果不发展起来，就肯定会被列强灭了的。你这么美，到时候你说会有什么下场？玛丽听了以后又躺了下来。那你说，你想我去干什么？我想你购买一些先进的蒸汽机回来，还想你请一些工人回来，我想在婆罗岛建各种工厂和修铁路。你傻啊，我写信回去让我的家人去买蒸汽机不就行了？至于工人，忽悠一下就是一大堆，只要说工钱高点，不就多人来了？玛丽，还是你聪明。这样，你派一名信得过的将军，拿着我的书信和钱去日不落国找我的家人，而且我家就是搞钢铁产业的，我说我当了皇族，让他们到大明搞几个钢铁厂，不过分吧？妥了，就这么干。果然，嫁出去的女就像泼出去的水，远渡重洋去日不过国的重任交到朱一峰身上最合适。第二天，朱由馥就召见了朱一峰。朱大将军，为了大明，现在有一个重任需要你去完成。禀皇上，只要为了大明，上刀山下火海沉都在所不辞。朕也知道，朕让林则徐当都督，你们可能有意见，职位这些东西都是虚的。你和太平他们都是朕的亲人，朕一直都是把你们当大哥的。朱一峰几个确实是有点怨言，跟了大明这些年，竟然还没一个外人的官大。听了这句话之后，心里面也舒服了很多。皇上，臣确实是心里有点不舒服。不舒服就对了，不想当都督的将军不是好将军。你和朕身上流的血都是一样的，大明是朱家的，这些官职都是虚的。你们几个要为大局着想。但是你再想想，林则徐他的能力确实是强，当初他在大清能挡得住日不过国的进攻，而且敢和权贵对着干，妥妥的民族英雄。大明现在是用人之际，你要放下成见，以后才能成为名震天下的大将军。朱由馥拍了拍朱一峰的肩膀，你要记住，你是朕的兄弟，你是朕最信任的人，不能让朕失望啊。朱一峰听到后又想下跪，朱由馥迅速用双手托住了朱一峰的双臂。都说了自家人，不用下跪。朕把任务跟你说一下，你先拿着玛丽的书信到信上地址，找到他的家人，然后他家人会帮你购置一批先进的蒸汽机，还要招募各行各业的工程师，还要引进一些工人，尤其是铁路方面的。铁路，皇上要造火车。天涯岛之前毕竟和洋人做生意比较多，铁路和火车还是听过的，但就是没有见过。大明要发展，离不开这些。船只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钱我也放在了船上，你不要省钱，使劲花，多给大明带点好东西。你再带上几个信得过的亲信，路上有个照应。朱由馥这次准备了5000两黄金用于购置设备，而且还从商城里面买了一艘专门运输的铁甲舰，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遵命，我马上出发。技术不仅要学，而且要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大明就必须有自己的科学团队。朱由馥又命人召集各地有名气的工匠到宫殿集合，这些工匠有打铁的，有纺织的，有漂染的，有开矿的，共计100余人。各位大明最杰出的工匠，为了大明的发展，有重要的任务给你到你们，你们将成为大明最受尊敬的人。各路工匠也是头一次直面皇上，也是受宠如惊，无一人敢发言。古代的排位都是士农工商，工人一般都是下层人。大明尊重各行各业，正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大明的未来将离不开你们。底下的工匠还是一脸懵逼，不知道这位皇帝要干什么。朕想组建一个团队，名为大明科学院。科学2个字你们可能不懂，你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技术和工艺，就是让你们用你们聪明才智来制造出来各种东西。底下的工匠开始有点听懂了这个皇帝的意思，不就是让大家多干点活，多整点好的工具。当然大明不会亏待你们的，成为大明科学院的院士后，你们会得到一名大明工匠的勋章，代表着大明的功臣，而且你们每个月还能得到大明发的补贴，用于支持你们的生活。工匠们这下子眼睛才亮了，不仅身份起来了，还有钱拿。
随后底下发出异口同声的一句谢皇上。朱由馥也为大明科学院建设了一个楼房，然后从商城里购买的武器让这些工匠拆了再装，装了再拆，研究个透。而且等朱一峰回来后，也能让他们迅速复制西方的技术，现在就当做提前热身。不仅如此，为了让这些技术得到很好的传承，朱由馥还出了一份报，被命名为《大明科学报》。大明科学院的院士和大明的子民可以将研究心得发表在上面，以防失传。普通老百姓也能靠发表研究心得。除了国家外，如果其他人使用大明科学报上的技术来生产，就要给作者一定的报酬。而且将来能用这些著作来评选大明科学院的院士，大明工匠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人人争相成为受人尊敬的院士。复明2年11月，三哥带着天地会各堂主和总舵主陈志远到达婆罗岛面见朱由馥。朱由馥见了这个场面也是大吃一惊，而且陈志远身边的还有一位很俊俏的姑娘。陈志远相传是陈近南的后代，现在年岁已高。参见皇上，天地会近年来受大明优待，大量兄弟都在大明的领土休养生息，我这次来是感谢您的，没有您就没有天地会的今天。陈志远看着脸色苍白，连走进大殿都显得比较吃力。陈舵主，你们一直对大明忠心耿耿，你们也是大明的子民，大明里应爱护子民，我看你脸色不好，要不要让太医看看？朱由父亲切地问道。陈志远一直都是支持明朝的，自从三哥从婆罗岛回去后，就鼓励大量兄弟到婆罗岛发展，当然也留了兄弟时刻打听大清的动态。皇上，老臣现在已是药石无医，时日无多，这次来这里就是安排后事的。旁边的各路堂主脸色一惊，虽然看着陈志远病得不轻，但是没想到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而且一路上他也没和任何人说起这个事。朱由馥也是吓了一跳。陈舵主，这些年你为大明输送了不少人才，你有什么心愿，朕尽可能满足你。老臣确实有2个不情之请，但说无妨。朱由馥说着就走到了陈志远旁边。禀皇上，一个是希望皇上帮我照顾我的养女，我的养女武功高强，也可以当皇上的贴身护卫；另一个是希望皇上能接管天地会，当天地会的总舵主。陈志远的话再次让旁边的堂主震惊，自古以来天地会定总舵主，人品和武功缺一不可。台上这位看着像小白脸的皇帝显然是不会武功，这么大的好事，一个美女加一个第一帮派，朱由馥听着都心动。小英，快来见过皇上，以后我不在了，你就负责服侍皇上。陈志远说罢，他旁边的俊俏姑娘就站了出来。陈英和陈志远相依为命，一直都对陈志远言听计从。小女子见过皇上。陈英一时间眼眶红润。陈志远这么安排也是有他的考虑，一是大明现在日益强盛，由大明皇上接管天地会，天地会将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而且陈英从小到大都跟着自己吃苦，他也想陈英以后能过点好日子。这恐怕不妥，天地会自初创立以来就立下了5以高强者为主的规定，凡总舵主人选必须胜过3位以上的堂主。一名长老提出了反驳，他也是豁出去了，竟然说大明皇帝没资格，让一名不懂武术的年轻人当总舵主，确实有点让他们接受不了。朱由馥这会肯定也不能直接把人拖出去嘎了，必须得让这群人心服口服，这也好让陈舵主安心。接管天地会这个事情对于朱由馥来说肯定是个好事，天地会的成员遍布大江南北，这股力量可是能帮助大明崛起的。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没必要循循守旧啊。三哥连忙阻止，我可以替皇上应战。陈英一脸决然，要当总舵主的是朕，朕何须一名女子替朕应战？那我就设置一场比武打擂，对战你们天地会的4大堂主。在场的人都震惊了，朱由馥看着白白净净的，一看就知道不是练武之人，这几位长老看着也不像会放水的。虽然现在大明军中的复明16式长拳是朱由馥创建的，用军体拳改成，但是谁都没见过朱由馥露2手。希望皇上能理解，天地会自古以来都是这么选总舵主的。不怕死的堂主继续说道，没问题，我应战。有了兵王属性的加持，再加上自己以前在军队中的格斗训练，朱由馥还是很有把握的。大明皇帝要和天地会4大高手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量百姓纷纷前来围观。自古以来，习武之人都是先拳后腿刺擒拿，兵器内加5合1。4位堂主分别是拳、脚、擒拿、兵器的高手。朱由馥站上了擂台，伸出右掌，请4位堂主一起赐教。4位堂主顿时懵逼了，这位小白脸皇上这样想要挨一顿毒打？皇上，拳脚无眼，我们4个人加起来，连当今清朝武举状元都难撑个20招，如果你能撑个15招，都算你赢。4个堂主分别站在擂台4个角落，中央则屹立着的是朱由馥，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能量。陈英捂住双眼不敢观看，陈志远和三哥在台下连连叹息，除了朱由馥，陈志远心里没有更好的继承人选了。
4个堂主几乎同时发出了迅猛的攻击，他们的动作如行云流水，每一招都精准而有力。然而，朱由馥似乎毫不费力地应对着他们的进攻，在朱由馥眼中，他们的动作是如此之慢，各路招式轻而易举就躲开了。全场的人眼珠子都快弹出来了，大明的皇帝何时练的武，武艺竟如此高强？3位皇妃也站在远处观战，想不到这个枕边人武艺这么高，老朱藏得真深。沈雨露说道：“怪不得每次晚上和老朱一起都要了半条命。”玛丽说道。旁边的小倩听到了，脸又红了，不敢说话。林则徐和朱太平等将领看着也是一脸懵逼，想不到这个皇帝的武力值比他们都高，以拳为主的堂主拳影如虹，每一拳都充满了力量与速度。然而朱由馥利用自己出色的身法和洞察力，轻松地躲避了他的攻击，然后对着他的拳头来了几拳，他疼得顿时脸都黑了。以脚为主的堂主以柔和的步伐向朱由馥逼近，然后就是一轮扫荡腿攻击下盘。想不到朱由馥的扫荡腿更强，不仅踢得他双腿一字马，还一脚将他踢飞出擂台。以擒拿为主的堂主以轻盈的身法使出连绵不断的攻势，然而很快被朱由馥用擒拿手反锁。最后一个堂主看起来十分凶猛，他的力量令人生畏，他挥着棍棒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但是朱由馥冷静地躲过了每一次攻击，然后借力来了一个过肩摔，一把夺下了他的武器。全场一片安静，谁都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场景是真的。陈英听见打斗声停止了，慢慢地松开了他的双手。4大堂主竟都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还不到20招。拜见总舵主。陈志远和三哥见状连忙下跪，拜见总舵主。全场的天地会兄弟也跟着下跪。皇上万年。朱太平开始起哄，皇上万年。在场的老百姓也跟着大喊。就这样，朱由馥轻松地接管了天地会。自此，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朱由馥都是妥妥的大佬。晚上，他终于可以认真看一看陈英。陈英是身姿曼妙，英气逼人，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股独特的侠客风姿，在气质这方面可以说是碾压沈雨露、玛丽和小倩。毕竟练武之人，各方面应该都比普通人强点。定，恭喜主角开枝散叶成功，商城充值成功5万两黄金。看来这个商场充值的金额还没有什么规律。复明3年，朱一峰带着数百日不落国的工人和大量机械返回婆罗岛。大明的第一座钢铁厂开始正式动工，由日不落国的工人和大明的工人一起施工，工地上机器轰鸣，烟尘飞扬，工人们互相协作，在轰鸣声中喊出有力的口号，挥舞着手中的工具，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与灰尘，却难掩内心的激动和自豪。这可是大明的第一座钢铁厂。大明的第一条铁路也开始动工，工人们手持工具，挖掘土方，铺设铁轨，工地上弥漫着尘土和机械的烟味。工人们相互之间用粗犷的语言交流着，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但眼中却闪烁着坚定和希望。日不落国的铁路工程师们手拿图纸，在现场指挥着工人们的工作，他们时刻关注着铁路线的走向和铁轨的铺设情况，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朱一峰买来的大量设备也用于农业和采矿业，大明的粮食产能和采矿效率大大提升。大明妥妥地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大明下一个重大目标就是练兵。大明现在人口有了，粮食有了，朱由馥利用系统也能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林则徐这些天不断的学习大明的练兵方式，已经非常熟悉，还写了一本大明练兵心得，这里面分析了大明练兵过程中每一个步骤的意义。反清复明第一步就是要打造一支铁军。朱由馥召集了全部将领到新大明宫中议事。林都督，我们要守住婆罗岛，又或者走出婆罗岛，都必须打造一支新式铁军，这个重任就落到你身上了。朱由馥看着林则徐，禀皇上，其实我都已经做好了征兵计划，以我们现在的人口和粮食产量，预计可征3万兵马，如果全部配备了新式的火枪和大炮，我感觉我们很快就可以攻进大清帝国。林则徐从头到尾将他的征兵计划讲了一遍，他把每位士兵需要配置的武器、各兵种的人数、个口粮、训练的流程，连每个城市的征兵数量都算好了。旁边的将领听得目瞪口呆，林则徐才到这里没多久，竟然把这里的情况摸得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透，让他当都督，真的是让人心服口服。林都督，你办事我放心，从今天就开始征兵吧，武器可以去武器库提，钱朕从国库里给你拨款，你就大胆的去干。朱由馥一脸轻松，大明终于有个难得的帅才了，自己也能省心很多。婆罗岛大练兵正式开始，朱由馥准备了3艘2000吨位的铁甲舰，500门75毫米克虏伯大炮，2000门马克沁，5000门麦德森机枪，2万把毛瑟，3万个手榴弹。这一次花了朱由馥将近5万两金，和陈英开枝散叶充值的钱一口气花完了。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升起，
新兵们便在林则徐和几位将领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天的训练。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齐步走在训练场上，口号声震天响：为大明生，为大明死，为大明奋斗一辈子。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每个士兵的信仰和追求。训练场上，士兵们进行着各种战术演练和体能训练，他们学习如何快速准确的射击，如何使用各种武器装备，如何协作作战。林则徐严格要求每一个细节，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除了常规训练，新兵们还要接受炮兵训练。炮兵是一门技术活，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操作。士兵们学习如何装填炮弹、调整角度、瞄准目标等技能。在林则徐的指导下，他们反复练习，直到熟练掌握。为了加快练兵速度，经费就不能省，新兵全部都能实弹训练。新兵们每天都要进行实弹训练，他们手持步枪，瞄准靶心，扣动扳机，练习射击技巧。炮兵们则操作大炮，对准目标进行炮击训练。除了射击训练，新兵们还要进行战术演练，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模拟战斗。通过实战演练，士兵们学会了如何在战斗中协作，如何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如何利用地形和掩体进行防御或进攻等战术技巧。除了陆地训练，海军训练也是这次大练兵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军训练中，士兵们首先学习如何驾驶战船，他们学习了如何掌握船只的航向、速度和平衡等基本技能。在林则徐的带领下，他们进行了航行训练和模拟战斗演练，以提高在海上作战时的机动性和反应能力。此外，海军士兵们还接受了火炮使用训练，他们学习了如何装填炮弹、调整角度和射击等技能。在实弹训练中，他们使用火炮对海上目标进行射击演练，以提高射击精度和破坏力。除了火炮使用训练外，海军士兵们还进行了航海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他们学习了如何使用航海仪器，如何观测天文现象等技能，以确定船只的位置和航向。这些技能对于海军士兵来说至关重要的。3个月后，朱由馥举行了第一次大阅兵。大明军队以全新的形式出现，身穿笔直的军装，步伐铿锵有力，迈着整齐地步伐，手提新式的步枪、机关枪，还推着先进的大炮。朱由馥看着甚是欣慰。经过林则徐的训练，大明的新兵已经成长为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的铁军。3万的精兵配上先进的武器装备，大明的新军已经完全可以称霸东南亚。苏禄王国位于婆罗岛的东北部，苏禄王国是明朝和清朝2代最铁的华粉，一直都是华夏的附属国。这最早还要追溯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郑和船队经过苏禄时，大明没有侵略他们，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物资。苏禄从国王到平民，无不被大明的国力所震撼。到了清朝，苏禄国的肃丹国王曾多次请求加入华夏版图，然而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多次拒绝，而且在斗牛国、西班牙入侵的时候也没有给予帮助，可以说是伤透了苏禄人民的心。现在斗牛国几乎控制了苏禄国全境，进行着血腥的殖民统治，苏禄人民也是一直进行着反抗。新大明宫内，新军已经练成，现在需要一个战争来检验一下林则徐的成果。朱由馥将几位将领都叫过来议事。各位将军，大明现在拥有着3万精兵，就算让我们现在去打台湾都有一定把握，但是我们不能一口吃下一个胖子，下一个目标就是拿下吕宋岛，解放苏禄人民。林都督，你怎么看？朱由馥点了林则徐来发表意见。苏禄王国现在是斗牛国占领着，他们也是西方的强国，但是以我们的武器先进程度和兵力，要拿下来问题不大。说罢，林则徐又拿上来了一份策划书。朱由馥打开一看，震惊了，林都督不愧是林都督，早就想到了这一步。另外的3位将军也是心服口服。这一个地区的斗牛国士兵大概是5000人，基本配置着火枪。林则徐指着宫殿中的地图，天地会的兄弟已经把兵力分布图绘制好了，只要我们一进攻，他们也会配合我们登陆作战，最好的登陆点选择在奈克。3位将军听了林则徐的一顿分析，也是连忙点头，毕竟他们也没有这么认真的调查过。我估算只要5000的士兵就足够把这里全部打下来，而且苏禄的人民还是心系华夏的，这也有助于我们后面的管理。林则徐不仅设计好了进军路线，连每个地方的水源都一一标注，还有每个地方的人口，甚至将斗牛国侦察船只的侦察路线和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他的计划和朱由馥自己构思的几乎一致。林都督，大明有你，胜100万雄兵。朱由馥听完后给了林则徐一个大大的赞。就按照你的计划来，这次朕还是要亲征，就一封将军守驾，其他将军也随我出征。朱由馥看着地图，胜券在握。1个星期后，5艘大明铁甲舰运载着5000的大明的士兵出现在奈克城远处的海面上。朱由馥带领着林则徐、朱太平、朱鹏等将领全部参与这次的战争。大军出发前，朱由馥也强调了不能拿百姓的一针一线，违令者军法处置。
根据林则徐取得的情报，大明舰队绕开全部侦察船只，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停了下来，士兵们开始准备登陆。一名年轻士兵紧张地握着手中的步枪，他身旁的朱太平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别担心，小伙子，我们这次的任务非常简单。”登陆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苏禄人民看到登陆的军队步伐整齐，装备优良，举着写有大大的明的军旗，而且还对老百姓十分友好，没有一个士兵去掠夺百姓。苏禄人民十分震惊，看来传闻是真的，大明真的还在。苏禄人民确认了眼神，这是遇到对的人。每家每户纷纷为大明新军提供家里面的粮食，有的拿着番薯，有的拿着椰子，有的拿着大米。然而大明新军纪律性非常强，没有要老百姓任何东西。朱太平和朱鹏也终于理解到了朱由馥练兵方式的独特之处，原来练的是纪律。在小吕宋城的斗牛国军队还不知道大明新军已经登陆，还在每天屠戮百姓，逍遥快活。小吕宋城内，一位斗牛国将军走在路边，看到路边一位苏禄的女子长相甜美，竟直接明着抢。旁边的老汉见状连忙阻力，被一脚踢得倒在地下，口吐鲜血。周围的人看着也不敢出声，在这里得罪斗牛国的士兵只有死路一条。救命啊！救命啊！女子被斗牛国将军扛在肩上，不停地哭着。砰！随着一声枪响，斗牛国将军倒地，周围的百姓纷纷吓得跑回自己的房子里。没错，朱由馥来了，大明新军来了。女子惊魂未定，吓得不轻，坐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在天地会和苏禄人民的帮忙下，大明新军悄无声息地攻进了小吕宋，斗牛国士兵猝不及防。朱由馥扶起了倒在附近的老汉，然后蹲在女子前面安抚道：“没事了，大明来了，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们了。”女子这下子感觉得救了，嚎啕大哭了起来。冲啊！一时间，大明新军的喊声冲破天际。这里守军有5000人，但他们的武器却远远落后于大明军队，而且还没有一丝丝防备。听到喊杀声，这里的士兵几乎一副表情冷漠、目光呆滞的样子。朱由馥站起身，高声下令：“全面开火！”刹那间，炮火交织成一片火海，激烈的战斗开始了。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斗牛国士兵很快败下阵来。一名斗牛国将军痛苦地大喊道：“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快撤退吧！”在这个场景里，就算面对面讲话都得大喊，枪声和手榴弹的轰炸声响遍了战场。然而朱由馥冷酷地下令：“敢欺压百姓，不留活口！”朱由馥也带头冲锋，旁边的士兵看的是热血沸腾。从古至今，和士兵战斗在一线的皇帝能有几个？而且朱由馥的战斗力非常之强，每颗子弹基本都能命中敌人。不到几个小时，小吕宋城彻底被大明新军拿下，斗牛国士兵可以说是毫无防守之力。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渐渐消失，苏禄老百姓从房子里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映入眼帘的是一支纪律严明军队在打扫战场。他们没有骚扰任何老百姓，没有任何烧杀抢掠。苏禄人民逐渐看清楚了这些熟悉的面孔，以及熟悉而又陌生的军旗，意识到了这是来拯救他们的军队。一股激动的新情绪油然而生，老百姓纷纷冲出屋内，顿时万人空巷。这一天，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吕宋岛。吕宋岛周边的各小岛也很快被大明收复。400年前，郑和的船抵达了这里，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希望。400年后，朱由馥的舰队抵达了这里，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解放。下一步就是台湾了。吕宋群岛收复后，苏禄国王带着诸多小国国王一同面见朱由馥。他们被斗牛国欺负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国家愿意来帮他们，强大的大清也是对他们置之不理。这时候大明赶跑了斗牛国士兵，简直是雪中送炭，各国是心服口服。皇上，您赶跑了斗牛国的士兵，为我们各国解除了多年的威胁，我们从未遇到过如此雪中送炭之事。如今我等愿意归附大明，也希望能够为大明的发展尽一份力量。苏禄国王激动地说道。其他国王也纷纷应和。朱由馥满意地点点头，心中感慨万分。这时穆国国王引起了朱由馥的注意，他的脸上都裹着多层面纱，只能看到双眼，这双眼睛看着是有点美。经打听，据说这位国王名叫穆青，患了重症，面容丑陋，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各位国王，感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朱由馥庄重地说道，只要你们成为大明的一部分，我保证不再有任何国家敢欺负你们。朱由馥深知这些小国国王的归附对于大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承诺道，各位国王，大明一定会与你们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我们会为你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你们在大明的怀抱中茁壮成长。皇上，我们今天晚上准备了一个重大的宴会，庆祝吕宋群岛各国摆脱了殖民统治，我们想邀请你一起参加。苏禄国王说道，这么重要的时刻，朕理应参加，那我们今晚不醉不归。
朱由馥感叹，趁这个时刻恰好可以放松一下。夜幕降临，小吕宋前斗牛国指挥官的宫殿内灯火辉煌，热闹非凡。大殿中聚集了各国国王、华夏各将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兴奋，庆祝吕宋群岛摆脱了殖民统治，迎来了新的篇章。朱由馥身着华丽的龙袍，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入大殿。他环顾四周，看到各国国王和官员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一喜庆时刻，心中感到无比欣慰。宴会上的美酒佳肴摆满了长桌，苏禄国王端起酒杯，站起身来，高声说道：“感谢皇上的慷慨相助，让我们摆脱了血腥的统治。今天我们要为这自由而干杯。”众人纷纷举杯相庆，欢呼声响彻整个大殿。朱由馥也端起酒杯，微笑着向众人致意。在宴会进行到高潮时，朱由馥决定为众人献上一首歌曲：沿着江山起起伏，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朱由馥来了一首向天再借500年。朱由馥的歌声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歌。众人纷纷鼓掌欢呼，为他的精彩表演喝彩。在场的各路国王也送了朱由馥各种小礼物，肃国国王还送了朱由馥一个小瓶子，说是男人的最爱，只要闻一闻就让人醉生梦死。在场的国王似乎都喝得晕头转向，穆国的国王也是喝得有点醉，只见他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说要上厕所，刚好朱由馥也要上厕所，于是朱由馥跟在他身后。这个宫殿是当时斗牛国军官留下来的，大家都不太熟络。穆国国王和朱由馥愈走愈远，突然穆国国王扶着旁边的墙，低着头，朱由馥上前扶了一下，只见他竟下意识地躲开了朱由馥的手。朱由馥心想，这个人还真有意思，行为是奇奇怪怪的。皇上，我没事。这会气氛有点尴尬。朱由馥也感觉穆国国王说话的声音也有点怪，像是在故意装深沉。没事就好。朱由馥也是喝了不少，便没有在意，微微一笑。墙上这幅画还真怪。为了避免尴尬，穆国国王转移了话题，还拿起了墙上的画卡。突然旁边的墙打开了，里面竟有一个密室。两个人好奇一起走了进去，墙上的门迅速关闭了，把两个人锁在了密室。朱由馥连忙点着了密室里的煤油灯，定睛一看，懵逼了，这是斗牛国指挥官和情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大床，大床上还放着花瓣，床单是白色的，被子是红色的，旁边还放着各种奇奇怪怪的道具。皇上，我们得赶紧出去。突然间，穆国国王踩到了地上的小道具，滑了一下，朱由馥连忙去扶，由于喝了酒，脚步不稳，两个人都摔在了地上。肃国国王给的瓶子摔在地上，碎了，两个人都吸了里面的气体，然后不省人事。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两金。朱由馥揉了揉眼睛，身边竟然躺着一位30岁上下的美女，仿佛还在做梦一般。朱由馥被她的样貌和身材所吸引，那白皙的面颊上泛着微微的红晕，像是初绽的花朵，娇嫩而鲜艳。眉宇间舒展着宁静和温柔，如同晨曦中的薄雾，给人无尽的遐想。长长的睫毛像2片柔软的羽毛，轻轻地覆盖在眼睑上。那眸子在灯光下若隐若现，仿佛藏着一片深邃的海洋。长发如瀑布般流淌在枕头上，闪着光泽，每一根发丝都透着自然的卷曲，散发出淡淡的芳香，让人沉醉其中。虽然她年龄是比后宫的众皇妃大，但身姿依然保持着优雅的曲线，别有一番韵味。看得朱由馥是目不转睛，完全忘记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没多久，美女也睁开了眼。你看够了没有？美女狠狠地瞪着朱由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朱由馥问道。其实心里已是乐开了花，因为朱由馥看了一下商城，多了10万金，他也就大概想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你身上那个瓶子是那种药？朱由馥看了看床上的碎布，就想象到了昨天晚上的情况。他又根据碎布的质地和颜色，他可以判断出来，这位美女就是穆国国王穆青。原来穆国上一任国王膝下无子，最后就由女儿来继承皇位，而穆青就是他的女儿。为了管理好国家，他是一直女扮男装，一直未有过另一半。以后你再也不用装成男人了，朕会替你管理好穆国的地盘。毕竟是这么多年来的头一次有人这么跟他说，穆青的心也有点化了。两人很快找到了机关，还好这里还有斗牛国指挥官留下的衣服，这回可以用来应急。醒酒的众人才意识到皇上不见了，正准备去寻找时，朱由馥带着一位婀娜多姿的美女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看着朱由馥身上的龙袍变成了西洋服装，各位国王一脸惊讶。见状，朱由馥解释道：朕昨晚是喝吐了，把衣服弄脏，所以临时找了这个衣服，大家不必惊讶。自此穆国少了一位国王，大明多了一位皇妃。这会湾岛是归福建管理，福建巡抚是郑祖琛。郑祖琛是正义门第23代孙，嘉庆年间的进士，先年岁已高，做事也是有心无力。现在湾岛人口有200多万，
军队数量有3万人，风帆战舰数量有100余艘。清朝士兵目前的热武器装备率将近70%，他们使用的热武器主要是鸟铳、抬枪和红衣大炮，都属于火绳枪一类。鸟铳是使用火绳点火，射程还不到100米；抬枪是凑近点，似乎不是枪，仔细一看才能发现原来真是一把枪，长达2米，需要2个人同时操作。使用时，一人站在前面扎马步当枪架，一人在后面瞄准并扣动扳机，射程达数百米。鸦片战争时期对西方列强造成伤亡的武器主要是抬枪。复明3年6月，朱由馥继续从商城又买了20艘2000吨位铁甲战舰，用于进攻台湾府的登陆作战。战舰准备就绪后，朱由馥在小吕宋召集了众将领开会。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夺下台湾府。三哥已经派人摸清楚了台湾府的情况，这里的兵力大概15000，我们这次出动2万精兵，拿下台湾府可以说是绰绰有余。朱由馥说完就望向了林则徐，心想林都督肯定有妙计。林都督，你怎么看？清军使用的鸟铳、抬枪、红衣大炮都是火绳枪，和我军相比落后太多，这一战大明胜算很大。林则徐停顿了一下，似乎想让在场的其他将军也表现一下。他在话里也给了提示，不然每次都成了他一个人说。面对火绳枪，我们找个下雨天，他们就没办法了。朱太平领悟到了林则徐的意思。朱由馥感觉现在大明各将军的信心已经提上来了，之前打1000人的荷兰国士兵都紧张兮兮的，现在对于夺岛这种大战都是非常从容。林都督，还是由你继续讲下去。朱由馥还是指望着林则徐来分析。除了选择个下雨天进攻，我们还应该找个晚上进攻。清军还没有意识到大明的厉害，我们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朱由馥听了之后点了点头，说道：这次的登陆作战出动25艘铁甲舰和2万精兵，大家回去做好准备，3天后出发。复明7月的一个雨夜，台湾府内，台湾府位于台湾岛的南部，湾岛知府同补还在和众同僚夜夜笙歌，完全没意识到危险的来临。最近南面蹦出来一个大明帝国，而且占领了吕宋群岛，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来攻打我们这里，我们还是得慎重。一位不识抬举的军师提醒道，全场只有他一个人的脸不是红的。自古文人相轻，这位军师在这里也是不受到待见。我还用得着你来提醒？大清现在怎么也是亚洲第1强国，谁敢来犯？你看看你，叫你喝酒都不肯喝，扯这些有的没的，我看你身上有功名，平时不骂你，今天大家这么高兴，你非要来扫兴，赶紧滚！同补喝得正带劲，用手指着这位坐在角落军师，开始一顿数落。军师无奈站起身，扬长而去。只见他长了一口气，冷冷地说了一句：这种朝廷不救也罢。轰！突然间一声剧烈的爆炸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同补有种不祥的预感，马上大喊：大家静一下，刚刚是什么声音？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滴滴滴，外面的雨似乎越下越大。轰轰轰！这下子大家都听清楚了，这是炮弹爆炸的声音。全部人朝着爆炸声的方向一看，漆黑的天好像顿时被照亮。同补的红脸顿时被吓成了白脸，全身颤抖。如果湾岛府失守了，他这辈子就完了，很不容易才混到这个位置。大家赶紧带兵去查看情况，看是不是日不落国军队打过来了。各官员纷纷离开座位，拿起门口的伞，跑向军营，禀报知府大人，进攻台湾府的大明的军队，弟兄们已经伤亡惨重。他们的火枪不用点火就能发射的，而且填充速度非常惊人，我们根本无力还手。一名侦察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身上的衣服还在滴着水，进来的时候还不小心被门槛绊倒，狠狠地摔了一跤。大明？什么？大明真的来了？同补听到之后，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他也是了解西方列强的武器，很明显，大明的炮弹要比日不落国的大炮还要先进很多。这下子应该是无力回天了。同补仰天长啸。湾岛府城外，全体瞄准。在朱由馥的一声令下，炮兵迅速冲填炸弹，瞄准着湾岛府的城墙。士兵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操作起来十分娴熟。随着一声开炮，无数的炮弹划破天际，落在城墙后发生猛烈的爆炸。城上的守军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成了炮灰。湾岛府的城门、城墙很快就被炸得七零八落，千疮百孔。弟兄们，我们不能再这样躲着，跟我冲！清军军官舞着大刀，带着士兵冲锋。然而，在大明的枪林弹雨下，很快就成了一具具倒下的尸体。清军发起了几轮进攻，还没冲出100米，就全都倒下，士气开始慢慢衰退。朱太平见状，手提毛瑟，带着队伍迅速突破湾岛府的外围，冲进了城内。全体都有，跟着我冲！冲啊！冲啊！冲啊！大明万岁！砰！砰！砰！
一时间枪声震天，火光闪烁，大清的守军纷纷被击倒。下雨天，火绳枪根本不好使，确实不如手上的大刀好用。然而，面对着步枪，你拿着大刀往前冲，岂不是找死？这样的抵抗毫无意义。清军是不怕死，不是想去死。快跑！这仗没法打。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武器装备？那些当官的都跑光了，我们不如投降吧。投降不杀，投降不杀！大明士兵的喊声冲破天际。大清的士兵们，那些曾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壮士们，如今只能狼狈地逃离战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失落和绝望，许多人甚至丢弃了武器，抱头鼠窜，还有不少放下武器投降的。此时，距离大明军队发起进攻不到1个小时，童卜被吓得脸色惨白，家里的钱财都来不及收拾，赶紧在副将的护送下坐上马车逃离湾岛府。他望着那些失去斗志的士兵们，深知整个湾岛岛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天刚破晓，大雨停了，湾岛府完全被大明的军队占领。利用绝对的武器优势，整场战役打下来非常轻松，妥妥的虐菜。大明军队伤亡不到20人，俘虏了清军6000人。朱由馥带着诸位将军踏进湾岛府，望着这座古老的城墙，感慨万分。距离大明抵达天涯岛已经过去了200年，今天大明终于回来了。昨天晚上的动静让湾岛府老百姓惊魂未定，显然他们都听到了清军撤退的声音，但是让他们感觉到奇怪的是，打进城里的部队没有进行烧杀抢掠。当湾岛府老百姓慢慢打开门，观察外面的情况时，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只见这支军队齐齐整整地坐在地上休息，路面上的雨水还没干透，每个士兵的军服上写着显眼的名，这是台湾府上首次出现这么讲纪律的军队。朱由馥制定的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政策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这一简单的举动可以让大明收获民心。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军队，对老百姓是秋毫无犯。难道大明真的回来了？之前就听说大明在婆罗岛上建立了政权，这可能是真的。这是200多年前的大明，还是说是冒充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换了朝廷，我们还是一样得天天吃苦。湾岛府的老百姓议论纷纷，湾岛府衙马上就成了大明的临时指挥部。禀总舵主，这是湾岛府无恶不作的地主名单，这上面的人可以说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清朝的官跟他们是同流合污，屠戮百姓。三哥相朱由馥递上去了一份清单，这是朱由馥不久前布置给三哥的任务。朱由馥很清楚，只要让老百姓吃饱喝暖，不受压迫，他们自然就会拥护大明，自然就会加入大明的军队，大明的统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但是土地被地主垄断，老百姓只能像奴隶一样被一直欺压致死。所以朱由馥就要从地主下手。传令兵让林都督将名单里面的人全部抓来，后天统一进行审判。朱由馥又将名单递给了传令兵，三哥名单中的各大地主一一被押送到大明指挥部审判，士兵也通报了整个台湾府的老百姓，让大家来旁观。朱由馥站在高台之上，目光如炬，直视着台下那些曾经作恶多端的大地主。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厌恶，但他知道他不能让这些地主继续逍遥法外。你们在湾岛府上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你们剥削百姓，强取豪夺，无恶不作，可否认罪？朱由馥怒吼道，声音中充满了威严和愤怒。台下的地主们面面相觑，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暴露无遗。一些地主开始瑟瑟发抖，而另一些则强装镇定，但他们的眼中都闪过了一丝恐惧。朝廷里的工部尚书是我的人，你们敢动我，你们马上就会被剿灭。如果你们放了我，我有办法让朝廷放过你们。一位地主颤抖着声音说道，试图用权势来威胁朱由馥。你们简直就是强盗！我们这些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了几十年，凭什么要被你们审判？另一位地主不甘示弱地叫嚣着。朱由馥冷冷地注视着他们，心中没有一丝怜悯。他知道这些地主的威胁和叫嚣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财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宣布，大明已经把你们的罪行全部调查清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在立即执行死刑。随着朱由馥的一声令下，周围的士兵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将那些地主们绑了起来，用枪盯着他们的后脑勺。砰砰砰，那些曾经作恶多端的地主们一个个倒在了地上，他们的脸上还保留着最后的惊恐和不甘。台下的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众百姓，大明一直爱民如子，以后在大明的地盘上将没有人能压迫你们，地主手上的土地也将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朱由馥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台下的百姓们面面相觑，眼中满是不敢置信的神色。他们大多一生都过着被地主剥削的生活，每日辛勤劳作，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而今竟然有人告诉他们，
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台下的老百姓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能得到一块土地，可以说是他们大部分人一辈子的梦。请各位前往右手边的登记处进行土地申领，每个人都有份，请勿拥挤，慢慢来。朱由馥继续说道，声音温和而坚定。百姓们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喜色，纷纷向登记处走去。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一位年迈的老者步履蹒跚地走向登记处，他的眼中满含热泪，嘴唇微微颤抖。他曾亲眼目睹自己的亲人因为无法忍受地主的剥削而离世，而今他终于看到了希望。大明万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合十，感激涕零。他的举动仿佛触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弦。这一跪就像触发了多米诺骨牌一样，后面的老百姓都纷纷下跪，一下子延绵了数里。大明万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此时此刻，百姓们的呐喊声响彻云霄。这不仅仅是他们对大明的敬仰和对朱由馥的感激之情，他们的声音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仿佛可以撼动天地。朱由馥站在高台之上，目睹这一幕，心里是满满的成就感。朱由馥将地主的财产全部充公，而地主的土地将分给这里的每一个老百姓。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些地主的身家加起来竟然有500万两，那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干个100万年的工资。有了这笔经费，朱由馥可以进一步扩军了。朱由馥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要收编湾岛府的6000降兵，对于大明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少的兵力。这时候林都督又发挥作用了。兄弟们，我之前也是清朝的将，为了救华夏，我一生都在对抗西方列强，结果最后等着我的贬为平民，发配新疆。而大清的官场已是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我的心是被大清伤透了。林都督站在降兵当中发言，我对华夏是爱的深沉，只要能救华夏，我是万死也不辞。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福祸必趋之。林都督的影响力在清郡还是很大的，当时他可是能打跑西方列强的人。我最后发现，大明才是华夏的希望。大明曾打跑了日不落国军队，也曾打跑斗牛国和荷兰国，这些都是当今数一数二的强国。大清的士兵很多都是目不识丁的，跟他们讲情怀没什么用。但是这句话开始触动了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沿海地区的穷苦百姓，他们的家园曾经被日不落国台湾府侵略，有的就是因为家破人亡才被迫从军。林都督继续发挥，你们看看湾岛府老百姓看我们的眼神，那是如此的敬重，再看你们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可以说是神憎鬼厌。只要你们愿意加入大明，1日3餐管饱，2饷1个月5两银子。林都督直接扔出了一个王炸，这些降兵这下子是真的心动了，加入大明，战斗力爆表，在战场中存活率更高，而且该受老百姓爱戴，最重要的，工资还有5两1个月。他们现在到手的可是只有3两1个月，相当于涨了差不多1倍的工资。大明毕竟是汉人的政权，这些士兵也大多数是汉人，说到底，大家都是自己人。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我愿意。一位降兵举起了手，毕竟这么优越的条件，谁又能顶得住？其他的降兵也纷纷跟上，一只只手如雨后春笋般渐渐抬起。我愿意，我要加入大明。6000多的降兵一下子收编了5800多人。林都督把训练降兵的重任交给了朱太平，他则准备去做另一件大事。这些天下来，林都督是渐渐认可了大明，大明是时刻替老百姓着想的，分土地这些事是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大明却做到了。而且大明对于西方列强是敢于抵抗并善于对战的，这是他认可大明的最大的原因，因为大明让他看到了华夏的希望。林都督的一生都装着华夏和百姓，他个人的得失甚至是性命都可以不顾。西方列强是虎狼，迟早会再侵略，这也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他的年纪也大了，不可能守护华夏上100年。湾岛府衙内，皇上，我要返回大清了。显然林都督这是要试探朱由馥的胸怀，也试探他对自己的信任。朱由馥听到这句话，表现却很平静，因为他从林则徐的眼中就知道他不会再回到大清。自从林都督来了大明之后，明显他的眼里有光。林都督无论想去哪里，大明都不会阻挡，而且还会护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朱由馥平静地说道，你我君臣同心，不用多说，我这就命人送你回大清，为防万一，再让一名副将给你当护卫。林都督总感觉朱由馥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臣这就启程。朱由馥知道林都督这是为了华夏的未来，要豁出去了，他也不好阻拦，只能默默希望林都督能平安归来。这时的两人心里面都是敞亮的。林都督这次的目的地是安化，他要去见一位帅才，这是他的好友胡林翼之前一直极力推荐的一个人才，说此人是湘中市内第一，
如今却在安化陶家当一个教书先生。陶家长子是左宗棠女婿，而这位帅才可以说是林都督的迷弟，他沉迷于农学和火器，对于鸦片战争也是十分关注，一直也在想打赢西方列强的方式和方法。他就是左宗棠。林都督通过天地会传信给了左宗棠，约他在湘江之上见面。左宗棠收到消息后也是十分激动，马上赴约。在湘江之上，神往已久但素未相识的两人相遇，开怀畅饮，促膝长谈。共同的抱负让他们填补了年龄上的鸿沟。两人这一晚上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军事和华夏的未来方面。左宗棠分享了他对于军事上的见解，这让林都督情不自禁地夸赞道：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而林则徐关于大明的描述也让左宗棠为之向往，毕竟大明的武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而且还曾战胜日不落国。若真有如此大明，无愿往之。左宗棠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两人秉烛谈至天明，林都督拿出了他之前在禁烟期间翻译的外国资料以及在大明的练兵心得给了左宗棠，这有种传授衣钵的意思。季高，左宗棠字，可愿往大明。林都督正式发出了邀请，如果大明的此猛将，华夏定能复兴，无愿矣。左宗棠对大清是没多少感情，他心里面装着的也是华夏和百姓。季高，左宗棠字，何时启程归大明？林都督有点迫不及待。即刻启程。左宗棠脱口而出，他也想出看看这个大明是不是真如林则徐说的这么神，如何从别人口中说出来，他自然是不信的，当从自己的偶像口中说出，那就另当别论了。2个月后，林都督将左宗棠带回了台湾府。朱由馥看了林都督，都忽略了旁边的左宗棠，他这些天一直担心着林都督的安危，这下子悬着的心算是可以放下来了。见林都督安好，朕大喜。朱由馥走到了林都督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旁边的左宗棠也诧异，皇帝和大臣竟然如此亲近，而且见面还不用跪拜。臣为皇上引荐一位帅才，此人名唤左宗棠，乃当世奇才。林都督指向旁边的左宗棠，草民见过皇上。林都督对草民乃谬赞。听到左宗棠3个字，朱由馥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贵客。林都督引荐的人肯定都是奇才，大明愿拜左兄为大明第1军第2师师长，领兵8000。朱由馥仅凭一面之缘以及林则徐的推荐，便给了左宗棠这么高的职位，在场的人都十分震惊。旁边的朱太平和朱鹏听了之后也是愣了一下，这个人才来报道，就马上提到跟自己平级，难免心里有点不舒服。2位将军，我猜你们心里面肯定有点不服。朱由馥看出来这2位的心思，望向他们说道：微臣不敢。2位连忙否认，左师长定是有大才之人，为了大明，我们理应放下成见。左宗棠也是受宠若惊，这才是第1次见面，这位皇帝竟如此重视自己，而且还如此维护自己。为了证明朱由馥的眼光，更为了证明自己，左宗棠说道：臣有办法，10日内仅用1000兵马就夺下彰化和基隆2城。左宗棠在来的过程中还是做了功课的，他从林则徐口中了解到了大明的武器以及目前的处境，再加上他对台湾地形的熟悉程度，还是有信心的。若当真如此，吾定心服口服。朱太平说道：左师长，1000兵马太夸张了，给你1万吧。朱由馥心想，1000兵马去打加起来1万多的清兵，而且别人还有城墙的加持，这个任务恐怕让他去也难。禀皇上，臣领1000兵足矣。左宗棠还是一直坚持，那我们在这里等你凯旋。看着左宗棠坚定的眼神，朱由馥也不好拒绝。林都督一直没有说话，他知道左宗棠这次必须要证明自己，才能在这些将领中立足。左宗棠领了1000兵，大炮30门，开始乘铁甲战舰挺进彰化。谁都不知道这场仗他要怎么打，台枪再次也是枪，红衣大炮再菜也是炮，1000打1万，这得怎么办？左宗棠的学习速度也很快，1天就摸清楚了枪支和大炮的使用方式，加上林则徐的心得，很快也熟悉了大明的练兵方式，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同补这个人的情况，左宗棠也是了解的。第2天晚上，左宗棠的部队就开始在彰化附近登陆。这次我们要搞夜袭。左宗棠对着副将说道：左师长，要怎么搞？副将也是对左宗棠半信半疑，毕竟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书生师长没什么实战经验。让炮兵带着30门炮从南面轰，200名轻重机枪手和300名步兵埋伏在南门的林子里，清军出来就打。左宗棠指着沙盘，让副将按照指定的位置步兵。那剩下的400多人呢？副将刚发出疑问，他好像就想明白了，还没等左宗棠开口，他就补了一句：我懂了，剩下的士兵全部埋伏在北门。副将又感觉哪里不对，继续说道：但是左师长，你又怎么知道童不会逃跑了？彰化守军怎么也有5000？他也有可能死守的。如果他真能死守，那么他当初在台湾府的时候就不会跑，把他逮住了，
彰化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副将听了左宗棠的话，顿时对这位书生有了几分佩服。轰轰轰，炮弹喷射而出，划破天际，狠狠地砸向彰化城墙，猛烈的爆炸照亮了黑夜，把城上的守军炸得猝不及防。童卜一下子就被爆炸声惊醒，妈了个巴子，这些贼人怎么来得这么快？快来人，备马！士兵着急忙慌地牵来一匹枣红马。童卜收拾了一下细软，就上马奔向北门。城南的守军虽有伤亡，但也不算大，他们也马上用红衣大炮反击，但是由于找不到敌军位置，没多大的效果。清军也是奇怪，大明的军队看着没有要冲锋的意思，轰完竟然还带休息一会的。但是由于是晚上，加上武器跟不上，清军也不敢贸然出城。城北小路，扎扎扎，几位骑兵护送着童卜出城。大鱼终于上钩了，开打，记住要活的。大大大，马匹前方出现密集的子弹，打得地上的石块都崩裂而出，几匹战马下的前脚抬起，有的还被击中倒地。童卜狠狠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意识到这下子全完了。大明的士兵从林子里纷纷冲出，一下子就把他抓起来了。想要活命的话，就去叫士兵缴械投降，否则……左宗棠用毛瑟顶着童卜的脑袋，恶狠狠地看着他。我愿意帮你们。童卜被吓得身体一直在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我一人带着他进城即可，其他人在城外等着。左宗棠说的是云淡风轻，但是旁边的副将被吓到了，想不到这位书生胆子竟如此之大，一人就敢去让上千的大军投降。走，你别耍花样，我们距离这么近，1秒钟就能解决掉你。左宗棠拉着童卜往城里面走，并把毛瑟给了副将，自己仅带了一把短刀。童大人怎么又回来了？旁边这位是？守城士兵看着这位童大人，满脸疑惑，才一会不见，脸上就流着血腥腥的伤口，身上的衣服也满是泥土印记。不该你问的就别问。刚刚还是怂包的童卜一下子变得威武起来。左宗棠挟持着童卜到了彰化指挥部。行了，你可以下投降的命令了。左宗棠冷冷地说道。童卜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怕死的人。传令兵通报全军将武器全部归还武器库，然后开城门。传令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童大人，您说的是投降吗？别废话，快去！明军在外面有几万的兵马，我们守不住的。为了保存你们还有城里的百姓，我只能忍辱负重，选择投降。童卜狠狠地盯着传令兵。军令一发，很多士兵意见挺大，但是谁都不敢违背军令。不到1个小时，守军缓缓打开城门，左宗棠带领的1000兵马以零伤亡的代价拿下了彰化。全军开始认同这位有勇有谋的书生师长。彰化守军投降后，4000多降兵被押送到左宗棠面前。顺大明者生，逆大明者死。凡加入大明者，3餐管饱，每月5两银。砰！左宗棠话音刚落，就朝天上打了一枪，吓得底下的降兵瑟瑟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不过在这个年代，能吃饱饭就不错了，现在还有这么高的工资，没什么理由拒绝。而且不加入大明，随时可能要吃眼前这个铁血将军的子弹。于是4000余降兵齐刷刷地跪在地上，表示愿意加入大明军队。左宗棠的军队是越打越多，人数从1000打到了5000。大明军队也是马不停蹄北进，直指北面的基隆。传令兵，让降兵先用他们的武器，跟着我们大军一起挺进。传令兵马上向各队伍传达了左宗棠的指令，降兵们纷纷拿起武器，紧跟大军步伐。左师长，基隆的清军数量大概也是5000，我们现在6000兵马，加上我们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以强攻，这样5天内应该可以拿下基隆。在行军过程中，副将说道：我们现在是乘胜追击，清军是惊弓之鸟，小小的基隆何必强攻？左宗棠笑了笑。副将虽然点头，但心中却有些不解。他觉得强攻基隆城是个好机会，可以迅速结束战争。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左宗棠的决定，毕竟左宗棠拿下彰化的手段让他十分佩服。左宗棠看着副将，知道他心中所想，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此时降兵们正在用他们的武器装备跟随着大军的步伐前进。左宗棠的军队继续向北挺进，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很快就到达了基隆城下。左宗棠并没有急着攻城，而是命令军队在基隆城外驻扎下来，他们开始修建营地，同时也派出侦察部队去探查清军的动态。侦察兵很快就反馈，清军知道了彰化和台湾府的情况，已经无心作战，防守十分懒散。看来这一战我们还是可以兵不血刃。左宗棠对副将说道。左师长有何良策？副将问道。对于这种惊弓之鸟，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拉弓，让炮兵把30门75毫米火炮全部架好，轻重机枪手在城门外架好枪，
剩下的士兵就全部站在清军炮城范围外，给清军点压力。副将马上通知传令兵传达左宗棠的命令：炮兵连，开炮！左宗棠下发指令，炮兵们齐声应答，30门大炮同时开火，炮弹呼啸着划破天际，狠狠地砸向基隆城墙，爆炸声响彻云霄，城墙上的守军被炸得七零八落。城墙上的守军发现红衣大炮的射程完全跟不上大明的大炮，只能默默挨打。这样不行，马上组织敢死队冲锋。清军指挥官说道：大。然而当清军敢死队一露头，两端的机枪手便疯狂扫射，密集的子弹如疾风骤雨般倾泻而下。清军敢死队瞬间被打得七零八落，倒下一片，哀嚎声此起彼伏，战场上弥漫着绝望与恐惧。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清军阵地在一轮又一轮的炮击中摇摇欲坠。清军士兵们惊恐万分，混乱不堪，他们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半天过后，城墙上的清军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撤退，毕竟谁不想当炮灰。然而清军指挥官却站在他们背后，只要谁后退一步就会杀了谁。这时守军面临着两条路，要么被大明的炮弹轰死，要么就是被自己人打死，可以说是横竖都是死。突然炮火声停止了，躲在城墙上的清军慢慢探出头来，只见一群手无寸铁的大明士兵走到了城墙下，对着城墙上的守军大喊：兄弟们，我们都是穷苦人家，为谁卖命都一样，大明是很善待俘虏的，这里吃好喝好，加入大明军队后每个月还有5两银。我们之前是彰化的守军，现在投降了大明，在这里日子过得挺不错。我们都是汉人，我们皇上也是汉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打打杀杀？兄弟们，快投降吧！城墙上的士兵开始动摇。突然城上的一名士兵看着城下的明军，眼前一亮，说道：他们说的是真的，那是我老表，我还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老表！城墙上传来一声呐喊，两人很快确认了眼神。阿表，快投了，你们打不过大明的，来这里我们一起领高薪，吃香喝辣。好！轰！清军指挥官向天上打了一发火铳，投降者死，不要被敌人干扰。清军指挥官怒吼道：城上的兄弟们，我们师长只给了你们半个时辰的投降时间，一旦时间到了，大炮会继续轰，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清军指挥官听到后气冲冲地跑上城墙，正准备用手上的火铳去驱赶城下的明军。砰！左宗棠从城下扣动扳机，子弹直接爆头，清军指挥官应声倒地。旁边的大明士兵看得目瞪口呆，这枪法真的是绝了。左宗棠给了城上的士兵第3条路，那就是活路。老表，我投了。城上的一名士兵率先放下了武器，城内的士兵也纷纷效仿，剩下的4000余守军全部投降。这次湾岛被大明收复，左宗棠的捷报很快就传回大明指挥部，各将军大惊。仅用了8天，用1000兵拿下了大半个湾岛，皇上真是尽收神仙将军。同时湾岛失守的消息很快也传到紫禁城，然而却变了味道。紫禁城内，道光皇帝收到了郑祖琛的急报，上面写着：台湾地区有匪患，请求增派援兵3万到台湾剿匪。众大臣，你们说说这个郑祖琛是不是老糊涂了？凭个匪患竟然想要3万兵，他凭的是什么匪？道光皇帝看着这封急报，一脸疑惑。禀皇上，可能是郑祖琛写错了，可能是需要3000兵马，这样才说得过去，3000兵马什么都够了。载垣说道：郑祖琛这个急报确实是离谱，旁边的穆彰阿虽然收了郑祖琛的银两，在这会要替他说话也得使劲动动脑。禀皇上，臣以为郑巡抚应该不是写错，毕竟台湾4面环海，南洋地区一直海盗盛行，可能是有大量的海盗进岛了。穆彰阿试图替郑祖琛多争取点兵马，拿人钱财就要为人消灾。台湾士兵数量有1万多，那是什么样的海盗有这种实力，就算是日不落国，一时半会也拿不下台湾。载垣反驳道。载垣总觉得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于是暗中派人调查这个事。行了，那个取个折中的方案，给郑祖琛6000陆营兵，如果1个月内剿匪不成功，就让他请辞吧。陆营兵又称绿旗兵，采用绿色旗帜，是清兵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陆营兵配合8旗兵驻守北京和各省。道光打断了2人的对话。福建的郑祖琛看到道光皇帝的这个批复，头都大了，才给6000陆营兵，不要说收复台湾，让他能守住福建就不错了。台湾府上，朱由复为左宗棠接风洗尘，众将军没有人再敢质疑朱由复的决定。左宗棠在8天内收复彰化和基隆的事迹传遍了大明，人人都知大明来了个新战神。朱由复带着众大臣迎接左宗棠，左宗棠看到后受宠若惊，想不到大明皇帝如此重视大臣。恭喜左师长一战成名，众将军纷纷恭喜。
臣受君恩，当夙兴夜寐，为君担忧。说罢，左宗棠又准备跪下。朱由馥走到左宗棠面前，用双手托住了他的肘子。左师长，大明不兴下跪了。旁边的史官连忙记录下来。大明皇帝圣明，派兵收复台湾岛，建立不世之功勋。大明成中兴之势，台湾岛开始全面实行土地革命，全部老百姓都分得了土地。他们每天都开始烧香拜佛，祝大明皇帝能长命百岁。这一轮土地革命，朱由馥又收获了军费1000万两。大明现在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政务太多，婆罗岛、吕宋岛、台湾岛都已纳入大明的版图，人口数量达到了500多万，这管理起来可是个难事。如果让朱由馥天天这么处理政务，就算每天6点起来干到晚上12点都干不完，他肯定是顶不住的。这时候大明的内阁需要搞起来了。林都督也看出了朱由馥的焦灼，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位挚友。很快，这位挚友就远道而来台湾岛，不为别的，只是林都督描述的这个地方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之地，一个实现了工业革命，一个武器装备先进于西方的地方。禀皇上，臣引荐一位好友加入大明，他可是有惊天伟地之才。林都督领着这位挚友进入了大明的军营。林都督，这次又为朕引荐哪位人才？朱由馥快步向前，只见一位穿着朴素、年近50的男子从林都督身后走向前来。臣见过皇上，臣乃魏源，字默深。禀皇上，臣的这位挚友曾写过《海国图志》，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乃当今世上屈指可数的人才。听到这里，朱由馥大喜，原来此人正是传说中的魏源。魏源一路上看着大明士兵的武器，大明军队的形象，感觉日不落国也不过如此。这里确实是林则徐信里描写的华夏的希望。林都督，不用多说，你引荐的人必定是当下之奇才。默深兄，大明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以你的才能，可以胜任大明的内阁首辅，成为大明读书人最向往的职位。魏源听到也是大吃了一惊，自己才来就给自己这么高的官职，一脸的疑惑。默深兄，你写的《海国图志》朕看过，认为乃当世第一奇书，你在里面提出的思想很适合当下的大明，所以我才认为你能担任大明的首辅。旁边的文官和武官听到了也是大为震惊，大明皇帝用人从来都是让人意外，臣定当不负重托，为大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魏源满脸的感激。大明的内阁重新启用，之前人口稀少，一直停用，终于有人为朱由馥分担政务，朱由馥也能安心的领兵打仗。复明4年，婆罗岛上的工业革命初见成效，大明的第一条铁路正式建成，大明的钢铁厂也正式开始生产，农业和采矿业也是飞速发展，大明的工业革命成果也开始向台湾岛蔓延，台湾岛的第一条铁路也开始正式动工。此外，朱由馥的皇妃也全部迁到了台湾府，朱由馥在这里简单的搭建了一个小宫殿。朱由馥发现，自从钢铁厂建好后，多子多福商城里的武器设备全部打了9折，看来商城的价格和大明的科技发展相关。这几年来，大明的国库开始变得充实，这回已经达到了50万两金。近半年来，朱由馥将之前系统上充值的金币一口气花完了，不断练兵，现在台湾岛已有5万精兵，而大明的海军铁甲战舰也扩展到了30艘。现在大明已经完全有实力跨过台湾海峡，甚至北上直取上海和南京。时间追溯到4个月前。啊，疼死我了！嗷猪！台湾大明宫殿内一个房间里传来沈雨露的惨烈呐喊声，她的脸色苍白，汗水淋漓，紧紧地抓住床单，身体在痛苦地扭动着。稳婆已经准备好了热水和各种工具，她先检查了胎儿的大小，然后指导沈雨露如何用力。雨露，我在外面，坚持住！朱由馥在屋外喊道。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房间里也传来玛丽痛苦的呼喊声。嗷猪！我也快不行了，娘娘，你要放松，我会尽力帮助你。稳婆不断用湿毛巾擦拭玛丽脸上的汗。玛丽，我在外面，别怕。朱由馥又跑到了旁边的房子门口。哇哇！一时间，沈雨露和玛丽的呐喊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婴儿的哭啼声。恭喜皇上，喜提小皇子！两边的稳婆同时走出房间。叮！恭喜主角开枝散叶成功，商城成功充值6万两金，并额外获得无线电台5个。这下子，朱由馥又成功充值了一波，而且还收获到几个电台。对于这个信息传播极为缓慢的时代，这可以说是大有用处。朱由馥在婆罗岛、吕宋岛、台湾岛上分别放置一个电台，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一个电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这个年代，日不落国已经发明了电报，于是朱由馥又找了玛丽。玛丽，大明的发展又要靠你了，能不能让你的家族帮忙一下，让日不落国的工人来大明修电报系统？大明愿意出高价。你真的是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我怀孕这么久，不见你多跑来几趟。
玛丽冷眼道：“玛丽，你看朕这么多政务，平时哪里有时间？”朱由馥走向前，用双手捏着玛丽的肩膀：“放屁！你看看，小倩妹妹、陈英妹妹的肚子不是被你搞大的，你哪来的时间？”玛丽，消消气，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明。朱由馥一把将玛丽来了个公主抱：“你再不答应，我就来硬的了。”朱由馥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玛丽，玛丽的双眼也逐渐变得含情脉脉。该死的老朱，我去问问吧。大明愿意出10万两黄金，在台湾、吕宋、婆罗3个岛上铺设电报系统。朱由馥拥抱着玛丽。很快，日不落国的工人就成批地登陆大明控制的几个岛屿。大明科学院的院士也不闲着，带着工人跟着学习技术。在大明的土地上，一支工人队伍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电报系统。他们身穿粗布工作服，头戴草帽，汗水浸透了衣服，但脸上都洋溢着坚定和自豪。工人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挖掘深坑，有的搬运笨重的电线杆，还有的安装精密的电报设备。他们相互协作，彼此配合默契，仿佛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嘿，老张，你那边坑挖的怎么样了？一个工人大声喊道。快了快了，你们先把电线杆立起来，我马上过来填土。老张回应道。4个月后，电报系统的每一部分都在逐渐完善。当最后一个设备被精心安装到位时，整个系统开始运作起来。电流在电线中穿梭，发出了滴滴答答的声音。大明科学院马上向朱由馥汇报了成果，并反馈已经培训好使用电台和电报的人员。大明3大岛屿的指挥部迅速成立了通讯部。大明的通讯系统主要利用无线电台和电报，电报主要在岛内传输信息，而电台也成为汇总的地方，汇总后再传输向其他岛屿。我们终于完成了，朱由馥激动地说道。通讯系统测试开始，朱由馥利用大明通讯系统发送了第一条消息，呼叫婆罗岛、吕宋岛指挥部，一切是否安好？不到10分钟，2个指挥部发来消息，一切安好。在场的文官和武将都很惊讶，这简直跟做梦一样，他们是对朱由馥佩服的五体投地。这段时间，魏首府也没闲着，为了开化大明百姓的思想，让各百姓接触科学知识，他写了一份关于印发《大明日报》的策划书，并呈向了朱由馥。策划书里面写着，《大明日报》分为4个栏目，一个是科学栏目，每天普及科学知识；一个是思想栏目，由大明思想家撰写社会百态的文章；一个是新闻报道，让老百姓知道大明发生的大事；最后一个也是文化类，可以让大明百姓发表诗词和小说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魏首府真乃奇人也，这思想可谓是领先当代华夏上百年，朕特批了。大明科学院也协助你一起成立《大明日报》的编辑部。有了大明的这几位能臣，朱由馥确实是省了不少心。大明控制3大岛上屿，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都在讨论着同一件事情：大明日报正式发行。清晨，报童们早早的起床，整理着手中一叠叠崭新的报纸。他们脸上洋溢着兴奋和自豪，因为他们知道这份报纸将给大明的百姓带来前所未有的知识和思想启迪。大明日报来了！报童们高声喊着，一边奔跑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报纸。他们的声音响彻云霄，吸引了许多百姓的注意。人们纷纷涌上前来，争相购买《大明日报》。一位年轻的书生也兴奋地表示，这报纸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印刷清晰，这上面还有国家大事和科学知识，真是难得的好报纸。由于百姓识字率不足一半，所以又诞生了一个职业——读报人。读报人开始成为各酒楼饭店的必备人员，他们有时候也在街头巷尾设置一个桌子，读报收钱。大明文化事业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湾岛府大明宫殿内，众位将军，如今湾岛上的大明军队已达5万之众，我们的实力足以进军清朝内陆。那么，究竟该从哪里开启这场征战呢？还请各位畅所欲言。朱由馥稳坐高台，目光如炬。朱太平拱手道：“臣认为跨过湾岛海峡，直取福建为上策。”朱由馥缓缓摇头。福建的陆营兵力达6万之众，且沿海布防严密，进攻并非易事。浙江守军亦有近5万之众，而进攻松江府则较为稳妥。松江府守军数量较少，一旦得手，便可顺长江直取江宁府。左宗棠分析道。林则徐补充道：“控制松江府，继而掌握长江及京杭运河。大清江南的税收都是利用运河运向北方，一旦江南的税收无法顺利运往北方，这将触及到大清的经济命脉，这可是大清的死穴。”左宗棠和林则徐的回答让朱由馥非常满意，他心里想的计划亦是如此。就按左师长的计划来，打防守相对薄弱的松江府。在朱由馥的命令下，大明的25艘大型铁甲战舰以及多艘运输船开始从基隆浩浩荡荡地驶向松江府。
江苏巡抚陆建营以及江宁将军英龙都完全没有意识到，竟然有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会在此刻打过来。这里面也有郑祖琛的功劳，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花了大价钱来欺瞒道光皇帝。当松江府的守军发现大明的战舰时，一切都为时已晚。报告，距离8000码。大明瞭望兵在瞭望台上报告距离，全体炮手准备，瞄准沿岸炮台。朱由馥亲自到前线指挥，左宗棠和林则徐也紧跟他身后。松江府的守军也是一头雾水，赶紧跑到炮台前做好准备。开炮！在朱由馥的一声令下，密集的火炮从各战舰的炮口喷射而出，呈现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狠狠地砸到清军的炮台上，然后发生剧烈的爆炸。怎么回事？世界上怎么会有射程这么远的大炮？这比日不落国的大炮还要猛烈！清军指挥官大喊：轰！轰！轰！在短短半小时内，清军的沿海炮台便被大明军队的猛烈炮火摧毁殆尽，炮兵部队更是损失惨重。将军，我们根本无法还手，必须撤退，否则只能一直挨打。副官大声疾呼：撤退！撤往松江府！清军指挥官果断下令，清军迅速撤离海岸线，大明军队紧随其后开始登陆。左宗棠率领的冲锋部队气势如虹，直逼松江府。清军面对大明军队手中那前所未见的先进步枪，显得毫无防备，只能节节败退。兄弟们，火力全开！左宗棠在冲锋的同时大声命令。砰！砰！砰！密集的枪声震耳欲聋，清军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纷纷倒下。他们试图用台枪和鸟铳进行反击，但射程和射速与大明军队的装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这压倒性的武器优势面前，清军显得无力招架，败局已定。清军指挥官马上逃离松江府，松江府的守军被大明的先进武器吓得不轻。投降不杀！投降不杀！大明军队的呐喊声冲破天际，大清的守军纷纷投降。大清的士兵在当地老百姓心中是混世魔王的存在，当年日不落国打过来的时候，还有老百姓帮日不落国士兵。后面由于日不落国士兵骚扰百姓，老百姓就单独成立抗战队伍，和大清的队伍也是界限分明。所以拿下松江府后，见到大明军队如此纪律严明，众百姓还是很高兴的。毕竟在大清的农民是很惨的，形容起来就是百姓不如狗，饿殍遍地走。夺下松江府后，朱由馥继续实施土改，把这里欺压百姓的地主全部抄家，土地分给百姓。这里的地主可比湾岛府的有钱，一抄就是1000万两白银，真的是富得流油。这下子松江府的百姓彻底炸裂了，这世间竟然真的有救世主。他们为能摆脱苦难，获得自由和土地而欢欣鼓舞，对大明军队充满了感激和敬仰。他们家家户户开始将门口的对联全部换成反清复明，并且把朱由馥看成他们的神。大明松江府征兵处，不要急，不要急，人人都有份。老百姓纷纷让自己家的小孩入伍，毕竟大明现在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且大明还是汉人建立的，大家都是自己人。从俭入奢容易，从奢入俭难，他们可不想失去大明分给他们的土地。一时间，征兵处排出了一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队伍。朱由馥知道情况后，马上多设征兵处。练兵还需要时间，新征的士兵短时间内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朱由馥也透过天地会将大明在松江府分土地的情况流传在华夏各地，一时间大明是深得民心。而陆建营和英龙也是做了和郑祖琛一样得事，那就是骗道光，这要是被知道了，自己肯定前途都没了。于是给道光汇报的情况的是流寇在松江府犯乱，清军已经迅速镇压，马上就能把流寇剿灭干净。道光看着近期这些战报，也是满脸疑惑，怎么最近不是闹海盗就是闹贼寇，而且这些贼人都是胆生毛，以前也就抢个劫，现在竟敢在光天化日下攻城。于是道光给英龙下令，限20日内剿灭流寇，否则免职。朱由馥拿下松江府后，只要沿江向西进，很快就能打到镇江，这里可是京杭大运河的咽喉，拿下这里，大清南方的税收和粮食将很难供应到北方。大明军营内，禀皇上，我们现在拿下了松江府，下一步就是2条路，一是陆路打苏州府，二是水路打镇江府。朱太平在作战的沙盘上指出来了这2条路。我建议可以水路攻打镇江府，只要把大清的运河截了，大清就得乱，到时候我们再顺势收复江宁府。朱鹏分析道。朱由馥听了之后神情比较严肃，显然他的想法没能让朱由馥满意。林都督，你怎么看？朱由馥点明了要林则徐回答，毕竟每次他的答案最让朱由馥舒心。臣认为不急于攻打镇江府和江宁府，如果我们真拿下镇江府，大清将倾全国之力讨伐我们，我们现在军队数量不够多，这样风险很大，不如先拿下苏州府，这样也能多个据点。林则徐慢慢道来，
朱由馥的表情明显要缓和了一些。臣认为林都督所言极是，我们当下的任务应该是要扩军，趁现在大清还没怎么注意到我们的时候，先积累力量。左宗棠深知大清官场的情况，这些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肯定会欺上瞒下，所以现在大清皇室肯定还没注意到大明。在松江府的情况就说明了大明是民心所向的。如果把苏州府拿下来，有2个好处，一个是大明有了一个大粮仓，征兵不用愁；二是能继续稳固大明登陆后的大本营，和松江府互成犄角之势。朱由馥做总结发言，众将军听了朱由馥的话，也是十分认同。而在江宁府军营内，却是另一番景象。奉恩将军，英龙爵位，我们一定不能小看这支明军，他们的武器我们有目共睹，一定要出动江宁府主力去夺回松江府。陆建营慌慌张张，本将军什么轮到你叫我做事？大清的八旗兵可谓是横扫天下，区区这么一伙毛贼，1万路营兵足够。而英龙则是不慌不忙，他似乎忘记了道光给他下了2个月内夺回松江府的命令。奉恩将军，我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也是为了我们2个好才出此建议。陆建营也不敢得罪这些军大爷，毕竟别人还是皇亲国戚。皇亲国戚不怕被道光追责，但是他怕啊，他一步一步混上来，可是付出了半辈子的心血。于是陆建营又花重价钱疏通关系，试图在这件事爆发前调离这里。在苏州府衙的大堂上，一群白袍教徒被官兵押送到堂前，他们衣着一致，脸上都带着一股不屈的表情。在这群人中，有一位女子格外引人注目，她身穿白袍，脸上略施粉黛，眉目如画，花容月色，显然与众不同。大胆贼人，竟敢聚众造反，你们通通都得受凌迟处死。苏州知府坐在大堂之上，瞥了一眼女子，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大人，这个女子似乎与众不同，她应该是头目。一位师爷凑到知府耳边轻声说道，他跟随知府多年，深知知府的喜好。哦，这么漂亮。师爷，你晚上把她带到我的书房来，我要亲自审一审。知府低声吩咐道，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微笑。师爷也是明白他的意思，2人早已心照不宣。在夜幕的掩护下，苏州府衙内一片静谧。然而书房内的景象却与这静谧的气氛格格不入。花容月色的女子被束缚着，眼中泪水打转。轰轰轰，外边响起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知府大人，贼军在攻城。小兵敲了敲门，不要大惊小怪，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尽快。知府怒斥道，他觉得苏州府的守军怎么也能撑了几天。女子的美貌让他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知府站在床边，他伸手抚摸着女子的脸庞，指尖在她肌肤上轻轻划过。女子颤抖着想要挣扎，却被绳索紧紧束缚。她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开始翻箱倒柜的找东西。费了半天劲，终于从抽屉里翻出一个药瓶子。外面的爆炸声一直没有断绝，还伴随着枪声。然而这位知府现在已经是被迷得不可自拔。来，吃了这个你就知道什么叫舒服了。知府冷笑一声，将药丸塞进女子的口中。然而就在此时，房门突然被猛然推开，朱由馥拿着 AK-47 闯了进来。砰！知府手臂中枪，吓得赶紧跳窗而逃。朱由馥看到床上的一幕，惊呆了。一个女子身上只披了一层薄薄的白纱，让士兵在外面守着，谁都不许进来。朱由馥下达命令后关上了门，定睛一看，这女子将近30，只见她脸色通红，身材火爆，每一寸肌肤都充满了魅力，腰肢纤细柔软，线条流畅，给人一种既娇柔又性感的视觉冲击。朱由馥不禁地多看了就几眼，然后脱下身上的披风盖，在女子身上帮她解下绳子。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女子被解绑后犹如脱兔一般。朱由馥也被身上这位美人迷得不清，门外的士兵纷纷撤出苏州府衙，分在门口站岗，毕竟谁都不敢现在去打扰朱由馥。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两黄金，并开启药物窗口。翌日，你是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女子右手扯着朱由馥的头发。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一进来救了你。朱由馥睡眼惺忪，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女子也是记得大概昨天晚上的情况，确实是自己把这个小白脸给欺负了。不要扯别的，你是什么人？女子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昨天自己如狼似虎的样子她还记得。我一介平民罢了，名唤朱由馥，敢问女侠芳名？朱由馥盯着女子的左手，你还看？你昨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给我说实话，否则杀了你。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但是这回女子想不起来了。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你先拿开你的手，如果不是我救了你，你早就被那个色知府蹂躏致死。你不要恩将仇报啊！确实，如果不是这个小白脸是救了他，他现在估计真的被折磨致死。这样吧，你以后就跟着老娘
老娘会对你负责的。女子心想，这个小白脸救了自己，如果把他杀了，确实不太讲江湖道义。敢问女侠芳名？我是白莲教主王信，以后你就跟着我加入白莲教。如果你敢对我有异心，我一定杀了你。朱由馥想了想，白莲教这个词好像在金庸的小说里面提到过。不对，我们还在苏州府衙，怎么外面这么安静？那个狗知府竟然不带人来寻仇。王兴才反应过来现在的处境，淡定，外面的危险已经解除了。朱由馥拍了拍王兴，你跟朕一起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吧。朱由馥脱口而出，忘了改口。什么？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刚刚说我们真要出去看看外面什么情况了。王兴看着地上军服披风，还有一件绣着龙的锦袍，感觉这个小白脸不简单。他用军服披风裹住全身，还好昨天晚上的贴身衣物没有被撕坏。朱由馥领着王兴推开了书房的大门，苏州府衙内是一片寂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感觉哪哪都散发着诡异，这个府衙怎么会如此安静？还有，我昨天晚上好像听到爆炸声和枪声。王兴四处张望，放心吧，等你走出这个府衙，就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朱由馥领着王兴走出苏州府衙，大门被打开的一瞬间，差点把王兴吓晕了。门外站着排列整齐的军队，绵延不绝，全部都拿着步枪。参见皇上！士兵的喊声冲破天际，王兴感觉站都站不稳。朱由馥连忙用右手扶着他，旁边这位是朕的皇妃。参见皇妃！众士兵再次大喊。王兴一脸惊讶地望向朱由馥，他终于想起来了，朱由馥是谁了。禀皇上，我们还在苏州牢狱中发现不少白莲教高层。林则徐拱手说道。白莲教？什么来头？朱由馥发出疑问。旁边的王兴心想，这下子可能是刚出狼窝又进虎穴了。白莲教起源于晋朝，一直以来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存在于华夏大陆。有历史学家还研究出来，就连清末的义和团都可能起源于白莲教。白莲教与大明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问及朱元璋所属的宗教，答案中便是白莲教。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亦称光明教。韩山童就是白莲教首领，被尊称为明王。而朱元璋再从韩林儿、韩山童之子手中夺取政权后，也将国号定为明。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将白莲教定义为邪教，予以镇压。清朝以后，白莲教分支日益繁多，如老关斋、八卦教等，名目竟达100余种。就在数十年前，白莲教还爆发了大起义。实际上，白莲教的信众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生活困苦的百姓，他们因压迫沉重，无路可走，才选择加入白莲教，进而发动起义。林则徐向朱由馥慢慢道来白莲教的来历和当下情况。说到底，他们都是一群被压迫的无路可走的底层穷苦百姓。朱由馥感叹道，错的不是这群人，而是这个会吃人的社会。从今天起，我们应该接纳白莲教，让白莲教加入我们的队伍。王兴听到这句话，心里有所触动。朱由馥心想，凭着现在和王兴的关系，如果能收纳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对于反清复明的事业大有益处。而且现在白莲教也是无路可走，如果能收下白莲教，确实是个好事，恐怕这非常难。林则徐叹了一口气，林都督，我自有妙计，你把白莲教的人全部带到府衙里，我亲自沟通。朱由馥说完，便领着王兴去府衙大堂。王兴现在也是百感交集，不知所措，毕竟一下子接收的信息量太大了。你刚刚也听到我们的对话，至于怎么选择，就看你们的了。朕的皇妃。王兴后退了几步，别担心，我都是你的人，你怕什么？朱由馥走到王兴面前说道。很快，白莲教的人就被带了上来，朱由馥亲自上前替他们松绑，全部人退下，朕一人和他们谈话便可。林则徐也知道朱由馥武艺高强，这几个人伤不了他，于是带着士兵全部退下。他们看着朱由馥和王兴站立的距离，也知道两人关系不浅。教主，你和这个皇帝是不是有什么交情？我们可不能屈服于强权，贪生怕死。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老说道，他以为朱由馥胁迫王兴。一位稍微年轻点的长老大步向前，想趁朱由馥不注意控制住他。住手！众长老，是这个人救了我，也救了大家。王兴话还没说完，朱由馥就把这位长老锁得死死的，在场的人都被朱由馥的身手震惊。大明现在是如日中天，而且愿意接纳你们。你们不是天天喊着反清复明，朕的大明就是你们要复的大明。朱由馥随即放了冲向前来的这位长老。朕也知道你们的艰苦，至于后面路怎么走，就由你们自己定，大明不会为难任何子民。朱由馥的话在刺激着这几个人的心，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白莲教这些年反大清也是死伤惨重，这下子有个能依附的政权也是个好事。
王兴和众长老一轮商议后，臣等愿意为大明肝脑涂地，但愿大明护我教徒。王兴领着众长老说道。为了进一步扩军，朱由父号召白莲教教徒入伍，这里也会成为他们的庇护所。于是白莲教徒开始从四面八方前往苏州。这下子天地会和白莲教这两大组织都被朱由父收于门下，朱由父妥妥地成为了号令天下的武林盟主。苏州府收复了，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朱由父带着众将领给苏州的老百姓分地，苏州府迎来一片新气象。别说老百姓有多激动，家家户户都像过年一样。以前每天被地主压迫着干农活，不工作就有可能饿死，碰到什么天灾年，面临着也是被饿死的命运。现在他们可以说是翻身做土地的主人了，尤其是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民子弟都开始响应加入大明的军队。白莲教的教徒看到这些情景，也是认定了大明就是华夏的希望。林则徐、左宗棠、朱太平等将军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练兵，只有兵强马壮了，才敢跟大清硬着干。而且以前都是在岛上作战，骑兵数量明显不足，现在是在大陆上，大明也需要马上训练出一支新式骑兵，还有土地革命的钱，不然要从台湾或者婆罗岛把钱带过来多困难。这就是《孙子兵法》里面提到的因粮于敌。很快，英龙的1万路营兵浩浩荡荡地杀到了苏州府外围。老百姓看到这情况，家家户户把农具都拿出来了，他们是准备要跟这伙清军拼命了。拿下苏州府后，大明军队早已布好防守，城墙上都是排列整齐的克虏伯75毫米大炮。百姓们，你们不要激动，大明的军队会保护你们的，在战斗结束前请不要出门。朱由父让传令兵绕城呐喊。朱由父和几位将军一同登上了城墙，看下底下的清军，一个个面黄肌瘦似的，没得精气神，还有不少拿着大刀和长矛的，他们还在推着红衣大炮和扛着抬枪前进。看来他们出发之前没有调查过大明的军队是啥样的。林都督，你觉得这场仗的怎么打？朱由父看着城下的清军，差点笑出声。禀皇上，臣认为用大炮轰几下，估计就差不多可以让他们投降了。林则徐拱手说道。那就先让炮兵打几发，看着距离也够了。林则徐转身对炮兵们大声命令道：全体炮兵准备。炮兵们立刻行动起来，开始将炮弹填充进炮膛，然后旋转调整手柄，好发射角度。副官比划手势，示意炮兵已经准备就绪。开炮！轰轰轰！密集的炮弹划破天际，直扑还在推着大炮和枪支前进的清军。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天际，炮弹落下的地方土石飞溅，血肉横飞。清军看到这种情况直接懵逼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猛的大炮，而且射程这么远。部分清军惊恐地四散逃窜，他们的阵型瞬间被打乱。部分清军试图拿起武器反击，但是距离他们的有效射程还有1-2公里，现在只能被动的挨打，承受着大炮的猛烈轰击。整个清军阵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们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完全无法反击。清军指挥官也是懵逼了，英龙跟他说的是这场仗很容易打，明军很弱，结果现在发现自己一个青铜来到了王者局。撤退，这样下去多少兵马都不够当炮灰。清军指挥官果断下令，炮兵们继续发射着炮弹，每一枚炮弹都带着毁灭的力量，清军的阵地被炸得面目全非。清军开始纷纷溃逃。现在是体验步兵们平时长跑训练成果的时候了，让步兵旅马上冲锋，尽可能多抓几个俘虏。朱由父向传令兵下达指令：冲啊冲啊，缴枪不杀。步兵旅发起冲锋，清军的身体素质也确实是差，哪怕多跑1公里，大部分也能被大明步兵追上。这一仗下来，又抓了5000的降兵，这下子马上就有了打进镇江府的资本了。大明指挥部内，禀皇上，根据天地会和白莲教的情报，镇江府大概是守军5000，而江宁府则是英龙的大本营，8骑兵加露营兵大概是3万，我们可以顺江直取镇江府，再下江宁府。林则徐对拿下镇江市信心满满，他一并向朱由父呈送镇江府的兵力部署和粮草分布图。其他将军呢，有没有什么意见？朱由父扫视了一下在场的全部将领，禀皇上，打镇江我们可以采取海陆协同的方式，先利用海军舰队的猛烈炮火把清军的城墙轰个稀巴烂，再让陆军冲锋攻城，打他个措手不及。左宗棠顺着林则徐的方案进一步延伸，众将领，你们漏了英龙这个不稳定因素，如果我们去打镇江，他肯定会带着江宁府的全部军队出动来支援。林则徐听到了朱由父的话，想了一下，眼睛突然一亮，小声说道：确实，我们时候是漏了英龙的江宁兵，镇江一旦失守，江苏的情况就再也瞒不住了道光了，这些官员全部都得免职，所以英龙肯定会不要命的支援镇江。朱由父继续分析，所以这一战我们可以镇江为诱饵，偷袭英龙的主力部队。
众将领听了以后，对朱由馥投来佩服的目光，齐刷刷地说道：“皇上英明！”大明的10艘铁甲战舰开始沿着长江开进镇江，沿途的官兵马上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英龙。由于消息传递的滞后性，等英龙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明的铁甲战舰就已经到达镇江城下了。江宁府军营内，奉恩将军，英龙爵位。我认为大明打镇江府这个事哪都透露着诡异。冯子材分析道。冯子材自小习武，据说100多人也打不过他，而且他熟读军书，可谓有勇有谋。由于生活窘迫，现在暂给英龙当军师。冯军师，你有什么好的见解？英龙一脸严肃地问道。我还没想好，就感觉这件事没这么简单。大明的海军行动了，但是陆军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冯子材若有所思。冯军师，你没想好就不要出声，你怎么反倒问我了？英龙一脸不耐烦。平时他对冯子材的态度是很好的，但是这次的军情太急，他现在是非常焦虑。苏州已经失守了，如果镇江再失守，江南的税就彻底没办法供应到朝廷，我们都得出大事。众将军，马上抄家伙，带上江宁3万骑兵和步兵，马上出发支援镇江。英龙说完便起身，拿上自己的小型火铳，背上大砍刀，走出军帐。英龙的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杀向镇江。冯子材思考良久，突然一拍自己的大腿，道：坏了，传令兵赶快过来！传令兵赶紧跑进军帐。军师有何吩咐？大军出发了吗？冯子材着急地问道。大军已经全部开拔，你马上骑上快马，通知奉恩将军，大明的陆军肯定是在半路埋伏着，他们的目标不是镇江，而是我们的江宁大军。传令兵听到后神情紧张，马上骑上旁边的一匹红枣马，奔向东方。冯子材仰天长叹了一声，道：现在肯定是来不及的了，大明军营中有高人啊！南京郊外，扎！通报全军，一刻都不能停，马上奔向镇江府。英龙骑着战马奔驰，并大喊道：全部人不要掉队，快冲！副将也应和道。突然英龙察觉到了异常，怎么这么大动静？林子里的鸟都没有被吓跑，半天都没看到一只鸟的飞出来。英龙有种不祥的预感。英龙大军已经进入了大明伏兵的包围圈，无数在暗处的轻重机枪口正对着这支队伍。兄弟们，给我打！左宗棠大喊。大！密集的子弹从四面八方飞向英龙大军，无数骑兵瞬间被打得人仰马翻，一时间产生了大量伤亡。中枪的士兵倒地痛苦地嘶喊着，鲜血染红了整片大地。中计了，快撤退！英龙意识到这一切都晚了，现在只能尽可能地保留有生力量。然而左宗棠又怎么可能让这只瓮中之鳖跑了传令兵，通知全军切断他们的退路，只要不投降全部都杀。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大明步兵纷纷冲出，大明步兵的数量和武器先进程度可以说是把清军都吓傻了。左宗棠提起毛瑟，瞄准着英龙，随着砰的一声，战斗结束，失去指挥的清军纷纷投降，这一役俘虏清军2万。英龙的主力部队被俘虏后，江宁府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大明军队也兵分2路，一路由朱由馥带领直取江宁府，另外一路由左宗棠带领直取镇江府。朱由馥带着军队兵临这座古城，这里曾经是大明的都城，大明现在又回来了。在江宁府的城门前，冯子材带着1000守军静静的等待。城门缓缓开启，冯子材骑着高头大马走出城门，他脸色苍白，神情疲惫，但目光坚定。他知道现在的守军已经毫无抵抗之力，只能用投降来保护城里面的百姓。朱由馥也骑着马来到城门前，冯子材下了马，走到朱由馥面前，双手奉上降书，并说道：江宁府的百姓是无辜的，我愿意开城投降，希望您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朱由馥接过降书，深深地看了冯子材一眼，第一句话能提到百姓的，此人是个有家国情怀的汉子。朱由馥承诺道：我保证大明对江宁府的百姓们会秋毫无犯，而且我会尽一切努力让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随着城门的开启，朱由馥带着军队开始进城，城中的老百姓还是有点害怕的，谁知道这个军队会不会烧杀抢掠，家家户户闭门不出。进城前，朱由馥严令军队不得扰民，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违者军法处置。为了安抚百姓，朱由馥亲自在城中巡逻，与百姓们交流，告诉他们大明已经回归，他们可以重新过上安稳的生活。百姓们逐渐放下了心中的恐惧，开始信任大明。江宁府指挥部内，朱由馥正在和众将领商量一件大事。众将领，我准备将江宁府改名为应天府，这里将成为大明的新都城。朱由馥一脸坚定：皇上，万万不可，这里可以说是被清军包围着，在这里建立新都城，你的安危很难保障。林则徐劝阻道：
大明自古都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我带着你们南征北战这么久，如果连应天府都守不住，那就说明大明没有能力带领华夏崛起。这样的大明灭了也罢。朱由父的话让众将领也没法反驳。朱由父在众人眼中已经成为大明新一代马上天子，全部将领无一不是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土地革命也在江宁城以及周边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百姓分得土地，纷纷拥护大明。冯子才看到大明进城后的一幕幕，不禁感叹道：这样的军队未来一定会拿下天下。朱由父也知道冯子才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向他才抛了橄榄枝在江宁府城墙上。冯将军，大清已是暮年，在西方列强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这样的朝廷不要也罢。朱由父对着冯子才说道。冯子才也清楚大清的情况，他成为军师的这段时间也深深体会到百姓对清军的厌恶，大清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冯子才作为一名练武之人，面对大清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的行为也是非常不耻。他只恨自己没能参加当初的鸦片战争，没能亲手打一把列强。禀皇上，大明进城后的所作所为让我十分钦佩，这样的军队也是我向往的军队，我愿意加入大明。冯子才也明白朱由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于是开门见山地答复道。他也知道大明武器的厉害，现在只有大明能带领华夏再次崛起。冯将军是个爽快之人，大明今日又得一名大将，何愁大业不成？朱由父大喜，便将改造25000降兵的任务交给冯子才，也让他当这支新军的师长。太监将800里加急的江宁战报呈送到道光手上，道光看的眼睛都大了，原来自己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原来并没有什么海盗流寇，而是明军。里面仅简单的几个大字：明军入侵，江宁府失守，苏州府失守，镇江府危矣。放肆，竟敢欺君罔上！道光愤怒的声音在朝廷中回荡，他满脸怒容，眼神凌厉如刀。朝廷中的气氛瞬间变得肃杀，原本喧闹的官员们此刻鸦雀无声，只听得见道光的喘息声。江苏的这些官员胆大包天，竟敢以欺君之罪触犯国法，来人，立即罢免所有涉案官员。随着道光的命令，朝廷内外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如果镇江府再失守，江南地区的税收无法正常上缴，这对于大清的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道光为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传我命令，命端华立即前往安庆府，带领安庆府的军队与杭州府的军队会合，对江宁府发起围攻，务必夺回江宁府的控制权。太监们不敢怠慢，立刻将皇帝的命令传达到位。镇江府外，大明的铁甲战舰一字排开，炮口直指城墙。随着一声令下，炮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猛烈的爆炸震得城墙剧烈颤动，仿佛随时都会崩塌。城墙上的守军被炸得七零八落，血肉横飞。然而清军的火器连大明铁甲战舰的钢板都打不穿，可以说是毫无反抗之力，只能默默地成为炮灰。此时左宗棠率领的1万步兵也抵达镇江府郊外，他们迅速部署，做好了一切攻城的准备。镇江府的守军直接猛了，现在是腹背受敌，这两边的敌人无论是哪一边都可以轻松把他们灭了。大人，怎么办？这些炮弹比日不落国的都要先进，这场仗我们根本没法打。副将大喊，他脸上写满了绝望。这回爆炸声响彻整座镇江府，两个人就算是面对面也要大声呼喊才能听到。这些敌人太能猛烈了，现在只能等江宁府的援军，让大家先找地方掩护。守军指挥官喊道。刚好此时侦察兵急匆匆地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报，城外出现了一大批军队，援军终于来了，看把你急的怎么还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守军指挥官脸上露出了笑容。是，明军。什么？守军指挥官的笑容逐渐凝固，看来江宁府凶多吉少了，我们这边没有抵抗的意义了，投降吧。守军指挥官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双眼空洞。镇江府的守军纷纷放下武器，打开城门，放大明军队入城，镇江府就这样被收复了。随着镇江府的失守，大清在江南的税收无法继续向北方供应，这个消息让整个大清王朝的根基开始动摇。原本稳定的税收来源突然中断，使得清政府的财政状况陷入困境。大明日报将应天府和镇江府的情况通报了出来，整个大明的老百姓欢腾，史官连续几天通宵，把朱由父的丰功伟绩记录得淋漓尽致，写了厚厚的一叠。此时端华正指挥着安庆府和杭州府2路大军，合计5万兵力，浩浩荡荡挺进应天府。应天府军营内，大明皇帝朱由父坐在指挥台上，龙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眼神深邃而威严，透露出不可一世的霸气。在指挥台下是一群刚刚投降的士兵，他们身着破旧的战甲，脸上布满疲惫和惶恐。
朱由馥缓缓站起来，他身姿高大，威猛庄严。他注视着眼前的降兵们，声音洪亮而富有磁性。大明军队有多受老百姓爱戴，你们是有目共睹。你们也都是穷苦人家，只是误入歧途，加入了清军。降兵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朱由馥身上，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疑虑和不安，谁也不知道这位皇帝会不会下令把他们都杀了。朱由馥看在眼里，他心知肚明，这些降兵也都是一些穷苦百姓，不是穷途末路都不会到前线打仗。于是朱由馥缓步走下台阶，走到降兵们中间。我也不为难你们，要走的可以走，大明不拦着，还给你们发路费，要留的可以继续留下来，大明给你们发粮饷。渐渐的，降兵们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给降兵发路费的将领从古至今都绝无仅有，跟着这样的领导，以后定是前途无限。他们现在回家的话，要么面临是还是被饿死，要么就是面临大清的秋后算账。如果加入大明军队的话，不仅工资高，而且万一运气好当个军官，那收入就更高了，不仅能养活父母，还能娶个媳妇。所以在这些降兵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死路，那就是回到大清，另一条是活路，那就是加入大明。突然一名年轻的将兵跪在朱由馥面前，皇上，我愿意加入大明军队，誓死效忠。随着这名降兵的表态，其他降兵也纷纷跪下磕头，他们发誓要为大明江山尽忠职守。朱由馥满意的点点头，他亲手扶起这些降兵，告诉他们，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大明的一员。众降兵也是被朱由馥的行为有所感动，竟然有一位皇帝会亲自接见他们，还对他们如此友好。降兵收编后，朱由馥重新划定了大明军队的编制，采取一师二旅六团制，每一师除了6个步兵旅外，还有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工兵连，另外配置医疗兵和通讯兵。朱由馥又从商城里购买了各种武器装备，组建新军。目前大明主力部队共计8万，分为5个师，分别由林则徐、左宗棠、冯子材、朱太平、朱鹏带领。为了能跟上大明的节奏，冯子材废寝忘食地研究林则徐的练兵心得。大明的练兵方式和他以前接触到的练兵方式大有不同，他也得赶紧适应。烈日当空，冯子才开始他人生的第一次练兵，全体都有121 121。随着冯子材的口令，士兵们迅速排成整齐的队列，跟随着他的步伐前进。他们的脚步铿锵有力，整齐划一，仿佛一支训练有素的铁军。冯子材一手拿着练兵心得，一手扛着毛瑟，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每一个士兵。他知道，要让这些降兵真正成为大明军队的一员，必须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他要根据林则徐的练兵心得，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这支将兵的训练计划。冯子材日夜操练这支队伍，不仅注重士兵们的体能训练和战斗技能的提升，更注重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和纪律观念。在冯子材的严格训练下，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逐渐提升。此外，冯子材在这些天的练兵中还悟出了一套专门克制清军的战法，这将在后面阻击端华部队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天地会和白莲教可以说是构成了大明的情报机关，清军的动静早已被摸得一清二楚。安庆府端华的部队和杭州府梁宝长部队的动静早已被朱由馥知悉。应天指挥部内，众将军，根据三哥的情报，安庆军2万人和杭州军3万人已经出发，目标显然就是应天，大家认为该如何应对？显然朱由馥这是要看看哪位将领愿意出战。禀皇上，我新练的部队还没打过仗，正好趁这次机会拿出来练练。冯子材首先出战，刚加入大明，朱由馥直接把他提拔为师长，军中难免有人不服，他现在需要一战来堵住悠悠众口。不知冯师长想要打端华的安庆军，还是打梁宝长的杭州军？朱由馥还是信任冯子材，冯子材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我想打杭州军。冯子材脱口而出，沿海地区要提防列强入侵，所以浙江和福建是目前大清军队数量比较多的省份，打杭州军更有难度。好，那安庆军呢？不知哪位将军愿意请战？朱由馥继续发问。我来，我这一仗不仅要把端华打趴下，还要拿下安庆府。左宗棠一脸坚定地说道。好，那朕就在应天等你们凯旋回来。溧阳城外，副官，距离江宁府就1步之遥了，让大部队再慢点。听说这次大明的军队毕竟猛，我们还是让端华先去打，打输了有他垫底，问责也不怕。梁宝长骑在高头大马上慢吞吞地前行。巡抚大人，我马上去通知。副官马上跑到大部队前面去落实梁宝长的指令。这时冯子材的炮兵营已经在远处的山上埋伏着，炮口正对着这群急行军。突然梁宝长注意到了路上的一个大坑，很显然这是被大炮轰出来的大坑，里面还有残余的灰烬。奇了怪了，溧阳城外怎么可能会有炮坑？大明的军队应该还没打到这里啊。梁宝长问向旁边的军师，这有可能是用来标记距离的。军师脱口而出，
两人开始面面相觑，脸色逐渐发白。梁宝长大喊：“中计了！”大明炮兵营的营长看到清军已经进入轰炸范围，马上下达指令：轰！轰！轰！梁宝长听到炮弹撕裂空气的尖锐声音逐渐靠近，这回已经躲不及了。漫天的炮弹冲向杭州军的中军位置，猛烈的爆炸一下子夺走了100多名士兵的性命。炮弹落地的地方，把战马都炸得血肉模糊。强大的冲击让梁宝长摔下马，清军一下子陷入混乱。梁宝长的耳朵里充斥着嗡嗡嗡的声音，这让他瞬间失去了听力。他使出全力呐喊：“副官，先让大部队撤退至溧阳，这个炮火不是我们能挡得住的。”慌乱中，副官把梁宝长拉上了战马，带着他回撤溧阳。逃跑的队伍遇伏，往往比冲锋的队伍遇伏更加让人绝望。冯子才带着大明炮兵旅一直埋伏在清军的撤退的必经之路上，这会已将枪口对着这群逃兵。弟兄们，给我打！冯子才急声高呼：“打！打！打！”轻重机枪的子弹急速射出，穿透了逃兵的身体，血花四溅，一个个清军的生命在瞬间凋零。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让清军彻底陷入混乱，他们无法应对这猛烈的火力网。冯子才找准时机，带着手提步枪的大明步兵冲锋，清军完全没反应过来，而且他们的抬枪和鸟铳要操作起来也没那么快，再加上现在还是在逃跑的路上，可以说是毫无战意。砰！砰！砰！副官这回也顾不了大部队了，明军可以说是十面埋伏，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梁宝长安全送回杭州府，这样他们还有机会能东山再起。冯子才也看到了副官正带着梁宝长在骑马疾奔，他迅速拿起步枪瞄准。砰！由于距离太远，子弹擦破了副军的右臂，鲜血直流。可恶，让梁宝长跑掉了！冯子才气得拍了拍大腿。失去指挥的清军就像盲头苍蝇，投降了一大片。冯师长，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是不是返回应天？副官问道。不，你先带一个步兵团把降兵带回应天，再帮我写一封战报800里，加急送到应天。我要请战拿下杭州府，我会在溧阳等待皇上的命令。副官听得目瞪口呆。报！前方发现出现大明的部队，侦察兵匆匆地跑进军营。端华东进的部队刚进滁州，就收到这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消息。现在明明是自己去打大明，怎么大明的军队还出动了？你确认清楚没有？有没有看错？端华一脸疑问。通讯兵又重新跑出去。军师，这个大明这是要干啥？端华若有所思。来之前我做过调查，听说大明的武器装备比较先进，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过他们这个行为确实可疑。军师答复道。端华带的整套班子都在分析大明的这个行为。没多久，侦察兵又跑了进来，说道：报，确实是大明的军队，现在已经靠近滁州了，估计人数有1万多人。什么？1万多人要攻我2万守军的城？他们是不是失了智了？众将领，随我去迎敌。端华领着他们参谋团队全部前往前线。左宗棠的队伍现在已经在城外，炮兵营已经填充好炮弹，并瞄准滁州。开炮！在左宗棠的一声令下，一道明亮的火光划破天际，炮弹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向滁州城墙砸去。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城墙瞬间被炸出一个巨大的缺口。端华见状，心中一惊，说道：奶奶的，这城墙是纸糊的吗？轰！轰！轰！左宗棠的炮兵营不断开炮，每一颗炮弹都精准地击中城墙，缺口越来越大。安庆军也是头一次面对如此猛烈的炮火，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迅速充填炮弹，准备反击啊！副官大喊：大人，我们的射程不够！炮兵队长喊道。副官听了差点原地晕过去。大清的勇士们，不要怕，守住缺口，随我迎敌。端华骑着战马，拿着火铳，号召士兵守住城门和洞口。砰！砰！砰！城墙缺口上的清军上去一批就倒下一批，大量士兵被打得血肉横飞。清军的嘶吼声、战鼓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壮烈的画面。端华也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他这回才意识到为啥明军敢攻城。这样下去，多少士兵都不够，大家快撤退，马上在缺口和城门处放火。端华现在只想赶紧回京城，这些明军实在是开挂般的存在，这次主动攻打大明真是愚蠢的存在。随着端华一声令下，守城的士兵们将准备好的火油浇在城门和缺口上，并点燃了引信，熊熊烈火迅速蔓延。大明军队的前锋部队被这突如其来的火海所阻隔，进攻的步伐暂时停滞下来。端华趁机带着部队从西门撤退。左宗棠也迅速调整炮兵营的部署，集中火力轰击敌军密集区域。炮弹在敌军中爆炸，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滁州很快就被收复，
安庆军又跑回来安庆，还产生了几千的伤亡。传令兵给我发个800里加急箭到应天，我申请打下安庆。左宗棠坚定地说道。这几场仗下来，他是意识到清军实在是太弱了，这种吊打对手的感觉是真的爽。朱由馥同时收到了冯子材和左宗棠的800里加急箭，也没有多大的惊讶，配上先进的装备，他们两个确实有能力拿下大清的这几座重城。于是朱由馥批复道：同意。巡抚大人，你终于醒了。梁宝长缓慢睁开双眼，看到副将灰头土脸的，右手上还绑着麻布，新鲜的血液把麻布染得白里透红。我们回到杭州府了吗？梁宝长慢慢起床。我们回来了，但是大明的军队应该也快到了。副将拱手说道。报，大明的军队到达杭州府城下了。侦察兵匆忙跑了进来。啊，我头疼。梁宝长的脸一下子又变得苍白起来。巡抚大人，我这就领兵守城。副将一激动，右臂上的伤口又裂开了，鲜血直流。且慢！梁宝长把正动身离开的副官叫住了。如果真的打不赢，也可以选择投降。梁宝长还深刻记得当时士兵在他面前被炮弹炸成灰的样子，这让他对大明军队产生了几分恐惧。城外，冯子材的炮兵营已经填充好炮弹，做好了发射的准备。冯子材看着这座1000年的古城，心中难免有点惋惜之情。副将，你带步兵旅去劝降吧，能不打就不打了。副将听后骑上高头大马，带着一个步兵连队到城下叫阵。城上的守军，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加入大明后吃饱喝暖，人人都有饭吃。城上的兄弟们，大明的士兵粮饷都比你们高很多，而且还给老百姓分地，受万民敬仰。兄弟们，我用了很多的劲，才争取到了半个时辰的投降时间给你们。你们再不投，到时候炮弹无眼，怕你们都得成炮灰。城上的守军听着下面的话，也是瑟瑟发抖。大明大炮的威力已经在他们军中传播开。梁宝长顶着虚弱的身体爬上了城墙，看着城下密密麻麻的明军，每人手上都是提着步枪，还有远处排列整齐的大炮，心里不禁凉了起来。副官，投降吧，我们是打不赢的了，不要让弟兄们再白白牺牲了。巡抚大人，可是我们有2万多兵马，丢了杭州府可是大罪。副将一脸的不情愿。你我都见识过他们枪支和大炮的厉害，你觉得你能打得过吗？副官也是见证了在大明的机关枪扫射下，他们的士兵一下子全部倒下的情景。他没有反驳梁宝长的话，他也是知道这是打不赢的。开城门，迎接明军。梁宝长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不投降就是现在死，投降还能多活一阵。梁宝长果断选择了后者。城上的守军马上服从军令，缓缓打开城门。报，清军打开城门，似乎要投降。副官赶紧骑马跑回来，将情况报告冯子材。甚好，为以防有诈，派一个步兵团随我先行进城。冯子材脸上的紧张顿时烟消云散。冯师长，万一你有什么闪失，那可咋办？不如由我替你先进城。副将极力劝阻。如果我有闪失，你直接带兵破城替我报仇就行，受降哪有副将去的道理。说罢，冯子材骑马带着一个步兵团进入杭州府。众降兵排成2列都低着头，梁宝长则双手捧着降书跪倒在地上。在冯子材接过降书的这一刻，众士兵高呼大明万岁。这声音响彻杭州府内外，让众百姓都知道大明来了。左宗棠的部队收到朱由馥的批复件后，全军向着安庆府出发。安庆府内，端华军营中，怎么办？大明的军队马上打过来了。端华来回踱步，神情紧张。秉正亲王，端华爵位。上次交火过后，我感觉我们是打不过清军的，现在应该要想办法保住我们的位置。军师提醒道。军师有何见解？不妨直说。军师从嘴巴靠近端华的耳朵，轻声说道。不妨我们将责任推给王直，安徽巡抚就说王直管理不善，导致流民造反。端华思索了一会，说道。好，只能这样了。报，安庆府出现流民造反。通讯兵急匆匆跑进来，脸色慌张。端华看着军师问道。军师，你这是假戏真做？军师一脸委屈说道。这不是我安排的。端华意识到这下子安庆府要马上丢了。安庆府街上，三哥正带着天地会和白莲教的兄弟进攻城内的武器库。兄弟们，冲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队伍，守军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被三哥一枪就击倒了。三哥打开武器库的大门，让大家伙把红衣大炮和抬枪这些热武器全部抬到武器库门口，用来抵抗支援的清军。这些贼人胆子这么大，赶紧叫人来支援。清军的一位队长大喊道，他带着士兵围着武器库砰砰砰轰轰轰，双方在武器库门口激烈交火，火光四溅，烟尘弥漫，吸引了大量清军前来支援。
而在另一个方向，天地会和白莲教的兄弟已经悄悄拿下了城门处的守军。安庆府的城门缓缓打开，城外的左宗棠军队收到信号后，如潮水般冲进城内。一时间，安庆府内喊杀声震天，战火纷飞。天地会和白莲教的兄弟们与清军展开了巷战，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民宅作为掩护，不断攻击清军。而左宗棠的军队则以压倒性的优势向清军阵地发起猛攻，清军马上处于下风。左宗棠率领军队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利用地形优势对清军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对端华的大本营发起冲锋。砰砰砰，端华的守卫倒下一个又一个，鲜血流了一地，他们用生命在为端华的逃跑争取时间。大明突击队队长很快就打到了端华的大本营，他拉开军帐一看，已经空了。端华跑了，端华跑了，快找，快追！突击队队长大喊。突击队开始四处搜寻，副官务必在天黑前要拿下安庆府。左宗棠话音刚落，前方就出现了一群清兵，手提大刀向左宗棠冲来。大！左宗棠手中的轻机枪连发数枪，把这支清军战队团灭。傍晚时分，经过几个小时的大战，安庆府的清军全部撤离，端华逃往了淮南，准备渡过淮河返回京城。收复安庆府和杭州府后，江浙地区的清军全部退守到淮河以北，或者是退到了福建。应天周边全被收复，应天无忧。朱由馥开始在应天修建一个简单的宫殿，准备把全部皇妃接过来，毕竟这里是大明的都城。端华跪在大殿之上，头埋得低低的，不敢与道光对视。太监将安庆府和杭州府的军报呈送到了道光的手上，道光勃然大怒，全是饭桶，全都辜负了朕对你们的期望。说着就把军报往端华的方向扔了过去。大清的军队是纸糊的吗？区区几万人，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下安庆府和杭州府，你们就是想气死朕？道光脸色铁青，怒目圆瞪。全场的官员听到后马上下跪，异口同声地说道：皇上息怒，不知哪位将军愿意前往南昌、武昌、长沙3城组织军队再战？道光扫视着下面跪着的官员，寻找能挽救危局的武将。禀皇上，臣愿往。穆彰阿说道。他心想，这3个城市加起来有10万大军，他在利用关系从多个地方调来热武器组装，就是对着日不落国的军队都有的一打。道光听到穆彰阿的回答，眼中闪过一丝安慰。南昌、武昌、长沙加起来有10万兵马，由你统一指挥，一定要夺回安庆、杭州、江宁。在道光的命令下，穆彰阿前往南昌备战，夺下安庆府和杭州府后，大明的人口大增，朱由馥开始组织了新的一轮土地革命和大征兵。在应天府的城墙上，一面巨大的黄旗在风中飘扬，城墙下人声鼎沸，尘土飞扬。数千名新征的士兵正在接受训练，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手持步枪，排成整齐的方阵。训练场上，左宗棠正大声地训话，他的声音洪亮而威严，充满了力量。他告诉新兵们，他们是为了保卫大明的江山而战，为了捍卫百姓的安宁而战。训练场上，士兵们正在进行各种训练，他们练习着步枪的使用，学习着阵法的变换。这一轮征兵后，大明的军队数量达到12万。在明亮的大明指挥部内，朱由馥的眼神坚定而锐利。他看着安庆府和杭州府的地图，心中早已策划好下一步的战略。我们夺下安庆府和杭州府后，下一步就可以接着长江拿下大清的南昌、武昌和长沙3座大城，这将把清军彻底赶向北方。朱由馥的声音充满了自信和决心，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他知道，这个计划关乎大明的未来，关乎整个南方的归属权。我们必定和清军有一场大决战，此战将决定整个南方的归属权。这次我准备亲征，不知哪些将军愿意陪朕一同前往？朱由馥的目光扫过每一位将领，他期待着他们的回应。臣愿往。全部将领异口同声地说道。很好，左师长和冯师长陪朕去吧。臣领命。左宗棠和冯子才拱手说道。接着，朱由馥看向林则徐说道：林都督，你负责带队守好我们刚拿下来的这几座大城。林则徐拱手说道：臣领命。这次朕就带6万大军出发，势必夺下南昌、武昌和长沙，壮我大明300年气运。朱由馥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明指挥部，6万大明军队开始浩浩荡荡沿着长江挺进九江。穆彰阿知道大明的实力，为了抵抗大明西进，将武昌和长沙的10万大军全部集中在九江，并开始在九江进行演练。如果能在九江利用地形优势截住大明的攻势，下一步就能顺势反攻，夺回安庆府和江宁府。此时留给穆彰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复明5年1月，6万大军出发前，应天府的新大明宫内热闹非凡，
众多皇妃们聚集一堂，他们的眼中又出现了一位美丽动人的新面孔——王欣。老朱，你怎么又招惹了这么一位美人儿？沈雨露抱着皇子，嘴角挂着一丝戏谑的笑意。是啊，你这桃花运真是让人羡慕。玛丽也加入了调侃的行列，她抱着自己的皇子，眼神中带着一丝醋意。陈英和小倩挺着大肚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都知道，这次来到应天后，他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朱有福温柔地抚摸着陈英和小倩的肩膀，让他们安心坐下休息。王欣和穆青，你们两位要多多关照这些妹妹们。朱由父看着众人，目光中满是关爱。他心里清楚，这些女子都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她们将共同度过未来的风雨岁月。我已经命人提前准备了团年饭，今年我们一家人要好好团聚。团年饭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大殿，厨师们忙碌地端上各种美味佳肴，一时间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空间，这是一个温馨的时刻。然而这个美好的时刻被一个传令兵的到来所打破。禀皇上，6万大军已经休整完毕，明天就能随皇上出征九江。这个声音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老朱，你是不是疯了？你是千金之躯，怎么可以上前线？穆青首先站出来质问，他的脸上满是担忧。是啊，打仗哪里用得着你亲自上场？刀剑无眼，你受伤了怎么办？陈英也忍不住说道。我们才刚团聚，你这是又要离开吗？小倩的眼泪都在眼睛里打滚，她声音轻颤，充满不舍。大明这么多厉害的大将，你何必自己亲自出马？玛丽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解和疑问。你这是年都不打算在家里过了吧？沈雨露的语气中透露了不满。朱由父看着他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这些妃子都是真心为他着想，关心他的安危，但他也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这一战关系到大明的未来。我身为国君，如果守不住大明这个大家，那何来我们这个小家？朱由父的话让众人沉默了下来，他们知道他决心已定，无法改变。我明天就出发，所以今天陪大家好好一顿年夜饭，我给大家都准备了红包，等我凯旋归来再和大家相聚。朱由父从衣服中拿出一些布制红包，每人发了一个。这是我给你们的红包，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平安喜乐。穆青接过红包，眼眶微红，只希望你能平安归来。小倩也默默流泪。我们等你回来。陈英、王欣、玛丽和沈雨露也纷纷表示会等他回来。这一夜，大殿内没有了欢声笑语，每个人的心中都带有几分担忧。虽然他们知道朱由父有勇有谋，南征北战这么多年毫无对手，这次离开大概率也是能凯旋而归，但是总是情不自禁地担心这位大明皇上。作为深爱他的女人，他们无法不感到担忧。朱由父的安危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每个人深知战场上的危险和变幻莫测，他们害怕失去他。复明5年2月，九江城内一片欢腾，百姓们正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鞭炮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街道上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然而两支庞大的军队正在城里城外对峙着，军鼓声与欢庆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对比。穆张阿的10万大军身穿铁甲，手持火铳和抬枪，气势如虹。他们如果挡不住明军，那么南昌、武昌和长沙将岌岌可危。而朱由父的6万大军同样威武，他们手持步枪，眼神坚定。朱由父站在高大的战马上，目光炯炯有神，他深知这场战斗的重要性。双方的炮兵都填充好了炮弹，气氛紧张。天色渐晚，星光点缀着夜空，九江城内的鞭炮声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远处战鼓的回响。两军仍在对峙着，朱由父和穆张阿的眼神交汇在一起，似乎在相互猜测对方的意图。朱由父趁着夜色，已经让冯子材和左宗棠的队伍绕到了清军侧翼。一切部署完毕后，朱由父下达了进攻的指令，有种绷了半天的弦一下子松开的感觉。开炮！朱由父骑在战马上大喊：轰！轰！轰！大明的克虏伯大炮在此刻把优势彻底的显露出来，猛烈的爆炸把黑夜照成了白天，而清军的红衣大炮显然威力要弱许多。炮火硝烟弥漫，一时间清军震得陷入了一片混乱，而九江的城墙也已变得千疮百孔。朱由父见状，提着手中的 AK-47，高声喝令：冲锋！随着朱由父的命令，大明的军队如同汹涌的洪流一般冲向九江城。他们提着毛瑟和轻机枪，勇往直前，毫不退缩。砰！砰！砰！大！大！大！枪林弹雨让清军死伤惨重，同时清军的火绳枪也让大明军队产生了一些伤亡。与此同时，冯子材和左宗棠的队伍听到爆炸声变弱，开始出现密集的子弹声，马上从侧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大将军，
明军从两侧也开始涌进城内，通讯兵跑进了穆彰阿的军营。怕什么？让大家打巷战，这样大明的武器优势还能减弱。穆彰阿拍了拍大腿，拿起火铳带队冲锋。在九江城的狭窄巷道中，激烈的巷战正酣。清军数量庞大，大明的士兵有的打完子弹，甚至与清军展开了近身肉搏。士兵们的呐喊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悲壮的交响乐，整个场面非常爆裂。在这激烈的巷战中，冯子材和左宗棠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们灵活调动队伍，时而集中火力压制清军，时而分散进攻，使敌人疲于应对。他们的战术灵活多变，让清军捉摸不透。朱由馥也亲自进入战场，亲自带着大明的军队冲锋。大明的士兵们见到皇上都这么英勇无畏，自己还有什么理由怂？大清士兵的士气逐渐被大明的压制，开始衰竭。砰砰砰！朱由馥打下了一批又一批的清军，脸上已经沾满了鲜血。穆彰阿眼见形势不妙，心中焦虑不已。他率领清兵前往前线，试图稳住阵脚。朱由馥的小队和穆彰阿碰面，双方发生剧烈交火。而朱由馥有兵王属性的加成，自然更胜一筹。他找准时机，一枪就把穆彰阿的战马放倒。副将马上用清军小队当挡箭牌，掩护穆彰阿撤退。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大明深得民心，在天地会和白莲教的鼓舞下，九江城的居民们也纷纷加入到战斗中。他们手持棍棒、石块等简陋武器，与大明的士兵们并肩作战。尽管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们的勇敢和决心却给了大明士兵们巨大的鼓舞。在这场激烈的巷战中，时间仿佛变得缓慢，每一个呼吸，每一次心跳都充满了紧张与期待。每一次刀剑的碰撞，每一个枪响都可能决定着战斗的胜负。巷战持续了一天一夜，九江城里遍地尸体。大明的军队终于突破了清军的阵地，夺下九江。这一役，清军伤亡6万余人，而大明伤亡也达到5000。打败仗后，穆彰阿率领残余部队撤退至了南昌，这就意味着武昌和长沙空虚了。大明九江军营内，朱由馥站在地图前，目光坚定。穆彰阿大军退至南昌，武昌和长沙空虚，这是他们夺取这两座重城的绝佳机会。左师长，你带1万兵马拿下武昌和长沙这2个空城。朱由馥指着地图上的2个城市，声音坚定而有力。臣领命。左宗棠拱手应道，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深知这一战的重大意义，也明白朱由馥的期望和信任。其他士兵休整3天，休整完就出发，目标南昌。朱由馥的声音在军营中回荡。武昌府衙内气氛异常紧张。赵秉炎、湖北巡抚在厅堂内来回踱步，脸上写满了焦虑。军师，你务必派人密切关注前线战况，一有消息马上来报。赵秉炎急切地命令道。他心中明白，如果穆彰阿战败，武昌府将面临巨大的危机。军师拱手施礼，沉稳地回应：赵大人请放心，侦察兵已经派出，他们会时刻关注前线的动态，确保第一时间将消息传递回来。赵秉炎微微点头，但内心的焦虑并未减轻。他深知此刻的等待是艰难的，他必须要提前想好后路。时间1分1秒的过去，每个人都紧绷着神经，等待着前线的消息。突然，一名侦察兵冲进厅堂，面色焦急。赵大人，前线传来消息，穆彰阿将军在九江不敌明军，损失惨重，已退至南昌，大明水师正在前往武昌。赵秉炎脸色苍白，焦虑和慌乱在他的脸上显露无遗。穆彰阿误国啊！他长叹一声，紧紧地握住椅子的扶手，试图稳定自己的情绪。赵大人，情况虽然紧急，但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军师缓缓开口，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尽快制定应对之策。赵秉炎抬头看向军师，眼中闪过一丝希望。请军师指点迷津。大明军队人多势众，我们现在肯定是守不住的了。我们不如沿江前往长沙府，再谋后路。赵秉炎听后，眉头紧皱，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也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军师，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这样我们就将武昌城拱手让给了大明，我担心。军师轻轻拍了拍赵秉炎的肩膀。赵大人，有时候为了更大的利益，我们必须做出一些牺牲。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和湖南的陆废权一起想办法保住小命和头顶的乌纱帽。赵秉炎沉默片刻，深吸了一口气，说道：马上通知护卫，带上剩下的几百守军，我们一起去长沙府。还好我与陆废权还有点交情，我先给他写封信。老百姓看着这些撤退的清军，也是满眼嘲讽。当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武昌时，全部守军已经撤离，武昌成了一座空城。兵不血刃拿下武昌府，左宗棠心中暗自庆幸，他立刻命令军队整顿城内秩序，同时派遣探子前往各地打探清军的动向，并准备攻打长沙府。老百姓们看着左宗棠的军队进驻武昌城，
虽然有些惊慌失措，但更多的是感到欣慰和希望。他们知道大明来了，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长沙府衙内，赵秉炎与陆废全相对而坐，两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明军的逼近使得这个原本安静的府衙内充满了紧张和不安。陆废全言眉头紧皱，手握杯盏，沉思片刻后开口道：“赵大人，我们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困境？明军来势汹汹，长沙府的防线恐怕难以抵挡。”赵秉炎深吸一口气，说道：“陆大人，守是守不住的。未经之计，我们只能尽快将责任推给穆彰阿，以免自身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陆废全听后默然片刻，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和悲凉。他深知，面对强大的明军，长沙府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而他们这些身处权力漩涡的人，为了自保，也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赵大人所言极是。陆废全缓缓说道：“只是这样做，我们良心上终究过不去。大明军队来犯，我们却将责任推给他人，这算是什么英雄好汉？”赵秉炎听后苦笑道：“陆大人，时局如此，我们也只能顺应时势而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家族的荣华富贵，良心上的谴责就暂且放一放吧。”两人相视无言，长沙府衙内的气氛愈发沉重。于是两人联手写了一份举报信给道光，将丢失武昌府和长沙府失守的责任推给穆彰阿。在这份举报信中，他们详细描述了穆彰阿的失误和不当行为，将其描绘成一个盲目自信、不负责任的将领。随后他们两人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包袱，逃离长沙府衙，完全不顾城中军民。左宗棠的大部队很快就抵达长沙府城下，城上的守军看着大明的军队，心中不由得感到恐惧和紧张。他们都知道长沙府已经无法抵挡这支强大的军队，面对大明的军队，长沙府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左宗棠并没有急着进攻，而是派人前来劝降，他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事件，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城上的弟兄们，我是大明将军左宗棠，我们有将近1万的军队，只要我们攻城，你们连1个时辰都撑不住。我给你们半个时辰考虑，半个时辰过后我就攻城。左宗棠骑着高头大马在城下喊话。城中的守军还在四处寻找陆废全，当他们发现府衙已经人去楼空时，心里面是一阵冰凉。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被抛弃了。大人，时间紧迫，城外的明军已经在集结，准备攻城了。一名士兵对着清军小队长说道：“陆大人都跑了，我们这还能怎么办？守城就是死路一条，投降说不定还能活下去，我们只能投降了。”清军小队长叹了叹气：“不要开火，我们投降。”清军小队长大喊。随着这一声令下，长沙城的城门缓缓打开，守军们放下了武器，走出了城门。左宗棠领着大明新军进城，土地革命相继在武昌府和长沙府搞起来，城里百姓获得土地，纷纷拥护大明。武昌府和长沙府2座重要城市被大明收复，大清的根基已经被动摇。穆彰阿带着3万余兵马退守南昌，此时已是大势已去。其实他是战术也没有毛病，如果分兵，那肯定被逐个击破，败得更惨。而他还能给大明造成5000的伤亡，算是很不错的战绩了。南昌城内，穆彰阿深知局势的严峻，面对眼前的困境，他心中也不禁感到焦虑。他想起了之前那场10万大军都无法取胜的战斗，如今手下的兵力只剩下3万，这样的劣势实在令人忧心忡忡。然而穆彰阿并非轻易放弃的人，他深知大明的武器虽然先进，但自己的军队在近战方面仍有一拼之力，于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在他心中悄然成型。夜幕降临，穆彰阿命令传令兵迅速召集神机营和骑兵营的将士们，他决定在今晚子时发起一次突袭，直取朱由馥的大营。他明白，只要能够成功拿下朱由馥，这场战争或许就能迎来转机，而大明的命运或许也将因此走向衰落。这是一场豪赌，但穆彰阿决心背水一战，为了胜利，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此时大明军队已经到了南昌城郊外，刚打完九江大战，朱由馥也有点疲惫，这会已经躺下休息了，打算第2天再攻城。然而他也没料到穆彰阿竟然有胆量搞夜袭。砰砰砰，突然枪声和马蹄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朱由馥瞬间惊醒。这时冯子才着急地跑了进来，说道：“皇上，敌军来袭，您是千金之躯，应先避其锋芒。”“朕凭什么避其锋芒？把我的枪拿来。”冯子才愣了一下，迅速递上朱由馥的武器。朱由馥缓缓起身，接过了 AK-47。冯师长，号令全军陪我杀敌。冯子才立刻执行命令，传令兵迅速在军中传递朱由馥的命令。全军立刻进入备战状态，士兵们拿起武器，准备迎战来袭的敌人。朱由馥手持 AK-47走出帐篷，此时外面已是一片烽火连天。将士们，今夜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艰难的战斗。清军胆子居然这么大，
我们一定让他们有来无回！大明万岁！朱由馥高声喊道。士兵们齐声高呼：誓死效忠皇上，誓死效忠大明！他们的声音响彻夜空，士气高昂。就在这时，穆彰阿率领的军队冲破了大明的防线，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朱由馥手持 AK-47 冲锋在前，他的英勇感染了全军，士兵们奋勇杀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冲啊！大明天子就在前方！穆彰阿的骑兵利用晚上加近战的优势，攻进朱由馥的大营。朱由馥拿着 AK-47一顿扫射，清军的骑兵被打得人仰马翻，鲜血喷射而出。朱由馥和穆彰阿再次碰面，两人目光在空中交锋，火光四溅。穆彰阿不顾一切地带着小分队冲向朱由馥。然而解锁兵王属性后，朱由馥的枪法那是不容置疑的，他迅速瞄准点射，一个又一个清军被击倒。随着砰一声，穆彰阿的坐骑被击倒，他狠狠地摔在地上，口角摔破，鲜血直流。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大明军队反应过来后，清军渐渐不敌，剩下的士兵用生命掩护穆彰阿撤退。冯子材向朱由馥汇报战况：皇上，清军已经撤退了，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后再发起攻城？朱由馥坚定地摇了摇头：不必了，我们直接一鼓作气攻城。随着朱由馥的指令，大明军队迅速整顿队伍，准备发起最后的冲锋。南昌府上的守军眼见着一群狼狈的清军逃向城内，而紧追不舍的却是大明军队。这一刻，城门前的守军陷入了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打开城门让清军入城。如果放清军入城，那么大明军队也必然会随之涌入。南昌城内的防御力量能否守得住这样猛烈的攻势？快开城门，穆将军在此！副将在城门前大声喊道。城墙上的清军也认出了穆彰阿，他们无奈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最终还是打开了城门。大明军队如潮水般涌入城内，喊杀声震天：冲！冲！冲！杀！杀！杀！清军现在是夜袭失败，反遭夜袭，突如其来的明军还有密集的子弹，让他们根本无法抵挡。枪声从晚上持续到了中午，清军已基本伤亡殆尽，而穆彰阿则一人一骑狼狈出逃。南昌府很快就被收复，朱由馥则安心地躺下南昌府衙睡起了大觉。赵秉炎和陆废权的举报信与南昌的军报一同摆在了道光的案头，引发了这位帝王深深的忧虑。10万大军说没就没，大片土地的沦陷，这无疑是对大清的巨大打击。道光帝心潮翻涌，痛苦万分，他无法相信大清的军队竟会如此的不堪一击。这支曾经威震四方的雄狮，难道真的如赵秉炎和陆废权所说，是被人故意放水，图谋不轨吗？疑虑与愤怒在道光帝心中交织，这回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他要做的是如何抵抗大明。现在穆彰阿生死未卜，大明的军队不知道何时被打进来，大家说说该如何是好？道光愤怒和忧愁交加，臣认为当下之际要加强淮河至秦岭一线的防守，同时让福建和两广地区联合起来坚持住。僧格林沁首先回应，作为国之柱石，他是调查过大明军队的实力，现在清军确实是打不赢。臣认为我们可以向西方各国采购新式武器，这样能提高我们军队的战斗力，以我军的应用能和明军一战。载元一脸忧愁地说道，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找西方诸国帮忙一起对付明军。底下的一位军机大臣说道。然而就是这句话引起了道光的注意。现在去买武器训练军队，这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这会大清最缺的恰恰就是时间，让西方国家帮忙可能会面临勒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清危矣！载元，你马上安排各国使臣和朕见面。道光坐在龙椅上长叹一声。自南昌府、武昌府、长沙府被收复后，大明便开始在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区全面实行土地革命。这一轮下来，国库充实了将近1亿两白银，这次真的是发财了。这些地主是真的富，社会资产的90%以上估计都在地主手中。朱由馥将这次土地革命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搞大明的工业革命。当然，大明科学院也不能闲下来，跟日不落国学习这么长时间后，也偷了不少师。他们在朱由馥的指导下，组建了大明建设集团、大明铁路集团和大明钢铁集团。大明建设集团、大明铁路集团和大明钢铁集团等企业将承担起大明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通过这些企业，大明购买了大量西方的机械设备，同时还引进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推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也是重中之重。朱由馥让3大企业组织工人，在这几个省份里面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铁路建设工地上，工人们挥汗如雨，铁轨向前延伸，连接着大明的每一个角落；而电报线路在山间架设，信息如闪电般传递。
铁路不仅使得物资和人员的运输更加便捷，还为大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军队可以快速的调动，迅速的响应各种紧急情况，将影响力扩展到更远的地区。而电报系统的建立，改变了传统书信传输军报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性。这使得大明在应对战争和紧急情况时，能够更加迅速地做出决策和部署。现在台湾岛、婆罗岛、吕宋岛的电报线路都已经设置的差不多，加上充值系统送的几台无线电台，现在大明的通讯系统可以说是全球领先。此外，大明钢铁厂、大明纺织厂、大明造船厂等大量工厂纷纷建立。大明钢铁厂的出现，使得大明在军事装备制造方面有了更加可靠的保障。纺织厂的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还大量出口海外，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而造船厂的发展，为大明的海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增强了国家的海洋实力。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大明帝国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手工工厂逐渐被高大的机械工厂所取代，烟囱与蒸汽机成为了新时代的象征。无数的新型机器从大明自己的工厂中诞生，它们昼夜不停地运转，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还有就是农业，在农机的使用下，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林则徐、冯子材、左宗棠等将领看到这一切变化，不由得对朱由傅敬佩有加。一个20出头的皇帝，竟然率先带领华夏迈进工业化的大门。以前他们是睁眼看世界，现在他们发现，当下的大明就是他们要看的世界。大明地盘和大清地盘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量的人口开始从大清向大明转移。紫禁城内，日不落国、毛熊国、高卢国、自由国、荷兰、斗牛国等8个国家的使臣和载元碰面。众使臣，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是想请你们帮帮大清，只要你们肯帮忙，大清必定重酬。载元无奈地说道：你先谈谈要我们怎么帮，我们都是商人，无利不起早，要我们帮也可以，但是条件的谈好。日不落国使臣首发发话：我希望你们能派兵协助我大清攻打明帝国，只要把明帝国灭了，我们愿意出你们的军费。载元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也想从中狠狠地捞一笔。军费要按1万兵支付1000万两白银来算，而且我们还要战后的地盘。高卢国使臣说道：高卢国和日不落国关系并不好，这次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在坐在一个桌子上，这个条件我们也可以接受。斗牛国使臣说道：这笔买卖也确实划算，他们大多数都以为大明和大清的实力差不多，这次去还能再勒索一下。其余使臣纷纷响应。载元听到这个条件后，脸色惨白，江南税收交不上来，现在大清已是入不敷出，国库的现银估计还不够2000万两白银。你们愿意出多少军队？载元脸上都在冒汗。我们愿意每个国家领1万兵，这样的8万大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抵抗住。高卢国使臣自信满满的说道。日不落国的使臣一直没敢怎么说话，因为他们是了解大明的实力的，这件事他们只想从中捞点好处，并不想真的和大明动刀枪。好的，你们要的军费我们可以出，只是地盘的话得把明帝国灭了再说。道光也提前把可以接受的条件告诉了载元，道光预计的费用是5000万两白银，底线是8000万两白银。成交，我们的军队4个月后就能抵达。众使臣纷纷承诺。至于道光要从哪里拿这么多钱，很简单，那就是增加百姓税赋。他清楚，这些列强不会灭了大清，他们只会不断勒索，而大明那是死敌，真会把大清吃了。而在应天府内，朱由傅和众将领在筹备一件大事。大明要培养军事人才，就必须要建立新式的军人学校，不然士兵连兵马都摸不懂，就更别说战术了。朱由傅的话让在场的众人震惊，尤其是林则徐，建立华夏新式军校是他一直的理想，他早就想好了应该怎么建这个军校禀皇上，臣愿意领这个重任。林则徐脱口而出：林都督，那我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你，到时候我们全部将领都要去应天军校里面讲课，连长及以上的军官必须要去军校上课。朱由傅严肃地说道：臣领命，臣定在1个月内完成应天军校的组建。林则徐十分激动，拱手说道：这么快？此话当真？朱由傅也被这个速度震惊了。当真。林则徐为了节省时间和工程，在一所大学堂的旧址上建立应天军校。这所大学堂曾经培养出了无数杰出的人才，如今将成为培养新式军人的摇篮。朱由傅在应天军校门口亲手题了精忠报国4个字，这4个字笔力遒劲，寓意深远。他希望每一个走进这所军校的人都能够铭记这4个字，为大明和百姓奉献自己的力量。应天军校将由朱由傅担任校长，林则徐、左宗棠、冯子材等将领担任副校长，只要进校，学费全免，还管吃住。消息传出后，大明子民都沸腾了，
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纷纷报名参加应天军校的入学考试，希望能够成为新式军校的一员。在应天军校开学典礼上，朱由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各位同学，回望历史长河，军事学府始终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支柱。大明有新军，就必然要有新式学府。真正的强大，并非来源于武器的先进，而是源于思想的先进。大明新军要牢记，大明军队是百姓的军队，不能拿百姓的一针一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初心。华夏正处于危难之际，我辈当自强，为华夏崛起而奋斗终身。朱由馥的话语铿锵有力，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军人。演讲结束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朱由馥的目标是打造一支世界第一的强军，这下子距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大战结束的2个月后，应天府内又迎来了2位皇子的诞生，朱由馥又成功从系统里面充值了10万两金。他用这笔资金继续扩展兵马，经过休整后，大明的总兵力达到了20万，包含台湾、婆罗岛、吕宋岛。应天指挥部内，朱由馥端坐在案前，目光深邃地注视着面前的沙盘。我们不能让大清有喘息之机，必须迅速收复长江以南的地区。朱由馥语气坚定，此次需分2路进军，一路攻福州府，另一路则进军两广。他环视四周，说道：有哪位将军愿领兵出征，驾我大明战舰，收复福建和两广地区？冯子才向前一步，沉声说道：皇上，微臣虽是广西人，但对两广地形了如指掌，请允许微臣率军出征广州府。朱太平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皇上，收复福州府的重任，微臣愿担当。于是朱由馥当即下令：冯师长，你与朱师长各率1路3万的大军，务必早日拿下广州府和福州府。随着朱由馥的一声令下，冯子才与朱太平领命而去。他们迅速整军备战，利用大明的铁甲战舰运兵出发。1个月后，欧罗巴联军在海州、连云港集结。这条进攻路线是日不落国和荷兰国坚持要走的。如果他们走海路进攻松江府，那必然就要跟大明的铁甲舰对战，胜负谁也不好说。他们的目的是赚钱，所以就从薄弱的地方下手，一路抢劫过去。8万大军直扑淮阴，大明的军队现在大部分都调往南方收复福建和两广地区，所以北边相对薄弱，而淮阴目前仅剩1000守军。淮阴守军看到这情况，马上向应天汇报：这座城没多少守军，先拿下这里，再取名帝国的应天。高卢国指挥官在前线用望远镜看了看淮阴城墙：各位兄弟，不要等日不落国了，让我们的炮兵准备，先把城墙给炸开。斗牛国指挥官说道。此时日不落国的军队行军最为缓慢，还未抵达城下，他们是不想跟大明作战。那就打吧。高卢国指挥官挥手示意。随着高卢国指挥官的一声令下，8国联军炮兵们快速地准备炮火，对准淮阴城墙。淮阴城上，明军队长也让全部炮兵准备，但是由于大炮数量不足，火力也比较薄弱。开炮！一声令下，攻城战开始。炮弹如暴雨般从城头倾泻而下，砸向密集的淮阴城墙。与此同时，守军利用城墙的高度优势进行精准的射击以及大炮反击。尽管人数相差悬殊，但守军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砰砰砰，大大量欧罗巴联军士兵应声被击倒。淮阴的城墙也是很久没有加固了，没多久就被炸得千疮百孔。8国联军士兵趁势涌入城内。狭窄的街道上，明军们奋力搏杀，鲜血四溅。每一栋房屋，每一堵墙都成了他们争夺的阵地。敌军试图用人数优势压倒守军，但守军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守军利用地形设置陷阱，埋伏扫射，给敌人制造了巨大的麻烦。在激烈的巷战中，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街道上躺满了伤员和阵亡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石板路，空气中弥漫着烟尘和血腥味，每一次枪声都让人心跳加速。欧罗巴联军也被明军的战斗力所震撼，面对敌人如潮水般的进攻，明军坚守阵地，用有限的弹药进行了殊死搏斗。当子弹终于耗尽，他们并未屈服，而是挺起了刺刀，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足足给8国联军造成了接近1万的伤亡。这一战过后，这8个国家都后悔了，明军的战斗力这么强，这样打很吃亏。欧罗巴联军最大的战利品就是缴获了部分大明的先进步枪，然而他们发现用他们的子弹放进去，效果还是非常一般。他们一时半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了弥补损失，欧罗巴联军竟然对淮阴城进行了野蛮的抢掠和杀戮。他们无视平民的生命，大肆烧杀抢掠，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无辜的百姓在这场浩劫中深受其害，家破人亡，无家可归。
大明日报将这件事情报道了出来，朱由馥知道后是异常愤怒。众将领，洋人欺负到家门口了，肆意杀害大明子民，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说说，这场仗要怎么打？朱由馥咬紧牙关，青筋直冒。禀皇上，敌人人多势众，他们这次的目标恐怕就是应天。应天现在兵力只有2万，我们应该以逸待劳。朱鹏一脸严肃，拱手说道：禀皇上，现在我们的大军还在南征，现在应天兵力不足，以逸待劳却是上策。林则徐无奈地说道。左宗棠保持着沉默，八国联军的武器先进程度是数一数二的，现在恐怕只能以逸待劳。以逸待劳，我们还要等着第二个淮阴出现吗？就算我单枪匹马，也不让这些鞑虏往前再进一步。马上天子死社稷，就算我兵败，也必定成为后世子孙口中的一段佳话。谁愿意陪我前往杀敌？朱由馥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林则徐、左宗棠、朱鹏3位将军毫不犹豫地回应：臣愿随皇上前往。好，那这次我们就倾巢而出，为淮阴百姓报仇。马上命人发出通报，大明正式向八国宣战。在欧罗巴联军的指挥部内，气氛显得有些沉重。他们已在淮阴停留数天。高卢国指挥官放下望远镜，皱着眉头说道：这些大明的军队确实不好对付，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斗牛国指挥官摸了摸自己的大胡子，提议道：我们不如改变路线，再去攻占扬州，捞一把就走，这样既不损兵折将，又能赚钱。这时日不落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准备撤离这片战场。他们可不想在这里陷入困境，付出过大的代价。扬州确实是可以。其他国家的指挥官们也开始议论纷纷，基本都同意了这个想法，于是开始拔营前往扬州。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大明的军队已经开始悄然集结，趁着夜色悄悄靠近了他们的军营，准备给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林都督，你从南面进攻，左师长从西面进攻，朱师长从北面进攻，朕则从东面进攻，大家按东南西北的顺序开炮，让敌人摸不着头脑。朱由馥小声地说道：大家记得先架好轻重机枪手，炮声打完之后，遇到敌人冲锋，机枪手就开始扫射，最后是步兵冲锋。经过朱由馥的部署，大明的部队从3个方向已经架好上百门大炮，全部瞄准着八国联军的营地。开炮！随着朱由馥的一声令下，大量炮弹划破夜空，飞向八国联军军营。轰！轰！轰！猛烈的爆炸声让八国联军的指挥官大惊。快去查看，哪里来的爆炸声？高卢国指挥官脸色铁青。突然，多个方向同时发出数枚炮弹，猛烈的爆炸把黑夜都照亮成了白天。根据情报，大明现在不是没有多少兵吗？怎么突然火力这么猛？这是什么情况？斗牛国指挥官大喊，他这会已经一脸懵逼。欧罗巴联军指挥官谁都搞不懂怎么回事，现在好像是被包围了，也不清楚对面多少兵力。随着炮火的不断落下，欧罗巴联军渐渐变得一片狼藉。不要管这么多，带兵往大炮方向反击。日不落国指挥官大喊，他现在可以说是非常后悔，想跑都难了。欧罗巴联军各军官组织士兵往大炮方向冲锋，肯定是大明故布一阵，大家不要怕，冲锋。欧罗巴联军小队长带着士兵冲锋，敌人终于来了。在暗处的大明营长冷笑一声，大轻重机枪形成的密集火力网让欧罗巴联军冲锋的士兵瞬间血肉模糊，这血腥的场景让后面冲锋的士兵毛骨悚然。敌人在林子里面找掩体反击，欧罗巴联军小队长大声呐喊，他底下的士兵已经伤亡的七七八八。砰砰砰，欧罗巴联军士兵向林子里胡乱射击，然而效果甚微。大明的大炮还在对着他们轰炸，他们现在是很无奈，冲就容易被机关枪扫死，不冲就被大炮轰死。欧罗巴联军开始陷入一片混乱，时机差不多，传令兵让炮兵停止。全体大明勇士，我们复仇的时刻到了，跟我一起冲锋。随着朱由馥的一声令下，大明军队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营。杀！砰砰砰！大明的士兵从4面8方发起了冲锋，密集的枪声响破天际。这突如其来的冲锋打乱了欧罗巴联军阵脚，他们仓促应战，但已经无法抵挡大明军队的猛攻。欧罗巴联军的士兵是没有多少士气的，他们是来当强盗的，并不是来打仗送死的。快跑啊！再不跑就来不及了！一名欧罗巴联军的士兵大喊，这句话就像触发了多米诺骨牌一样，欧罗巴联军的士兵开始溃散。战斗持续到了早上，欧罗巴联军士兵被俘虏了3万多人，伤亡了3万多人，跑了1万多人。当这些联军士兵看清楚明军的数量时，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么少的人数竟然围攻了他们7万多人的大军。这些俘虏全部被押送到淮阴，
齐刷刷的被绑着跪在地上。朱由馥陷在高台之上，喊道：“你们杀我百姓，按照大明律法，杀人偿命。你们这么干，我们国家的军队会来报仇的。”底下的联军指挥官大喊，试图让朱由馥放他一马。执行。朱由馥看都没看他一眼。砰砰砰，枪声在淮阴城回荡，这也算是对被残忍杀害百姓的一个交代。这场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大明，百姓们欢呼雀跃，大明竟然把欧罗巴联军的队伍都灭了，这就意味着华夏被西方列强欺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八国联军全军覆没后，各国的君主开始意识到大明的强大，柿子专挑软的捏，他们只能去大清追回损失。八国使臣马上跑到了载元的府衙，载大人，你们当时承诺的军费是不够的，而且这次你把我们坑惨了，得加钱。日不落国说得义正言辞。那你们想怎么样？载元额头上布满了汗珠。高卢国大使摆出2根手指，冷冷地说道：“价钱加到2倍。”载元听得脸色发白，大清这回根本筹不到这么多钱，你们这是狮子大开口。载元拍了拍桌子：“我们这次损失了这么多士兵，肯定是要补偿的，给你3个月期限，你不给的话，我们就派军队来取。”说罢，八国使臣气冲冲地离开。福州府内，郑祖琛还在庆幸明军先打松江，并没有先从福州府下手，而且现在还得到消息八国联军正在剿灭明军，于是他把心都放到肚子里。上次台湾失守，他可是花了很大的价钱才摆平了这个事，这段时间他得好好补补血。报，有最新情报。侦察兵将最新的情报呈送给郑祖琛，此时已是深夜。行，你退下吧。郑祖琛打开一看，竟是八国联军战败的消息，这就说明大明的军队主力还在淮河附近，福州府还是安全的。他把情报随手扔在案台上，便去休息了。福州府城外，夜幕低垂，朱太平率领的部队悄然靠近，城外的守备松懈。朱太平端坐在高大的战马上，目光如炬地注视着前方，他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马鞍，内心涌动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他知道这一夜将是改变历史的关键时刻。传令兵，他低声喝道。一个士兵立刻屈身上前，恭敬地低头聆听，命令炮兵连瞄准城门，准备发射。朱太平的语气坚定而果决，士兵应声离去，迅速传达命令。一时间，沉寂的夜空被紧张的气氛笼罩。朱太平凝视着城门的方向，心中盘算着最佳的进攻时机。他深知此刻的静谧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决定胜负的时刻即将到来。大明军队在黑暗中集结，犹如一群潜伏的猛兽，等待着猎物的出现。士兵们的呼吸逐渐急促，克虏伯大炮在月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泽，报告师长，炮兵连已经准备完毕。传令兵跑到朱太平身边汇报道，炮兵连的火炮已经准备就绪，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城门，只需一声令下，便能将城门轰得粉碎。此刻，福州府城内的守军似乎仍未察觉到这股悄然逼近的危险。城头上昏黄的火摇曳，守城的士兵们或许正沉浸在温暖的梦乡中。朱太平一声令下，火炮齐鸣，犹如雷神震怒，炮弹划破夜幕，急飞向城门，撕裂了寂静的夜。城门在密集的炮火下瞬间崩塌，破碎的石块和木屑四溅飞散。烟尘弥漫中，守军的反应稍显迟钝，昏黄的灯火在剧烈的震动中摇摇欲坠。朱太平紧握缰绳，策马冲锋在前。他抬起手上的毛瑟，急呼道：“大明的勇士们，随我冲锋！”大明军队齐声应和，士兵如洪流般汹涌向前。大明士气如虹，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占领福州府城。城头的守军小队长被炮弹的硝烟惊醒，他摇晃着站起来，目光中满是惊恐。有敌军，有敌军，马上准备反击。他刚要发出反击的命令，一颗子弹精准地穿透了他的胸膛。周围的清军士兵们惊慌失措，一些人忙着用火绳枪射击，一些人试图组织防御阵型。然而大明的军队已经冲至城下，他们如狼似虎，锐不可当。砰砰砰，密集的枪声响起，大清的士兵很多还搞不清楚什么情况，就被子弹夺了性命。郑祖琛从睡梦中惊醒，爆炸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令他心跳加速。他猛地坐起，眼神中满是惊恐。这时侦察兵急匆匆闯入，脸上写满了紧张与惶恐。郑大人，大事不好了，大明的军队正在攻城。侦察兵焦急地喊道。郑祖琛闻言愣住了，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什么？这怎么可能？大明的军队怎么可能出现在福州府？他惊愕地问道，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侦察兵急促地呼吸着，显然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到了。我们刚刚接到了消息，
大明的军队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正向我们大本营方向进攻，我们得赶紧准备迎敌。侦察兵急切地说道：“你先给我备马，快去！”他命令道，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侦察兵应声离去，迅速牵来一匹矫健的红枣马。郑祖琛翻身上马，紧紧握住缰绳，目光坚定地注视着远方。然而，当他听到越来越近的枪声和惨叫声时，脸色逐渐变得苍白。他意识到，就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连八国联军都不是明军的对手，更何况福州府的守军。在短暂的犹豫之后，郑祖琛做出了决定。他猛地一拉缰绳，红枣马瞬间调转方向，朝着与枪声相反的方向疾奔而去。大人，侦察兵一脸无奈。福州府守军失去指挥后，士兵纷纷选择投降，福州府在1天内就被收复，降兵达3万余人。福州府兵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广州府。徐广进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福州府失守，那么下一步大概率就是广州府。现在广州府的军费还比较紧缺，武器装备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而且现在军队里面还有很多士兵吸食鸦片。军师，你看这局势，明军步步紧逼，我们该如何是好？徐广进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焦虑。军师眉头紧皱，忧心忡忡地回答：福州既已失守，广州府如今是四面楚歌，以我方兵力，要想抵挡明军的进攻，实属不易。徐广进沉默片刻，心乱如麻。他知道，此时的广州府如同风雨中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可能被巨浪吞没。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卫广州府。军师，你有什么建议？军师沉吟片刻。首先，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军费和武器装备的问题。同时，对于那些吸食鸦片的士兵，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戒毒。徐广进点头赞同。那就从这2方面入手。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不能坐以待毙。然而，徐广进已经没有时间了。大明的铁甲渐像一座座钢铁巨山，已经赫然出现在广州府外的江面上。报！大明军队已经抵达广州府外。侦察兵急匆匆地跑进徐广进的营帐，声音中带着无法掩饰的紧张。徐广进猛地站起身来，一时间竟然有些头晕目眩，长叹道：这大明军队的速度也太快了，难道真是天要亡我？传令兵，通知全体士兵立即准备战斗。徐广进迅速下达命令，然后快步走出营帐，登上瞭望台。此时，大明的炮兵已经就位，炮口对准了广州府城墙。城墙上的守军也开始忙碌起来，快速冲填炮弹。开炮！冯子才一声令下，大明的火炮齐齐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炮弹划破天空，向广州府城墙疾飞而去。城墙上的守军也不甘示弱，他们迅速调整炮口，瞄准大明的炮兵予以反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火光冲天，双方的炮弹在空中交错飞舞，发出刺耳的尖笑声。在这激烈的炮火交织中，大明军队的火力明显占据了上风。大明的大炮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威力，都远超清军的想象。炮弹准确地击中城墙，炸开了一个个巨大的缺口，守军的伤亡率直线上升。城墙上的守军虽然顽强抵抗，但面对大明军队的猛烈攻势，他们渐渐陷入了困境。见时机已到，冯子才再次下达命令：全军冲锋！大明军队如潮水般涌向广州府，他们提着步枪，呐喊着冲向清军。砰！砰！砰！然而，尽管清军在炮火的打击和敌人的冲锋下逐渐失去了防线，但徐广进并没有放弃。他带着兵马展开顽强的反抗，利用手中的火绳枪对大明军队进行反击。火绳枪毕竟是火绳枪，威力弱，射速慢，与大明的毛瑟相比，可谓天差地别。大明军队的攻势十分猛烈，不断突破清军的防线，清军的人数渐渐减少，他们不得不一步步后退。徐大人，我们大势已去，明军的武器太厉害了，我们没办法抵挡。副官骑在高头大马上喊道。徐广进目光坚定地看着战场，他深知局势的严峻，但他并不想轻易放弃。他大声喊道：不能退，战至最后一刻。徐广进的话激励着周围的士兵们，他们挺起胸膛，继续与大明军队展开激战。好久没见过士气这么好的清军，冯子才感叹道。传令兵，让各旅队加强进攻，迅速夺下广州府。随着冯子才的命令，大明军队各旅队开始加强进攻，他们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向广州府城内发起猛烈攻击。炮火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战况异常惨烈。大战持续了1天1夜，清军的伤亡已经达到了数万，广州府遍地都是士兵的尸体。徐广进带着1000余名士兵仍在抵抗，大明军队已经将他们重重包围。砰！砰！砰！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广州府被大明收复。冯子才的部队稍作调整，继续挺向南宁府。
冯子材的军队在青州登陆，准备从陆路进攻南宁府。各位大明军官，在下有要事相商。一位年仅18岁的小伙拦住了冯子材队伍的去路。你是何人？冯子材骑着马走到队伍前列，疑惑地问道。在下是拜上帝教的石达开，我们教会希望能归附大明，我有办法助你们破南宁府。冯子材看着这个年轻人是一脸的坚定，这还是多亏大明日报把宣传工作做得好，让大明深入民心，毕竟人人都想分到土地，拜上帝教的教众也是。拜上帝教成员是非常认可大明，他们的成员都是被大清压迫的无路可走的百姓，所以他们知道大明要攻打南宁府，就马上帮忙制定计划，并寻找机会投靠大明。你说你有什么妙计？我们拜上帝教已经组织了1000余人，我们已经掌握了南宁府的布防情况，可以引导你们轻松攻入城内。冯子材听后有些疑惑，他看着石达开坚定的眼神，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年轻人，但他也明白这是一个机会，或许能轻松拿下南宁府。我需要先看看你的计划。冯子材说。石达开从怀中掏出一张地图，上面标注了南宁府的布防情况和他们的进城路线。冯子材仔细看了一遍，发现计划十分周详，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行动方案和应对策略。我可以相信你吗？冯子材看着石达开问。在下对天发誓，一定会竭尽全力助大明军队攻破南宁府。石达开郑重地回答。冯子材点了点头，心中做出了决定，他命令军队做好夜袭的准备，等待石达开的信号。夜幕降临，杨秀清和石达开带领着拜上帝教的人马悄悄接近了南宁府。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避开了城内的警戒，来到了城墙下。在杨秀清的指挥下，他们顺利地攀上了城墙，并轻松解决了守军。与此同时，石达开率领着一小队精英，悄悄地向着劳光、广西巡抚的府邸进发。他们的目标明确，就是要拔掉这个地方的心脏。随着南宁府的城门缓缓打开，冯子材果断地带领大明军队冲进了城内。他们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气势磅礴地直扑城内。清军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进攻，显得有些猝不及防。大明士兵们手持轻机枪，扫射着清军的一个小分队。密集的子弹如疾风骤雨般倾泻而下，清军士兵一个个倒下，他们的阵脚瞬间被打乱，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冯子材见状，命令士兵们直扑劳光大营，不给清军任何喘息的机会。大明军队的士气高昂，他们奋勇向前，如入无人之境。清军在这股猛烈的攻势下，渐渐失去了斗志。越来越近的枪声惊动了惊醒了睡梦中的劳光。劳光猛睁开眼睛，发现石达开的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之上，这把他吓得不轻。别动！石达开盯着劳光，眼神冷冽。跟我出去，让清军投降。石达开用小刀抵着劳光的背，迫使他一同走向军营。大家快放下武器，不要抵抗！劳光被迫大喊，清军也不敢违抗命令，只能无奈地选择投降。当冯子材的部队挺进劳光的军营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附近的清军已经放下了武器。整个战斗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他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石达开仅凭几十人就让数千的清军投降，这种以少胜多、智勇双全的表现让冯子材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南宁府收复后，冯子材马上写信，将拜上帝教的情况和南宁府这场战役的情况一一上报，再申请西进，然后将信件800里加急送到应天。朱由馥看到冯子材的信件震惊了，直接傻眼了。大明这是又来猛将了，于是提起笔批复道：同意西进，大明接受拜上帝教的归附的申请，同时将石达开和杨秀清发展为大明将领。杨秀清和石达开在冯子材的发展下，成为了大明的将军。冯子材、杨秀清和石达开始西进，清军也没什么抵抗，大部分都选择撤离。云南府、成都府、贵阳府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被收复。此时大明已经收复了整个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应天府大明宫内，禀皇上，今南方已定，大明逝世后完善各类制度，招揽天下英才。魏源拱手道：被你这么一提醒，是要建立新的制度了。大明要建设，可缺不了人才，你有何建议？朱由馥说罢，魏源心念一动，接着说道：皇上，臣以为大明可以重新设立科举制度，让各地的士子通过考试来展示他们的才华和学识。但是我们也要和以往的科举不同，可以设立新式的科目，比如文学、数学、历史等。朱由馥听后赞赏道：魏源，你这个提议很好，科目上再加上科学，让大明科学院负责出题和考核。此外，大明不能再沿用旧的制度，这个制度就命名为高考制度。魏源拱手说道：高考这个名字颇具新意，臣必倾尽全力，确保大明能够选拔出最杰出的人才。朱由馥满意的点点头，
接着说道：“新的选拔制度必然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新式大学堂。林都督，新式大学堂的筹建工作就交给你了。至于大学堂的教师，我会让大明科学院负责组织和管理。”林则徐拱手回应：“皇上放心，臣定当不辱使命，尽快筹建新式学堂，为大明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魏源，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从今日起，我们将在文学领域全面推广白话文，并且在选拔考试中推荐使用白话文。魏源，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朱由馥望向了魏源。白话文？魏源有些惊讶。皇上，几千年来，我们似乎都没有尝试过在考试中使用白话文，恐怕会有不少阻力吧。华夏以前也没有输过给西方列强，那为什么大清近10多年屡屡战败？我们不能因循守旧。你作为大明文坛领袖，可以多在《大明日报》上发表些白话文的文章，引进这个新的潮流。朱由馥一脸坚定：“臣定当不辱使命。”魏源拱手说道。为了推崇白话文，朱由馥也抽空在《大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名字为《大明》，讲述了大明历代皇帝的奋斗史，得到了大明百姓的热捧。此外，魏源开始着手制定高考制度的各项细则，他和大明科学院共同出题、监考、阅卷，确保科举考试的公正和公平。而林则徐开始在整个大明范围内建立新式大学堂，应天大学堂则成为第一个标榜。大明国都的一角，一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它不同于传统的学堂，更像是一个知识的殿堂。这就是林则徐新建立的应天大学堂。林则徐站在大学堂前，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期许。他看着工匠们精心雕刻的牌匾，心中满是感慨。这座大学堂不仅是他对知识的尊重和追求，更是他对大明未来的期望。走进大学堂，一股书香扑鼻而来。宽敞的教室里，崭新的书桌排列整齐，上面摆放着林则徐亲自挑选的各类书籍，从经典古籍到现代科学，这些书籍为学生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世界。在这里，学生们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成为主动求知、积极探索的探索者。他们自由交流思想，共同成长，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学习社区。新式大学堂的建立不仅为大明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还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大明的考生考进大学堂后，完成学业就可以分配到各个地区工作。高考制度很快在大明范围内推广开来，也让各学子纷纷认可。这显然要比八股文要领先几个世纪，于是他们纷纷刻苦学习，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堂。复明6年1月，大明举行了第一场高考，大明的朝堂逐渐注入大量新鲜力量。高考制度的建立不仅为大明选拔出了众多优秀的人才，更为大明的教育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朱由馥的这个决策为大明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此，大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紫禁城内气氛凝重，道光皇帝坐在龙椅上，面容憔悴，满头白发，忧心忡忡。面对西方诸国的债务讨要，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众大臣，如今大清面临巨大困境，西方诸国讨要1亿2白银的债务，国库空虚，难以应对。现已尽力搜刮，但仍无法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道光皇帝叹息道，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奈和焦虑。大清的命运似乎已经岌岌可危。这次的事件让大清彻底失去了民心，被搜刮的始终是底层的百姓。至于地主，他们在朝堂上都有代言人，无论政策怎么变，可损害不了他们的利益。禀皇上，臣等认为，目前我们已无退路可走。载元跪在地上，拱手说道：八国联军上次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短时间内应该无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加强天津的防守。这时，僧格林沁出列奏报道：皇上，加强天津防守势在必行。臣建议从济南府和奉天府调集精兵强将到天津防守。道光皇帝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好，就按你说的办。正当众人商议之际，一名太监匆匆走进殿内，跪在地上奏报道：皇上，前线战报，八国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组织了一支3万人的队伍，正乘坐着战舰浩浩荡荡地向大清讨债，马上就到天津了。此话一出，殿内顿时安静了下来。3万人的西方联军队伍乘坐战舰而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恐惧。禀皇上，臣愿意领兵前往天津。僧格林沁说道，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充满了决心和勇气。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但他没有丝毫的退缩。为了大清的未来，他愿意付出一切。道光皇帝看着僧格林沁，眼中闪过一丝信任。好，朕命你为统帅，前往天津主持防务，务必全力以赴，保卫我大清的领土。道光皇帝说道。天津大沽口内，僧格林沁迅速召集将士们开始布置防御阵地。他明白，
他们面对的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西方联军，他必须充分利用大沽口的地理优势，制定出有效的防御策略。他仔细研究了大沽口的地图，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大沽口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河流在此处变得狭窄，水流湍急，而且周围还有高地可以利用，这为防御阵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森格林沁命令将士们将周边的大炮全部收集起来，部署在关键的位置上。他明白大炮是防御战中的重要武器，能够有效地打击敌舰和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森格林沁的指挥下，防御阵地布置得有条不紊，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和策划。大炮被巧妙地隐藏在沙袋后面，瞄准着大沽口外的海域。然而，当八国联军的战舰缓缓出现在了大沽口外时，猛烈的大炮很快就压制住了大清的防守。炮弹不断地落在清军的阵地上，爆炸声此起彼伏，一时间尘土飞扬，烟雾弥漫。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森格林沁并没有惊慌失措，他沉着地指挥着将士们进行反击，利用大炮和抬枪不断的射击，试图打乱敌人的进攻节奏。然而，敌人的火力太过猛烈，清军的阵地一时产生了大量伤亡。森格林沁明白，他们需要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应对敌人的进攻。他命令一部分士兵利用地形进行反击，同时派遣一支精锐的小分队进行突袭。这支小分队悄悄地绕到敌舰的背后，利用火铳给敌人制造混乱。然而，突袭并没有取得了成功，八国联军利用步枪优势，轻松把清军给小分队团灭了。虽然森格林沁战术一流，清军的士气也高涨，但是在武器装备严重落后的情况下，终势不敌，结果还是清军死伤惨重，天津很失守。天津城内，八国联军的士兵又开始了烧杀抢掠，他们家家户户打劫。突然，一名士兵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妙龄女子，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士兵走上前去，抓住女子手臂，女子挣扎着呼救，但周围的人们都害怕地躲了起来。这时，另一名士兵也闻声赶来，两人一起合力将女子按倒在了地上，并撕扯着女子的衣服。救命啊！救命啊！女子不停地嘶吼着，眼泪不停地落下，但是两名士兵并没有停止他们的禽兽行为。轰隆，轰隆，轰隆！突然，城外响起剧烈的爆炸声，砰，砰，砰！两名士兵被突如其来的子弹夺了性命，鲜血流到了女子身上。还好，赶上了。朱由馥提着 AK-47 出现在数十米之外，远处的八国联军士兵惊恐地喊道：“明军来了！”5天前，应天大明宫内，丙总舵主根据最新情报，西方八国的组织了3万余人军队，准备进攻天津。三哥神情严肃，拱手说道：“他妈的，又想来烧杀抢掳！”朱由馥怒气冲天：“左师长，马上去领5万兵马，随我北上天津。这次朕要打到这些列强军队以后，不敢再踏进华夏半步。”朱由馥的目光转向了左宗棠：“臣领命，这就去组织兵马。”时间回到现在，妙龄女子推开压在她身上的八国联军士兵尸体后，瘫坐在地上，双眼空洞无神。她的衣服已经被扯坏，只能用双手遮挡着身前的风光，并一直抽噎着。这下子她是得救了，没有被夺走第一次。朱由馥缓缓走到女子面前，俯下身子将身上的披风脱了下来，温柔地披在了女子身上。救我们！女子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没事了，大明军队来了，这些列强的末日来了。你是什么人？我是老百姓的子弟兵，这里很危险，我让士兵护送你回家。朱由馥转过身对着副官说道：“副官，你马上把这位女子送回家。”臣领命。副官说罢便护送着女子回家。随后朱由馥眼神凌厉地看向左宗棠，说道：“左师长，马上命令全军发起总攻，随朕一起把这群畜生给灭了。”远处10多名八国联军士兵向朱由馥的方向冲锋，朱由馥用 AK-47 瞄准点射，砰砰砰！冲锋的士兵纷纷中枪倒地。大明的勇士们，冲啊！朱由馥大喊。八国联军指挥部内，报！大明的军队杀过来了。侦察兵急匆匆地跑进指挥部。什么？怎么又是大明的军队？预计有多少人？高卢国指挥官显得有点惊愕。数量不少，有上万人了。侦察兵回复道：“再去探清楚再来汇报。”高卢国指挥官听着枪声，是离他们大本营越来越近了。各位将军，敌人都要打过来了，这可如何是好？高卢国指挥官着急地说道：“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明的士兵也是肉做的，我就不信打不赢他们。”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说道：“此人是新来的斗牛国指挥官，他身后还跟着2位副官。”高卢国指挥官心里想到：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眼前的这位主是斗牛国皇亲国戚，来这里是为了镀金的，我们还是要赶紧带队去反击。
荷兰国指挥官提议道：“行，大家赶快组织进攻。”高卢国指挥官神情紧张。天津城内，双方的士兵开始打起来了激烈的巷战，枪声和大炮轰炸区响彻了整个天津。在炮火和硝烟中，朱由馥带领的大明步兵旅一路击倒了无数的八国联军士兵。每一次枪声的响起，都伴随着一名敌人的倒下，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歇。朱由馥的双眼坚定而锐利，他瞄准着远方的八国联军指挥部，他知道擒贼先擒王，只要把指挥部端掉，这些八国联军士兵就成了待宰的羔羊。冲！敌人的指挥部就在前面。朱由馥大声呼喊着，激励着队伍的士气。各国指挥官已经带领着士兵反击，刚好和朱由馥的步兵旅相遇。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双方展开激烈的交锋，炮火和硝烟弥漫在空气中，每一次枪声和爆炸都让人心惊胆战。机枪手扫射，大，密集的子弹飞向八国联军士兵，瞬间造成了大量伤亡。高卢国指挥官也被子弹打中右臂，鲜血直流。怪不得明军之前能打掉我们8万人，这些武器绝了。荷兰国指挥官喊道。斗牛国的金发美女被这场景吓得躲在掩体里，她没想到战场竟然这么残酷。撤退，撤退！高卢国指挥官捂着手臂大喊。八国联军士兵纷纷撤退，一个都不要放过，冲！朱由馥趁势指挥大明步兵发起新一轮冲锋，2名副官也带着斗牛国指挥官撤退。然而在逃跑过程中，2名副官中弹倒地，这位美人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朱由馥追上，朱由馥用 AK-47 指着她说道：“别动！”朱由馥定睛一看，竟然一位美女将军。她的身材凹凸有致，曼妙诱人，大腿修长而匀称，修长的颈部、圆润的肩头和精致的锁骨，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枪声渐渐停止，八国联军已经被打得溃败。朱由馥看着这位美女指挥官，心想：这下子又可以冲之一下了。传令兵让人把守在营帐100米之外，任何人不得靠近，朕要处置一下这个降兵。朱由馥说罢，美女指挥官被带进了营帐。美女指挥官以前还没有谈过男朋友，看着朱由馥这个美男子，脸色通红，六神无主。我可是斗牛国贵族，你敢对我不敬，我们国家会派兵来灭了你们。美女还在企图吓吓朱由馥，然而并没有效果。这位西方美女拥有一头金色的卷发，面似桃花，皮肤白皙无瑕，她的眼睛犹如蓝色的湖泊，深邃而明亮，鼻梁高挺，唇色红润如玫瑰花瓣。她的身形修长而曲线优美，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一般。她的肩膀宽阔而平直，腰部纤细。让你们来侵略。平时朱由馥对着大明宫内的妃子是留了力气的，这次对着这样一位侵略者，完全可以不留余力。5个小时后，丁，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2金。朱由馥走出营帐，目光冷冽。士兵们正在忙碌地搬运着八国联军的尸体，周围弥漫着血腥和硝烟的味道。他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只要尽快拿下京师，大清就彻底败了。传令兵，朱由馥大声喝道。一名年轻的传令兵迅速跑过来，等待命令。马上下令，全军休整1天，然后准备进攻京师。朱由馥的语气坚定而果决。传令兵应了一声，迅速起身去传达命令。紫禁城内气氛凝重。皇上，这是天津府的战报。太监颤巍巍地呈上战报，等待着道光的反应。道光接过战报，快速浏览着，脸色越来越难看。竟然连僧格林沁都败了，而且这次要打进来的竟是大明的军队。道光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太监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道光的反应，心中也是忧虑不已。道光紧握拳头，用力砸在桌子上。这个逆贼朱由馥，他这是要亡朕的大清。太监不敢说话，只是默默地跪在地上，马上召集朝臣商议对策。道光下令道。太监应了一声，匆匆离开。道光站在窗前，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大清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久后，朝臣们陆续赶来，聚集在紫禁城内的议事殿。他们看着道光严肃的表情，心中都明白这次的战报意味着什么。各位大臣，这次大明的军队把欧罗巴联军灭了，还拿下了天津府，你们有何对策？道光沉声问道。朝臣们面面相觑，一时间没有人说话。他们知道这次的情况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严重。皇上，连僧格林沁都兵败了，我们现在只能避其锋芒。载元打破了安静。如何避其锋芒？道光脸色铁青。皇上，臣认为有2条路可走，一条是向西撤退到漠北，据守乌里雅苏台，那里有我们的驻军可以支援；另一条路是向东撤出山海关，退守盛京。朝臣们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载元的建议。然而道光心中却十分不甘，这次撤退会让大清的颜面扫地。然而眼前的局势已经十分严峻，他不得不考虑全盘的安危。这两条路，明显盛京这条路更优，漠北太苦了，他的身体可受不了。好，就按载元的建议行事，马上下令退守盛京，不得有误。道光无奈地下令道。朝臣们默默地离开了议事殿，心中都明白大清大势已去。只有道光一人站在空荡荡的大殿中，望着远方的天空，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无奈。西方列强都是欺软怕硬的，他们的军队被大明吊打了2次，现在话都不敢说半句，尤其是日不落国，见到广州府军队进入香港，反抗都不敢反抗，直接跑路。此时朱由馥带着大明的军队到达京师城外，此时的京师俨然已经成了一座空城。眼前的景象令他感到震惊，曾经繁华的京师如今已然成了一座空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商铺关门闭户，只有风轻轻吹过，带起一片凄凉。然而当大明军队整齐地踏入京师时，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百姓们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出，万人空巷，热烈欢迎大明军队的到来。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呼着大明万岁的口号，热闹非凡。朱由馥被眼前的场景深深打动，没想到百姓们如此热烈拥护大明王朝。朱由馥骑着高头大马，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明军队进入了紫禁城。紫禁城曾经是大明的皇宫，也是华夏封建社会的权力中心，现在大明又回来了。朱由馥身穿军服，面带微笑，目光坚定。他看着眼前这座巍峨壮观的宫殿，心中充满了豪情壮志。他知道这是他复兴大明最重要的一步。大明士兵们欢呼雀跃，他们高举步枪，喊着响亮的口号，彰显着他们的威武气势。百姓们也纷纷涌进紫禁城，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皇宫，感叹着历史的巨变。朱由馥在太和殿前下马，他抬头仰望着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心中感慨万千。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大明朝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他迈步走进太和殿，坐在了龙椅上，俯瞰着殿下士兵和百姓，心中充满了自信和豪情。报，京师清军已经全部撤离出山海关关，他们是前往了盛京防守。侦察兵匆匆来报，既然大清放弃了关内的城市，那大明朝就广下劝降信，让各地清军投降，否则破城之日杀无赦。朱由馥的声音响彻整个太和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师长，休整3天后，大军直扑盛京，我们要给这只曾经的雄狮最后一击。臣领命。左宗棠拱手说道。休整后，大明新军陆续跨过山海关，挺进盛京。盛京大殿内，道光皇帝正焦虑地来回踱步，他的头发散乱，神情疲惫。守不守得住？到底能不能守住？他的声音带着无尽的焦虑和不安。周围的文武大臣们看着他，心中也是忧虑重重。皇上，请注意龙体啊！大臣们深知皇帝的担忧。就在这时，一个太监匆匆跑进大殿，高声喊道：报，大明军队来了！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大殿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明军队的到来意味着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局势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道光皇帝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一阵眩晕感袭来。他一直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大明军队逼近盛京，整个朝廷都笼罩在一片紧张和焦虑之中。他愤怒地拿起案台上的笔，猛地扔出去，接着把桌上的纸张全部撕碎。他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对于当前的局势感到万分焦虑。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道光的语气中带着无尽的绝望和无助。载元跪在地上，声音颤抖地说：禀皇上，当下我们不能乱，实在不行的话，我们继续北撤。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安和惶恐。撤退，撤退，天天撤退，这次我们还能退到哪里？道光的质问中充满了愤怒和不甘。他深知撤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已经退无可退。盛京殿外，秋风瑟瑟，枯叶纷飞，仿佛预示着大清江山即将面临的命运。左宗棠带着一队精兵踏入大殿，他们脸上的不屑在明亮的宫灯下显得格外刺眼。左宗棠走到道光面前，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皇帝陛下，您已经无路可逃，大清江山即将成为我军的囊中之物，我劝您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早日投降，这样可以保住您和大臣们的性命。道光目光低垂，双手紧握在龙椅的扶手上，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无尽的苍凉：我身为国君，国民的安乐岂能不保？但国家的尊严岂能受损？我宁愿战死沙场，也不会向敌人低头。左宗棠后放声大笑：真是顽固不化！你这样做的后果，你知道会是什么吗？道光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他挺直腰板，
直视着左宗棠说道：“我虽然不能保证每一位臣子和百姓都能誓死抵抗，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一定能够抵御明军。”左宗棠冷笑一声：“信念和决心，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不过是无谓的挣扎。您现在投降还可以保全性命，否则一旦我军攻入皇宫，你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道光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选择随时将背负千古骂名。我明白你的意思，多说无益，我还是选择抵抗到底。左宗棠面露嘲讽：“抵抗到底？您拿什么来抵抗？您的军队已经溃败，您的臣子已经心灰意冷，大清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你的这个决定不过是自取其辱。”道光的目光在大殿中扫过，看着那些面露绝望的大臣们，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的决定可能会让这些大臣以及自己的家人万劫不复，但他更清楚，如果自己投降，那么大清的尊严将荡然无存，自己的名字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知道我的决定随时会让我背负骂名。道光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被敌人践踏。左宗棠听后脸色一变，他没想到皇帝竟然如此坚决。他咬了咬牙，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挥了挥手，士兵们立刻冲向前去。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彻大殿：“等等！”众人回头一看，只见一名载元走上前来。载元走到道光面前跪下：“皇上，您的决定我明白，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另一种选择。”道光一愣，不明白载元的意思。载元抬起头看着道光：“投降并不是苟且偷生，只有皇子皇孙活下去，大清才可能再次崛起。”道光听到这句话后，思想开始转变。载元转身对着左宗棠说道：“我们可以选择投降，但前提是必须保证皇上和全部大臣的安全。”左宗棠听后说道：“只要你们选择投降，大明一定会善待你们的，这个你们可以放心。但是，如果你们不投降，那可能就是诛九族的罪了，你们要慎重。”左宗棠继续说道。这句话让道光想起了他的妻儿，到了这会，现在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如果人能活着，说不定还有光复的一天。不要再说了，朕允了。道光的话在圣经殿上回荡。自此，大明帝国不仅收复故土，而且还收复了一批重臣，如曾国藩、王茂英、李鸿章、胡林翼等等。复明6年3月，朱由馥今年24岁，在天地会和白莲教的协助配合下，关内清军全部投降，大明的版图重回巅峰。大明现在面临着3个大的问题：一是大明要在全域范围内搞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资金，现在的资金还不够；二是现在的粮食产能不足，民以食为天，粮食供给不够容易动荡，而且要扩展军队也需要大量的粮食；三是金融制度的问题，崇祯皇帝守不住大明，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通货紧缩引发的经济危机。京城再次成为大明的新都城，朱由馥和众皇妃入住新皇宫，但是他只是招了10多名宫女照顾各位皇妃日常起居，可以说是史上最朴素的皇帝。大明现在是百废待兴，大明现在的疆域这么辽阔，要发展，要搞工业革命，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光凭土地革命赚的钱还是远远不够。而且朱由馥要组建100万大军，就要好好利用系统商城，系统商城上武器的价格和大明的科技发展水平有关，这也需要大明工业化程度更高，这也离不开资金。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朱由馥想起了大明科学院，毕竟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而现在的大明科学院也加入了许多新鲜血液，李善兰、华恒芳、徐寿等人都加入到大明科学院，成为了院士。朱由馥在皇宫的书房中召集了大明科学院最顶尖的电学院士。朱由馥缓缓开口道：“众院士，这次把你们叫过来，想让你们做一个巨大的工程，这将影响到大明的未来。”院士们异口同声地说道：“禀皇上，只要是为了大明，我们万死不辞。”好，有你们这句话就足够了。现在发电机你们能不能做出来？朱由馥问道。这是西方几10年前就做出来的，我们必须能做出来。徐寿脱口而出。我现在要你们把大量的发电机拼凑在一起，建成一座发电厂，可以吗？专家们面面相觑，他们知道在技术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主要是资金方面需要保障，而且现在花钱建造发电厂好像用处不大。徐寿前一步拱手道：“皇上，建立发电厂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需要考虑到选址、设计、设备制造、资金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对电的应用非常少，花钱建电厂还需慎重。”朱由馥点了点头，这会确实是没人知道电的用处。朱由馥缓缓说道：“电厂是大明的未来，计划和方案由你们来制定，我会全力支持你们。资金方面，你们完全可以放心，花多少都是值得的。”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专家们制定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选址定在京城的西北郊区，
那里地势较高，有利于电力的输送。设计上采用了蒸汽机为动力进行发电。设备制造方面，大明将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引进先进的发电机和相关设备。朱由馥看着专家们出计划书，心中充满了期待。他知道这个工程将改变大明的命运，有了电力就可以生产一种比黄金还要贵的金属，到时候将能狂赚西方国家的钱。在朱由馥的大力推动下，大明开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始了发电厂的建设。工地上机器轰鸣，工人们辛勤劳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发电厂终于落成。光这一个小小的电厂就耗费了20万两白银。朱由馥站在发电厂的高台上，眺望着远方。这下子大明终于可以去发一笔横财了。朱由馥准备了一份金属材料生产流程图，这是写着的原材料是铝土矿、冰晶石、碱等等，真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朱由馥以前上高中的时候还是化学科代表，这下子化学知识可以用上了。各位院士，现在正需要你们按照这张流程图，利用新建成的发电厂来生产这种金属，要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徐寿惊叹道：“这不就是铝吗？这是40年前丹麦国人做出来的材料，这东西价格不菲啊！”各院士眼前一亮，此时他们终于明白了朱由馥建立发电厂的原因。但是这种办法能不能成功，谁也不好说。如果真成功了，那就发财了。禀皇上，臣定当不辱使命，完成铝的生产任务。各院士开始利用朱由馥的方法，小试牛刀，加入适当的配比，调节对应的温度，然后通电。结果不出意外，真把铝制备出来了，而且产量直接把他们吓得嘴巴都合不上了。一笔账算下来，一天保守能生产5吨。皇上，皇上，有要事要报。徐寿直接冲进去朱由馥的书房，一不留神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徐院士，何事如此紧张？这会朱由馥还在看着他自己写的大明，连忙将徐寿扶了起来。铝制备出来了，我们要发财了。徐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很好，你们都是大明的功臣。朱由馥早就知道了结果，所以表情毫无波澜。各院士对朱由馥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谁能想到这么年轻的一位皇帝竟然还是个科学家，光凭他这个研究，直接能当大明科学院院长赚钱的机会来了。2个月后的轮城市博会，这就卖铝最好的时机。这会冯子才已经带着少量的铝样本准备好动身。这次他受了朱由馥的嘱托，要把大明打造成为最富有的帝国。轮城，一个充满活力与繁荣的城市，迎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第1届世博会。这场盛大的展会不仅展示了日不落国的工业革命成果，也见证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新与科技。清晨的轮城，阳光洒在泰晤士河上，波光粼粼。河畔的格林公园，一座巨大的水晶宫拔地而起，这就是本次世博会的会场。这座由玻璃和钢铁构建的建筑，如同一个璀璨的水晶城堡，在朝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涌入，他们惊叹于这座建筑的壮丽与新颖。走进水晶宫，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惊叹声、商贩的吆喝声、机器的轰鸣声，构成了一曲欢快的交响乐。14000多个展馆内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物品和创新成果，精密的机械、华丽的艺术品、新奇的发明，人们驻足观看，流连忘返。在世博会的举办过程中，日不落国女王也亲临现场，为展会增添了隆重的氛围。她的出现引起了现场的一阵骚动，人们纷纷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女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各个展馆，对各种创新成果赞不绝口。当她走到大明帝国的展馆时，停下了脚步，这里几乎空空如也，只在中间的玻璃展柜上放置了一块银白色金属砖。她心里想，可能是大明帝国刚安定下来，现在啥都缺，随便找块白银来充数。于是在军事上虽然比不过大明，但是在工业化程度上却可以挖苦嘲笑一下。这位先生，你们的这块是什么金属？女王走了进来，发出了疑问。女王的身后自然也跟着大批的记者。禀女王，这块是铝。冯子才的话在水晶宫内回荡，听到这句的人都顿时愣在了原地。什么？这么大块的铝？女王的嘴巴情不自禁地张大，合都合不上。全部记者缓过神来后，马上报道，华夏的展馆开始被挤满，毕竟大家都没看过这么大块的铝。什么24吨的大煤块，印度的大金刚石，水力印刷机，精密纺织机械，巨大蒸汽机，顿时都不香了，都被这块银白色铝砖的锋芒所掩盖。各国商人是看到了商机，这东西一定是皇家的最爱，把它搞点下来送给皇家贵族，以后生意都好做。还有就是各国的大臣，这东西买点来送皇家，这不说提拔就提拔。大明的展览馆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人向冯子才打听价格。朱由馥也知道，如果巨大的供应量一下子涌进市场，那么价格会迅速崩盘，将捞不到多少钱。
那这该怎么办呢？冯子材先是明确整个大明帝国就只有1丁点的铝，谁要的话就私下下定，价格也很公道，1两铝1两金，1两铝10两银。冯子材逢人就私下说，大明的生意只跟你做，但是定金得先付一半，交付后再付一半，但是要保密，不能泄露。上到皇亲国戚，中到商人大臣，下到普通老百姓，都以为捡了大漏，纷纷下定，谁都想成为最耀眼的那颗星，这回谁都以为自己是唯一。高卢国最为夸张，全部订单加起来达到了200吨。这一轮下来，冯子材在世界各地谈了整整2000吨的生意，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这回世界黄金年产量才100吨，这下子真的是发了。到了夜晚，水晶宫点亮了灯火，宛如夜空中璀璨的明珠。这回冯子材正和各护卫打包收到的定金，很多都是直接让他们在运输舰给定金。来的时候，冯子材还惊讶，为什么朱由傅会出动这么大一艘运输舰，还派了10艘铁甲战舰护航。来的时候还把日不落国给吓到了，以为这是要远征，解释半天后才给冯子材带10多名护卫登陆。这下子冯子材终于知道原因了。大明的运输舰开始返程，来的时候只带了一块金属砖，离开的时候是盆满钵满。冯子材也是十分紧张，毕竟船上这么大的金银量，如果被抢了就完了。3个月后，大明完成了全部铝的交付，大明一跃成为最富有的帝国。拿到铝之后的皇亲国戚、大臣和各路商人纷纷准备拿出来秀，结果发现满大街上几乎都是，连普通老百姓都拿出来了几克铝，大家面面相觑，物以稀为贵。这下子铝都烂大街，买了铝的各路人情不自禁地说道：“日尼玛，退钱！”在冯子材成功带回巨额资金后，大明帝国迅速燃起了工业革命的熊熊火焰。朱由傅开始引领大明帝国昂首迈入工业化时代。大明科学院、大明的国企也在领导着数百万的工人开始大基建，铁路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铁轨像大地的脉络，将各个区域紧密地串联在一起。铁路不仅缩短了地理距离，更能让大明的军队在短时间内运送到各个地方。铁路成为了大明帝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后面几年每年修铁路的速度达到5万公里，这可是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要知道，现在兰新各国铁路总长度才5万公里。还有就是电报系统，很重要的基础工程。电报线陆地铺设，这会开始逐渐覆盖整个大明的疆域，这就意味着朱由傅的命令能迅速传达到大明的每一块土地上，军队远在千里，可能实时交流战况。上马杀敌，下马治国成了朱由傅的真实写照。没有征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份份工厂申请批示上千朕已阅同意，请尽快落实。现在的大明说是每天不同样都不为过。纺织厂、钢铁厂、化工厂、造船厂等现代化工业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明工人们开始告别传统的手工劳动，开始在现代化的工厂中工作。他们学习了新技术和新知识，成为了推动大明工业化进程的中坚力量。纺织厂的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生产出精美的布料；钢铁厂的高炉中，铁水奔涌而出，铸造出坚固的器械；化工厂的管道中，各种化学物质反应交融，创造出新的产品。尤其是造船厂，朱由傅下一步就是要走海洋强国的路线，必须把造船厂搞起来。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分别主持在青岛、广州和厦门建设新式造船厂。在青岛、广州和厦门建设新式造船厂的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些造船厂将成为大明帝国迈向海洋强国的重要基石，也是对朱由傅宏伟蓝图的坚定实践。尤其是青岛的造船厂坐落在海边，周围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和郁郁葱葱的森林，在林则徐的指挥下，负责建造华夏新式的铁甲战舰。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同一个目标汇聚在这里。巨大的龙骨被缓缓吊起，稳稳地放在船坞中，象征着大明的海洋雄心。这些工业设施的建立，不仅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更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工人们满怀热情地投身到生产线上，他们的辛勤努力为大明的工业化进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大明的农业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型农业机械的普及，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农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为大明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同时，商业贸易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商品琳琅满目，市场熙熙攘攘。大明的商人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往来。工业化自然也离不开人才，大明的教育领域也迎来了大的发展，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等学校在全国范围内纷纷建立。这些学校致力于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以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学生们学习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基础学科。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大明的社会风气也逐渐发生变化，读书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许多家庭都把教育看作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里，大明帝国在朱由馥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工业革命的浪潮汹涌而至，为大明帝国的未来描绘出一幅宏伟的蓝图。在朱由馥的领导下，大明帝国迎来了一番全新的景象，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复明7年，朱由馥系统商城里面的各种武器和铁甲战舰几乎都打到了5折，穆青和王兴也诞下了皇子，商城又充值了10万两金。人是铁，饭是钢，不仅老百姓离不开粮食，大明的军队要出征也离不开粮食。大明不可能光搞工业而忽略农业，农业是最重要的基础产业。为了进一步提升粮食产量，朱由馥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他明白，除了改进农机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外，土壤改良也是至关重要的。紫禁城内，朱由馥和大明科学院各院士在研究土壤改良问题。各位院士，为了国家稳定，粮食产能必须上去，粮食产能要上去，土壤是关键。对于改良土壤，你们有哪些建议？朱由馥开门见山地问道。禀皇上，10年前，日不落国的科学家用硫酸处理磷矿时，制备出了一种肥料。这种肥料可以有效地改良土壤，提高土壤的肥力，我们或许可以尝试这种技术。徐寿拱手回复道。朱由馥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徐院士所言极是，肥料确实是改良土壤的重要因素。除了磷肥，我们还要研发钾肥和氮肥。钾肥可以提高作物的抗病性和抗旱性，而氮肥则是促进作物生长的关键元素。各院士听的是一头雾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2个名词。磷肥这个词还能理解，就是对应日不落国的研究。皇上，容臣疑问，何是氮肥？何是钾肥？华恒方一脸疑惑。这个就和刚刚徐院士提的磷肥料一样，也是改良土壤的重要肥料，尤其是氮肥，这需要我们再建一座特殊的化工厂，这个肥料的制备需要高温高压的条件。朱由馥耐心解释道，这里就是制备方法和制备条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做出来这样一家工厂，大量生产这几种肥料，然后低价售卖，但是坚决不能出口，而且这个技术是国家机密。朱由馥说罢便从身上拿出一张写着密密麻麻字的纸牍给了徐寿。禀皇上，臣定当不辱使命。徐寿双手接过纸张，根据朱由馥的设计图，徐寿凭借其深厚的化学知识和经验，成功地设计出了工厂的布局和生产流程。在建设化肥厂的现场，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他们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汗水浸湿了衣服。机器轰鸣声、锤击声和焊接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劳动的交响曲。徐寿站在高处，目光巡视着整个工地，他看到工人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建设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和坚定的神情。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化工厂终于落成。在朱由馥的亲自视察下，化工厂顺利启动，开始生产3种肥料，这些肥料用在改良土壤的效果是极佳，尤其是氮肥，这能使粮食产量增加1半以上。大明科学院各院士被这个实验结果所震惊，他们惊叹道：古往今来，有这种能力的帝王，怕是只有当今皇上一个了。大明农民们开始采用新的化肥，使得土地更加肥沃，作物更加茁壮。这些改进不仅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还为农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为了确保粮食的安全和稳定供应，朱由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建设3大粮仓：东北粮仓、江南粮仓和西北粮仓。东北粮仓位于大明北部的肥沃平原上，土地辽阔，气候适宜，是建设大型粮仓的理想之地。江南粮仓则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河网密布，水陆交通便利，有利于粮食的储存和运输。而西北粮仓则位于陕甘宁地区，虽然土地贫瘠，气候干燥，但是现在有了化肥，就能改造成沃野千里的大粮仓。3大粮仓也可以满足大明南方、北方、西北、西南的粮食供应。此后，军队的开支也进行了下一步的调整，以战乱时的每月5两白银改为3两白银和2担粮食。在化肥的作用下，大明的粮食产量暴增，粮食的价格也被打下来了。大明的老百姓不仅有土地，现在还有吃不完的粮食。也许当年的大唐盛世亦不过如此了。老百姓其实就很简单，只要他们吃好喝好，日子过得去，谁又会去造反呢？化肥进入市场后，家家户户开始念叨朱由馥的好，大明很平稳的就完成了从乱到治的过渡。大明可不能再像当初崇祯皇帝那样，因为市面上流通的白银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朱由馥地进行一场金融领域的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关键人物就是王茂英。王茂英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货币理论最高成就者，这是一个被写进资本家的男人。自王茂英加入大明后，朱由馥就一直高度重视，
直接任命为大明的财政部长，主持大明发行新币的工作。紫禁城内，朱由馥和王茂英正商量着大明将采取各种货币制度。王部长，当下大明之急就是要发行新的货币，使用更先进的货币制度。现在全世界的白银都基本在大明，是不是采取银本位制更优？朱由馥对金融这方面也是一知半解，他也不好判断哪种制度好。禀皇上，白银缺点有二：一是体重值小，从冯师长用船运黄金和白银的案件就可以看出，同样重量白银体积差不多是黄金的2倍，白银在大宗交易明显有劣势；二是金贵银贱，白银价格波动大，容易造成国家经济不稳定，造成资产流失。王茂英一步步解释，朱由馥听后一直点头。所以，王部长是认为金本位制更优。王茂英回答道：皇上，金本位制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黄金的产量有限，这会造成市场上流通货币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朱由馥听后不禁有些困惑，问道：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何种货币制度？王茂英回答：陛下，我认为我们可以考虑先采用金本位制，发行新的纸币。金本位制能够确保纸币的购买力和价值，有利于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纸币的发行可以方便交易和流通，提高市场的效率和便利性。朱由馥听后陷入沉思，他对于货币制度的改革十分谨慎，毕竟这关乎到大明的经济命脉。王茂英继续说道：白银作为大明的通用货币，已经深入人心，流通了数百年，突然禁止使用可能会引起百姓的恐慌和不满，甚至可能引发市场混乱。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逐步引导百姓使用纸币，先在城市中试点运行，观察市场的反应和效果，再逐步推广到乡村。待纸币广泛使用后，我们再逐步实行信用货币制度。朱由馥听后频频点头，他觉得王茂英的建议很有道理。朕允了，王部长，你就放开干，大明的货币制度改革需要马上实行。臣遵令。王茂英拱手道。大明新纸币的发行提上了日程，王茂英负责具体实施货币制度改革。他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各种可能的方案和风险，并制定了详细的改革计划。而设计出的新纸币上还大大的印上了朱由馥的头像，这下子人人都能知道他们天天念叨的大明皇上长什么样。大明新币采用元为单位，1元的购买力大概是3克黄金，所以平时买个菜1冥分就够了。王茂英首先在各大城市设立了纸币兑换点，允许百姓将手中的黄金和白银兑换成新纸币。为了鼓励百姓使用纸币，兑换点还提供了兑换优惠和奖励措施。同时，王茂英还加强了对市场的监管和管理，防止出现恶意炒作和操纵市场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接受和使用大明新纸币，市场上的交易和流通也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此外，王茂英还积极推动大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大明可以扩大新纸币的使用范围和影响力。这不仅可以促进大明的经济发展，还有助于提升新纸币的国际地位和信誉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明的货币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纸币逐渐成为市场上的主要流通货币，交易和流通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大明的经济也迅速稳定了下来。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大明已经是焕然一新。朱由馥见状也是十分满意。现在再用复明的年号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了。复明7年这一年，朱由馥将年号改为了仁统，这一年变成了仁统元年。全部清军投降后，大明就面临着降兵改造的问题。自从冯子材将资金带回来了，大明完完全全有实力扩军以及全面收编降军。朱由馥将大明的疆域分为了5大军区，分别是西北军区由左宗棠担任军长，东北军区由杨秀清担任军长，东南军区由冯子材担任军长，西南军区由曾国藩担任军长，东部军区由石达开担任军长，每个军区配备2个军兵力。而在紫禁城内，朱由馥成立了大明中心指挥部，后面利用电台将可以实时分析各大军区的战况，真正的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为了改造降兵，新式的训练必不可少。林则徐将大明几位将领的练兵心得全部归纳到一起，写了一本《大明练兵要术》，各级指挥官都根据这本书来练兵。在大明的练兵场上，清晨的阳光洒落在整齐划一的队伍上，士兵们身姿挺拔，目光坚定。指挥官严肃地站在高台上，密切关注着每一个细节。随着号角的响起，士兵们迅速变换队形，他们动作敏捷，协调一致，展现出严谨的军事素养。训练场上，步枪射击、刺杀操练、战术演练等科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枪声和呐喊声响彻云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指挥官的命令不时响起，士兵们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展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团队精神。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的磨练和雕琢，力求达到完美的境界。除了常规训练，士兵们还要进行体能训练和格斗技巧的练习。他们穿越障碍物、攀爬绳索，进行实战模拟演练。尽管汗水浸透了军装，但无人停下脚步，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军人的职责与担当。而大明海军共计1个军，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军区。朱由馥为此准备了15万吨位的铁甲战舰群。这样的配比，虽然吨位总量不是蓝星第一，但是战斗力是可以和日不落国争蓝星第一的。当然，新式海军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在大明的海军训练基地，清晨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轻轻拂过甲板。年轻的士兵们身着整洁的制服，正在进行日常的早操。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伴随着海浪的轻拍，显得格外壮观。随着号角的响起，舰艇缓缓驶出港口，开始了新一轮的训练。海军们各司其职，他们或操纵着舵盘，或监视豹数，确保舰艇的航行安全。在舰炮训练场上，士兵们进行着瞄准和射击的训练，炮声隆隆，硝烟弥漫。除了航行和炮术训练，大明海军还注重培养士兵的团队协作能力。他们进行模拟实战演练，包括抢滩登陆、海上救援等科目。在这过程中，士兵们需要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此外，大明海军还注重培养士兵的航海技能。他们学习天文、气象、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以便在海上航行时能够准确判断位置和航向。同时，士兵们还要进行体能训练和救生技能的演练，以确保在遭遇险情时能够迅速应对。为大明生，为大明死，为大明奋斗一辈子。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各种口号和歌声在整个大明徘徊。通过这一轮严格的训练和磨练，降兵逐渐被改造成具备强大战斗力的大明陆军和海军。仁统元年，大明的军队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万。朱由馥又将之前充值的钱一次性花完，但是林都督又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紫禁城内，禀皇上，最近在军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士兵吸食鸦片的问题屡禁不绝。自鸦片战争以来，鸦片大量流入，现在很多人仍有吸食习惯。林则徐面色凝重地汇报着：大明一直都是禁止吸食鸦片，此事非同小可，一定要彻查，先查明鸦片的来源。朱由馥眉头紧锁，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以基本查实，货物来源于日不落国的东印公司，主要在两广地区走私进来后售卖。林则徐拱手说道：都这个时候，竟然胆子还这么大，还敢在大明贩卖鸦片，林都督，这件交由你来办吧，在全大明范围内搞一次扫鸦行动，而且把吸食鸦片的人通通抓去戒毒。朱由馥越说越开火：臣定当竭尽全力为大明禁绝鸦片。林则徐拱手说道：其实当时很多群众都不知道鸦片的危害，鸦片又称为福寿膏，看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洋人是宣传这玩意是保健品，所以搞一次规模的宣传活动非常有必要。此外，魏首辅，你负责在全大明搞一次禁止吸食鸦片的宣传活动，让人把鸦片的危害讲清楚，顺便找几个吸食鸦片的人拍个照，让百姓知道吸食鸦片后会怎么样。朱由馥继续说道：臣遵令。魏源拱手道。此刻起，林则徐以铁腕手段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官兵们查封了一座座秘密走私的鸦片仓库，将那些罪恶的鸦片一一清点登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土味，仓库内鸦片堆积如山，闪烁着诱人的光泽。然而，这些美丽的幻影在林则徐眼中只是毁灭和灾难。他紧皱着眉头，目光坚定，心中充满了对国家未来的忧虑。官兵们忙碌地穿梭在仓库中，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严肃和决绝。每一次查封都是对鸦片贩子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大明未来的坚定守护。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整个大明将近200万人还在吸食鸦片，而且查收了将近3万箱鸦片，重量达到300万斤。林则徐对于硝烟来说是有经验的。在松江略高之处的海滩上，2个长宽各50丈，底铺石板，壁竖木板，前有吞吐海水的涵洞，后有灌水水沟的大池拔地而起。朱由馥坐在竹子搭成的礼台上，与林则徐等一起督销鸦片。午后2点钟，礼台上的林则徐一声令下，500来名义夫齐齐行动。他们像撒入了食盐，然后加入被切成小块的鸦片，浸泡了半天后，雨点般的投入了生石灰。一时间，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目光紧盯着那翻滚的烟池。义夫们用长柄铁锄、木耙不断搅拌烟池，使得鸦片充分溶解。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接下来的几天，同样的硝烟过程不断进行着。整个松江海滩上人山人海，群众们围观着这一壮观的场面，感受到了大明禁烟的坚定决心。经过整整1个月的努力，销毁的鸦片量达到了近3万箱。
而魏源也马上行动起来，将一些吸食鸦片后皮包骨并且看着快要挂了的人的照片通报各地，让各地在老百姓中推广。老百姓看了这些照片都毛骨悚然，再加上大明日报每日宣传鸦片的危害，整个大明顿时掀起了一股拒绝鸦片的浪潮。硝烟成功和禁烟宣传成效的奏折很快就递到了朱由馥的手中。朱由馥不紧不慢地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10倍奉还。朱由馥的话让在场的大臣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相当于日不落国往我们家的后院点了一把火，我们现在是把火扑灭了，但是我们肯定是吃亏的。为了平衡一下，我们现在也要在日不落国的后院点一把火，向他开炮。朱由馥继续解释道。在场的大臣全部震惊。禀皇上，现在日不落国乃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现在大明出定去惹他可能不稳妥。曾国藩眉头紧皱，拱手说道：禀皇上，确实如此，如果贸然出兵，怕会引发一场世界级的大战。冯子材也附和道：你们懂战争，但是不懂日不落国，他们只会欺软怕硬，而且他们离我们这里这么远，我们还有先进的武器，他们就算挨打了也不敢怎么样。朱由馥坚定也说道：和平和稳定是打出来的，如果我们这次打了日不落国，以后还有哪个国家敢来捣乱？所以大明也要发动一场鸦片战争，这也能为大明在国际上立威。朱由馥的话在紫禁城回荡。在日不落国的皇宫内，沙孙集团的负责人正在向女王吐槽关于大明硝烟的事。沙孙集团就是贩卖鸦片最大的财团。女王陛下，大明如此之行为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这是非法损坏我们的商品，我们要想办法对付他们。沙孙集团的负责人愤怒地说道：现在的大明是不好招惹的，你以为还跟大清一样能随便让你欺负吗？女王听得眉头紧锁，那可是整整3万箱鸦片，我们一定要去讨回公道。你拿什么讨回公道？女王也是一脸的无奈。一位大臣急匆匆地跑进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报告，女王陛下，大明向我们宣战了。什么？兰州现在是日不落国的殖民地之一，面积将近70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只有40万的人口，地广人稀的程度有点夸张，主要的人口集中在东南部，但是这里可是块宝地，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金矿，不过目前还未被发现。而且兰州就在婆罗岛的南部，非常靠近大明的边界，攻打这里可谓是以最小的代价就能取得一笔可观的收益。紫禁城内，朱由馥端坐在龙椅上，俯瞰着下方的文武百官。他深知这次要面对的是兰心数一数二的强国，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众大臣，这次我们要打的是不再是搞农业的大清，而是搞工业的日不落国，你们有何建议？朱由馥开门见山地说道：禀皇上，日不落国的现在有2个地盘可以打，一个是南印，一个是南州，这2个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左宗棠首先发言。冯子材拱手说道：禀皇上，南印可以说是日不落国的命门，这里的东印公司是日不落国的摇钱树，如果我们远征南印区，那日不落国肯定会跟我们拼命，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打到过那里，现在还没有南印详细的地图。冯军长，你继续说。朱由馥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分析。冯子材继续道：禀皇上，南州虽也是日不落国的地盘，但与南印相比，其重要性稍逊。如果我们选择进攻南州，日不落国可能会选择妥协，而将重心放在保卫南印上。你的想法和朕的一致，而且南州军队数量非常少，我们派1个师的兵力出征，要拿下这里都是绰绰有余。这次的作战任务就交由东南军区负责，冯军长辛苦你了。朱由馥想了想，这场仗确实是比较容易，而且只要拿下了就可以进行大移民，把这里的采矿业搞起来了，就能大赚一笔。臣遵令。冯子材坚定地应声道。轮城指挥部内，日不落国女王将大明的战报摔在地上，愤怒地骂道：这个20出头的大明皇帝做事情不带脑子的，一点小事就发动战争。众将领，你们有何建议？女王陛下，大明相距我国较远，他们估计只能打我们的南印或者南州，在我看来，他们打南州的概率更大。巴麦尊分析道。巴麦尊是日不落国的重要大臣，鸦片战争一直都有他的身影，他的经典名言可谓家喻户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南州的话只是个蛮荒之地，但是这里可以作为我们进入亚细亚的一个补给点，这样丢了也心疼。女王眉头紧锁。我们现在运兵过去南州也困难，或者可以寻找新的补给点，亚细亚东南部的缅国是个好选择。巴麦尊走到墙边，指着墙上地图的相应位置分析道：但是南印我们可不能有损失，不然帝国的收入要少一半，所以我们的军队要重点防守南印。女王听后陷入沉思，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迅速通知南印和南州的守军全部做好戒备，后续再看看局势怎么变吧。女王说罢长叹一声，由于以前从来没帝王打到过这里，因此
大明缺少南州的详细地图。数日后，冯子材的侦察队伍悄然抵达南州，他们伪装成商队，深入当地进行调查。通过与当地居民交流、观察地形和军事部署，他们逐渐掌握了南州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大明东南军区的军队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进攻南州的计划，全部开始在婆罗岛集中。这次冯子才准备了2个师的兵力，在冯子材的带领下，大明军队迅速集结完毕。他们乘坐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南州进发。南州西城指挥部内，收到女王的情报后，杰克神情紧张，再来回踱步。他也想不到，在蓝星上竟然有人敢一言不合就攻打日不落国。众将军，这么多年以来，头一次有人要攻打南州，你们说说该怎么办？杰克忐忑不安。情报上说大明海军非常强，我们现在别无他法了，只能将全部大炮架在海岸边，防止大明海军登陆。副官说道，这是他头一次面对战争，毕竟在南州这个蛮荒之地，谁都不肯来，他来这里无非是想挂个职，升个官再回去。你懂不懂啊？架在海边？架哪里？这么长的海岸线，谁能预测到大明军队从哪里来？一位老将不屑地说道，一点都不给副将面子，在他眼里，副将就是一个书呆子。你这个老头，你又懂什么？你看你混这么多年，军职还这么低，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副将感觉自己被轻视，有点愤怒了。你们都消停一会，现在大敌当前，要团结和睦，一致对外。杰克打断了他们的争吵，这个班子是真不好带。现在我们的军队只有5000人，而明帝国这次带多少人来，我们还不知道，得抓紧部署。副官，你抓紧带人去修建沿岸的防御工事，至于大炮，各留一半吧。杰哥内心慌得一批，但是他努力保持镇定。于是，日不落国军队开始抓紧修建防御工事。数日后，黎明时分，大明海军的战舰在日不西城的沿岸集结。随着晨曦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大明海军的铁甲战舰逐渐显现出威武的轮廓。这些铁甲战舰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令人望而生畏。日不落国的侦察兵发现了这阵势，急忙向杰克报告。杰克闻言，带着一众将领火速赶到岸边阵地，亲自指挥作战。杰克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逐渐靠近的大明海军，他眉头紧皱，眼中闪过一丝惊疑。这个大明将军看来并不简单。杰克沉声说道，他集结舰队在黎明时分发动进攻，是想借助晨曦的掩护发动突袭。副将闻言不禁有些得意，那又怎样？我们有坚固的防御阵地，足以抵挡他们的进攻。杰克缓缓摇了摇头，不，问题不在这里。大明的军舰怎么全是铁做的？铁甲战舰我们国家现在才开始制造，怎么大明就有了？此言一出，众将领都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他们深知铁甲战舰的出现意味着军事技术的巨大飞跃，这种战舰的防御力和火力的强大远非风帆战舰可比。一股不安的情绪在空气中蔓延。面对大明海军的铁甲战舰，日不落帝国的防御阵地似乎显得脆弱不堪。杰克的目光深邃而坚定，看来这是一场硬仗，我们必须集中火力。众将领齐声应道：遵命，将军。全体准备，充填炮弹。随着冯子材的一声令下，大明士兵们迅速行动起来，开始有条不紊地填充炮弹。他们的动作熟练而敏捷，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瞭望兵紧紧盯着前方的日不落帝国的阵地，不时地用望远镜进行观测。报告，距离5000码。瞭望兵的声音响彻整个舰队。好，这个距离够了。冯子材将军满意地点点头，开炮。随着将军的命令，大明海军的炮手们迅速调整角度，开炮。一时间，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炮弹划破天际，直扑日不落帝国的阵地。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完美的弧线，落在了日不落帝国的防御工事上。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得大地都在颤抖。火光冲天而起，烟雾弥漫，整个阵地瞬间变得一片狼藉。大明海军的炮火异常凶猛，日不落帝国的防御工事在密集的炮火下逐渐崩溃。士兵们惊慌失措，纷纷寻找遮蔽物躲避。我的天，这炮弹怎么猛烈成这样？之前我去打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帝国连个像样的大炮都没有，这个明帝国太可怕了。日不落帝国的将领们面色铁青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他们深知按照这样的火力，他们很快就支撑不住。退，赶紧退到城内！杰克大喊。见日不落国军队撤退，大明海军的登陆部队抓住机会，冯子材也是身先士卒，迅速带队冲锋。砰砰砰，逃跑的日不落国军队陆续中弹倒地，一路上全是鲜血和惨叫声。杰克将军，明军这些武器也太夸张了，这样下去我们马上就全军覆没了。老将一脸严肃，大喊道：这里四面都是山林，我们跑也没地方跑。
杰克大喊道。此时副将已经被吓得一声不吭，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将军，不如投降吧。副官的话似乎一下子击穿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理防线。作为日不落国的士兵，他们一直都是最强的存在，几乎都是他们去抢别人，这是头一次被打得这么狼狈。这次的投降2字是杰克从军20年以来第一次从自己的队友口中听到。杰克也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亚细亚在他们印象中全是弱国，现在明帝国竟然是按着他们打，而且他们连还手都还不了。他深知这场战斗的失利对于整个日不落帝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南州也算是一片重要的大陆，他这里失守了，也就意味着整个南州都丢了。南州丢了，日不落国在亚细亚的补给点就没了。这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焦虑。不，我们不能投降，我们可是日不落国的士兵。杰克望着远处的硝烟，听着枪声和喊叫声越来越近，顿时显得有点手足无措。投降并不是他们轻易能够做出的选择。作为日不落国的士兵，他们有着自己的荣誉，投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尊严。然而面对大明海军的猛烈攻击和日不落帝国的困境，杰克也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这场战斗的胜负，更是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随着战斗的继续进行，大明海军的士兵们越战越勇，日不落国的士兵开始渐渐溃败。杰克不断默念着，我们不能投降，我们是日不落国的士兵。为了尊严，杰克决定带领残存的部队进行最后的抵抗。杰克提着手中的步枪，带领着士兵们冲向大明海军的阵地。弟兄们，冲啊！杰克大喊。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大明海军的士兵们配合默契，协同作战，不断击退日不落帝国的军队。杰克带领冲锋的日不落帝国士兵们一个个倒下，阵地上到处都是鲜血和惨叫声。冯子才见状，让士兵包围住了这支残存的队伍。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副将已经是被吓得表情冷漠，目光呆滞。你是个军人，不要扯这些，扰乱军心，小心我毙了你。杰克右腿中弹，鲜血不停地流淌，但他依然紧紧地握住步枪，躲在掩体背后。杰克将军，遇到这样的军队，谁都不可能抵挡得住。老将满身灰尘，面色疲惫，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无奈和疲惫。他看着面前的战场，心中明白这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连你现在也怕死了吗？杰克质问道，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他心中也明白，老将的话并没有错。现在的局势已经无法逆转，抵抗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他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现在我们大势已去，就算抵抗也没多大作用了。弟兄们背井离乡，我们要是能活下去，还能替他们收尸。老将的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悲痛和无奈。杰克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的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无助。日不落国一直以来可是蓝星第一强国，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军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杰克仰天长啸，兄弟们，你们要活下去，替死去的兄弟收尸，投降，我们投降。杰克的声音在战场上回荡。随后在掩体背后传来了一声枪响，南州登陆战谢幕，大明大获全胜。大明帝国向日不落国宣战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周边国家，周边国家开始意识到大明将是一个很好的大腿，于是纷纷朝贡。尤其是高丽国，现在可谓是时局动荡，时不时就有农民起义，统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于是高丽国国王想到了能抱大明大腿最简单的方式，那就是和亲。于是准备把最好看的公主送去与朱由父和亲子进城内。高丽使臣将和亲书呈递给朱由父，朱由父接过和亲书，微笑着说道，高丽国君真是有心了，不过这和亲之事还需慢慢商议。那国君的意思是？高丽使臣小心翼翼地问道。和亲归和亲，高丽也不是什么大国，万一送来个如花，那就麻烦了。公主的容貌如何？能否呈上来让朕一观？朱由父说道。禀皇上，这次我们公主也和我们随行，我这就让公主来面见皇上。高丽使臣点了点头。很快几个宫女就推着一个盖着面纱的公主走了进来。当即朱由父就震惊了，不为别的，只因这身材该大的地方都大，该小的地方都小，还有白皙的皮肤和及腰的秀发，这足以判断出公主乃绝世佳人。高丽使臣见朱由父沉默不语，心中有些忐忑，他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您觉得我家公主如何？朱由父回过神来说道，公主容貌秀丽，高丽有如此佳人，真是福气。使臣听闻此言，心中大喜，他恭敬地说道，那和亲之事就烦请皇上应允。朱由父沉吟片刻，缓缓说道，和亲之事非同小可，使臣先与公主住下，容朕与大臣们商议后再做定夺。使臣点头应允，随后带着公主离开。众大臣，
你们怎么看？朱由馥缓缓说道。高丽国此时正处于动荡之中，若是能与其结为姻亲，对大明帝国来说无疑是有利的。林则徐拱手说道，利用这层关系，我们以后还可以和平收复高丽。左宗棠补充道，越听你们讲是越有道理，赶紧派人把好消息告诉使臣。朱由馥也清楚这是有利于大明的，但是参考多人意见则更为稳妥。翌日，魏源准备好了盟书，在全体大臣的见证下，和高丽使臣签订了盟约，永结秦晋之好。确定了和亲的具体事宜后，高丽使臣抓紧回去复命，而公主则被留了下来。晚上，朱由馥在书房里接见了公主。朱由馥就像是一只大灰狼，而高丽公主就像一只小绵羊。公主大人，我们的婚事已定，你现在是朕的人了。朱由馥走到公主跟前，细细观察，公主的身姿婀娜多姿，仿佛是一位舞蹈家，婉容的腰肢纤细柔软，仿佛柳叶一般，而她的丰胸和翘臀则让人无法移开视线。她的长发如瀑布一般流淌在肩头，随风轻轻飘动。你会对我好吗？公主质问道。显然，身在帝王家，平时面对的都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大多数王子公主都是比较缺爱的。你既然是朕的女人，朕就肯定会对你好，不会让人欺负你。朱由馥目光坚定，这句话让公主感受到一丝温暖。公主名唤李文娜，自懂事以来，她就一直被排挤，处处被冷漠，就连这次的和亲也从来没有人征求她的意见，她就像是一个物件一样，还不知道结果就被送到了朱由馥的面前。我是个不祥之人，母妃因我难产而死，我自幼孤苦伶仃，身边没有任何朋友，有的都是被我克死了，所以我劝皇上还是放弃这门婚事吧。李文娜说的是情真意切，在封建社会，难产确实是比较忌讳的东西。不怕，朕命硬，君无戏言，朕说过要娶你，那你就必定是朕的女人。说罢，朱由馥握住了李文娜的双手，两人对目而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李文娜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柔情，她感觉此刻心跳加速。来，跟朕成礼吧，成为大明的皇妃，朕会爱护你，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朱由馥给李文娜扛进了寝宫，很快寝宫里就传来了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2小时后，叮，恭喜主角充值10万两金。说好的爱护我呢，刚刚我都求饶了，你怎么还不停？突然，一声士兵的报告声打扰了这个良辰美景。报，收到南州的紧急军报了。通讯兵站在寝宫外面，他也知道规矩，不是特别紧急的事，他也不敢晚上来打扰皇上。朱由馥将门打开了一点点，只伸出一只手到门外，示意通讯兵将战报呈上。通讯兵迅速小跑，呈上军报后马上离开。朱由馥打开一看，题目是4个大字：南州大捷。娜娜，你看，你多旺夫。紫禁城内，朱由馥坐在龙椅上，与大臣们商议着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现南州已定，我们下一步可以去南印逛逛，让日不落国知道一下厉害，顺便恐吓日不落国一下。朱由馥缓缓说道。皇上所言极是，我们可以让冯军长带领舰队前往南印周边海域，顺便摆出要进攻的姿态，日不落国自然就吓得要跟我们议和。林则徐建议道。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直接把南印也打一顿？胡林翼说道。不可，大明初定，不宜过度用兵。林则徐反驳道。确实如此，以现在的形势，议和是最多的，这回我们还能找日不落国要一笔军费。朱由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传令兵马上通过电台将新的命令传达给冯军长。旁边的传令兵马上急匆匆地跑到通讯室。南州西城内，冯子材还在整理军队。南州拿下来是容易，但是这里要管理起来可不容易。这里都是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他们天天喊着什么要自由之类的。冯子材明白，单纯的武力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反抗。管理可比打仗难，冯子材面对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头疼。不过他想到了一条好主意，那就是移民。这里地广人稀，把这里搞好，让大明的子民也过来生活生产就行了。于是冯子材将相关情况和建议通通征求朱由馥的意见。报，皇上有军令。传令兵急匆匆呈上军报。冯子材一看，一脸紧张，又要继续出征了。这次我们要到南印，马上通知个师，3天后出发。与此同时，南印的局势也开始紧张起来。南印是日不落国的心头肉，日不落国派遣了大量军队前来增援。在出征之前，冯子材再次强调了移民计划的重要性。他告诉士兵们，南州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大明子民的支持和参与，只有通过移民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大明的统治目标。3天后，冯子材率领大军出发了。他们穿过茫茫大海，向着南印进发。在航行的过程中，冯子材一直思考着如何应对南印的局势。数天后，南印洋海面上波涛汹涌，2支庞大的舰队相遇。
一方是日不落国的风帆战舰群，一方是大明铁甲战舰群。报，距离6000码。日不落国的瞭望兵开始报数，用望远镜看清楚大明的舰队后，日不落国的海军指挥官懵逼了。厚重的装甲覆盖着整个舰身，炮口露出，黑洞洞的，令人望而生畏。而且上面的大炮还带360度旋转的，这还怎么打？风帆战舰的最常见打法就是 T 字形战术，就是不断调整方向，用自己战舰的侧身去对准敌方战舰的船头，这样侧方的大炮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这大明的炮还会旋转，这怎么不按常理出牌？我在做梦吗？凭借多年的海军作战经验，日不落国指挥官已经意识到了这场仗几乎没得打，但是后面就是难硬了，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上，全体充填炮弹，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大明战舰。突然一声炮响划破天际，大明的炮弹飞向日不落国的舰队。轰！剧烈的轰炸声瞬间带走了一艘风帆战舰。我的天，这战斗力还让不让人活？日不落国指挥官目瞪口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不顾一切向前冲，只能这么打了。日不落国的风帆战舰凭借着灵活性和数量优势，试图靠近铁甲战舰进行近身肉搏战。然而大明铁甲战舰的强大火力和装甲让风帆战舰无处可逃，只能被动挨打。一时间海面上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日不落国士兵们尽管奋勇抵抗，但终究难以抵挡大明铁甲战舰的猛烈攻击。随着战斗的进行，风帆战舰开始出现严重的伤亡和破损。长官，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快支撑不住了，大明的这些战舰太神奇了，赶紧下令撤退吧，能跑多少是多少。副官大喊。只能如此了。撤退！日不落国指挥官脸色铁青。报告，我们的速度没有大明舰队的快。副官大喊。轰！轰！轰！好几个炮弹落到日不落国主舰的周围，一下子激起了10多米的水柱。大明主舰上，这些个风帆战舰真的是不自量力，穷寇莫追。传令兵让大家停下来休整，准备找个地方登陆。通讯兵马上发电请示皇上，看看下一步要怎么做先。冯子才用望远镜注视着日不落国的舰队，冷冷地说道。2名士兵马上按照冯子才的部署行事。轮城内，输，输，输，怎么全是输？女王愤怒道，拿起刚收到南州方面的军报就扔在了地上。女王息怒，我们目前只是丢了南州，情况还没这么悲观，这也就说明我们的陆军实力不够，我们有蓝星第一的海军，在海上就是我们的地盘。巴麦尊试图平息女王的愤怒，他也知道根据之前的情报，大明的铁甲战舰战斗力也是爆表。报，有南印方面的战报。通讯兵跑进指挥部，将战报呈送给女王。打开一看，女王先是愣住了，然后将战报扔在了案台上，全体将领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她，同时也注意到了战报上显眼的几个大字：海军兵拜南印娘。突然女王开始笑了起来，笑声逐渐变大，不合时宜的笑声有时候比哭声更为刺耳。巴麦尊也听出了这笑声背后的无奈。女王陛下，保重身体。全体将领异口同声地说道。女王笑声逐渐停止，缓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南印不能丢，现在也不用烦了，就一条路，和谈。紫禁城内，日不落国的议和书很快就呈送到朱由馥的手上。各位大臣，日不落国和我们一开始设想的一样，果然马上妥协了，这次多亏了冯大将军。朱由馥语罢，全体文武大臣都露出了微笑。禀皇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一是禁止东印公司向大明走私鸦片，二是让日不落国承认我们在南州的地位，第三就是赔钱的事，这个可是日不落国有钱。林则徐上前一步建议道。禀皇上，至于这个数额，不如就按2000万两白银，把当初鸦片战争勒索我们的连本带利一起拿回来。魏源点了点头，补充道。有道理，那就按你们2个的意见来。魏首辅，你尽快拟定议和书。朱由馥胸有成竹地说道。禀皇上，日不落国可是蓝星强国，要他们签不平等条约恐怕比较困难。胡林翼面露忧色，他担忧并非无理，日不落国作为蓝星强国，自然不愿轻易签署不平等条约。如果不签，那我们完全可以再毒打日不落国一顿，在这个时候选择权在大明。此外，通知冯大将军继续停留在南印，随时备战。朱由馥的这番话并非狂妄自大，大明历经多次战争，实力已然超越了日不落国，他有足够的底气说出这样的话。魏源按照朱由馥的指示，迅速拟定了议和书。这份议和书不仅要求日不落国赔偿大明2000万两白银，还明确指出禁止东印公司向大明走私鸦片，并要求日不落国承认大明在南州的地位。朱由馥审阅后满意的点了点头。
就按这份议和书去办，务必让日不落国明白，选择权在我们手中。几日后，议和书被正式送至日不落国。日不落国女王阅后，脸色铁青，仰天长叹：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明帝国同意议和，坏消息是他要我们签不平等条约，赔款2000万两白银。女王脸色惨白，这明帝国简直是欺人太甚。巴麦尊无奈地说道：如果不接受这份议和书，大明完全有能力再次发动战争。签吧，巴麦尊，这件事就交由你来办了。女王深知现在的日不落国只得接受了大明的条件。仁统元年6月，大明与日不落国在应天签订和议。此事件过后，大明在兰心的排位猛涨。冯子材移民的建议，朱由馥是采纳了，日不落国的赔款很快也到账了，刚好用于开发南州。朱由馥为了好好开发这个大陆，出台了2条特殊的条例，只要愿意去开发南州的，只要交1名元的登记费，就可以获得南州的50亩耕地或者50亩的牧场。同时，如果去南州寻经的，发现矿产资源后，就可以每年获得该矿产年收入的1/1000。这2条条例一经发布，大明的子民马上就疯狂了起来。50亩耕地或者牧场，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数字，要买一块这么大的地也需要不少钱。还有就是找矿，找到了就一辈子不愁吃喝了。南州开始热闹起来了，这么大面积的田，一家人是搞不过来的。农民们开始尝试使用农机进行耕田。这时的农机具相对简单，主要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拖拉机。清晨，天刚蒙蒙亮，一台台拖拉机在南州的田野上发出轰鸣声。大明的农民们围绕着拖拉机，紧张而兴奋地忙碌着。他们身穿粗布衣服，脸上洋溢着对新技术的期待和好奇。拖拉机在田埂上缓缓行驶着，巨大的轮子在泥土上留下深深的印记。随着拖拉机的翻耕，泥土被翻起，呈现出一条条整齐的沟壑。农民们跟在拖拉机后面，仔细查看翻耕的效果，并随时调整机械。与传统的耕牛相比，农机耕田显得更为高效和快捷。农民们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来驱赶耕牛，而是可以通过机械的自动化作业快速完成耕田。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提高了耕作的效率。还有从大明官府购买的廉价化肥更是绝了，撒在地上，产量随随便便多1半。从此，大明又有了一个新的粮仓。大量的牧民在新条件的影响下，也纷纷选择到南州发展，大量牧场开始涌现。一群群白羊悠闲地漫步在南州的草地上，仿佛是点缀在绿毯上的朵朵白云。它们时而低头啃食鲜嫩的草叶，时而抬头望向远方，仿佛在欣赏着这片美丽的土地。牧羊人骑着马，手持长鞭，巡视着这片属于他们的领地。他们不时地吆喝着，引导羊群走向更肥美的草地。在这里，羊群不仅是他们的经济来源，更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他们熟悉每一只羊，了解他们的习性和需求，用心呵护着这个家。牧场里还弥漫着淡淡的青草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这片土地独有的气息。每当微风吹过，草地上泛起层层涟漪，与羊群的身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而在采矿领域，大明各地的农民、工人、商人和探险家纷纷投身于找矿的热潮中。他们组成了各种规模的队伍，携带着简陋的工具，深入到南州荒山野岭中，寻找着传说中的矿石。他们跋山涉水，穿越丛林，忍受着严寒和酷暑的煎熬。有时会遇到险峻的地形和凶猛的野兽，但他们从未放弃，只要是找到了，就是这个时代的亿万富翁了。而且南州这个地方矿真的非常多，很快大量的矿物纷纷被发现，如金矿、银矿、铜矿、煤炭等等。大明子民在发财的过程中，也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一座座采矿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这些采矿场不仅成为了南州的经济支柱，还为大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采矿业的发展推动了南州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南州成为大明的原材料生产基地。所以这回来南州，上午种地或者放羊，下午找矿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选择。这种新职业被叫做农牧民矿工，条件这么诱惑，大量百姓都纷纷前往南州当农牧民矿工。南州的人口数量开始暴涨，这里的白人很快就成了少数人。朱由馥给了这些白人2条路，一是加入大明，遵守大明律法，也能分到土地；第2条路，那就是滚。仁统2年1月，大明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大明的铁路和电报线路已经将重要的边境地带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得大明的军队能够在短短的3天内从京城迅速抵达边境地区。这一伟大的工程不仅彰显了大明的国力，更为国家的安全防御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与此同时，周边的小国纷纷向大明示好，为了保持友好关系，他们经常向大明朝贡，并积极地学习大明的先进经验。大明国成为了周边小国的榜样和引领者，其威望和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这天，岛国的使臣来到了大明，
这位1.5米的倭人想先饱餐一顿，再去送礼给朱由馥。他在酒楼坐下就是一顿点，可能平时在封建的岛国7行8市惯了，他来了这里也压根没打算付钱。小二，快来，给我来1只烤鸭，1份8珍豆腐，1只肥鸡，1份宫保鸡丁，再随便来3份蔬菜，3两2锅头。他一拍桌子，大声喊道，语气中满带傲慢。他的嚣张跋扈引起了周围人的不满，大家纷纷看向他，有些人在窃窃私语，议论着他的嚣张行为。不久后，店小二端着烤鸭和肥鸡走了过来。倭人看着眼前的美食，口水直流。他拿起筷子，大快朵颐，边吃边喝，不亦乐乎。酒足饭饱后，他起身就走。客官，麻烦结一下账。店小二见状，笑面相迎。八嘎，我怎么可能会付钱？我是大岛帝国的使臣，我是来给你们大明国皇帝送礼的。你一个小小的店小二，也敢向我要钱？滚开！使臣一把推开店小二，怒气冲冲地说道。店小二被推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客官，小店也是小本买卖，望大人体谅。小二话还没说完，倭人竟然拔出了随身携带的倭刀，冲向店小二。只听嗖的一声，刀光一闪，店小二的肩膀被砍中，鲜血直流。见到这血腥的一幕，周围的顾客都惊慌失措，纷纷躲避。小二痛苦的喊叫声马上吸引了巡查的士兵。醉醺醺的倭人起刀准备拿下倒在地上店二小的性命。发现了这一幕后，士兵冲了进来，用枪指着倭人。醉醺醺的倭人还是知道什么是枪的，他不敢反抗，2下子就被士兵逮捕了起来。放开我，我是岛国使臣，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倭人仍然嚣张跋扈，不肯屈服。毕竟是使臣，士兵也不好判断如何处理，只能逐级上报。醉醺醺的倭人很快就被押送到朱由馥面前。了解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朱由馥才想起来，大明的军队确实好像漏了干点啥。台下倭人，你意图杀我大明子民，这可是滔天的大罪，按大明律，罪当诛，你可知罪？朱由馥目光冷冽，满带威压，让这个倭人顿时醒酒了。皇上，我是来给你送大珍珠的，这是难得的宝贝，饶命啊！倭人跪在地上，紧握着一个精致的盒子，身体不由得颤动。你说啥都没用，在大明没有法不责尊的说法，来人，拖出去，凌迟。朱由馥的话把倭人吓得黄白都出来了。倭人大声喊叫：皇上，饶命啊！饶命！朱由馥一挥手，士兵马上把这个倭人拖了出去，把这个珍珠就给到店小二作为赔偿。同时，魏首府马上起草战书给到岛国，杀我子民即代表向大明宣战。朱由馥的话掷地有声。魏源上前一步说道：臣领命。岛国的王这下子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大明的战书很快就到了岛国王的手上，直接把他吓晕了。内容简单明了，马上投降，将岛国并入大明，饶你狗命，如若不然，军队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众将领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岛国王接过战书，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被大明的强硬态度吓得不轻。大明欺人太甚，区如此小事就宣战，我们不能屈服，我们要讲武士道精神。一位岛国将领愤怒地说道，显然对大明的宣战行为感到不满。是啊，我们并不怕他们，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没有跨海征服我们的先辈，现在他们也做不到。另一位将领附和道，显然对岛国的实力和历史充满了自信。我愿意带兵亲征大明，势必让大明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岛国的将领是一个比一个飘，然而岛国王心中却充满了忧虑。这些将领傻，他可不傻。大明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相比之下，岛国的军队虽然勇敢，但在装备和经验上远远不如大明。此外，大明的海军实力也非常强大，他们拥有庞大的舰队。但是事已至此，如果投降，以后的子孙后代肯定天天骂死他。于是给大明修书一封，写道：大明欺人太甚，岛国无畏，随时应战。紫禁城内，朱由馥冷笑一声，将岛国的信扔在地上，道：小小岛国竟敢如此嚣张，真是不自量力。石达开，他高声叫道：臣在。石达开立刻应声而出，马上准备东部军区负责这次的薛岛战役，朕要亲自挂帅，带领大军踏平这个小岛。朱由馥语气坚定，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林则徐急忙上前劝阻：皇上，战场上刀剑无眼，这次还要远渡重洋，您乃万金之躯，不能轻易涉险啊，不怕1万，就怕万一。左宗棠也附和道：是啊，皇上，慎重再慎重啊。岛国虽然实力较弱，但地理位置特殊，此次出征恐怕会遭遇不小的阻力。皇上，现在大明的通讯系统这么发达，
您在指挥部内就可以全程指挥，何须亲自上阵？曾国藩也附和道。尽管重臣们极力劝阻，但朱由馥心意已决，对岛国的仇恨这下子可以报了。朕南征北战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次的小岛国不一样，朕一定要让亲征亲自踏平这个地方。朱由馥说的这么坚决，众大臣也不好劝阻。5天后出征，几位军长就下商量对策，其余大臣退下。朱由馥一挥手，其余大臣纷纷退下。林则徐马上从宫殿侧方拿出地图，众将军，此战虽然我们优势大，但也要慎重，你们说说该怎么打比较好？朱由馥缓缓说道：禀皇上，臣认为我军可以直接派铁甲战舰拿下岛国都城，一鼓作气把岛国收复了。杨秀清上前一步，指着地图提出了建议。禀皇上，岛国都城离大明太远，大明的陆军的有优势要远大于海军，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近登陆，然后杀向岛国京都，这样打起来稳妥。石达开摇了摇头，沉声说道：禀皇上，臣认为2种方案都可以，以大明当今的实力打岛国怎么打都行，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就看皇上想怎么打。林则徐拱手说道。朱由馥心想，打岛国这种有意思的事情肯定是越久越爽，穿越前他就痛恨这个地方，这下子要新仇旧恨一起算。朱由馥站了起来，大手一挥，那就按石军长的意见，一步一个脚印的打，要把岛国打怕了，打疼了，打哭了，同时这也能让周围的国家知道大明不是好惹的，马上行动。众将领齐声应诺。太阳高悬在天空，海风轻轻吹过，海面波光粼粼。岛国浮城渔民们像往常一样在海上劳作。突然，远处海天相接处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战舰群，打破了这宁静的画面。渔民看着舰队上的大明旗帜，才意识到这是大明的军队。战舰冒着浓烟快速逼近，轰鸣声震耳欲聋。岛国的百姓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一时间惊慌失措。渔民们丢下手中的网，慌忙划船返回岸边，瞪大眼睛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恐怖景象。出大事了，大明的海上怪兽来了，大家快跑！一个渔民大声喊道。恐慌在人群中迅速蔓延，百姓们纷纷奔走相告，四散逃离。浮城的首领站在高地上，眺望着远方的战舰，脸上露出凝重的神情。他清楚地意识到，大明的军队来了，他们来势汹汹。全体士兵，随我去抗敌！首领高举手中的火绳枪，大声命令道。倭人士兵们虽然恐惧，但在这生死关头，他们没有退缩。他们紧随浮城首领，拿起各式武器，准备与大明军队展开殊死搏斗。加把劲，使劲拉！10多个倭人士兵用绳子拉着火绳大炮前往岸边反击。他们汗流浃背，但无人松懈。大明军舰上，报告皇上，前方就是岛国浮城了。石达开向朱由馥汇报。朱由馥放下望远镜，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很好，终于到岛国了，这下子可以好好打鬼子了。石达开却有些不解，皇上为何称他们为鬼子？朱由馥冷笑一声，因为他们马上要下地狱了。朱由馥高声喊道：全体炮兵准备！船上的士兵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快速地填充炮弹，炮口对准了岛国的方向，大炮的炮声隆隆作响，震动了整个海域。与此同时，倭人士兵们也在岸边做好了殊死搏斗的准备。他们用各式武器装备自己，有的手持长刀，有的扛着火绳枪，还有的拿着弓箭。他们眼神坚定，毫无畏惧之色。轰轰轰！岸边还在列阵的10几个倭人士兵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猛烈爆炸吞噬了。旁边的鬼子士兵可以说是吓傻了，大声喊道：八嘎，好吓人！这是什么武器？怎么威力这么强？在火绳枪的普及率还不到1半的情况下，倭人士兵只能被动挨打。快躲起来，快躲起来！浮城首领意识到不对劲后大喊。大明的每一炮都基本能带走几个倭人士兵，岸边的茅草房迅速成了一片火海，倭人士兵死伤惨重。全体都有，跟我登陆冲锋！朱由馥大喊。大明军队士气高涨，连皇上都上前线，自己还有什么理由怂？可谓是王者打青铜，新式的步枪和机关枪对战大刀长矛。倭人士兵连大明军队登陆，马上发起冲锋。这些平均身高1.5米的倭人冲锋起来毫无气势。大石达开抡起轻机枪一顿扫射，倭人士兵的武士刀还没拔出就被轻机枪打倒一大片，倭人士兵血肉横飞，惨叫声此起彼伏，战场上一片狼藉。倭人士兵并不放弃，继续发起冲锋。倭人士兵还真是不怕死，还敢冲，不过打起来是挺爽。朱由馥大喊道：砰砰砰 AK-47 扫射一下，倭人士兵又成了一地的尸体。浮城首领眼见士兵们一个个倒下，彻底意识到他们无法抵挡大明军队的进攻，
抵抗只是徒增伤亡。停止冲锋，全体撤退！首领大声命令道。他不想让士兵们无谓的牺牲，决定暂且撤退，另谋对策。然而腿短的话跑起来自然也没有大明的士兵快。砰砰砰，哒哒哒，每一次枪声都基本带走一个倭人士兵。跑着跑着，倭人士兵又损失了一大半的数量。撤退的倭人士兵们跑进了林子里，聚集在首领周围，他们面色凝重，眼中充满不甘。他们深知自己无法打败装备精良的大明军队，但也不愿轻易投降。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想办法阻止大明军队的侵略。一位年长的倭人士兵提议道。可是我们实力悬殊，武器和战术都不如他们。涪城首领叹息道。为了给这些倭人士兵继续爽一把，朱由馥让士兵搬出克虏伯75毫米大炮，对准了树林。全体都有，今天就当作打礼炮，庆祝一下第一战首胜。朱由馥高声喊道。随着一声开炮，无数的炮弹飞向密林，剧烈的爆炸把剩下的倭人士兵全部吞噬。朱由馥给了涪城的倭人2个选择，一是加入大明，发誓效忠于大明，这样大明就将他抓回去当农奴；二是去见阎王。修理完这里的倭人后，大明军队东进，准备进攻广城。岛国皇宫内，涪城失守的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岛国国王的耳中，这让他惊恐不已。众将领，大明真的打过来了，他们已经拿下了涪城，正在东进，这下子怎么办好啊？岛国国王来回踱步，忧心忡忡。大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了，我们的士兵这么勇猛，怎么会打不过呢？微臣请战。岛国将军井口请战，他是年轻的岛国将军，想趁此次机会表现一下。当真？朕给你10万兵马去支援广城，你可不能轻敌。岛国国王庆幸还有将军能请战。大王，包在我身上，我誓死保卫岛国。井口竖起3根手指，对天发誓。大王，北部的军队也要迅速调动下来，这样才能集中兵力抵挡明军。一位岛国将领建议道。确实，抓紧时间调兵来都城防守。岛国国王拍了拍案台。我这几天马上就要选妃了，你们可不能让我分心，要加把劲，赶走明军。岛国国王是准备再生个娃，他这次准备打破常规，不在皇室成员中挑选，而是从全岛国范围内选一个岛花做他妃子。广城外，3万倭人士兵列阵和大明士兵对峙。朱由馥也不知道这些士兵咋想的，拿着武士刀竟然在枪口前嘚瑟。岛国的城市没有城墙，这打起来要轻松很多。这些倭人士兵真的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拿着刀就向大明军队冲锋。冲啊！大岛国万岁！密密麻麻的倭人冲向大明士兵的枪口，大明士兵的轻重机枪、步枪一字排开。兄弟们，给我打！在朱由馥的一声令下，枪口疯狂地喷射着子弹，如暴雨般无情地倾泻在倭人士兵身上。砰砰砰，哒哒哒！一时间，倭人士兵横七竖八倒下一大片，哀嚎声响彻云霄，战场上浓烈的血腥味盖过了硝烟味。倭人士兵的伤亡人数火速上升。朱由馥看到眼前的一幕，内心没有丝毫怜悯。广城首领看见一个个倒下的倭人士兵，痛苦地闭上了双眼。他意识到这一切已经无力回天了，大明的军队太强了。通讯兵，快写信给井口，不用来了，广城守不住，都城也必然守不住。大明军队是恶魔。广城首领大声命令道。剩下的士兵跟我一起冲锋。杀！倭人士兵确实是不怕死，不过在大明的枪口面前，这些敢死队全部被打成了去死队。还冲锋，倭人士兵还真有意思，看来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冲锋。朱由馥冷笑道。传令兵！朱由馥高声喊道。到！传令兵赶紧大步跑来，通报全军冲锋。朱由馥大声命令道。随着这道命令的下达，大明军队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发起了冲锋。跟着我喊，杀鬼子！杀！朱由馥手持 AK-47带队冲锋。大明军队响彻天际的喊杀声掩盖过了倭人士兵的声音，甚至让倭人士兵心生恐惧。蓝星竟然有此军队，我们真是井底之蛙。广城首领仰天长叹。面对大明军队的冲锋，倭人士兵们开始出现混乱和恐慌，他们被密集的火力压制得无法抬头，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八嘎，太可怕了！恶魔来了！倭人士兵蜷缩在掩体后面，瑟瑟发抖。这还冲个鸡毛啊！旁边的另外一名倭人士兵吓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广城首领的尸体就倒在了他们身旁。这场景犹如一群猛虎进了羔羊群，倭人士兵被打得七零八落，剩下的全部投降了。这说明他们还是怕死的，只是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死。
而大明军队几乎没有伤亡。广城拿下后，投降的倭人士兵和城里的倭人都被输往大明进行劳动改造。大明现在的农业生产基地这么多，确实需要很多劳动力，这些倭人也都是心满意足的去当农奴，毕竟他们可不想走第二条路。通讯兵马上给岛国国王发出最后通牒，这是最后的机会，再不投降，等大明攻破他的皇宫就屠城。朱由馥高声命令，通讯兵马上起草报了过去。皇上，岛国的都城已经离我们不远了，这会让他们投降，意义似乎不太大。旁边的石达开拱手说道，劳动力这种东西多多益善，大明要跑得更快，需要他们的付出，你把人打没了，大明的耕地上干活的人就少了，产的粮食也少了。朱由馥冷笑道，皇上所言极是。岛国皇宫内，岛国国王的选妃就剩下最后一步了，官员已经将各地德才兼备还貌美如花的女子一批又一批的送进皇宫，等待最后的选拔。岛国国王的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仔细打量着每个女子的相貌。他不仅要寻找最美丽的女子，更要寻找具有独特气质和魅力的女子，而每个女子都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美丽和优雅，希望能够吸引国王的目光。岛国国王这个老斑鸠不仅用脸凑近一个个观察，还上手感受。突然，一名妙龄女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大步走到女子身前，上下打量。这个可以，从上到下都完美，可以说是天姿国色，就你了，3天后正式成为我王妃。岛国国王满意而又涩涩地说道，还在脑补3天后的情景。报！一声不合时宜的报告声，如同冷水浇头，瞬间打断了岛国国王的幻想。只见通讯兵急匆匆地跑进大堂，脸色苍白如纸，神情慌乱。何事慌张？没见本王还在选妃？岛国国王面露不悦，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意。大明，军队拿下广城，逼近都城了，这是大明给的通牒。通讯兵双手颤抖着呈上战报。岛国国王一把夺过战报，快速打开，看完后顿时惊慌失措，又愤怒不已。快去把所有将领叫来！怎么会这样？国王喃喃自语。岛国国王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所有的将领很快到达大堂。岛国国王脸色凝重地宣布，大明军队已经逼近都城，我们必须立刻备战。将领们面露惊愕之色，他们没有想到大明军队竟然如此迅速地逼近都城。大王，各地的兵马都已集中完毕，都城现在已经集结了将近50万士兵。一名老将拱手说道，国王不必担心，整整50万大军，大明那边也就是个10万不到，我们没必要担心。另外一名将领附和道，他是满满的自信。又一名将领紧随其后，井口那里还有10万兵马，现在还是让他撤回了吧，这样保险一点。就按你们说的去办。岛国国王满意的点点头，50万兵马，就算打不赢也能撑个1年半载。还在进军中途的井口收到了广城首领的信，果断撕了。这个怂包，老子可是带了10万大军，如果这回跑回去，别人以后怎么看我？井口愤怒地骂道。全体士兵为守护岛国继续挺进。井口信心满满，此刻的他还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将是什么。报前方出现大量的倭人军队，大明侦察兵跑到朱由馥面前报告，传令兵让大家埋伏，一会把这些个鬼子打成降。大明士兵迅速跑进林子里埋伏，井口带着的倭人士兵一边唱歌一边进军，然而他们不知道大明的枪口和炮口已经在暗处瞄准着他们。这歌真难听，这些人的审美看来有问题。大明士兵小声吐槽，别出声，敌人已经来了，赶紧准备好。石达开瞪了小兵一眼。井口带领的倭人士兵越来越接近大明的埋伏圈，石达开紧紧地盯着他们，心中默数着距离。突然，石达开举起手中的旗帜，用力一挥，刹那间，林子里的大明士兵同时开火，密集的子弹向倭人士兵倾泻而去。轰轰轰，大大大，砰砰砰！井口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子弹打穿右臂，疼得呱呱大叫。有埋伏，快反击！井口痛苦地喊道。剧烈的爆炸让10万的倭人士兵一下子不知所措，看着旁边被炸中的士兵连个胳膊都剩不下，倭人士兵瞬间陷入了恐慌。在大明密集的枪林弹雨下，井口的10万大军成了大明军队训练的活枪靶。1个、2个、3个，提着轻机枪的大明士兵数都数不过来打倒了多少个倭人。快掩护我撤退！井口用力按着出血的伤口，狼狈逃窜。快跑！快跑！恶魔来了！在一声声惊恐的呼喊中，井口带领的倭人士兵们陷入了彻底的混乱。他们丢弃了武器，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试图逃离这场突如其来的噩梦。
大明的军队紧随其后，毫不留情地追击着溃败的敌人。他们知道这是打败敌人的最佳时机，必须乘胜追击，不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打这种仗真爽！一名冲锋的大明士兵喊道，脸上洋溢着战斗的热血和胜利的喜悦。其他的大明士兵也纷纷高呼，他们的士气高昂，信心倍增。井口的10万大军被打得只剩3万。井口骑着战马，灰头土脸地走在队伍的前面，他的脸色铁青，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和愤怒。报，有亡命！通讯兵骑马赶到，看着井口这样子，感觉有点不对劲。井口知道岛国的命令后，他狠狠地踢了通讯兵一脚，质问道：“你怎么不来早点？我们的损失有多大，你知不知道？”通讯兵被踢得摔倒在地，但他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井口的怒火。他知道这场战斗的失利并不是他的错，但他也知道井口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岛国皇宫内，井口跪在地上，头深深地低下，他的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10万大军在他的指挥下，不到1天就损失过半，这样的惨败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大王，请治臣的罪，大明的军队太勇猛了，我们抵挡不住的，得赶紧想办法撤退。他声音颤抖地说道，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痛苦和悔恨。到了这回，你居然还敢扰乱军心，你可知罪？国王大声喝道，声音中充满了愤怒。来人，将井口关入大牢，听候发落。国王愤怒地下令。大王，井口这是个怂包，我们有50万大军，不用怕。岛国老将还是信心十足。井口被士兵带走之际，听到了这句熟悉的话，他好像从哪里听过，就是想不起来了。都城的布防就交给你们了，明天就是本王和王妃行礼的日子，你们可不能让我分心。臣领命。岛国各将领还是没意识到当下问题的严重性。岛国都城外，朱由馥站在高处，用望远镜俯瞰着整个这座古老的城市，心想这下子可以好好算账了。石达开，马上让全体士兵准备好，这应该是我们在岛国打的最后一场仗了。朱由馥目光冷冽，低声说道：“臣领命。”石达开缓缓退下，迅速传达朱由馥的命令，开始部署军队，将岛国都城周围全部埋下伏兵，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击。夜幕降临，大明军队一切准备就绪，全体准备，开炮！在朱由馥的一声令下，大战开始。轰！轰！轰！炮火齐鸣，整个岛国都城瞬间陷入一片火海。黑夜被炮火照得如同白昼，整个战场都被熊熊烈火所吞噬，无数倭人在一瞬间就丢了性命。冲！冲！杀！一个不留！石达开大喊，带领着大明步兵向岛国皇宫方向冲锋。大明军队来了！大明军队来了！在山林的林子里正在冲锋。倭人的侦察兵惊恐地大喊着，将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都城。这个消息让原本已经陷入混乱的倭人大惊失色。全体士兵，大明的士兵也是肉做的，没什么可怕的，随我去杀敌！岛国老将大喊，他带领着士兵们冲向战场，与大明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杀。砰！砰！砰！大！大！大！随着剧烈的枪声响起，倭人士兵是前仆后继的倒下，这让老将开始想明白，为什么井口的军队会败得这么惨。整个战场成了单方面的熔炉，把一个个倭人士兵送往了地狱。岛国的队长平均存活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而普通士兵存活的时间更是不到10分钟。这样绞肉机式的被动挨打，别说50万大军，就算是100万都不够打。岛国皇宫内，岛国国王新选的王妃已经被送到了他的寝宫。远处的枪声让他神情紧张，不过他也意识到50万大军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打没了。岛国国王推开寝宫的大门，一位惟妙惟肖的女子端坐在床上，她面容清秀，眼眸中透着一丝妩媚。岛国国王看到这一幕，心跳不由自主的加速。王妃，不用怕，大明的军队打不进来的。国王走近女子，关切地问道。是的，大王。女子轻声回答，她的声音婉转动听。突然，一声尖锐的报告声惊扰到了正在宽衣解带的岛国国王。报告！报告！岛国国王心想，是哪个不要命的，这回都敢来打扰。大明的军队绕路过来了，马上就杀到了。通讯兵大声喊道。房内的岛国国王瞬间吓得脸色惨白，近处也开始响起来密集的枪声和惨叫声，这让他意识到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王妃，你闭着眼，转过去，不要看我。岛国国王大声说道。这位美女也被这场面吓得花容失色。原来岛国国王在房梁上留了一个暗格，以备特殊情况，这下子可以用到了。啪！寝宫的大门再次被打开，朱由馥冲了进来。这时只剩下坐在床上闭着眼睛的岛花。看到这一幕，朱由馥马上命令士兵守住皇宫内外的通道，不能让这个老斑鸠跑了。
而他本人则缓缓关上了寝宫的大门。啊！岛花意识到不对劲，缓缓睁开眼，看到眼前的朱由馥，不禁吓出了一声尖叫。别出声，以后朕就是你们的皇。朱由馥心里想，这个老斑鸠真会玩。躲在寝宫房梁上的国王用双手捂住耳朵，他可不想听到接下来发出的声音。朱由馥认真观察这个受到惊吓的岛花，确实是有几分姿色。她身着淡蓝色的和服，头发被轻轻挽起，形成一个优雅的发髻，既展现了她的端庄，又不失少女的俏皮。她脸庞清秀，眉眼间流露出淡淡的温柔，身材纤细，如同柳絮一般轻盈，腰肢柔软却又不失坚韧，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朱由馥走上前去，直视着岛花的眼睛，质问道：你知不知道岛国的王去哪了？岛花被他的突然出现和严肃的问题吓得花容失色，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别杀我，只要你不杀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朕今晚也累了，你来陪陪朕，不杀你。朱由馥用手挑起他的下巴，说道。岛花被吓得一动不动，外面还是枪林弹雨，而里面似乎是一个宁静的小天地，两人面对面坐着。很快，木板晃动的声音、求饶声以及某些不可描述的声音响彻的整个岛国宫殿。房梁上的岛国国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耳朵，心里不停地咒骂着朱由馥。对于他来说，这里的每一分一秒都是折磨，他是想等着50万大军重新收复皇宫的时候，然后再出来。3小时后，随着朱由馥的一声低吟，一切都重归安静。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两金，并解锁读心术。好家伙，系统还有这种功能，这下子不就全部人在朱由馥面前都留不住秘密了？翌日，岛花满脸通红，目光呆滞，一动不动。朱由馥对他开始读心，内心描述如下：你这被折磨1晚，真的是要命。此外，还读出了岛王昨天的行踪。朱由馥打开寝宫大门，石达开带着士兵守在外面，而且身后还跪着一群岛王的嫔妃。石达开，昨天的战报怎么样了？禀皇上，杀敌30余万，俘虏10余万，我军大获全胜。另外，在我身后，这些是岛国的嫔妃，看皇上要如何处置。石达开拱手说道：昨天我冲进来的时候，你们是否将宫殿封锁好，有无漏网之鱼跑出去？朱由馥质问道。没有，宫殿封锁的严严实实的，保证没有。先把全部倭人士兵拉回去种土豆，至于这些妃嫔，我再想想。朱由馥由此判断，这个岛王肯定还在宫里，而且岛王的位置应该就在寝宫周围。既然如此，他心生一计，准备在岛国宫殿多住几天，非把这个老斑鸠逼出来。朱由馥走在这些妃嫔面前，用读心术挑了几个样貌出众而且性子烈的。这个，每天晚上带一个过来朕的寝宫，其余的先关起来，等候发落。朱由馥用手把性子烈的几个指了出来，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性子越烈，晚上闹出来的动静自然就越大。朱由馥需要这些动静来刺激岛王。第二天晚上，被带到朱由馥面前的是一位20出头的妃嫔。很快，寝宫里又传来剧烈的喊叫声。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两金。这一夜的叫声还是没能让房梁上的老斑鸠爬下来，他咬牙切齿，强忍着泪水苟着。此刻他大概也知道50万的大军已经没了。第3天晚上，这次被带过来的是老斑鸠最宠幸的嫔妃。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再往前一步，我就一头撞柱子上。听到这个声音，房梁上的老斑鸠急了。你别激动，我跟你讲，如果你自杀，我就让军队屠尽倭人。岛国嫔妃双目无神，这个条件让他没办法反抗。给朕过来，给你脸了是吧？朱由馥怒斥道。岛国嫔妃只能无奈地向前。啪！朱由馥一巴掌打了过去。听好了，不听朕的话，朕能让你们生不如死，朕以后就是你们的皇。岛国嫔妃捂着脸，瘫坐在地上，泪水直流。给朕过来！朱由馥拍了拍旁边的位置。岛国嫔妃起身之际，被朱由馥一把扑倒。剧烈的喊叫声感觉把房梁上老斑鸠的老命都要带走了，他已经是无法忍受了。他拿起小刀，准备深夜刺杀朱由馥。3小时后，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两金。深夜，老斑鸠小心地从房梁内阁上爬下来，然而朱由馥马上就察觉到了动静。正当老斑鸠靠近之际，朱由馥猛地起身，把老斑鸠下得手上的刀都掉了。随后朱由馥就是一脚，又把老斑鸠半条命都踢没了，然后扯着他扔到寝宫外。看守的士兵马上前来把老斑鸠绑了起来。老斑鸠，让你躲，赶紧压下去，通知全军准备返程。至于那些后宫嫔妃，全部带回去给朕为奴为婢。岭南某家酒楼内，读报人坐在高台上，拿着大明日报，摸了摸他的胡子，侃侃道来。
吴大明皇帝东征倭寇，大胜而归，所以今天的农活有倭奴帮我们干，我们都能来喝早茶。众听客纷纷鼓掌喝道：好！倭奴这东西，一名媛一个，真的是耐用，给他吃点东西，干活老积极了。是啊，买个女的倭奴，我们也能体验当王侯将相的感觉。别说了，现在有了土地，还不用自己干活，丰衣足食的，可能几千年以来就我们这会的生活最好。底下的听众纷纷讨论，边吃边喝，桌子上的美食应有尽有，有饺子、炒面、桂花糕、瘦肉粥、凤爪等等。小二，今天的新闻这么吉利，赏1两银子给这个读报人。老板心满意足地说道。这几年他的茶楼从5桌扩展到20桌，到如今更是50桌，赚的是盆满钵满。小二听到吩咐后，跑上高台，替读报人把杯中茶加满，然后把赏钱放在案台上。读报人看到这么多的赏银，马上积极起来。只听读报人一敲案台，大声喊道：下一条！这次大战后，西方列强瑟瑟发抖，把大明皇帝称为亚细亚魔王，谁都不敢惹大明。我补充一下，这里的亚细亚就是指我们脚下这片大陆。台下又迎来一阵叫好声。以前天天欺负我们，现在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一位听众刚说完，就喝了一口酒楼特制的咸骨粥，这美味别提有多香。以前还天天卖鸦骗害我们，这几年周围村子里面吸鸦片的都去改造了，偷偷抢抢的事情都少了。一位女听众议论道，说罢吃了一口她最爱的桂花糕，清香扑鼻而来。快继续，还要听，我加1名脚赏银。底下一位观众喝道。读报人心想，这下子真的是发财了，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是选对了。来，下一条，广州动物园开张，在这里还能看到南州的袋鼠、考拉。报纸里面有图，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些动物，各位客官可以拿起桌子上的《大明日报》看看图。众听客纷纷翻看，翻报的嘶声响遍整个酒楼。这个动物真的是闻所未闻，真的是兰心之大，无奇不有啊！爹爹，能不能带我去动物园看看？我想看袋鼠。一小孩恳求道。乖了，广州离我们太远了，骑马去很不方便的。男子摸了摸小孩的头。读报人似乎发现了这一幕。来，下一条更劲爆，去广州须臾可至，铁路要修过来了，1名分的钱就可以到广州了。台下观众听到这条劲爆的消息，纷纷喝彩。这样说，是不是我们可能成为传说中的拆迁户？之前你上海的老表，就是铁路要经过他的房子，给他赔了很多钱。一女听众扯了扯她丈夫的衣服。是啊，这下子我们也可能发财了。男子满脸笑容，还在做着发财梦。有了火车，以后我们现代人就多了一种生活方式，大家管这个叫旅游，就是出去其他的地方玩。读报人高声喝道。好。台下响起响亮的掌声。压轴时刻来了，皇上写的大明更新了一章，来听我细细道来。突然外面雷声轰隆，各位客官，要下雨了，赶紧回家收衣服了。店小二大喊。然而台下的听众毫无动静。我家有倭奴，他们会去收衣服的，急什么？听书重要。读报人不要走神，快念。台下观众喝道。好，今天更新的章节是土木堡之变。话说王振这个太监为了实现个人衣锦还乡的美梦，带着大军回老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啪！读报人一拍案台，结束了今天的工作。第74章抢王妃。怎么能少了我？这次东征岛国后，大明的军舰成了运奴船，将这些倭奴运向每个地方，而岛国的嫔妃则全部成了猪油父皇宫里的奴婢，有时候看上了哪个就顺便充值一下。这个老斑鸠，你可以说他别的不行，但是挑女人的眼光是真的可以，从这些人均1.4米的人口中，还能挑出一堆1.6米以上甚至1.7米的，而且身材和样貌都过得去。这下子众皇妃又有了不少奴婢可以用，生活更滋润了。朱由馥一回到紫禁城，就到书房准备看看近期的奏折。突然李文娜冲了进来，就跪在地上，双眼湿润，她的肚子明显已经开始大了。爱妃，所为何事？小心身体，别伤着了朕的龙子。朱由馥走上前，连忙扶起李文娜。禀皇上，臣妾老家爆发了起义，形势紧张，江山随时可能易主。李文娜边说边哭。爱妃，你先别急，慢慢道来，此事事关重大，朕会帮你的。朱由馥扶着李文娜坐下。原来当下高丽爆发了农民起义，而且规模比较广，而高丽国军且战且退，整个朝局动荡。爱妃放心吧，朕只要派一丁点军队，就能帮你们平定叛乱。朱由馥安慰道。传令兵马上召杨秀清面圣。朱由馥高声喊道。传令兵快步疾走。听到朱由馥的话，李文娜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也就退下了。杨秀清很快跑来，拱手道：“禀皇上，微臣已到。高丽动荡，现在是出兵的好时候，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东北军区，你迅速组织部队，带1个军的兵力就足够了，半个月后启程。”朱由馥一挥手，杨秀清便退下了。这次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朱由馥也不想天天坐在书房批奏折，难得穿越过来，穿越前还没出过国旅游，现在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半个月后，朱由馥和各皇妃深入交流了一番，准备踏上新的征程。紫禁城内，众将领，这次朕将东征高丽，你们一定要把补给准备好。现在我们有了火车了，你们可不能拖朕的后腿。朱由馥坐在龙椅上，俯视众大臣。林则徐、左宗棠等人知道朱由馥的性子，他说要亲征，谁都拦不住。禀皇上，请放心，现在东北粮食充足，可以满足大军出征。林则徐拱手道：“很好。杨秀清，队伍集结好了吗？”朱由馥看向杨秀清：“禀皇上，大军已在边境集合完毕，待你一声令下，就可以跨过绿江。”杨秀清向前一步，拱手说道：“你随我一起上火车，3天后正式出征。这次大军不能声张，要出其不意。”朱由馥一挥手，示意众大臣退朝。高丽西城内，大明军队已经悄然靠近，这里农民军武器非常落后，甚至连大刀都没配备齐。为了摸清楚高丽现在的情况，朱由馥和杨秀清乔装打扮，混进了农民军的队伍，顺便体验一把当农民军的快乐。这时，农民军是刚拿下西城，正准备清算这里面的皇家贵族，一支大部队急匆匆地前往西王府，朱由馥也在队伍里面。兄弟，今天我们有福了，我们准备要去抢王妃。据说此人是西城第1美人，可怜当时的王爷还没碰她，就一命呜呼了。一位农民兵和朱由馥说道：“我去，这么猛，那抢了之后呢？”朱由馥狡黠地笑道：“你是新来的吧？那肯定是给我们的首领享受啊！首领就在队伍的前方，一会冲进王府，看到什么好看的婢女，我们也能拿几个。”旁边的另外一个农民兵得意地说道：“这么爽，那我们一会得尽尽力了。”朱由馥听后笑道，并暗示身边的杨秀清随时做好准备。他们加快脚步，很快就来到了西王府前。王府大门紧闭，守卫们已经投降。农民兵们一拥而上，破门而入。朱由馥也跟着他们冲进王府。他们迅速控制了王府，将王府内的宫女、家丁全部围困在王府大厅。农民兵们兴奋地寻找着目标，看到好看的婢女就准备抢走。朱由馥则在一旁观察着，等待着首领的到来。不久后，众农民兵随着首领来到了王府大厅，全部人看着坐在中央的王妃都目瞪口呆，世间竟有如此美人。皮肤不是一般的白，前凸后翘，跟电视剧中的女主角一个样，怪不得被称为西城第1美女。农民兵首领一眼就看中了王妃，旁边的婢女和家丁瑟瑟发抖，都不敢反抗。而王妃则怒目圆视，她把小刀藏在身后，准备玉石俱焚。美人啊，把你抓住后，每天我要折磨你100遍。说罢，农民兵首领扑了过去。说时迟，这时快，朱由馥一个飞踢，把首领踢倒了在了一边。这一幕让在场的全部人都震惊了。首领见状，瞬间暴怒，拔出大刀：“哪来的小兵，不要命了！”朱由馥站在王妃身前，说道：“既然是抢王妃，凭什么只能让你一个老东西抢？小爷我今天也要抢一把！”首领一挥手，全体农民兵拔出武器，准备要把朱由馥吃了。背后的王妃也震惊，哪来的傻小子？这年头还学别人英雄救美，有点意思。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朱由馥一挥手，大明的军队纷纷冲进王府大厅，举着步枪和轻机枪对着众人。杨秀清也迅速掏出手枪，指向首领的脑袋，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王妃吓得手上的小刀都快掉了，缓过神来，她意识到这肯定是大明的军队，她听李文娜描述过。农民兵首领的脸上的愤怒瞬间没了，他也认得眼前的武器是枪，不是他们的刀能打得过的。小兄弟，都是误会，都是误会，王妃归你，我们后会有期可以吗？刀枪无眼啊，能不能让这位兄弟放下枪先？农民兵首领满脸笑容，很客气地说道。见首领态度转变，在场的农民兵全部放下手中的武器。老东西，一把年纪不学好，跟小爷抢妞。朱由馥走到他面前，狠狠地敲了一下他的头，责怪到背后的王妃听到这句话，差点笑了出来。这个小白脸怕是大明的一个将军，不简单。大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你饶小人一命，以后让小的做牛做马都可以啊。首领连忙道歉，听你这句话是可以饶你一命，你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的副将，就可活命，好自为之。朱由馥一挥手，让士兵把这群乌合之众全部压了下去。王妃也示意让下人全部退下，他要会一会这个将军。王妃知道朱由馥并没有恶意，于是客气地说道：“感谢小郎君舍命相救，救命之恩，
王府上下无以为报。朱由馥转过身，语气有点戏谑：“你没听到我刚刚说的吗？我是来抢王妃的。小郎君，别开玩笑了，老娘跟你在一块，别人都要说我老牛吃嫩草。”王妃笑了笑说道：“我猜，你们定是大明前来支援我们的。”王妃话音刚落，朱由馥大步向前，抓起王妃的手臂，双眼和她对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你，你要记住，是我救了你们，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了，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王妃双脸通红，从母胎至今，她还没像今天这样接触男人。当初王爷娶她，还没见面就驾鹤西去了。你可知我是和你们大明皇族的关系？王妃弱弱地说道：“不管你是谁，今晚在房间里等我。你们不听话，我一声令下，就可能把你们全部灭了。”朱由馥贴着王妃的耳朵说道：“大明军队直接把西城的农民兵首领带住了，西城的农民军自然就全部投降了，并将他们的下一个进攻计划、兵力部署情况通通交代。”深夜，朱由馥部署好新的作战计划后，就趁着夜色进了王府。王府大门还没修好，一推就开了，下人都没在，显然是早有准备。推开王妃寝宫一看，朱由馥愣住了。住在床上的王妃穿着不可描述的衣服，让他看着内心汹涌澎湃。“你这个衣服哪里来的？”朱由馥关上门，心里想着，真会玩，是我那个还未见面的王爷派人给我的，让我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穿，结果没等到那天。王妃双脸通红，低头说道：“不错，我喜欢。”朱由馥通过读心术也看出了王妃那颗躁动的心。“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朱由馥没有回答。然而这次先是响起了朱由馥的叫声，场景过于混乱，无法描述。“不管你是什么人，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叮！恭喜主角开枝散叶成功，成功充值10万两金，并成功升级系统。定睛一看，商城里的商品全部升级了，连蘑菇坛都有了，就是比较贵，1000万两金买不起。还有星际战舰，这又是什么鬼？好就好在现在还有各种小商品，连家电都应有尽有，这下子可以改善生活了。第二天，张柳、王妃扶着朱由馥，朱由馥扶着腰走出了王府。看来有兵王属性还待升级。杨秀清见王妃和朱由馥摆着这东西从王府出来，拱手道：“恭喜皇上喜提皇妃。”皇上。张柳一听，先是吓了一跳，然后脸顿时红了起来。这下子岂不是和李文娜成了一样的妃子？他之前和李文娜感情还是挺好的。安城的作战部署的怎么样了？杨秀清恭敬地回答：“禀皇上，大军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朱由馥点了点头，沉声说道：“好的，我们即刻出发攻打安城。”臣领命。皇上，这些降兵怎么处置？这些都是些苦命人，收缴兵器，给他们分点土地，让他们过安生日子吧。朱由馥挥手示意，让杨秀清去传达军令。爱妃，你就在这里等我，后面我会把你接回我的皇宫。朱由馥转身说道：“小郎官，能不能让我跟着你去？”张柳这刚发现了新大陆，有点舍不得朱由馥，用手挽着朱由馥的胳膊：“哪有人拖家带小出征的？你等我一下，等结束后我陪你在西城住上几天行不？”朱由馥拍了拍张柳的手：“行了，小郎官，保重身体了。”张柳妩媚地说道，说罢便拍了拍朱由馥的腰。一时间，大军整装待发。根据这里投降农民兵的战报，农民军的大本营就在平城，而且他们还准备攻打汉城。平城农民军大本营内，通讯兵急匆匆地闯入，脸色慌张地报告：“报！刚刚收到情报，西城已被大明军队占领，而且明军有南下的趋势。”听到这则消息后，赵立猛地站起身，脸色铁青，双手紧握。他带领的农民军队现在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但是他很清楚，他们绝对不是明军的对手。现在是腹背受敌，去和大明打，无疑是以卵击石。我们只能往南走，集结部队攻打汉城。军师拱手说道。赵立沉默片刻，深吸一口气，无奈地点了点头。他心中明白，军师所言非虚。面对大明这样的庞然大物，他们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打汉城可能是唯一的活路。传令兵！赵立大声喝道。一个年轻的士兵立刻应声而出，挺直胸膛，眼神坚定地看着赵立，立刻传令全军准备撤离平城，目标汉城。随着这道命令的下达，整个大本营迅速动了起来。士兵们忙碌地整理行装，准备撤离，将领们则围坐一起商讨接下来的战略。虽然面临困境，但农民军的士气并未受到太大打击，汉城这一仗他们还是信心满满。随着号角的响起，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开始有序地撤离平城，他们将装备物资紧随其后，快速向南进军。汉城的方向已经清晰可见，而他们必须尽快到达那里。当朱由馥带领大军抵达平城时，这里已经成了一座空城。看来
明军的介入加快了农民军和国军的决战。此时汉城守卫战已经打响，汉城方面空气中弥漫着浓烟和火药味，城墙上下双方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他们用火绳枪、刀剑、长矛和拳头进行殊死搏斗，场面极为惨烈。一些士兵被敌人杀死，倒在了血泊之中，而另一些士兵则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只为了能够占领城墙。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支农民军突击队趁机从侧翼发起攻击，试图打开城墙的缺口。他们顶着箭雨和炮火，奋力向前冲锋。最终，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他们成功地占领了城墙的一角。然而，国军一方并未放弃抵抗，他们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发起了反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双方展开了生死搏斗，谁也不肯退让。这场攻城战持续了整整一天。由于农民军比国军更加不要命，士气更加旺盛，国军大败。战场上留下了无数具尸体和残破的武器，农民军开始了一轮血腥的屠杀，正如当年李自成进京一样。平城内，大明的军队正在进行休整，准备向下一座城池进发。突然，一名传令兵急匆匆地冲进主将的营帐，带来了新的战报。报，禀告皇上，刚刚收到的消息，农民军已经攻占了汉城。朱由馥想了想，这个结果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只是意想不到的是，这支国军竟然这么惨。杨秀清，你怎么看？朱由馥问。杨秀清沉默片刻，然后说：禀皇上，虽然汉城失守有些出乎意料，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未必是坏事。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名正言顺地拿下整个地区。朱由馥听了杨秀清的建议，点了点头。他明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继续扩大大明的版图。好，命令全军做好准备，我们立即出发，前往汉城。朱由馥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汉城内，赵立已经彻底飘了，毕竟现在自己的军队这妖牛，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大明军队的厉害。他坐在龙椅上，还在做着春秋大梦。禀大王，大明的军队可能很快就到了，我们要想好策略。军师提醒道。大明的军队一直传得很厉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打一下，我们怎么知道这虚实？我们连国军都打得赢，我看这个明军也未必是我们对手。赵立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摆出一副还要准备暴打大明军队的架势。报，禀大王，皇家的人已经屠尽，只剩下你说要留下来的双胞胎了，正软禁在宫内。一位将军也跑了进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甚好，甚好。赵立笑容满面。这对双胞胎是国军将领的女儿，赵立破城的时候看上了，偷偷把人藏了起来，准备占有这对双胞胎，满足他的欲望。然而就在赵立准备去找双胞胎的之际，突然响起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随后一名传令兵冲进宫殿，带来了一个紧急的消息。报，禀告大王，大明的军队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正向我们这里冲过来。赵立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这一句报告把他的春秋大梦惊醒了。他们没有想到大明的军队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攻势如此猛烈，自己的大军明明战斗力是这么的强。军师，我们现在怎么办？赵立焦急地问道。军师没有回答，他正在思考着应对之策。他知道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如果不能迅速采取行动，整个汉城都有可能失守。传令全军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军师大声命令道。然而大明的军队犹如狂风暴雨一般，不可阻挡。外面已是战鼓隆隆，烽火连天，大明的军队如同一股洪流涌向汉城的城门。赵立的军队虽然士气旺盛，但是在大明的军队先进的武器面前，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冲啊！随我杀进汉城宫殿！杨秀清大喊。大砰砰砰！前面挡路的农民兵被打得血肉横开，完全没有防守之力。赵立站在宫墙上，眼睁睁地看着大明的军队马上冲进宫内。他心中充满了绝望，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挽回败局。赵立心中充满了悔恨，他知道自己过于轻敌了。他还以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够战胜大明军队了，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自己的骄傲自大让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旁边的军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大王，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赵立点了点头，他明白军师说的是对的。报，禀大王，宫殿已经被包围，明军这次是从四面八方杀过来，我们的防线全部都被攻破了。一名将军跑上宫墙，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这明军是恶魔吗？还是说老天爷要亡我？赵立仰天长叹，万念俱灰。很快，大明军队俘虏了全部农民军，包括赵立。这场梦幻的泡影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现实戳破了。
士兵在寝宫内发现了被绑住的双胞胎，他们马上意识到这回应该马上告知他们的皇上。朱由馥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激动，听说有2个美人被绑在了床上。打开寝宫的大门，朱由馥也被这2位女子的容貌惊叹，2个几乎长得一致，看脸是18岁，肌肤是光滑细腻，透着淡淡的红润，看脖子以下却是相当成熟，让人有点不可思议。一双长腿配上前前后后的几座大山，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怪不得赵丽看了一眼就把持不住。朱由馥取下了2人嘴中的色嘴布，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里？2个双胞胎见状也是大惊失色。我们本是将领之后，后来被农民兵俘虏了，求求你救救我们。2人说话同步，眼睛湿润，这张小脸蛋让朱由馥看得都有点心疼。你们怎么说话都一致，这么神奇的吗？朱由馥好奇地问道。他们2个见朱由馥好像没有恶意，继续和朱由馥交流。我们是心连心的，一个人受到痛苦，另外一个人也能感受到。这样不如赌一把，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我就帮你们松绑，放了你们。朱由馥坏笑道。啊，怎么赌？我们兜的都是实话。只见朱由馥从床上把其中一个美女抱下了床，然后用布堵住床上那位美女的嘴，拉上床帘。过了一小会，床下的美女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原来朱由馥在挠美女的脚。朱由馥从床帘中探出头一看，看着床下美女的表情，可以判断这个心连心是真的。本来以为世间不可能有心连心这东西，这下子看来是大意了。好吧，朕放过你们了，趁朕还没改变主意，你们赶紧回家吧。原来刚刚朱由馥是在床帘里不断抓美女的腿底，朱由馥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随即帮这2位美女松绑。我们的家被农民军毁了，家人都被杀了，我们现在没家了。2位美女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你们2个叫什么名字？朱由馥温和地问道。我叫晨儿，我是姐，我妹叫双儿，你又叫什么名字？朱由馥心想，好是成双对吧？我叫朱由馥，我是大明的皇帝。大明？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魔王？我们听说过你的大名。晨儿和双儿一脸震惊，不过这也是个好事，看着朱由夫人也挺好，没有像赵丽一般，如果能让皇帝收留，以后的生活也有保障。我们现在无家可归了，你能不能收留我们？2人缓过神来，恳求道。朱由馥心想，既然都这么问了，好像也有道理，他们也没地方可以去了，把他们收下了当皇妃，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去处。可以是可以，但是在我的宫内住着的都是我的女人，你们可得想清楚了，如果你们来了，就得成为我的妃子。朱由馥坏笑道，看来这次又可以充值系统。什么叫做成为你的妃子？只要能在乱世中保住我们2个的性命，还有就是能吃上饱饭，我们都愿意。家被毁了，这对双胞胎好像已经别无选择了，大明皇宫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朱由馥读了这2个人的内心，他们对朱由馥也是蛮有好感的，也读到了他们想被收留的想法。没事的，成为朕的妃子，朕以后会好好对你们的，大明皇宫以后就是你们的家。朱由馥靠近2人，轻声说道。啊，那怎么才能成为你的妃子？看来这2位美女还是一张白纸。叮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两金，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两金，恭喜主角解锁新技能异性心锁，只要手掌触碰异性额头，就能让异性死心塌地的爱上自己。好家伙，朱由馥不仅发了一波财，还解锁了一个这么有用的技能，以后岂不是想怎么冲就怎么冲？翌日，朱由馥走出寝宫，传令兵马上通知各将领到大殿议事。朱由馥高声喊道。传令兵不敢怠慢，迅速传达了皇帝的命令。大殿内，各位将领，我们刚刚收复一个新的地区，但如何管理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商讨。朱由馥严肃地说道。陛下，我认为应该搞土地革命，只要归顺大明，人人都能分得土地，老百姓有了土地，谁还会造反？杨秀清建议道。朱由馥听了，微微点头，表示赞同。很好，这是个好主意，只有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他们才会真心拥护我们。好几个将领在一旁默默观察着，心中不禁好奇，为何朱由馥对待这个新收复地区和岛国的态度截然不同？岛国可是全成了倭奴，最后移民了一些大明子民管理这个地方。不过他并没有多问，毕竟这是皇帝的决策，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去西城一趟，去调研一下情况，然后再打道回府。朱由馥决断地说道。臣等遵命。众将领齐声应道，他们准备充分，随时准备执行皇帝的命令。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红红火火地进行着，整个地区的老百姓都炸裂了，活了这么多年，头一次听说能让老百姓都分到土地。朱由馥离开的那一天，整个汉城的百姓自发地跪在道路两旁，恭送他离开。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感激和敬仰。朱由父端坐在马背上，他向百姓们挥手致意，心中满是感慨。百姓果然是历史上比较单纯的群体。在百姓们的欢呼声中，朱由父离开了汉城。随后在西城缠绵了几天过后，朱由父带着3个皇妃返回紫禁城。系统商城升级后，里面的商品应有尽有。朱由父第一想到的就是改善一下紫禁城的生活水平。朱由父决定引入电厂的电，以提供稳定的电力。他通过系统商城购买了变压器，确保电流能够安全地输送到紫禁城的每一个角落。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宫内的电力供应状况，为各种电器设备的运行提供了保障。朱由父添置了空调和电热毯，在寒冷的冬季能持续供暖，而在炎热的夏季也不用外出避暑了。这种舒适的温度调节让紫禁城内的生活更加宜人，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日常生活，都能保持最佳状态。朱由父还购买了冰箱，使得在炎炎夏日里能够享受到冰凉的饮料。可乐、雪碧等现代饮品也一并引入，为皇室成员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体验。此外，他还引进了杨枝甘露、奶茶等甜品，让紫禁城内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看着冰箱里面琳琅满目的饮料，众皇妃都感觉十分新奇，纷纷试试味道。我的天啊，世间竟有如此好喝的饮品，浓浓的奶味，淡淡的茶香，绝了！沈雨露喝了一口奶茶，心都化了。这个也是玉露琼浆，各种水果味，让人停不下来。玛丽尝了一下杨枝甘露，发出感慨。还有这个黑色的水，甜甜的，喝了还有气跑出来，这体验很神奇。王欣喝了一口可乐，惊叹道：老朱搞的这些东西太牛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知道的真以为他是天上的神仙。娱乐方面，朱由父特意添置了几台电动台麻将机，紫禁城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朱由父很快就教会众皇妃玩麻将，皇妃们穿着华丽的旗袍，戴着璀璨的首饰，举止优雅。他们一边搓着麻将，一边轻声细语，交流着宫中的趣闻轶事。麻将的碰撞声和他们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美妙的乐章。穆青的手指轻轻划过麻将牌，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他果断地打出一张牌，自信地说道：6万。玛丽微微一笑，轻声道：碰。随着麻将的起起落落，筹码也在不断积累。皇妃们时而紧张地观察着牌局，时而轻松地谈笑风生，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这间宫室成为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小天地。还有就是电灯，当夜幕降临，紫禁城内亮起了璀璨的灯光。朱由父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眺望着整个皇宫。宫墙内一盏盏电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将整个宫殿照得如同白昼。灯光映衬着琉璃瓦，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辉，美轮美奂。朱由父满意地点点头，心中感慨万分。自从他引入电灯设备，紫禁城内的夜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高悬的电灯不仅照亮了宫殿的每一个角落，还为宫中的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光明。朱由父转身走下城墙，信步走进一间宫室。皇妃们早已等候在那里，脸上洋溢着期待的表情。朱由父微笑着说道：今夜让我们一同庆祝这个光明之夜。众人齐声欢呼，宫室内充满了欢声笑语。朱由父坐下来，与皇妃们一同搓起了麻将。电灯的光芒映照在他们的脸上，每个人的笑容都显得格外灿烂。新系统的升级似乎一夜间让朱由父一家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仁同2年，大明宫内的喜讯不断。李文娜已经顺利诞下了龙子，为大明帝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一年，岛花、张柳、橙、双儿的产期也意外地赶在了一起，这使得紫禁城的气氛异常紧张而又充满了期待。雅灭蝶！岛花痛苦地喊着，双手紧紧抓着床沿，汗水浸透了她的衣衫。她的脸色苍白如纸，仿佛经历着一场生死搏斗。疼，好疼啊！救命啊！张柳也紧闭着双眼，声音中充满了无助和恐惧。他的双手紧紧抓着床单，指节都已经发白。而晨儿和双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他们尽量保持着镇定和坚强，但分娩的痛苦和紧张仍然让他们的身体微微颤抖。大明宫内的御医和接生婆们忙碌地穿梭在4间产房之间，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紧张的神情。这不仅是因为4位皇子将同时降生，更因为这关系到帝国未来的命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大明宫内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宫女们紧张地准备着各种用品，女娲们则时刻关注着产房内的动静，准备随时传递消息。帝国的官员们也在宫外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4个即将诞生的皇子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天边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雷声隆隆，瓢泼大雨瞬间倾盆而下，仿佛要将整个紫禁城淹没。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似乎预示着未来将会有不平凡的事情发生。在雨中，大
大明宫的守卫们紧张地巡视着每一个角落，确保一切安全。而宫内的人们则围在4位皇子的诞生之地，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在接生婆和御医的努力下，4个皇子终于平安降生。他们的哭声响彻整个大明宫，似乎在宣告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叮叮叮叮，连续4下的充值获得叠加效果，充值了100万两金，让朱由馥的商城资金富得流油。紫禁城里的众人欢呼雀跃，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而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也在此时渐渐停歇，阳光重新照耀在宫殿的金顶上，映照出一片灿烂的光辉。然而在外新安岭一带却并不太平，这里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园。然而这片土地的宁静被一支毛熊国的军队打破了。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身披铁甲，手持枪支，一看就知道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他们如同一股黑色的旋风席卷而来，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闯入边境村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庄里的居民们惊恐万分，纷纷逃往深山老林之中。房屋被焚毁，庄稼被践踏，连天上的鸟儿也仿佛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悲惨气息，纷纷飞走。当毛熊国军队闯入边境村庄时，大明军队迅速做出反应，率领部队赶往支援。然而当大明他们赶到村庄时，毛熊国军队已经离开。村庄到处是破败不堪的景象，居民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大明士兵看着眼前的惨状，心中十分悲痛，马上将情况汇报到了紫禁城。想不到在这个时候还有军队敢掠夺大明老百姓。各位将领，说说吧，如何才能让这些国家彻底知道大明的可怕？朱由馥脸色铁青，禀皇上，自古以来边界地带都是争议摩擦不断，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时有发生。毛熊国是大国，臣认为可以以谈判为主。胡林翼拱手说道，禀皇上，如果这次妥协了，那么下一次毛熊国的军队还是会赶来，不打一场大战，永远不会有和平。林则徐拱手说道，众大臣，大明不是大清，现在连日不落国都忌惮我们几分，现在他一个毛熊国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我大明百姓，这种事不能忍。你们还是太仁慈了，这个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绝，对毛熊国发动全面战争。朱由馥的这句话掷地有声，让在场的全部将领为之震惊。魏源，朱由馥的声音在朝堂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魏源急忙趋前，低头回应，臣在。你战书，大明向毛熊国全面宣战。朱由馥的命令简短而有力，臣遵旨。魏源沉声应道，心中却是波涛起伏。朱由馥端坐在龙椅上，眼神深邃地扫过大殿中的群臣，开口问道，诸位大臣，对于此次与毛熊国的战争，你们有何高见？杨秀清率先出列，沉声说道，毛熊国乃泱泱大国，其军队规模庞大，高达100万之众，我军与之对峙，务必慎之又慎。左宗棠捋着胡须，缓缓说道，东部地区地势平坦，适宜大军作战。毛熊国在东部的军队数量较少，我军可集中优势兵力，力争在东部打开局面。朱由馥微微点头，说道，东部是要打，但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全面战争。禀皇上，我们可以先从东部下手，将毛熊国的军队吸引到东部，然后再从西部和中部一起发起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林则徐向前一步，拱手说道，林都督说的在理，那其他大臣了，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有问题要提出来的？朱由馥环视一圈，目光落在胡林翼身上，他脸上的表情是骗不了人的，显然话梗在喉。胡林翼也发现了朱由馥的目光，满脸忧愁地坦言道，禀皇上，自古以来这么多帝王，没有一个人能打到过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些未知的地区，我们缺乏详细的地图和数据，甚至连那边的山有多高，平原有多宽都一无所知，这无疑给我们的战争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朱由馥听后眉头微皱，深知胡林翼所言非虚，他需要慎重考虑这场全面战争的每一个细节，以确保大明的未来。他扫视一圈，目光落在左宗棠身上，询问道，左卿家，你有何高见？左宗棠深知皇上的忧虑，他缓缓开口，皇上，胡军长所言确实重要，然而正因为这些地区对我朝来说较为陌生，我们对毛熊国可能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替我们的后代子孙把这块的地图画好。朱由馥听后笑了笑，说得好，替后世子孙把这块地图画好，就这么定了。这次东部的战场由东北军区负责，西北部的战场由西北军区负责，左宗棠和杨秀清2位军长，这次辛苦你们了。同时朕也会亲征。朱由馥心想，这2次亲征高丽和岛国的收获颇丰，他也想体验一下这个高寒地区的美女。
对于朱由馥亲征的这个事，众大臣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这次没有大臣反驳。另外，这次对战毛熊国定是一场大战，大明指挥部全体成员一定要分析瞬时情况，时刻保持与大军通信。为了打好这次的战争，我还准备了2件大杀器，就在宫殿外，众大臣随我一起去学习学习如何使用。说到这里，众大臣今天来上朝的时候，确实是见到2个带着金属外观和轮子的东西。说罢，朱由馥领着各大臣走出宫殿。在宫殿之外，2辆机械之兽静静伫立，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神物。它们一黑一银，表面光滑如镜，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的光泽。一辆汽车乘流线行，车身修长，仿佛一只铁甲巨兽。它4轮转动，车头昂扬，散发着沉稳而威严的气息，车灯犹如猛兽的双眼，发出冷冽的光芒，令人望而生畏。另一辆摩托车则更为紧凑，造型独特。它的车轮细长，仿佛2条蜿蜒的蛇，车尾的排气管如同猛兽的獠牙，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摩托车的车身线条流畅，展示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动感和速度感。这2辆机械之兽的出现引起了众大臣的瞩目，大臣们纷纷议论着，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好奇、惊叹和畏惧的表情。这些机械之兽对于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事物，他们的出现无疑打破了世界的平静。皇上，这是何物？有何用途？林则徐忍不住发出疑问。这2件机械看着着实不简单。这个大的叫汽车，这东西和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一样，可以用来运送物资，甚至是装备。小的叫摩托车，可以代替我们的战马，这2个都可以日行千里。朱由馥解释道。众大臣听了也是大吃一惊。禀皇上，这个看起来这么重，用马都不一定拉得动，是如何用来拉物资的？左宗棠满脸疑问，也忍不住问了一句。朱由馥指着这汽车对大臣们说道，它能自己跑的，朕仪会给你们示范一下。朱由馥详细解释了汽车的原理，如何启动、加速、刹车等，大臣们面露困惑。朱由馥走到汽车旁，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室，他展示如何启动发动机，踩下油门以及操作方向盘。大臣们纷纷围在车旁，好奇地探头张望。来，你们让一下，汽车要启动了。朱由馥坐进驾驶室，将手放在点火按钮上，轻轻一按，发动机轰鸣声响起。众大臣吓得连忙后退几步，生怕被这怪兽伤到。大家不要怕，这是汽车启动的声音。朱由馥安抚道。接着他踩下油门，汽车缓缓地向前移动。大臣们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朱由馥驾驶着汽车在殿外上转了一圈，大臣们的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接着朱由馥停下车，向大臣们解释道，这辆汽车可以运送大量物资，甚至可以装备火炮等重武器，比传统的马车更加便捷和快速。众大臣纷纷点头表示理解。接下来朱由馥走到摩托车旁，跨上摩托车，展示如何启动和驾驶。大臣们惊叹不已，纷纷表示从未见过这样的神奇之物。朱由馥身穿黄袍，骑在摩托车上显得格外拉风。他双手紧握车把，身体微微前倾，眼神坚定地注视着前方。摩托车的发动机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与风儿呼啸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在演奏着一曲激昂的交响乐。大臣们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帝骑摩托车的英姿，他们的脸上既有惊讶，也有敬佩。朱由馥的摩托车技非常熟练，他时而疾驰，时而转弯，身姿矫健，如同一道闪电在广场上划过。朱由馥骑着摩托车在殿外上尽情驰骋，仿佛在释放内心的激情与力量。这个开起来很帅，一位大臣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当朱由馥骑着摩托车回到大臣们面前时，他们纷纷鼓掌欢呼，为皇帝的英勇气概喝彩。朱由馥解释道，这辆摩托车可以代替战马，在战场上快速传递信息，侦察敌情，甚至冲锋追击，它比马更加灵活和方便。史官看到这一幕，更是大笔一挥。大明皇上今天驯服了钢铁猛兽，神勇异常，真乃神人也。一位胆大的大臣问道，皇上，这些机械如此神奇，您是如何学会的呢？朱由馥微微一笑道，朕有专门的技师教导，经过多日的练习方能掌握。这些机械虽然新奇，但只要用心学习，你们也能掌握。皇上，还有旁边这2个钢铁桶又是有什么用的？胡林翼问道。这个里面装着的叫柴油，就是这2个钢铁巨兽要吃的米饭。朱由馥邀请大臣们轮流尝试驾驶汽车和摩托车。起初大臣们显得有些生疏，但在朱由馥耐心指导下，他们逐渐掌握了技巧。广场上回，朱由馥荡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我为这次的大战准备了500台汽车和1000台摩托车。杨秀清和左宗棠2位军长要马上让士兵学会如何使用，其他军长也要带着士兵学。朱由馥命令道。臣遵命。众将领异口同声的回答。
墨城指挥部内，毛熊国国王听到士兵骚扰大明边界的消息后，整个人都慌了。这些士兵这是要造反啊！没有命令就敢去滋扰大明。那个亚细亚魔王现在是出了名的狠，到底怎么回事？毛熊国国王暴怒，禀我王，边疆将领反映，他们粮饷被拖欠，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的部分，所以迫不得已才这么干。一位大臣说道。毛熊国国王满脸愁容，一群蠢货，谁都不惹，偏偏惹这个不要命的，这下子麻烦可大了。大王，自古以来，边界地区发生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不至于因为这个小事跟我们拼命吧？一位大臣安慰道。报！通讯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将一份战报呈到了毛熊国国王手上。毛熊国国王的手颤抖着，手中的战报仿佛有1000斤重，他艰难地阅读着，脸色越来越苍白。大明国皇帝致毛熊国国王，尔等侵犯我边境，无理挑衅，现下令，我大明将领兵踏平毛熊国，不留寸土。国王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抬头看向众人，声音有些颤抖。这个亚细亚魔王真的疯了，怎么办？大臣们面面相觑，一时间无人敢出声。我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位老臣挺身而出，我们必须立刻组织军队，准备迎战大明军队。可是大明的军队战斗力是出了名的强，我们的武器装备跟不上，这样打起来是场硬仗。另一位大臣担忧地说道。那也不能就这样任人宰割。老臣激动地说道，我们必须拼死一搏，保卫我们的家园。毛熊国国王深吸一口气，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传我命令，全国动员，准备迎战大明，尤其是东部地区尽快派军支援。外兴安岭地区利用火车运输优势，大明的军队很快集结完毕，在朱由馥的一声令下挺进镊城。而西北军区的部队也已经集结完毕。镊城内，毛熊国的指挥官，一位名叫伊万的军官，他紧张地盯着城外的动静。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大明军队即将进攻的消息。伊万深知大明的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强大力量，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镊城将面临巨大的威胁。于是他立即下令士兵们加强防御工事，工兵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加固城墙，挖掘战壕，设置障碍物。同时更多的士兵被调配到城墙上的关键位置，准备应对大明的进攻。然而由杨秀清率领的精锐部队在汽车的运输下迅速抵达镊城城下时，伊万意识到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有的防御准备。他深知大明军队的先进装备和强大的火力会给镊城带来巨大的威胁。面对紧张的局势，伊万迅速调整战略，他命令士兵们加强城内的警戒，同时组织一支突击队，准备在必要时进行反击。他深知只有通过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才能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镊城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许多居民开始恐慌不安，纷纷涌向城外逃难。在杨秀清的指挥下，大明的炮口对准着镊城的城墙，城墙上的守军瑟瑟发抖，因为大明炮兵的距离明显在他们大炮的射程之外。全体准备，开炮！在杨秀清的一声令下，无数炮弹飞向镊城城墙，轰轰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空气中回荡，炮弹划破空气的尖啸声令人心悸。城墙被密集的炮火不断击中，石头和泥土在爆炸中四散飞溅，烟尘弥漫，遮蔽了城墙和天空。不少士兵还没来得及发出喊声，就被炮火湮灭。城墙上，毛熊国的士兵们紧握火枪，然而发现只能被动挨打，无奈退下城墙寻找掩体。大炮的轰炸声不断在耳边响起，每一次爆炸都带来强烈的震动，让人几乎无法站稳。镊城城墙很快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出现了几个巨大的洞口。这个大炮的威力也太可怕了，城墙看起来都是纸糊的，一下子就千疮百孔了，这还怎么打？毛熊国士兵躲在掩体下瑟瑟发抖。传令兵，让大家不要怕，找好掩体，找好掩体，等待反击。伊万对着传令兵大喊。炮火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即使面对面讲话也必须用力大喊才能让对方听清。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每一个命令，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关键。传令兵深吸一口气，迅速冲进了密集的炮火中，他的身影在烟雾和尘土中若隐若现，每一次跃动都显得格外勇敢。尽管炮弹炸出的弹片四溅，尽管身边不时有战友倒下，但传令兵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冒着生命危险，将伊万的指令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每一位士兵。士兵们听到传令兵的喊话，紧握手中的武器，默默寻找掩体，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反击。有的士兵躲在战壕里，用沙袋和泥土堆成的临时工事保护自己；有的士兵则躲在岩石或大树后面，尽量减少自己的暴露面积。伊万紧紧地盯着战场，心中默默祈祷着反击的机会。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大意。
他时刻关注着战场的动态，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向，同时也不断地与身边的副官交流意见和战术安排。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了，每一秒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紧张感。与此同时，杨秀清也意识到了战局的紧迫性。他深知毛雄国军队躲在城内掩体，如果一味的轰炸并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迅速观察了战场形势，大明军队利用手中的步枪和机关枪在近战中也是具有明显的优势。于是杨秀清果断地发出了冲锋的命令，他紧握手中的步枪，大声呼喊着激励士气的口号：冲啊！为大明老百姓复仇，冲锋！在他的带领下，大明军队如潮水般涌向城墙缺口，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决心。他们手中的步枪和机关枪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大明军队在杨秀清的指挥下，充分发挥了步枪和机关枪的远程火力优势，对敌人进行了密集的扫射。毛雄国军队虽然在掩体后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在大明军队的猛烈攻击下，他们开始显得力不从心。此时，伊万观察了战场形势，发现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迅速组织起士兵，发起了决定性的反击。反击的时间到了，伊万大声喊道，他的声音在战场上回荡，激起了士兵们的斗志。毛雄国军队在反击中显得措手不及，他们没有料到大明军队会发起如此迅速而猛烈的反击，一时间他们陷入了混乱之中，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抵抗。组织起来反击的队伍还没冲出来多久，就被大明的机关枪扫射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只能在地上痛苦地喊叫。双方开始进行激烈的巷战，狭窄的街道上砖石瓦砾散落，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尘土的气息。每一堵墙，每一个转角都可能成为争夺的焦点。大明军队的狙击手隐蔽在制高点上，不断地狙击敌人重要目标，而毛雄国军队也派出精锐的小分队进行反击，试图扭转战局，全都无功而返。大明军队手持步枪和刺刀，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坚定和决绝。他们穿梭在残垣断壁之间，与敌人展开了近身肉搏。每一次刀光剑影的交错，都伴随着士兵们的嘶吼和喘息。毛雄国军队则手持火枪，试图反击。大明军队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战术配合，不断地突破敌人的防线。在杨秀清的指挥下，大明军队展现出了出色的近战技巧和团队协作能力。他们互相掩护，协同进攻，不断地向前推进。毛雄国军队虽然也有一些战斗力顽强的士兵，但在大明军队的猛攻下渐渐败退。毛雄国士兵们的衣服被鲜血染红，他们疲惫不堪，但依然坚守着阵地。每一次冲锋都伴随着惨烈的牺牲和英勇的牺牲精神。将军，我军已经死伤惨重，这些大明的军队太厉害了。副将一脸惨白，对着伊万喊道：当初真不应该惹这个亚细亚魔王，这下子毛雄国要出大事了，通知大家撤退吧，我们要亚城集中。伊万面无表情，这次的惨败让他意识到了大明军队的可怕。在伊万的命令下，毛雄国军队纷纷溃逃，大明军队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喜悦之余，大明士兵们开始打扫战场，救治伤员，修筑工事，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准备。然而，杨秀清发现这里的城市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里有着大量的农奴，而且这里的农奴生活可谓是十分的悲惨。他们没有自由和尊严，只能默默承受着沉重的劳役和剥削。每天早晨天还未亮，便要开始忙碌的劳作。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他们都必须在田野上耕耘、播种、收割，为奴隶主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农产品。他们的双手被磨得粗糙不堪，皮肤被晒得黝黑，身体疲惫不堪。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奴们还要忍受着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有时，奴隶主还会对农奴进行无端的打骂和侮辱，让他们在身心上备受摧残。而且，农奴们的生命在他们眼里是不值钱的，他们没有医疗保障和卫生条件，一旦生病或受伤，往往只能听天由命。许多农奴因为过度劳累和缺乏医疗救治而英年早逝，留下了孤儿寡母和无依无靠的家庭。杨秀清了解清楚情况后，马上向朱由馥汇报，请示如何处理这些农奴。聂城内，杨秀清很快就收到了朱由馥的回复：开展土地革命，解放这些农奴，让他们成为大明的一份子。杨秀清和他的队伍将奴隶主们全部抓了起来，并带到了中心广场。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场公审大会，揭露了奴隶主们的种种罪行。杨秀清知道，不把这些作恶多端的奴隶主干了，奴隶永远不敢反抗。杨秀清站在高台上，向众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讲述了奴隶们的悲惨遭遇，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并号召大家归附大明。演讲结束后，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请问，我们能从军吗？我们想守护分到的土地。
能让我们跟着大明军队一起打奴隶主吗？许多奴隶纷纷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加入杨秀清的队伍，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战。看到这一幕，杨秀清心中充满了希望，迅速成立临时征兵处，让报名入伍的人登记。为了更好地进行这场土地革命，杨秀清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土地登记处，帮助被解放的农奴登记好的土地。土地革命在聂城及周边地区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胜利，许多农奴得到了解放，他们拥有了土地和家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杨秀清和他的队伍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拥护，而且这个事件迅速传播开来，各农奴开始期望大明的军队的尽早降临。毛雄国中部伊尔城外，毛雄国西部的援军开始东进支援。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雄壮的军号声便唤醒了沉睡的毛雄国士兵们。他们迅速起身，整理好自己的装备，开始新一天的行军。行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毛雄国士兵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号声，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前行进。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坚定和决绝，眼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晨风轻轻拂过，带来了远处草木的清香。士兵们感受着这份宁静与庄严，内心也变得肃穆而庄重。随着太阳的升高，行军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士兵们身上的汗水与灰尘交织，但他们的步伐依旧坚定有力。前方带队的是3位将军，2男1女。女将军丽娜的美丽和才华让她在军队中独树一帜，她不仅拥有出色的战略眼光，还善于鼓舞士气。丽娜女将军是长得肤白貌美、大长腿，前后该有的都有。而2位男的很明显就是2个舔狗，紧跟在丽娜身后唯唯诺诺。2只舔狗对丽娜的追求似乎成了公开的秘密，他们各种嘘寒问暖，有时候打打巨款。然而2人都得不到这位好冷女将军的理睬。一只舔狗高大英俊，宛如希腊雕塑般俊美，他总是殷勤地为丽娜送上水袋，关切地问：丽娜，你是否感到口渴？然而丽娜却冷冷地回应：我不渴。他那冷漠的眼神让舔狗如坠冰窖。另一只舔狗截然不同，他性格内敛，行事低调，他默默地关注着丽娜，时常为她准备糕点。当看到丽娜时，他会微笑着递上糕点。丽娜，这是我特意从伊尔城为你买的。然而丽娜却冷淡地回应：我不饿。舔狗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看来无论哪个年代，当舔狗真不容易。朱由馥和左宗棠带领的大明军队已经埋伏在树林中，枪口正对准这支毛雄国队伍。禀皇上，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包围圈。左宗棠小声说道：好的好的，为了打听情报，记得留将军活口。朱由馥用望远镜看到了队伍前方的丽娜，这让他想起新解锁的异性新锁技能，好像还没用。传令兵，马上下令开火。朱由馥迅速命令道。在接到朱由馥的命令后，传令兵迅速地传达了开火的指示。砰砰砰，哒哒哒，刹那间密集的子弹如暴雨般从大明军队的阵地倾泻而出，划破了林间的宁静。随着枪声的回荡，树林中的鸟儿被惊起，它们扑扇着翅膀四散飞去。毛雄国士兵们纷纷中弹倒地，血花四溅。丽娜在队伍前方，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她迅速做出反应。她将身边的几名士兵推开，以保护他们免受子弹的伤害。她的眼神坚定而果敢，面对危机毫不退缩。而2位舔狗马上跑到丽娜的身上，争当保护这位美女将军。朱由馥在后方观看着战场，他深知这场战斗的重要性，如果能够俘虏女将军，或许能从她口中得到更多关于毛雄国的情报，而且还能充值。因此他特别吩咐部下留活口，务必留住将军。朱由馥大声喊道，尽量不要伤害他。在激烈的交火中，大明军队的枪声逐渐压制住了毛雄国队伍的反击。毛雄国队伍的抵抗逐渐减弱，大明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丽娜，我们会掩护你逃跑的。一只舔狗喊道。现在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丽娜，我们要赶紧撤离。另一只舔狗说道。你们没看出来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吗？这样下去根本没法逃，只能光明牺牲了。丽娜冷眼道。都到了这个时候了，2只舔狗连丽娜的好眼色都得不到一个。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大明士兵大喊。毛雄国士兵被吓得瑟瑟发抖。不要怕，跟我一起杀敌！丽娜大喊道。砰！朱由馥一枪打掉了丽娜手中的步枪。我们投降，不要杀我们！2位舔狗为了让丽娜活下去，缴械投降。你们这2个怂包！丽娜怒骂道。大明士兵一拥而上，将3位将军绑了起来，并带到朱由馥面前。2个男的留在原地，这个女的我抓紧去帐篷里面审审，任何人不得进来。朱由馥说罢，便将丽娜拉进了帐篷内。定睛一看，
这位美女将军身高约175厘米，身材匀称修长，曲线优美。她的皮肤白皙细腻，一头浓密的金色长发自然而优雅地垂落在肩膀上，散发出迷人的芬芳。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仿佛能看穿人的心灵，鼻梁高挺，唇红齿白，身材是妥妥的 S 型，怪不得把那2只舔狗迷得欲罢不能。朱由馥摩拳接掌，走到丽娜面前：“你要做什么？”丽娜神情惊恐，丽娜脸颊如熟透的桃子般泛着羞红，尽管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众多的追求者，但她那颗纯真的心却从未为谁开启。至今，丽娜从未交过男朋友，未曾让任何人触碰，可以说是一个小白。朱由馥目光紧紧地盯着丽娜，他的眼神中闪烁着狩猎者的光芒，仿佛一只狮子盯着无助的小羊羔。朱由馥知道，这只小羊羔已经落入他的掌心。朱由馥轻扯着丽娜的衣领，那力道仿佛要将她整个吞噬。是你们先挑起战争，别怪我无情。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像是来自地狱的使者。帐篷内传出的声响犹如一把尖刀，狠狠地挖在外面的2只舔狗身上。帐篷外，2只忠诚的舔狗听闻声响，疯狂大喊：“要杀要剐，冲我来！放过我女神！”作为丽娜的忠实追求者，他们曾发誓要永远守护丽娜，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他们泪水打转，多年来如影随形的守护，却连丽娜的一根手指都未曾触碰过。此刻，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的发展。2只舔狗声嘶力竭的怒吼，甚至咒骂朱由馥：“你这个无耻小人，你杀了我吧！”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他们发誓要为丽娜报仇雪恨，要让朱由馥付出代价。然而此刻的他们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丽娜，希望她能够挺过这一关。3个小时后，丁，恭喜主角成功充值10万两金。朱由馥的兵王属性让这位异国他乡的女将军开启了神奇的体验。我的天，好像忘了用技能了。朱由馥把手放在丽娜额头，叮，异性心锁开启。突然，丽娜的双眼变得炯炯有神，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唤醒。这个技能确实有如此魔力。朱由馥心中暗自赞叹，以后为了大明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技能。帐篷外的2只舔狗喊得喉咙都沙哑了，目光呆滞地看着天空，脸上泪痕清晰可见。刹那间，帐篷里又传来奇怪的声响。大战过后，朱由馥走出帐篷。这次使用异性心锁不仅能大大增加全面战争的胜率，还能为大明多添加一位美皇妃，真的是一举两得。2只舔狗已经耗尽了力气，看到朱由馥后没有力气再骂了，只留下恶狠狠的眼神，仿佛要吃了朱由馥一般。过了一会，丽娜也缓过神来，某个地方的疼痛感让她只能一拐一拐地走出帐篷。2只舔狗见到丽娜春光满面，不像被欺负过，而身前的朱由馥反而看着有点疲惫。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使出最后的力气，微弱地问道：“女神，你没事吧？”丽娜冷冷地说道：“臭舔狗，滚！”丽娜的这一句话狠狠地扎了2人的心，追了这么多年的女神，竟然被这个小白脸几个小时就征服得妥妥帖帖。看来他们之所以失败，是不够很可怜的2只舔狗迅速被拖了下去。丽娜将毛熊国军队分布情况通通告诉朱由馥，这无疑为朱由馥的军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丽娜作为内应，战争的胜利天平明显向朱由馥倾斜。伊尔城下，突然一声娇喝打破了宁静气氛：“快开门，我的军队遇袭了！”丽娜在城下焦急地大喊。守军其他人可能不认得，可这个大美女光从远处看到这傲人的身材都必须认得。城头的守军没有多想，迅速打开城门，让丽娜和她的军队进入城内。然而正当城门大开，守军迎接丽娜的时候，突然从背后传来一声冷冷的话语：“别动！”守军们惊恐地发现，这些人都是大明的军队，而且正用枪指着他们后背。他们意识到自己中计了，但面对枪口，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丽娜一挥手，大部队陆陆续续进城。看着这批士兵不像是打败仗的，一个个看着精神抖擞的。城上的一个士兵忍不住小声议论，声音中带一丝困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边的副将马上警惕起来：“来人，快下去看看，这支部队有没有古怪。”副将一脸严肃，他的眼神中闪烁着警惕的光芒，显然已经意识到这支部队的不寻常之处。此时丽娜刚好走上城墙，她的出现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她拦住了士兵的去路，她的眼神冷冽而坚定，让士兵们不敢轻易行动。怎么，连你们这么低级别的人都敢怀疑我？是不是想吃一下我的子弹？丽娜挺拔的身材让士兵们心跳加速，她的威严和气势让人不敢直视。美女将军，我们没有说信不过你，我只是想让士兵下去帮你们拿物资而已。副官连忙解释道，他是不敢得罪丽娜的。你们知道就好，如何让我发现你们搞小动作，看老娘怎么收拾你们。丽娜一句充满荷尔蒙的话，
让听到的人都小鹿乱撞。此时，大明的大部队已经完全进城，他们迅速地包围了守军。守军们意识到情况不妙，开始感到惊慌失措。全部人都听我的，马上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丽娜突然大喊道，她的声音在城墙上回荡，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守军们听到她的话，脸上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大明士兵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这让守军们感到无路可退。副将心中愤怒至极，他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个骚货果然把我们卖了。”此时，大明的军队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守军们陷入了绝境。副将深知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必须做出抉择。你们选吧，要么放下武器投降，要么就去见阎王爷。丽娜大喊道，她的声音冷酷而坚定，没有一丝妥协的余地。守军们面对着生与死的抉择，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惊恐和无助的表情。副将看着周围的士兵脸上的恐惧和无助，他知道他们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我们投降。副将最终放下了武器，他的决定让整个部队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虽然投降可能会带来一些惩罚，但至少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大明的军队迅速占领了伊尔城，土地革命开始在伊尔城实行，无数受欺压的农奴被解放。朱由馥看着这座被他们轻松夺下的城市，心中满是欣喜。他对丽娜的表现非常满意，于是摸了摸她的头，以示赞扬。丽娜干得不错，竟然这么轻松就夺下这座大城。丽娜听到朱由馥的夸奖，心中十分高兴。她深情地看着朱由馥，眼神中充满了感激和爱意。谢谢主人夸奖，我会好好为主人效力的。整个伊尔城的守军都想不明白，为啥如此一个高冷美女将军，竟然这么容易就被征服得妥妥帖帖。伊尔城拿下后，整个毛熊国东部就被截断了。毛熊国指挥部内，气氛紧张而沉重。国王的脸色铁青，显然是被大明的迅猛攻势所震惊。伊尔城、聂城都被拿下了，大明的军队太吓人了，我们东部的军队这下子没救了。国王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无奈和绝望。众大臣面面相觑，心知情况严重，但又无法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一时间，整个指挥部内陷入了沉默。终于，一位大臣打破了沉默，提出了一个建议：大王，按照他们进军的这个速度，很快也能打到墨城，我们不如去和谈，实在不行就割点土地。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刻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些大臣认为这是投降和屈辱的行为，而另一些大臣则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国王沉默了一会儿，显然在权衡利弊。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果断的行动，整个毛熊国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国王做出了决定：好吧，我们就去和谈，但是绝对不能轻易割让土地，我们要尽力争取最好的条件。这个决定让指挥部内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虽然和谈的结果仍然未知，但至少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伊尔城内，在一声急促的低音声后，朱由馥放下喉咙都喊干了的丽娜，整理好衣服后便前往议事大厅。就在这时，通讯兵急匆匆地赶来，递给了朱由馥一封来自毛熊国的和谈信。朱由馥接过信件，扫了一眼其中的内容，脸上立刻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搞笑呢，不想割地就想和谈，这毛熊国国王在做什么美梦？他忍不住大声笑道，直接将和谈信扔在了地上。周围的大臣和将领们看到这一幕，都纷纷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皇上，您看这毛熊国国王是不是太天真了？一位大臣忍不住笑道。朱由馥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冷意。现在说和谈，晚了，他们以为我们大明是这么好欺负的吗？告诉他们，我们马上就马踏墨城。通讯兵马上按照朱由馥的意思起草稿件。各位将领，下一步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对策？朱由馥扫视了一下全场，禀皇上，如果现在打墨城，战线拉太远了，怕补给跟不上，应该等东部打完后再集中兵力西进。副将拱手说道，普通的战是这么打，但是我们现在有群众基础，解放的农奴就会为我们提供补给。朱由馥缓缓说道，皇上，您的见解独到，利用解放的农奴作为补给来源，确实可以大大减轻我们的负担。然而墨城地理位置重要，我们若是能够迅速占领，无疑会打乱毛熊国的部署，给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左宗棠缓缓开口，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朱由馥眼中闪过赞赏之色，他知道左宗棠所言非虚，占领墨城不仅能获得战略上的优势，还能在士气上给毛熊国以重击。但他也知道，这需要精心策划和充足的准备。那么我们该如何确保补给线的安全呢？朱由馥问道。皇上，臣认为我们可以派遣一支精锐部队，专门保护补给线，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占领区建立临时补给点，利用当地资源来支持前线作战。左宗棠补充道。朱由馥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知道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对武力的考验，
更是对智慧和策略的考验。他需要他的将领们能够发挥出最大的能力，共同为大明的胜利而努力。很好，那就按照你们的建议来执行吧。左宗棠，你负责协调补给事宜；副将，你率领精锐部队保护补给线。我们要让毛雄国知道大明铁军的厉害。朱由馥的语气坚定而有力，充满了信心和决心。众将领齐声应诺，他们知道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客城内，一场豪华的宴会正在举行，烛光摇曳，音乐悠扬，一群舞女在万夫面前卖力地炫着身材，他们的动作优雅而妩媚，试图用最美的舞姿取悦这位客城的指挥官。万夫，一个中年猥琐的男子，他的眼神在舞女们身上流连忘返，不时发出淫秽的笑声。他喜欢收集好看的女兵，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女兵团，供他玩乐。这些女兵不仅容貌出众，还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但在万夫眼里，她们只是他满足私欲的工具。就在万夫沉醉于歌舞升平之际，副将急匆匆地闯了进来，打破了这欢乐的氛围。他拱手汇报道：将军，大事不好了，大明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他们来势汹汹，传闻还有钢铁猛兽助阵，我们必须要做好防御准备啊。万夫皱了皱眉，不满地瞪了副将一眼，慌什么？大明军队再怎么厉害，能翻越前面的大山吗？这里山高林密，是他们的天然屏障，只要我们坚守克城，他们翻不过来的。副将闻言，心中一阵无奈。他知道万夫的性格和习惯，但对于当前的战况，他实在无法掉以轻心。他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万夫：将军，传言大明的军队已经解放了大量的农奴，这些农奴会给他们的提供大量补给，我们的补给线也会受到影响。然而万夫却完全没有听进去，他挥了挥手，不耐烦地打断了副将的话：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别在这里扫我的兴。副将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这场战争对于克城来说或许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他转身离开了宴会厅，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无奈。与此同时，在大明的军队中，一场紧急的军事会议正在召开。朱由馥坐在主位上，神情严肃地听着各位将领和谋士的汇报和建议。皇上，克城的守将万夫是个猥琐的中年人，喜欢玩乐，对军事并不在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制定一个巧妙的战术来拿下克城。左宗棠向朱由馥建议道。朱由馥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很好，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谋士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道出了他的计划。我们可以派出一支精锐部队，伪装成舞女混入克城，趁机刺杀万夫。同时，我们快速推进战线，打克城一个措手不及。朱由馥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他知道这个建议非常巧妙，既可以利用万夫的弱点，又可以充分发挥大明军队的优势。好，就按照你的计划来执行吧。左宗棠，你负责协调补给事宜；丽娜，你率领精锐部队执行刺杀任务，其他将领各自做好准备，等待进攻的命令。朱由馥果断地做出了决策。很快，大明的军队开始行动起来。左宗棠迅速组织起了一支补给队伍，确保军队的补给线畅通无阻。丽娜则率领着一支精锐部队，开始了艰苦的伪装和潜入行动。在克城内部，万夫仍然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他的女兵团也在继续为他表演着，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大明军队渗透克城的工具。就在大明军队准备就绪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毛雄国的援军很快抵达克城，准备与万夫会合，共同抵御大明军队的进攻。这个消息让大明军队的将领们感到有些棘手。如果直接进攻克城，很可能会遭到毛雄国援军的夹击，但如果放弃进攻克城而直接攻打墨城，又可能会给毛雄国军队留下足够的时间来增援墨城。面对这个棘手的局面，朱由馥再次召集将领们进行商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分析后，他们决定采取一个冒险的计划，分兵两路，一路继续伪装成舞女潜入克城刺杀万夫，并制造混乱，吸引援军注意力；另一路则埋伏援军在夜色中。大明军队的士兵们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分成两路，向着不同的目标进发。一路在夜色中悄悄地潜入了克城内部，开始了他们的刺杀行动；另一路则快速地穿过了山林，伏击援军。在克城的深处，夜色如墨，只有宴会厅的烛光在摇曳。舞女们穿着轻薄的纱裙，随着音乐旋转着，她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对未来的恐惧和无奈。而万夫依旧沉醉在歌舞之中，他的眼神在舞女们的身上流连忘返，仿佛这一切的繁华和美好都将永远持续下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支精锐的大明部队正悄然接近克城。他们穿着与舞女相似的服装，手中却握着锋利的匕首。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刺杀万夫。丽娜，这支部队的领导者，他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深知这一战不仅关乎着大明的荣耀和尊严，更关乎着无数无辜生命的未来。他不能让万夫继续祸害这片土地和人民，他必须果断行动。部队成员们紧贴着城墙，小心翼翼地前行着，他们的心跳声在寂静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清晰，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了。终于，他们来到了宴会厅的门口。丽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推开了门。门内的音乐声立刻传了出来，与门外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舞女们还在旋转着，而万夫则坐在中央的沙发上，满脸淫笑地看着他们。丽娜迅速扫视了一眼四周，然后示意部队成员们开始行动。他们像幽灵一样在人群中穿梭着，寻找着刺杀的机会。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万夫身边的卫兵们警惕性极高，他们时刻保护着万夫的安全。而且，宴会厅内的光线昏暗，使得刺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丽娜心中焦急，她知道时间紧迫，必须尽快找到机会。她紧紧地盯着万夫，寻找着突破口。就在这时，一个舞女突然摔倒在地，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这一声响动立刻引起了卫兵们的警觉，他们纷纷转向声源处。丽娜见状，心中灵光一闪，她迅速冲上前去，扶起那个摔倒的舞女，同时用匕首抵住了她的喉咙。别动，她低声威胁道。那个舞女被吓得脸色苍白，不敢动弹，而卫兵们也被丽娜的动作吓了一跳，他们纷纷举起武器对准了丽娜。放下武器，否则我就杀了她！丽娜大声喊道，她的声音在宴会厅内回荡着，让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惊恐。万夫也被吓得脸色苍白，他颤抖着指向丽娜：“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丽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冷冷地盯着他：“我是大明的将领，今天来就是要取你的性命。”说着，他用力一推那个舞女，让她挡在了自己的身前。然后，他迅速闪身，躲避着卫兵们的攻击，同时寻找着刺杀万夫的机会。宴会厅内一片混乱，尖叫声、呼喊声此起彼伏。但在这混乱之中，丽娜却保持着冷静和坚定。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她不能让这个邪恶的指挥官继续祸害这片土地和人民。终于，丽娜找到了机会，她猛地扑向万夫，手中的匕首直刺他的心脏。啊！万夫发出了一声惊恐的惨叫，然后倒在了地上。丽娜收起匕首，冷冷地扫视了一眼四周，卫兵们被她的眼神吓得不敢动弹，而舞女们则纷纷躲到了角落里。大明万岁！丽娜大声喊道，她的声音在宴会厅内回荡着，让所有人都感到一阵震撼。这一刻，他们知道大明的军队已经来了，克城将永远摆脱万夫的魔爪。随着万夫被刺杀，克城的局势瞬间变得混乱不堪。城外的大明军队趁着这个机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城战，他们利用强大的火力和战术优势，不断冲击着城墙，试图突破防线。失去万夫指挥的城内守军陷入了混乱和恐慌之中，他们原本就士气低落，再加上失去了领袖的指引，更是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克城很快失守。朱由馥坐在车内，缓缓驶入克城的指挥部，他的目光透过车窗扫过这座繁华的城市。丽娜的队伍已经成功控制住了女兵团和众将领，他们整齐地列队在一旁，等待着朱由馥的到来。朱由馥的目光在女兵团身上扫过，不禁眼前一亮，这个万夫眼光确实可以。整个女兵团身高都在170以上，而且身材异常火辣，特别是女兵团的团长伊利，她的面容清秀，宛如天使一般，她的身材更是完美无瑕，曲线优美，充满了女性的魅力，和丽娜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由馥走下车来到女兵团和众将领面前，他的目光在每个人身上扫过，最后停留在伊利的身上。伊利感受着朱由馥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这一刻他紧张的全身发抖。朕以后就是你们的皇，以后女兵团就得服从朕的命令。他的目光在伊利身上停留，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伊利感到自己的心跳加速，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你叫什么名字？朱由馥紧盯着伊利，声音中透着一丝冷酷。我叫伊利，是女兵团团长。伊利低着头，声音颤抖着回答。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不知道这个新皇帝会对他做什么。今晚你到朕的寝宫，我要好好审审你。朱由馥突然贴近伊利的耳朵，小声说道，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暧昧和威胁，让伊利感到更加恐惧和不安。伊利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僵硬，他不敢抬头看朱由馥的眼睛。深夜，伊利如约而至，朱由馥定睛一看，伊利的身材堪称完美，高挑匀称，婀娜多姿。他的身高超过了1.7米，肩膀宽阔而有力，胸部丰满而紧致，腰部纤细而有力，臀部线条优美，双腿修长而笔直。他的身材比例完美，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都充满了女性的魅力和力量。他
她的美貌更是让人惊艳，一副天使般的面孔，眼睛清澈明亮，宛如一汪春水，鼻梁高挺，嘴唇红润，五官之间协调而和谐，给人一种舒适和美好的感觉。她的肌肤细腻白皙，仿佛吹弹可破，散发出一种自然的光泽。朱由馥从系统里面买了一件不可描述的衣服，放在了伊利手上，赶紧换上，朕喜欢看你穿这个。伊利心想，这位小白脸皇帝怎么还有这种嗜好？这件衣服让他脸都红了，薄的跟什么都没有一样，而且还带各种花纹。朱由馥也没有直接发动技能，他享受这样的过程。换上衣服的伊利感到无比的羞耻和屈辱，他的脸颊泛起了一抹红晕，心中充满了无奈。他知道自己无法反抗这个新皇帝的命令，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他站在朱由馥面前，尽量保持镇定，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朱由馥看着伊利换上那件衣服后，眼中闪过一丝惊艳和满意。他欣赏着伊利的身体曲线和那件衣服上的花纹，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兴奋和欲望。伊利，很不错，今天过后，你就是朕的皇妃。说罢，朱由馥将手放到了伊利额头上。叮，异性心锁绑定成功。朱由馥的寝宫内开始传出奇怪的声音，场面过于混乱，省略了1万字。3小时后，叮，恭喜主角开枝散叶成功，成功充值10万两金。主人，你好厉害，真的是让人受不了。女兵团很快就被朱由馥利用技能改造成了他的护卫团，每个人都配备新式的轻机枪和步枪。另一方面，夜色中，左宗棠带领的伏兵如同隐藏在暗处的猎豹，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他们的目光锐利，神情专注，仿佛连呼吸都凝固了。经过长时间的潜伏和等待，终于，他们等待的鱼儿开始上钩了。一阵轻微的响动打破了寂静，伏兵们立刻精神一振，他们迅速而有序地行动起来，按照左宗棠事先布置好的计划开始实施他们的行动。底下毛熊国的士兵浑然不知，还在慢慢的行军，月光洒在地上，照亮了他们长长的行军队伍。左宗棠站在高处，目光如炬，洞察着整个战局。他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决心，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伏兵们一定能够成功地完成这次任务。他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枪柄，仿佛在诉说着他的决心和勇气。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下令：传令兵，下令全体开火。命令如同疾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伏兵队伍。伏兵们瞬间精神一振，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砰砰砰，枪声响起，伴随着子弹划破夜空的尖锐笑声。伏兵们的火力如同狂风暴雨般倾泻而出，准确地击中了敌人。大大大，机枪的扫射声也加入了战斗的旋律，火力更加猛烈。伏兵们的配合默契而有序，他们的攻击如同潮水般连绵不断，让敌人无法抵挡。毛熊国的队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突如其来的密集火力让他们措手不及，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让他们根本无法判断攻击的方向。士兵们惊慌失措地四处躲避，试图寻找安全的掩护。然而，身边的队友却一个个倒下，鲜血喷射而出，染红了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和血腥气息，让人不寒而栗。毛熊国的士兵们陷入了恐慌和绝望之中，他们曾经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在这一刻似乎都消失无踪。一些士兵试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面对如此猛烈的火力压制，他们根本无力还击。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而无能为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熊国的指挥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整个队伍都有可能被歼灭。他大声呼喊着，试图稳定士兵们的情绪，组织起有效的反击。然而，士兵们已经陷入了恐慌之中，他们无法听到指挥官的呼喊，他们只能盲目地躲避着子弹的攻击，等待着命运的审判。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大明军队的呼喊声在战场上空回荡。毛熊国士兵们此刻已疲惫不堪，心中充满了惊恐和无力。面对大明军队的猛虎下山之势，他们深感无法抵挡，而且战友的鲜血和生命的逝去已让他们深感痛苦和无奈。他们纷纷放下武器，选择投降。克城失守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墨城。大臣们，怎么办？怎么办啊？这个朱由馥真的是个疯子，因为一点小事就要灭国。以他们的速度，很快就能到墨城了。毛熊国国王焦急地在宫殿内踱步，声音充满了惊恐和绝望。大臣们面面相觑，他们心中同样充满了不安和无奈。陛下，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一位大臣终于开口，试图稳定国王的情绪。我们可以集结剩余的军队进行殊死抵抗。然而，国王却摇了摇头，苦涩地说：我们的军队已经遭受了重创，士气低落，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更何况朱由馥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武器，我们根本无法抵挡。另一位大臣也提出了建议：陛下，我们可以尝试与朱由馥进行谈判，寻求和平解决。但国王却冷笑一声，嘲讽道：谈判？之前去和谈，脸还没丢够吗？你认为一个疯子会接受我们的谈判吗？他要的是征服和毁灭，而不是和平。大臣们陷入了沉默，他们知道国王说的没错，朱由馥的野心和残忍已经让他们无法相信他会放过毛熊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宫殿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士兵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中捧着一封紧急情报。陛下，这是刚刚收到的情报。士兵的声音颤抖着，显然也被当前的局势所吓到。国王接过情报，扫了一眼，然后他的眼睛突然瞪大，脸上露出了惶恐的表情。朱由馥，马上就到了。国王的声音颤抖着，显然无法相信情报上的内容。大臣们纷纷围拢过来，看着情报上的内容，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惊恐表情。情报上写着，朱由馥的部队正在骑着钢铁猛兽前往墨城，很快就到了。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惊雷，在毛熊国国王和大臣们的心中炸响。快召集所有的军队，准备迎战。国王勉强稳定住情绪，下令道。他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抵抗朱由馥的进攻，希望能够拖延一些时间，等待奇迹的出现。大臣们纷纷点头，他们知道国王的命令无法违抗。他们立刻开始行动起来，迅速召集军队，准备迎战朱由馥的部队。然而他们的心中都清楚，面对朱由馥的钢铁猛兽，他们的胜算并不大。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整个毛熊国都陷入了恐慌和绝望之中。在丽娜以及护卫团的指引下，大明军队很快就抵达了墨城，一路上也没遇到多大的抵抗。当大明军队的前线抵达墨城附近时，左宗棠立即开始指挥士兵们架设迫击炮，准备对敌人进行猛烈的攻城炮击。他站在前线的高地上，目光如炬地观察着城内的敌人动向，心中已经制定好了详细的攻城计划。传令下去，让炮兵部队做好准备，一旦迫击炮架设完毕，立即对城内敌人进行炮击。左宗棠果断地命令道，他的声音充满了威严和决心，让在场的士兵们都为之振奋。随着命令的下达，炮兵部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熟练地操作着迫击炮，将其架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而城内的敌人也意识到了大明军队的威胁，开始慌乱起来，试图组织有效的抵抗。然而左宗棠并没有给敌人太多时间。当迫击炮准备就绪后，他立即下令开始炮击。炮火如暴雨般倾泻在墨城的城墙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伴随着浓浓的黑烟，将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城墙在炮火的轰击下摇摇欲坠，砖石崩裂，烟尘弥漫。大明军队的士兵们一个个如同猛虎下山，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他们的身影在硝烟中显得格外英勇，每一次冲锋都是对敌人防线的一次猛烈冲击。城内的敌人也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意志，他们躲在城墙后面，用密集的炮火试图阻止大明军队的前进。每一次攻击都会带走一些大明士兵的生命，但他们的决心却从未动摇。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战场上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士兵们的呐喊声、惨叫声和炮火声交织成一首悲壮的交响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着家园和信仰，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战场上伤亡惨重，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令人心碎。士兵们的身影在硝烟中摇摇欲坠，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战场，也染红了整个墨城。城墙下一堆堆尸体堆积如山，他们的面容扭曲，仿佛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有的士兵还紧紧握着武器，保持着冲锋的姿势，却已经永远地倒在了战场上。不时有士兵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他们的身体被子弹撕裂，痛苦地挣扎着。医护人员急忙赶来，尽力救治着伤员，但面对如此惨烈的伤亡，他们的力量显得如此微薄。城内的居民也受到了战争的波及，许多无辜的生命在这场冲突中消逝，他们的房屋被炮火摧毁，家园化为废墟。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他们只能无助地哭泣着。最终在左宗棠的英明指挥和大明士兵的顽强拼搏下，墨城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胜利的喜悦中却夹杂着深深的哀痛，因为那些英勇的战士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朱由馥带领着队伍踏进墨城，这也意味着大明的军事实力已经妥妥的蓝星第一。国王已经不见了踪影，整个后宫的女人都被控制了起来，等待着朱由馥的来临。后宫，这个平日里充满欢声笑语、争宠斗艳的地方，此刻却弥漫着一种压抑和不安的气氛。女人们平日里华丽的服饰和精致的妆容都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素净的衣裳和那张张失去血色的脸庞。朱由馥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中回荡，每一步都如同踏在他们的心头。他身穿一身黄色长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那双深邃的眼眸中却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他的到来让原本死寂的后宫更加压抑，女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知道接下来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国王在哪里？朱由馥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回荡在空旷的后宫中。他的目光如鹰隼般锐利，扫过每一个女人的脸庞，试图从她们的表情中寻找到一丝线索。女人们低垂着头，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她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助，不知道国王的下落。朱由馥的目光在每一个女人身上停留片刻，然后缓缓移开。这后宫的女人颜值也是可以，除了个别几个丑的，估计是关系户，其余的该大的地方都大，该小的地方都小。朱由馥这是又收了一个后宫，以后你们都是朕的人了，你们的国王已经逃跑了。朱由馥高声宣布。就在这时，一声清脆而坚定的怒吼打破了后宫的沉默。痴心妄想！一位妃子挺身而出，她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和不屈，她的目光直视着朱由馥。朱由馥微微一愣，他没想到在这后宫之中竟然还有人敢公然反抗他。他缓缓地转过头，认真地看了看这位美人，他的愤怒和不屈在他的脸上形成了一种别样的美，让他不禁心生征服的欲望。好，很好。朱由馥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看来征服这里就从征服你开始。这位妃子也将成为朱由馥征服这里的第一步，他要将她驯服，让她知道在这个后宫之中谁才是真正的主宰。朱由馥眼中闪烁着势在必得的光芒，他一把将那位愤怒的妃子拉进了寝宫。寝宫内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充满张力。妃子挣扎着试图挣脱朱由馥的束缚，但她的力量与朱由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朱由馥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腕，眼神中透露出不容抗拒的霸气。你以为你能够反抗我吗？朱由馥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仿佛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妃子瞪着他，眼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他咬紧牙关，不肯屈服于朱由馥的威压。他知道，一旦屈服，他将彻底失去自我，成为他手中的玩物。朱由馥看着他那坚定的眼神，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兴趣。他从未遇到过如此有魄力的女人，这更增加了他要征服她的决心。他松开了手，示意他坐下。妃子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按照他的意思坐下了。他知道现在他无法逃脱，只能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朱由馥坐在他对面，寝宫内的灯光昏暗而柔和，为这场征服游戏增添了一丝神秘和暧昧的气息。朱由馥深深地看了妃子一眼，然后缓缓开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朕的人了，朕会给你想要的一切，但前提是你必须服从我。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仿佛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妃子的心灵。妃子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朱由馥不再给她思考的时间，他猛地站起身，一把将她按倒在床上。妃子惊呼一声，试图挣扎，但她的力量在朱由馥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妃子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无力，她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脱这个男人的掌控。叮！恭喜主角开枝散叶成功，成功充值10万两金。当初倔强的妃子现在已经不省人事。门外的各路妃子听着刚刚的叫声，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仁统3年，大明王朝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明在这里设立了西京。西京的设立标志着王朝统治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双都城的格局正式确立，以适应日益庞大的管辖区域。这一变革不仅彰显了大明国力的强盛，也预示着国家管理和行政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大明境内全面实施了土地革命。这一举措旨在重新分配土地资源，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通过土地革命，农民们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自主权，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土地的合理分配和利用，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农业生产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粮食产能是大明稳定的根本。朱由馥从系统商城里买了一点新型水稻的种子进行实验。在皇宫的后花园里，朱由馥亲手开辟了一片田地，他细心的松土，确保土壤松软透气。他精心的播种，每一颗种子都承载着他对大明未来的期望。在朱由馥的精心照料下，那片田地里的新型水稻茁壮成长。每当他站在田边，看着那些绿油油的稻苗，他的心中都充满了满足和期待。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种植实验，更是大明农业未来的一次重要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片田地里的新型水稻逐渐成熟，金黄的稻穗在阳光下摇曳生姿。朱由馥看着那一片丰收的景象，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次实验的成功不仅为大明带来了一种新的高产水稻品种，更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由馥带着满朝大臣来参观实验田。皇上，这是什么水稻？颗粒竟然如此饱满。
林则徐难掩心中的惊讶，他深知粮食的重要性，也明白这背后所代表的巨大意义。朱由馥微笑着解释道：“这是新型水稻，有了它，大明百姓的生活能更上一层楼。”大臣们纷纷围上前来，仔细观察着这些金黄的稻穗，他们为这前所未有的丰收景象所震撼，更为大明农业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左宗棠这位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大将也忍不住发出了疑问：“皇上，这新型水稻亩产可以达到多少斤？”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好奇，几分惊讶，他可是第一次见如此饱满的穗粒。朱由馥看着他说道：“估计能达到1000斤。”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宁静的空气。大臣们纷纷瞪大了眼睛，仿佛要将这句话刻入脑海。在他们的认知中，现在一般水稻的年产量只有300斤，而这新型水稻竟然能达到1000斤，这是何等的跨越！1000斤！左宗棠喃喃自语，他的心中充满了震撼。他深知粮食的重要性，知道这样的丰收将极大的改善百姓的生活，提升国家的实力。他想象着那些金黄的稻谷堆积成山的景象，想象着百姓们因为丰收的喜悦而欢歌笑语的场景。左宗棠的话音落下，全场再次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大臣们纷纷低头思索，他们明白这一数字代表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一种对未来无尽的憧憬。林则徐也忍不住惊叹道：“皇上，如果能产1000斤，那将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朱由馥的敬佩与对新型水稻的期待。他知道，这样的产量不仅仅意味着粮食的充足，更意味着国家的强盛和百姓的福祉。朱由馥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大臣们内心可能是不相信的。他挥手示意道：“来人，收割，上称。”立刻有侍从领命而去，很快就把1亩地的新型水稻全部收割。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全部水稻放在秤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盯着秤砣。随着秤砣的移动，数字逐渐攀升。当秤砣稳定下来时，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个令人震撼的数字：1024斤。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大臣们激动地相互拥抱，为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而欢呼。他们知道，这一刻将永载史册，成为大明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丰碑。皇上万岁！新型水稻万岁！大明万岁！大臣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皇宫都沉浸在这份喜悦和庆祝中。而朱由馥则站在那里，微笑着看着这一切。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大明百姓们因为新型水稻而笑得更加灿烂的脸庞，看到了大明农业因为科技创新而更加繁荣的景象。众大臣，这1000斤的米粒就作为重粮，马上发给各百姓，务必将新型水稻在大明各地推广开来。大臣们纷纷领命而去，他们知道这是皇上的期望，也是大明百姓的期望。他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将新型水稻的重粮分发到各地，确保每一个百姓都能种上这神奇的稻谷。毛熊国沦陷后，欧罗巴各国已经是瑟瑟发抖。现在粮食问题解决了，为了实现下一步军事计划，大明刚好可以开启新一轮大征兵。太阳炙热地高悬在天空，照耀着大明的广袤土地。皇宫前的广场上，人群涌动，旗帜飘扬。士兵们身着崭新的军服，手持步枪，列队而立，气势如虹。他们的目光坚定，脸上写满了决心和勇气。皇上朱由馥站在高处，目光扫过人群，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大明的子民们，国家的安宁与繁荣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守护。今日，朕号召全民皆兵，为大明开疆扩土。”广场上，征兵官员们忙碌地记录着每一个愿意为国家效力的勇士的名字。他们手持笔墨，神情严肃而认真，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份责任和担当。人群中，有的家庭送别了年轻的儿子，有的妻子拥抱了即将离去的丈夫，有的父亲拍打着儿子的肩膀，给予他鼓励和力量。这一刻，他们不仅是家人，更是战士，是守护家园的勇士。征兵的消息如春风般迅速传遍了每一个角落，从繁华的京城到偏远的乡村，从富饶的平原到险峻的山川，无论男女老少，都纷纷响应号召，准备为国家的安宁与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在遥远的乡村，村民们也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聚集在村口。他们或老或少，或男或女，都怀揣着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望，议论着即将到来的战争。一些年轻力壮的村民更是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为大明效力，保卫家园的安宁。各地的官员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他们组织起征兵队伍，亲自前往各个村庄和城镇，动员更多的百姓参军报国。他们耐心地向百姓们解释征兵的意义和重要性，鼓励他们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勇敢前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大明的百姓们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勇气。他们知道，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他们愿意为了国家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要报名，我要守住我的土地，我要报名，我要守住现在的美好生活。以前欧罗巴各国总是欺负我们，现在我们要去报仇。大明的军队不断壮大，士兵们日夜训练，磨砺意志和记忆。他们不仅学习使用各种武器，还接受严格的战术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军队军歌响遍了整个大明疆域，整个国家仿佛拧成了一股绳，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朱由馥2大后宫的妃子也是连连生子充职，他为后面的大战准备了数百辆坦克。大明指挥部内，朱由馥端坐在龙椅上，目光如炬，扫视着下方的大臣们。众大臣，朱由馥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中回荡，你们都说说，下一步我们征服哪个地区比较好？他的话语落下，大厅内顿时陷入一片寂静。大臣们面面相觑，似乎都在思考着如何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禀皇上，终于，杨秀清打破了沉默，臣认为亚细亚中部可以，我们可以从2路夹击，这里的几个小国战斗力都比较弱，我军有绝对的优势将他们一一击破。杨秀清的话语充满了自信和决心，仿佛已经看到了大明帝国的铁骑在亚细亚中部驰骋的壮丽景象。然而林则徐却有不同的看法。禀皇上，他恭敬地俯首作揖，臣认为亚细亚东南部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军可以海陆2方面夹击，这里的几个小国也是不堪一击，而且占领了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控制海上贸易路线。大厅内的大臣们开始交头接耳讨论起来，他们各抒己见，有的支持杨秀清的观点，有的赞同林则徐的看法。朱由馥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讨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目光在每一位大臣的脸上扫过，仿佛在寻找着最合适的答案。最终朱由馥做出了决定，他站起身来，声音洪亮地宣布道：朕决定采纳2位爱卿的建议，分兵2路，一路进攻亚细亚中部，一路进攻亚细亚东南部，我们要让大明帝国的旗帜在亚细亚大陆上高高飘扬。他的话语落下，大厅内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大臣们纷纷高呼万岁。亚细亚东南部3国很快就收到了朱由馥的战书。南国内，南国国王站在大殿之上，面对着神色凝重的大臣们，他的脸色惨白，眼中满是焦虑与不安，声音中透露出一丝颤抖。众大臣，这个亚细亚魔王要杀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说说该如何是好？南国国王的话语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大臣们互相对视，面露难色。他们知道大明帝国的铁骑已经逼近南国的边境，而南国与大明之间的实力差距悬殊，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绝望。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年轻的大臣挺身而出，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禀大王，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坚定而有力。虽然大明帝国实力强大，但我们南国并非毫无抵抗之力，我们可以借助地势之力，利用南国多山多水的地形特点，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御策略。年轻大臣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给南国国王和大臣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南国国王的眼神中透露出些许欣慰，他点了点头，鼓励道：继续说下去。年轻大臣继续说道：我们可以依托山地建立防线，利用湖泊和河流设置障碍，让大明帝国的铁骑难以施展。同时我们还可以发动民众，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与敌人进行周旋。大明帝国可是能吊打日不落国和毛熊国的存在，如果光凭你的这点小伎俩，如果能挡住大明的军队，那我们都能成蓝星数1数2的强国了。老将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扑在了南国国王的头上，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反抗，只能投降。老将说罢，仰天长叹。南国国王的脸色愈发惨白，他听到投降2字，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提出投降的大臣，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怒和不甘。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吗？年轻大臣紧皱眉头，沉思片刻后说道：投降并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虽然大明帝国的军队强大，但我们也可以寻找外援，与其他国家结盟，共同对抗大明的侵略。老将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道：外援？在这蓝星上，哪个国家愿意冒着得罪大明帝国的风险来援助我们？而且大明帝国已经在和毛熊国的大战中完胜，你认为其他国家会轻易与我们结盟吗？大王，我们和大明实力太悬殊了，这会只有投降这一条路了，反抗的话后果不敢想。老将无奈地说道。南国国王脸色惨白，底下的大臣保持沉默，这会是真的没有其他好的选择了好吧，那就投降，投降还能保孙性命。南国国王无奈地低下头。缅国内，大明帝国发来战书，大家怎么看？缅国国王脸色铁青。禀大王，我们这里这么山卡了，大明军队来了都找不到路，不怕。哼，
你真以为大明帝国会因为山高路远就放弃侵略吗？缅国国王冷冷地扫了那位大臣一眼，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和警告。大厅内顿时陷入了沉默，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国王身上。大明帝国既然已经向我们发来了战书，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国王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回荡在大厅中。大臣们纷纷点头，心中明白国王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我们需要加强防御，同时找旁边的罗国和南国合作，共同抵挡。其他大臣们也都纷纷表示赞同国王的决策。罗国内，罗国国王来回踱步。现在南国投降了，缅国请求共同抵抗大明，大家怎么看？罗国国王的问题让宫殿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南国的投降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而缅国的请求共同抵抗大明更是让罗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大王，我们应该慎重考虑缅国的请求。一位大臣谨慎地开口，虽然大明帝国强大，但我们罗国也有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如果轻易投降，国家的未来将不堪设想。另一位大臣则持不同意见。陛下，大明帝国势力庞大，我们罗国与之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投降或许能够保全国家的安危，避免无谓的牺牲。罗国国王听着大臣们的议论，眉头紧锁。他知道这个决定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不能轻率行事。我明白大家的担忧，罗国国王沉声说道，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大明的强大就放弃抵抗。罗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我们不能让国家沦为别国的附庸。大臣们听着国王的话，都陷入了沉思。大明指挥部内，深地图上3个国家的标志清晰可见，其中一个是已经投降的，另外2个则标着红色的警告符号。朱由馥身穿龙袍，坐在主位上，背后是巨大的大明国旗，目光如炬，扫视着下方的将领们。众爱卿，如今局面，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先攻打哪个国家？朱由馥问道，声音中透露出坚定与决心。曾国藩向前走了一步，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皇上，从地理位置上看，罗国离我们最近，且其防御相对薄弱。如果我们能从海路突袭曼城，拿下罗国，那么缅国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盟友，根本无力抵挡，大概率选择投降。左宗棠也点头表示赞同。曾军长的策略十分稳妥，而且一旦我们拿下罗国，可以海陆两路一起攻打缅国，就会更加得心应手。朱由馥臣抬头看向2位将领，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好，那就先拿下罗国。这次的任务交给西南战区，朕要去罗国宫殿里面住段日子。罗国边境，海面上大明的战船悄无声息地接近，海风呼啸，波涛汹涌，但船上的士兵们却稳如磐石。突然，一阵惊呼声打破了海面上的宁静。快看，那是什么？好大的黑船！曼城的周边渔民们纷纷奔走相告，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讶和不安。这些平日里以海为生的渔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而神秘的船只，更不知道这些船只背后所代表的巨大威胁。此时，朱由馥和曾国藩站在船头，眺望着远方的曼城。随着距离的拉近，大明的战船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曼城的轮廓。朱由馥深吸一口海风，感受着大海的磅礴与深邃。他转头看向曾国藩，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曾军长，给你3个小时时间，能不能拿下曼城？曾国藩点头附和，他的脸上同样写满了决心。没问题，3个小时足矣。距离5000码。廖望宾打断了2人的对话。曾国藩立即下令，全体士兵准备上坛。随着他的话语落下，大明的战船上立刻忙碌起来。士兵们迅速而有序地检查着各自的武器，炮弹被填入炮膛，每个人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与此同时，岸边的罗国士兵也察觉到了大明战船的逼近，他们手持大刀长矛，紧张地待命。禀皇上，一切准备就绪。曾国藩拱手说道。开炮！朱由馥一声令下，战船上的火炮齐发，震耳欲聋的炮声在海面上回荡，炮火如同暴雨般倾泻向罗国的海岸。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声接连响起，火光冲天起，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强大的炮火瞬间淹没了大量的罗国士兵，他们在惊恐中挣扎，但很快就被无情的炮火吞噬。罗国的守军被大明的猛烈炮火打得措手不及，他们的防御工事在强大的炮火下显得如此脆弱和无力。海岸边，罗国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沙滩和海水，而大明的战船却如同无敌的战神一般，继续向前推进，势不可挡。撤退，撤退到下一条防线！罗国军队指挥官在混乱中大声呼喊着，他们明白继续坚守已经没有意义，只能徒增伤亡。于是，罗国的士兵们开始慌乱地撤退，试图逃离这场灾难。然而，曾国藩并没有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他带领着大明军队迅速登陆，大明士兵们手持步枪，对着溃逃的罗国士兵开火。砰砰砰，步枪的射击声此起彼伏，罗国士兵在枪林弹雨中纷纷倒下。大明的军队以碾压式的优势迅速占领了曼城的海岸线，他们继续向内陆推进，势如破竹。罗国的防线在大明军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他们无法抵挡这股强大的攻势。曼城皇宫内，罗国的国王焦急地在大厅中走来走去，听着爆炸声和枪声越来越近，他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和恐惧。他知道大明的军队已经打进了曼城，传令下去，全城戒备，誓死保卫曼城。国王大声命令道。然而命令下去后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士兵们士气低落，民众们恐慌不安，整个曼城陷入了混乱之中。冲锋，一口气拿下曼城皇宫，大明万岁！曾国藩的口号响彻天际，大明士兵们紧随其后，他们的呐喊声如同海浪般汹涌澎湃，震撼着曼城的每一寸土地。面对大明的猛烈攻势，罗国的防线如同纸糊般脆弱，大明士兵们英勇无畏，他们挥舞着武器冲破了罗国的防线，逼近皇宫。而罗国的士兵们则在恐慌与绝望中挣扎，他们无法抵挡大明军队的进攻，只能节节败退。这时，一名将军冲进了皇宫，他的脸色惨白，眼中充满了惊恐和绝望。他颤抖着声音对国王说道：大王，我们抵挡不住了，你快跑吧！罗国国王听到这个消息，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他瞪大了眼睛，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颤抖着声音问道：不是吧，我们这么多的军队，连2个小时都顶不住。面对这样的局面，国王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助。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已经无法挽回，无奈地说道：掩护我撤退，我们想办法逃去缅国。将军迅速带着队伍掩护国王撤退，罗国国王连后宫的妃子都来不及带走，匆匆撤退。朱由馥踏入罗国皇宫的那一刻，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梦幻世界。他首先被皇宫的宏大与华丽所震撼，高耸的尖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金色的装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庄严而神秘。穿过宽敞的庭院，朱由馥感受到一股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这让他不禁心旷神怡。庭院里绿树成荫，五彩斑斓的花朵竞相开放，与皇宫的金色建筑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进入宫殿内部，朱由馥被皇宫的精致与华丽所折服。他环顾四周，只见精美的罗国传统家具摆放得井然有序，墙上挂着精美的壁画。他转头望去，只见一群下人和妃子被押送到大殿中央，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与不安，不知即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这些女人虽然肤色略显黄暗，但她们的五官却异常精致，身材曲线优美，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韵味。她们的惊恐与不安更增添了几分楚楚可怜的气质。她们身上的服饰与大明朝的宫廷服饰有所不同，却也别具一番风情。上衣是由柔软的丝绸制成，贴身而穿，将她们的身姿勾勒得玲珑有致，半只胳膊露出，更添了几分妩媚。而下身的长裙，无论是丝绸还是棉布制成，都长达拖地，宽度适中，紧紧包裹着下半身，显得既庄重又典雅。于是朱由馥声音柔和地说道：众妃子，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害怕，很迷茫，但请你们相信，只要你们归顺大明，朕会尽所能让你们重新过上安稳的生活，你们依然可以享受到荣华富贵，只是这一切需要你们做出一个选择。此刻的他们却像是被命运抛弃的小绵羊，无助而可怜，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朱由馥的目光在众妃子中扫过，最终停留在了那位最为出众的妃子身上。她的容颜娇艳，身姿婀娜，仿佛是这群妃子中的璀璨明珠。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和顺从。朱由馥微微一笑，声音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今天就你来陪朕了。那女子身体一颤，脸色苍白，默默地低下了头。她知道自己无法违抗这个命令。而其他妃子们则是窃窃私语，有的羡慕，有的嫉妒，有的则是同情那位被选中的女子。深夜寝宫内，月光透过精致的窗棂洒在柔软的颈背上，泛起一层淡淡的光晕。妃子唯唯诺诺地坐着，神情紧张，双手紧握，仿佛在寻找一丝支撑。她的内心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充满了不安。突然，寝宫的大门被推开，发出噗的一声轻响。朱由馥走了进来，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愈发高大而威严。妃子的心跳瞬间加速，朱由馥走到妃子面前，停下脚步。他微微一笑，那笑容中透露出的权威和不容置疑让妃子感到一阵战栗。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如同夜风中低沉的钟声。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的样子。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抬起头。他的目光与朱由馥的目光相遇，那一刻
他努力保持镇定，不让自己的心跳声暴露内心的紧张。朱由馥凝视着妃子，他的目光深邃而锐利。他在观察着妃子的每一个细节，从他的眼神到他的嘴唇，从他的发型到他的衣着。妃子五官精致如画，犹如雕刻出来的艺术品。她的眼睛深邃而明亮，宛如2颗璀璨的星辰，闪烁着智慧与灵动。她的鼻梁高挺，嘴唇红润而饱满，微微上扬的嘴角透露出一种自然的优雅和亲切，身材曲线也是一流，偏黄皮肤完全不影响她的魅力。终于，朱由馥开口了，她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你很美，也很有气质。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沙婉。”“沙婉，好名字。”朱由馥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赞赏。沙婉感到自己的心跳再次加速，她深吸一口气，抬起头迎上了朱由馥的目光。“朱由馥，我去。”充值了这么久，金额开始上去了，看来这位妃子比较旺夫。翌日，朱由馥放下不省人事的沙婉，整理好衣物就走进指挥部。朱由馥本来想多住几天的，和沙婉一夜过后改变了主意。他现在的目标是要拿下全蓝星的美女，不能因为几棵草耽误了整片森林。众将领，下一步闪击缅国，全部汽车都用上，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整个亚细亚东南部。朱由馥的话语中充满决心。缅国内城内，罗国1天之内就被打趴下了。众大臣，你们说该咋办？缅国国王脸色发白，话语中透露着深深的忧虑和无助。他坐在宝座上，目光焦急地扫过下方的群臣，期待着有人能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大殿内一片寂静，没有人敢轻易发言。大王，罗国之所以迅速溃败，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大明的攻击会如此迅猛。一位大臣终于开口，他的声音虽然低沉：“是啊，大王，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加强防御，提高警惕。”另一位大臣附和道。缅国国王听着大臣们的建议，眉头紧锁。他知道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然而，他也清楚，要想抵挡大明的进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众大臣，我命令你们立即行动起来，做好迎战的准备。缅国国王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是，大王。大臣们齐声应道，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坚毅的表情。轰，轰，轰！突然，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便骤然响起，仿佛天崩地裂一般。宫殿内的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惊慌失措，脸色骤变。这是什么声音？国王站起身来，紧握着宝座扶手，声音中透露出深深的担忧和不安。大王，好像是大明军队开始攻城了。一位大臣慌慌张张地跑来，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焦虑。缅国国王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之色，他知道自己必须迅速冷静下来，才能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然后大声命令道：“传令下去，全军立即进入战斗状态，誓死保卫国家。”“是，陛下。”大臣们齐声应道，虽然他们的脸上仍然带着一丝慌乱。毕竟大明能这么快就把罗国打下来，而他们比罗国还弱，罗国仅仅撑了2个多小时，这么算，他们连2个小时都撑不住。轰，轰，轰！又是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宫殿的墙壁在剧烈的震动中摇摇欲坠。城外，大明士兵们纷纷举起手中的步枪，瞄准城墙上的缅国守军，扣动扳机，子弹呼啸而出，瞬间撕裂了空气。同时，大炮也开始轰鸣，炮弹如同流星般划破天际，狠狠地砸向城墙和城内。砰，砰，砰！步枪的射击声和大炮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激烈的战斗交响曲。城墙上火光四溅，硝烟弥漫，战斗异常惨烈。曾国藩站在一旁，目光冷静而坚定，毕竟毛瑟、汤姆孙、马克沁这些武器可以说是碾压缅国军队。城墙上的缅国守军根本无法抵挡不住士兵们的猛烈攻势，一些守军开始溃退，而另一些则选择投降。士兵们欢呼着冲进城内，与剩余的缅国守军展开了巷战。街道上弥漫着硝烟和尘土，一些建筑物在炮火的摧残下已经变成了废墟。然而，士兵们并没有停下来休息，他们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快，跟上！我们必须尽快控制整个城市。曾国藩大声命令道。在战场上，一股肃杀的气氛弥漫开来。缅国守军凭借着房子的掩护，挥舞着锋利的大刀，气势汹汹地冲向大明帝国的士兵。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决然和狠厉，仿佛要将敌人一刀斩尽杀绝。然而，大明帝国的士兵们并没有被这种气势所吓倒，他们稳稳地举起手中的步枪，瞄准冲锋而来的缅国守军。当缅国守军距离他们只有数米之遥时，士兵们果断地扣动了扳机。砰砰砰！步枪的射击声震耳欲聋。
子弹如同疾风骤雨般射向缅国守军，瞬间将他们打得七零八落。一些守军被子弹击中要害，惨叫一声便倒地不起，而另一些则虽然受了伤，但仍然顽强地挥舞着大刀，继续向大明士兵们冲去。大！面对这种情况，大明帝国的士兵们并没有慌乱，继续用机关枪射击敌人。在步枪和机关枪的双重打击下，缅国守军很快败下阵来，纷纷丢下手中的武器，投降或逃散。大王，我们大势已去，大明军队的武器太吓人了。缅国将军气喘吁吁地冲进皇宫，他的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无奈，他的声音在空旷的皇宫中回荡，显得格外凄凉和刺耳。缅国国王坐在宝座上，他的脸色苍白，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和悔恨。事到如今，没办法了，快掩护我撤离。国王仰天长叹，他知道此时此刻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保存自己的性命。缅国将军听到国王的命令，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转身离去，准备安排撤离事宜。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护国王的安全，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国王落入敌手。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大明军队的号角声，显然大明军队已经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击。缅国国王和将军相视一眼，心中都明白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一场生死离别，也是一场国家的悲剧。缅国国王和将军的逃离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覆灭和人民的苦难。然而在实力和科技的差距面前，他们却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命运摆布。大王，小路也被封了，大明军队已经把皇宫团团包围。将军脸色惨白，天亡我也，投降吧，看能不能保住一命。缅国国王表情冷漠，目光呆滞。大明军队很快就将缅国国王和宫内全部人员控制住，等待朱由馥的发落。而可怜的罗国国王刚历经千辛万苦逃到缅国，却发现这里已经插上了大明的军旗。看来还是南国国王明智，投降后啥事没有，还能享荣华富贵。罗国国王瘫坐在地上，朱由馥迈着坚定的步伐踏入了缅国皇宫，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威严和果敢。皇宫内一片寂静，只有微风拂过空旷的庭院，吹动着落叶和尘土。朱由馥的到来打破了这份死寂，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宫殿中回荡，显得格外清晰而有力。他走过长长的走廊，两侧的宫灯摇曳着微弱的光芒，映照出他坚毅的脸庞和挺拔的身影。他的目光在每个角落都留下了痕迹，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终于，他来到了缅国国王的宝座前。宝座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张华丽的垫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朱由馥的目光扫过下方，只见缅国国王和众皇室成员被士兵压着跪在地上，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与无助。士兵们面无表情，手中的武器闪烁着寒光，显然他们随时都可能送他们上西天。来人，先把这个老乌龟押下去，做个10年8年牢，让他这么晚投降。其他男的也押下去，留下这些女眷，朕再好好看看。一个声音在宫殿中响起，语气中充满了与不羁。由于肤色这个缺陷，这里的妃子朱由馥看来看去没看到有特色的，反而是一个宫女，倒是有几分姿色。她虽然穿着朴素，但是这美好的身材是掩盖不住的。即使在这昏暗的宫殿中，她的肌肤也显得白皙细腻，与周围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由馥心中一动，他走上前去，仔细打量着她。你叫什么名字？朱由馥问道。宫女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她很快回答道：我叫玛妮。朱由馥继续打量着她，发现她的五官虽然不算惊艳，但组合在一起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她的眼睛清澈明亮，仿佛能够看透人心，她的嘴唇微微上翘，让人有种咬一口的冲动。听清楚了，你们以后都是朕的人，如敢不从朕的命令，就是杀无赦。来人，其他女子先安抚这个寝宫，这位小宫女留下。朱由馥说罢，士兵就马上将其余人等押走，并关上了门。玛妮，你们的这个国王真的是有眼无珠，像你这样的美人，他竟然没发现。朱由馥盯着他的双眼说道：禀皇上，宫里向来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算有好容貌，也未必能见国王一面。玛妮不敢直视朱由馥的双眼，脸色发红，她默默地低下了头。5小时后，场面过于混乱，此处省略1万字。定，恭喜主角成功充值30万两金。我去，看来现在系统更给力了，每次充值30万两金。朱由馥认真地看了一下商城，现在坦克都能买了几百辆了。由于生产力提了上去，很多商品的价格都降下来了。而且为了后面的战争更好打，朱由馥从药物商城里面购买了大量黄胺，这样大明的士兵受伤后死亡率将大大下降。而且这么下去，很快都能买个蘑菇弹了，到时候啥都不怕，而且还可以玩蘑菇弹。朱由馥带队征服亚细亚东南部，
而左宗棠的任务也是拿下亚细亚中部的三大汗国。此时的三大汗国正处于衰退期，可以说是民不聊生，军队战斗力大减。为了抵抗大明军队，三大汗国决定联手，合并东线的浩城，组织了20万军队，这已经是三大汗国的家底了。浩城指挥部内，浩国国王忧心忡忡地说道：“两位兄弟啊，这次大明帝国是来势汹汹，左宗棠的队伍已经靠近浩城了。我们的军队虽然数量庞大，但明军的装备和训练都非常精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西国国王握紧了拳头，信心满满的说道：“不怕，这次我们足足20万队伍，定能赶跑明军。我们的勇士们都是身经百战，他们一定能够抵御明军的进攻。”布拉国国王点了点头，补充道：“是的，我们的城墙高大坚固，防御充分，这次明军讨不到好处，定让他们有来无回。我们要让明军知道，我们三大汗国的人民并不是好惹的。”底下的各位将军也是信心满满，毕竟在他们的印象中，大清的军队并不是很强，而现在换了个大明，估计也是半斤八两。而左宗棠这次带领了西北军区5个师的兵力，打武器落后的三大汗国是绰绰有余。军师，前方就是浩城，三大汗国号称组织了100万军队，你可有妙计？左宗棠的眉头微皱，他凝视着不远处的浩城，心中并没有因为三大汗国号称的100万军队而有所动摇。他深知战争并非儿戏，尤其面对的是3个联合起来的国家，即便是他们武器相对落后，也不容小觑。回禀军长，军师上前一步，声音低沉：“三大汗国之所以敢号称100万军队，实则是想以此虚张声势，让我们心生畏惧。但据我观察，他们的实际兵力不过20万，而且武器陈旧，训练不足。我们西北军区的5个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对付他们不过牛刀小试。”左宗棠点了点头，他信任军师的判断。军师观察着战场地形和敌军动态，深思熟虑后，向左宗棠提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计谋。军长，浩城虽大，但三大汗国的军队分散在城墙各处，实际上每个地方的防御力量都不足。我们可以采取分兵合击的策略，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主力，同时以精锐部队迅速突破城墙的薄弱环节，直取敌军指挥中枢。军师指着地图上的几个关键位置，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计策。左宗棠听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他知道军师这个计谋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能够迅速突破敌军防线，更在于能够打乱敌军的指挥体系，使其陷入混乱之中。这样一来，即便敌军兵力再多，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好计！左宗棠拍案叫绝，就按照你的计谋行事。传令下去，让各部队做好准备，明日一早发起进攻。随着命令的下达，大明军队的将士们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行动起来。他们知道，这一战将决定整个战局的走向。翌日凌晨，浩城下，左宗棠转向身边的将领们，沉声说道：“各位将军，我们此次出征，不仅是为了大明开疆扩土，更是为了彰显大明的威武之势。三大汗国虽然武器落后，但他们人数众多，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浩城，让三大汗国知道大明军队的强大。”左宗棠的话语像一股强大的风，席卷了整个战场，激起了将领们心中的热血。他们齐声应诺，那坚定的声音在战场上回荡，仿佛是对胜利的预言。随着左宗棠一声令下，开炮进攻，数以百计的炮弹如同愤怒的雷霆，从大炮中呼啸而出，划破了天际，带着大明军队的决心和勇气，轰向了浩城。那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仿佛是大明军队前进的战歌，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炮弹在浩城的城墙上爆炸，掀起了一片片尘土和碎石，城墙在炮弹的轰击下颤抖着，仿佛在向大明军队展示他的顽强。三大汗国的军队虽然顽强抵抗，但在大明军队的火力压制下，很快便陷入了困境。城墙上的将军们看着眼前的惨状，心中不禁生出了恐惧。他们开始意识到，这次大明军队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想象，而左宗棠的战术和指挥能力更是让他们望尘莫及。在这个危急的时刻，3位国王并没有放弃，他们亲自上城墙指挥战斗，鼓舞士气。他们告诉士兵们，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然而形势对三大汗国越来越不利，在大明军队的猛攻下，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明军士兵如同潮水般涌入城内，三大汗国的军队陷入了混乱之中。冲锋，突破防线，冲！随着左宗棠的一声令下，西北军区的5个师如同猛虎下山般冲向浩城，他们的炮火猛烈而精准，很快就对三大汗国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情况，3位国王知道他们必须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他们决定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对明军进行反击。在3位国王的带领下，三大汗国的精锐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他们利用地形优势，
对明军进行了巧妙的伏击和围攻。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3位国王都身先士卒，勇猛无比。拿下指挥部，左宗棠带着队伍冲向3大汗国指挥部。尽管3位国王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未能扭转战局。在大明军队的强大火力下，3大汗国的军队逐渐败退，指挥部被轻松夺下。被夺下指挥部后，3大汗国的军队成了盲头苍蝇，很快就被逐一击破。3大国王和众多女眷全部被左宗棠押送到京城，等待朱由馥发落。缅国宫殿内，此刻的朱由馥却感觉神清气爽，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大步走向宫殿大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仿佛要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禀皇上，亚细亚中部最新战报。通讯兵的声音打破了宫殿的宁静。他手持一份战报，快步走向朱由馥。打开一看，亚细亚中部已经并入大明，3个国王和众多女眷正押往京城来人，马上返程。紫禁城内，朱由馥站在一群被俘的国王和女眷面前，他们的脸色惨白，神情各异，有的充满了绝望，有的则带着一丝不屈的傲气。朱由馥的目光在他们身上一一扫过，最后停留在了那3位不肯投降的国王身上。这3个不肯投降的东西打入大牢。朱由馥的命令像冰冷的剑锋，直指那3位不肯投降的国王。士兵们毫不迟疑地执行了他的命令，将那些坚持抵抗的国王押解离开。宫殿内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沉重而有力，仿佛在宣告着这些国王的命运。而那些女眷们，她们的恐惧和不安像一股无形的波动在空气中扩散，她们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迷茫，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悲惨命运。然而朱由馥却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感受，他的目光中只有冷酷和决然。这些女眷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他淡淡的说道，朕后面再慢慢处理。他的声音中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仿佛只是在处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物。随着士兵们将女眷们带走，宫殿内再次恢复了平静。然后就在这时，一名女眷的回头让朱由馥记下了。亚细亚中部的人身材高挑，身材也可以，肤色还比较白，而这名女眷独特的样貌更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一下子把朱由馥吸引住了。来人，将这个女眷安排在紫禁城住下，安排后位置告诉我一下。朱由馥和旁边的随从说道。这时朱由馥一直在想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这些年的南征北战，朱由馥收集了这么多个后宫，还有不少来不及充值的，如果全部拉过来，紫禁城现在是住不下了。而这些后宫又是发展大明的重要资源，既然自己成了古往今来领土第一的帝王，自然也得学秦始皇，建立一座史无前例的宫殿，把全部后宫都住进去，这样就能天天充值。于是朱由馥从商城里面购买了大量的水泥。其实以这会的生产力，水泥是可以生产出来的，所以价格非常低，1两白银能换个几十袋。朱由馥让下人也准备了沙子和石子，还有钢铁。朱由馥开始指导大明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搭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模型终于在大明科学院中崭露头角。虽然规模不大，但其展现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独特魅力和巨大潜力令人瞩目。这座模型不仅外观坚固，而且内部结构复杂而精密，完全体现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优势。大明科学院的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这座建筑模型的稳固性能测试。他们运用了各种先进的测试设备和方法，对模型的承重能力、抗震性能、耐久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检测。然而测试结果却让所有人吓了一跳，这座建筑模型的稳固性能竟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它不仅能够承受远超设计标准的重量，而且在模拟地震的测试中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抗震能力。这种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兴奋。众专家，大明这次要建一座蓝星历史上第一大的宫殿，就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地点就选在圆明园周边。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般砸在众人心头。占地总面积188公顷，房间数量3000个以上，有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层数可以加到10层。随着他的描述，人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座宏伟宫殿的蓝图，在蓝星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朱由馥的话语不仅是对建筑专家们的挑战，更是对整个大明帝国的宣言。他要让这座宫殿成为大明帝国繁荣和强大的象征，让每一个大明子民都为之自豪。建筑专家们被朱由馥的话语所激励，他们知道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们也深知这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他们纷纷表示将全力以赴，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为这座宫殿的建设贡献力量。宫殿的动工仪式在一片庄重而热烈的气氛中拉开帷幕。朱由馥亲自站在圆明园旁的土地上，他的目光坚定而深远，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宫殿的辉煌。他手持一把金色的铲子，铲起第一铲土，
象征着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开始。随着他的动作，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期待，他们知道这将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将为大明帝国带来无尽的荣耀。建筑工人们也群情激昂，他们挥舞着工具，跃跃欲试。他们知道，在钢筋混凝土的支撑下，他们将能够建造出一座超越历史的宫殿，为后世留下不朽的传奇。四周的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热情的气息，仿佛整个大地都在为这座宫殿的诞生而颤抖。不远处，工匠们已经开始忙碌地搭建脚手架，巨大的钢铁架构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这一刻，整个大明帝国都仿佛被这座宫殿的建设所牵动，人们纷纷前来观看动工仪式，他们的脸上写满了自豪和期待。他们相信，在朱由馥的领导下，这座宫殿将成为大明帝国新的象征，见证国家的繁荣和强大。随着仪式的结束，工人们纷纷投入到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他们挥舞着铁锤，操控着机械，一片繁忙而有序的场景展现在人们眼前。这座宫殿的建设不仅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大明帝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它将见证大明帝国的辉煌与繁荣，成为兰辛历史上永恒的传奇。第103章第103章亚细亚中部的如花美眷。第103章亚细亚中部的如花美眷。在大明指挥部的宽敞会议室内，气氛庄重而肃穆。朱由馥站在巨大的战略地图前，他的目光深邃而坚定，仿佛已经穿越了千山万水，看到了大明帝国未来的海洋霸权。众将领，大明现在陆地上的优势是有了，是时候要开启海洋霸权。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回荡在会议室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自信和决心，仿佛已经为大明帝国绘制出了一幅宏伟的海洋蓝图。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会议室内响起了一阵低沉而坚定的应和声。将领们知道，大明帝国向海洋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他们将肩负起开疆拓土的重任，为国家的繁荣和强大贡献力量。这次大明要重组3支海洋舰队，分别是太平洋舰队、南印洋舰队、大西洋舰队。朱由馥继续道，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3条重要的航线，仿佛在为这3支舰队规划出征的路线。每支舰队都配备几艘无畏级战列舰，还有上百艘小型巡洋舰，外加上百艘霍兰6号潜艇。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力量和信心，仿佛已经看到了这3支舰队在海洋中驰骋的壮观景象。无畏级战列舰参数：排水量17900吨，航速21节，装备有安装在5座炮塔内的10门305毫米主炮，24门76毫米副炮，水下鱼雷发射器5座，2舷炮塔和指挥塔的装甲厚280毫米。将领们被朱由馥的话语所感染，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兴奋和期待的光芒。他们知道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3个月时间组建完毕，各舰艇阵已经提前准备好，在各大造船厂，胡林翼、冯子材、李鸿章任舰队长，你们3个要迅速行动。胡林翼、冯子材、李鸿章3人齐声应道：遵命。他们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充满了对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他们将肩负起组建和指挥3支海洋舰队的重任，为大明帝国的海洋霸权贡献力量。时间不早了，大家都退下吧。随着众将领纷纷退下，朱由馥又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站在地图前，看着蓝星的地图。当他看到亚细亚中部时候，才想起来有件事一直忘了干。朱由馥大步走向当时那位回眸的亚细亚女眷的寝宫，门前的2个倭奴见状，马上行礼，拜见皇上，姑娘正在里面沐浴，你们2个退下吧。朱由馥说道：遵命。2倭奴马上离开。房间内的女子自然也听到了门外的动静。朱由馥轻轻推开房门，说道：美人，朕来了。啊！女子听到动静后轻叫一声，她的话语让女子感到一阵心悸，她的心跳加速，脸上泛起一抹红晕。皇上，我还没沐浴好。女子害羞地说道，她的声音娇媚而动人，让朱由馥感到一阵心动。朱由馥的目光落在了屏风上的灯光投射的影子上，那影子模糊而朦胧，但却能隐约看出女子的身材曲线。那曼妙的身姿让朱由馥的心跳加速，他忍不住走进屏风，想要更清楚地看到她的身影，心中充满了冲动和渴望。然而女子似乎察觉到了朱由馥的目光，她立刻做出了反应，迅速地将整个人都浸泡到了大水桶内，只留下了水面上的波纹和泛起的泡沫。在这个宫内，全部东西都是朕的，包括你。朱由馥的话语充满了占有和渴望，他的心中似乎燃烧着一团火，那火源自他对女子的深情。女子在水桶中微微颤抖，她感觉到了朱由馥的强势和霸道。她的心跳声在水面下回荡，声音里充满了不安和犹豫。她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朱由馥的话语，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强烈的目光。给朕站起来！女子在水桶中听着朱由馥的话语，她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被他的霸道所震慑。
月光如水，洒满了整个宫殿。他深吸了一口气，慢慢的从水桶中站起，水珠从他的身上滑落，他的肌肤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白皙细腻。1.7米的个子，中间细，2头粗，此刻说让人喷鼻血也不夸张。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我叫米娜，原是西国一个不起眼的宫女。米娜双脸已经通红，她是第一次这样站在一个人面前。然而就在这时，一阵风吹过，窗帘轻轻飘动，灯光洒在她的身上，顿感到一阵清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皇上，我冷。米娜颤颤巍巍地说道。朱由馥走到她身旁，说道：对不起，是朕疏忽了，朕今天忙了一天，刚好也没有洗澡。他紧紧握住米娜的手，试图用自己的温暖来驱散她身上的寒意。木桶里平静的水顿时变得汹涌澎湃，水花四溅。还冷吗？朱由馥贴耳问道。5小时后丁，恭喜主角开枝散叶成功，成功充值30万两金。朱由馥抱起软绵绵的米娜，放在床上，两人相拥而眠。3个月后，胡林翼、冯子材、李鸿章将3大舰队组建完毕，在广州海岸等着朱由馥阅兵。朱由馥站在广州海岸上，目送着3大舰队起航，心中充满了期待和豪情。胡林翼、冯子材、李鸿章3人都是得力干将，他们各自率领的舰队都经过了精心的筹备和训练，如今终于要踏上展示实力的征途。皇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您的阅兵。胡林翼转身向朱由馥报告，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期待。朱由馥点了点头，目光远眺着海面，仿佛已经看到了舰队在广阔的大洋上驰骋的壮丽景象。他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传令下去，正式起航。随着朱由馥的命令传达下去，整个广州城都沸腾了起来，人们纷纷涌向海岸，期待着能够亲眼目睹这一盛大的阅兵仪式。而胡林翼、冯子材、李鸿章3人也各自回到各自的舰队上，正式开往太平洋、大西洋、南印洋。这个年代，如何规模庞大的铁甲舰可以说是海洋上的霸主，谁都不好惹。当然，海洋强国日不落国和高卢国马上充满警惕。大明指挥部内，通讯兵将胡林翼的战报递给朱由馥。朱由馥打开一看，好家伙，胡林翼这是盯上黑奴贸易了。内容如下：禀皇上，大西洋存在特殊的黑奴贸易产业链，欧罗巴各国利用这条链条可谓赚得盆满钵满。大明海军如今如此强大，可以把这条产业链控制下来。朱由馥看着胡林翼的战报，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黑奴贸易，这个在他的时代已经被禁止的残忍行径，竟然在这个年代依然存在，而且被欧罗巴各国利用得如此猖獗。这条产业链必须得到控制。朱由馥沉声说道：我们不能让这种残忍的贸易继续下去，也不能让欧罗巴各国继续从中谋取暴利，这个买卖大明要垄断了。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通讯兵，继续说道：传令下去，让胡林翼密切关注这条产业链的动态，同时准备采取行动控制这条产业链。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大明海军不仅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更有力量维护世界的正义和和平。与此同时，日不落国和高卢国也对大明海军的行动充满了警惕，他们不会坐视大明海军控制黑奴贸易产业链，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南阿非利加的海岸边上，一艘运奴船满载黑奴，正驶向自由国。运奴船上，奴隶主还在欢快地唱着歌，满怀期待地计算着这次交易能带来多少利润。然而，水手突然的大喊声打破了这份宁静。船长，前面有军舰，好像是大明帝国的，正在向我们靠近。他急忙跑到船边，眺望远方。果然，一艘庞大的军舰正缓缓驶来，旗帜上绣着大明帝国的标志。奴隶主心中一阵慌乱，但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护身符。皇上，我们船上挂着日不落国旗，他们不敢乱来的。奴隶主试图用这句话来安抚船上的众人。然而，事实并没有像奴隶主想象的那样发展。大明海军的军舰并没有因为船上的日不落国旗而退缩，反而以更加坚定的姿态继续驶来。船上的人听着，我们是大明海军，你们的船只涉嫌进行非法贸易，请不要反抗，抱头蹲下。军舰上的大明士兵大喊，并用枪支和大炮瞄准着运奴船。奴隶主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和绝望。他意识到，这次他们可能真的遇到了麻烦。他也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铁甲战舰，哪怕是日不落国的海军舰队来了，也绝不是大明海军的对手。而船上的其他人也都开始慌乱起来，不知所措。我们可是日不落国的商人，你们这么做知道后果吗？奴隶主试图以日不落国的名义来威胁大明海军，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颤抖和不安，显然缺乏底气。胡林翼对此毫不畏惧，他大声回应道：管你什么国，你再不投降蹲下，我们就开炮。我们投降，不要开火。奴隶主领着众水手抱头蹲下，脸上写满了无奈。
大明士兵开始登上运奴船的甲板，迅速控制了船只。船舱里的黑奴被一个个拉到甲板上，仔细一数，竟然有200多人，而且还有一些看着被虐打过，已经没啥气息的。大明士兵们手持钥匙，逐一走向那些被枷锁束缚的黑奴。他们的动作既轻柔又坚定，仿佛是在传递一种力量和希望。每当一个枷锁被打开，都会响起一阵清脆的声音，那声音在黑奴们心中回荡，仿佛是一种解脱和重生的信号。当枷锁被解开的一刹那，黑奴们的脸上露出了难以言喻的表情。他们有的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被救了；有的闭上了眼睛，仿佛在感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还有的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黑奴们，以后你们就是大明的奴隶，大明是善待奴隶的，只要你们努力干活，就没人会伤害你们，不像那些白人，一言不合就拿枪，让你往前跑几步。胡林翼在甲板上大喊：大人，当大明的奴隶有什么待遇？一位黑奴发出疑问。只要你们努力干活，能吃饱喝饱，不会有人动不动就送你去见阎王。大明境内可不能杀人，大明人民很友好的，不会虐待你们的。胡林翼耐心解答。黑奴们一想，努力干活能填饱肚子也不错，毕竟在阿非利加随时都可能饿死。一旁的奴隶主小声骂道：这他妈的是黑吃黑！你说什么？别乱动！大明士兵用枪顶着奴隶主。运奴船和大明军舰开往南阿非利加，在岸边的一块土地上，胡林翼插上了大明的军旗。你们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给大明种粮食，这块旗帜在，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敢来抓你们。至于下一步怎么做，等我安排。胡林翼将船上的黑奴一一送到海岸。这一事件让日不落国和高卢国的宫廷里炸开了锅。日不落国和高卢国的国王马上碰面，黑奴贸易可是他们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算打不过也得打了。高卢国宫殿内，日不落国国王首先发言，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和自信。大明帝国如此欺人太甚，我们可不能忍。这些年，我国已经研制出铁甲战舰，他们的火力强大，装甲坚固，足以与大明海军一战。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股不屈的斗志，仿佛在告诉高卢国国王，他们已经做好了应对大明帝国挑战的准备。高卢国国王也紧随其后，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这边也准备好了，随时与大明海军一战。我们必须要让大明帝国知道，在蓝星上哪一家海军最强。两国国王的话语中充满了决心和自信，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大明帝国的强大，他们似乎相信，只要他们联手，就能够抵挡住大明帝国的进攻，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次，我国派出30万吨位的舰队，一定要在大西洋上把大明的舰队全部击沉。宫殿内的气氛愈发紧张，日不落国国王的话语中充满了咬牙切齿的坚定，仿佛要将所有的愤怒和不满都倾泻到大明帝国的舰队上。30万吨位的舰队，这个庞大的数字让人不禁想象到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足以震撼整个大西洋。我国将派出20万吨位的舰队，大明军舰的末日来了。高卢国国王也不甘示弱，他一脸得意地说道：50万吨位的舰队，绝对可以说是蓝星上第一的舰队，绝对无人能敌。一旁的海军大将拍着胸口保证：那还等什么？马上去灭了大明帝国的海军！日不落国国王一脸愤怒。然而，在他们兴奋和自信的背后，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大明帝国海军的实力远非他们所能想象。大明帝国光一个潜艇，就是海洋里接近无敌的存在。大明指挥部内，胡林翼通过无线电将劫取黑奴船的情况报告给了朱由馥。朱由馥听完报告后，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在为接下来的决策凝聚力量。片刻之后，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很好，既然如此，不如胆子更大一点。传令兵，让南印洋舰队将大明陆军输送至阿非利加，我们要把这些欧罗巴的殖民地全部拿下来。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仿佛已经看到了大明帝国在阿非利加大地上崛起的壮丽景象。他的决策充满了胆识和远见，显示出了作为一位伟大领袖的魄力和智慧。随着朱由馥的命令下达，大明帝国的军队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行动起来。南印洋舰队迅速调动起来，为输送大明陆军至阿非利加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日不落国和高卢国的国王们还在自信满满地计划着与大明帝国的对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大明帝国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将对他们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进攻。大西洋西岸，一支庞大的联合舰队正浩浩荡荡地行驶着。这支舰队由日不落国和高卢国的海军力量组成，总吨位高达50万吨，一眼望去几乎望不到尽头。蒸汽机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推动着这些巨大的战舰在海面上疾驰。舰队的航行引起了周围海鸟的惊飞，它们在空中盘旋着，发出尖锐的叫声，仿佛在惊叹这支庞大舰队的壮丽景象。蒸汽机冒出的黑烟直冲云霄，遮天蔽日，
将天空染成一片灰暗。这支联合舰队的目标明确而坚定，击沉大明的舰队，重新恢复黑奴贸易链。他们是大明帝国为最大的威胁，决心要将其彻底摧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然而，就在他们满怀信心的航行时，不幸的消息传来，大明的舰队此时正出现在远方。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支舰队之间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日不落国海军指挥官手持望远镜，站在旗舰的甲板上，目光锐利地注视着远方。他嘲讽地笑道：大明舰队区区数百艘铁甲舰，见到我们竟然不掉头，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吗？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傲慢与自信，仿佛已经看到了大明舰队在他们的炮火下化为灰烬的场景。在他的眼中，大明舰队只是一群可怜的小角色，不堪一击。我们估计不用1个小时就能将这支可怜的小舰队统统击沉。高卢国海军指挥部也在耀武扬威着。大明军舰上，胡林翼也用望远镜看着这支联合舰队。看来这次欧罗巴这2个强国要动真家伙了，竟然派出如此庞大的舰队群，这次可以让好好的打一场大仗了。传令兵，马上通知潜艇，先行用鱼雷轰炸。胡林翼马上下令，大明的深海猛兽开始悄无声息地驶向2国联合舰队。轰轰轰，连续的轰鸣声在海面上回荡，巨大的爆炸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2国联合舰队前方的舰队突然遭受了猛烈的攻击，一时间海面上激起了数十米高的水柱，如同愤怒的巨龙般冲天而起。爆炸的冲击波瞬间席卷而来，船体在强大的冲击力下受损严重，开始进水。日不落国海军指挥官站在旗舰的甲板上，一脸懵逼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他瞪大了眼睛，试图寻找爆炸的来源，却发现大明的舰队并没有开炮，这让他瞬间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心中涌起了一股不安的情绪。快查明原因！哪来的爆炸声？他大声命令道，同时紧握着手中的望远镜，焦急地扫视着四周的海面。他需要尽快弄清楚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是怎么回事，以便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此时，整个联合舰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士兵们惊慌失措地在甲板上奔跑，舰队的指挥官们也在紧急商讨对策，试图找出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的来源，并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就在他们陷入混乱之际，更多的爆炸声在海面上响起。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水柱和冲击波，让联合舰队的一艘艘战舰被击沉。爆炸是来自于水底的，水底有东西。一名欧罗巴士兵大声喊道，他的声音充满了惊恐和不安，但却也让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着更多的爆炸声在海面上响起，联合舰队的混乱愈发严重。一艘艘战舰在巨大的冲击波下被击沉，海面上漂浮着残骸和燃烧的火光，士兵们的惊恐和绝望情绪在蔓延，整个舰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传令兵，指挥官大声喊道，让舰队不顾一切地冲向大明战舰，把他们击沉就赢了。他明白，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全力攻击大明舰队。随着命令的下达，联合舰队开始全速冲向大明战舰。大家不要怕，我们可是50万吨的舰队，就算不还手这里，让大明舰队打，他也得打个3天3夜才能把我们歼灭。高卢国海军指挥官试图稳定大家的心态。距离8000码，大明瞭望兵大喊。胡林翼站在军舰上，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他知道这一刻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他大喊，传令兵，命令全部炮手准备冲填。他的声音充满了威严和决心。随着胡林翼的命令下达，大明舰队的炮手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熟练地瞄准着联合舰队的方向，调整着炮口的角度，确保每一枚炮弹都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他们紧张而有序地充填着弹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禀告舰长，全部炮弹已经充填完毕。传令兵的声音在军舰上回荡。胡林翼站在军舰的指挥台上，目光坚定而冷静。他清楚地知道，这一战对于大明帝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他深吸一口气，大声下令，开炮！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无数的炮弹如同愤怒的火龙般飞向联合舰队。炮弹在海面上划出一道道炽热的轨迹，然后猛地爆炸开来，巨大的冲击波和火焰瞬间席卷了整片海域。窝草，大明的炮弹怎么射程这么远，而且威力这么大，而且炮弹发射频率如此密集。日不落国指挥官目瞪口呆，如此悬殊的差距，这场仗难打了。这回日不落国军队使用的还是前装炮，充填速度慢，而且射程短，而大明舰队使用的是后装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联合舰队的士兵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炮火打得措手不及，他们惊恐地尖叫着，四处奔逃，试图躲避这致命的攻击。然而炮火实在太过猛烈，许多人根本无处可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炮弹落在自己的身边，然后被炸得粉身碎骨。
这些大明的炮弹着实吓人，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孤注一掷往前冲，使劲冲啊！高卢国海军指挥官的脸色变得苍白无比，他意识到这场战斗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紧紧地抓住舰船的栏杆，试图稳定自己的心神。他知道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不顾一切击沉前方的大明军舰，单方面挨打让联合舰队的士兵们士气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而大明舰队则士气高昂，战斗力倍增。这场战斗似乎已经注定了联合舰队的失败。距离3000码，日不落国瞭望兵大喊，这就意味着大明舰队终于进入了他们的射程范围内。但这回联合舰队已经损失了近20万吨位的舰队，海面上早已成了一片火海，仿佛成了一片人间炼狱。日不落国海军指挥官站在军舰的指挥台上，他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但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他深吸一口气，大声下令：全体炮手，马上准备，我们终于要反击了。随着命令下达，日不落国舰队的炮手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熟练地瞄准着大明舰队的方向，充填弹药后马上发射。轰轰轰！日不落国的炮弹砸在大明的战舰上，然而却连钢板都没法穿透，只是留下了一点点痕迹。日不落国和高卢国的海军彻底懵逼了，这简直是降维打击。这场仗还怎么打？这大明帝国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的，而且他们的炮弹怎么这么多？日不落国海军指挥官闭上了眼睛，彻底陷入了绝望。整个战场就像是一个战舰的修罗场，炮火交织，爆炸声此起彼伏。日不落国和高卢国的战舰在大明帝国战舰的猛攻下不断遭受重创，海面上漂浮着残骸和受伤的士兵。这场战斗对于日不落国和高卢国的海军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撤退，撤退！这仗没法打，大明的舰队太可怕了。高卢国海军指挥官大喊。两国联合舰队开始调转船头，赶紧撤退。这会已经超过30万吨位的战舰被击沉，大明海军大获全胜，而两国联合舰队能逃回本土的10不存1。大西洋海战胜利的消息如同一道春风，迅速传遍了紫禁城的每一个角落。朱由父听闻捷报，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他站在紫禁城的最高处，远眺着万里晴空，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这场胜利不仅证明了大明海军在蓝星上再无对手，更让朱由父意识到大明已经完全具备了称霸蓝星海洋的实力。大明指挥部内，朱由父召集了众将领，共同商讨未来的战略。他站在地图前，手指轻轻划过一片片海域，仿佛是在描绘一幅属于大明的海洋帝国蓝图。朱由父沉声说道：众将领，如今大明海军已经无敌于天下，那不就说明整个海洋都是大明的领土，大明的旗帜可以飘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禀皇上，确实如此，在蓝星上，只要最强，我们可以把整个海洋都划入大明的领海。林则徐拱手说道：不过这样的话无疑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战争。左宗棠向前一步说道。石达开也点头附和道：左军长所言有理，我们应该采取渐进的策略，逐步扩张领土，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外交联系，争取更多的盟友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既能保证大明的利益，又能避免引发大规模的冲突。禀皇上，如果真要划定范围，可以用各国大炮射程来划定，各国海岸边3000米为他们的领海，其他的归大明。杨秀清拱手说道。朱由父微微一笑，他的眼中闪烁着自信和决心。他说道：你们说的都对，但朕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朕不仅要让大明的海军无敌于天下，还要让整个蓝星都臣服于大明的脚下。领海划定就按照杨秀清的来，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的国家，我们要用铁和血来让他们屈服。众将领齐声应诺。这场景就像做梦一样，被列强欺负似乎还发生在昨天，今天就成了蓝星第一。将领们一路看着大明帝国走过来，感慨万分。高卢国宫殿内，日不落国国王和高卢国国王的脸色比战报上的自己还要惨白。他们两国因为大明帝国的崛起，从此对头变成了老铁。这场败仗，我们绝不能公开承认。高卢国国王猛地一拍桌子，声音在空旷的大殿内回荡。国民的情绪必须稳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日不落国国王沉重的点点头，他的目光紧紧盯着战报上的字迹，仿佛能透过纸张看到大明帝国那不可阻挡的铁蹄。大明帝国已经展现出了他们的实力，无论是海陆还是陆路，他们都可能随时发动新的攻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日不落国国王深吸一口气，他的声音中充满了紧张和担忧。我们的军队必须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同时我们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外交联系，寻求可能的援助。高卢国国王默然点头，他的目光中也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应对这场危机。报，大明有最新通报。通讯兵的话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并将通报递给了高卢国国王。他妈的，太欺负人了！大明要把几大海都划成他们的领海，这是要封锁全部国家啊！这个朱由馥的野心也太大了吧！自由国指挥部内，自由国负责人手中的大明通报像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份文件上。大明帝国如此霸道，简直是前所未有。自由国负责人愤怒地挥舞着通报，他的声音充满了不满和无奈。他们这是要挑战整个蓝星的秩序。是啊，这样的行径简直是疯狂。一位官员附和道，他的眼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他们难道真的以为可以凭借武力为所欲为吗？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另一位官员激动地挥舞着拳头。我们的战舰不能只是放在家门口当摆设，我们必须站出来捍卫我们的权益。然而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官员就冷静地泼了一盆冷水。捍卫权益？你知道欧罗巴那两个大国出动了多少战舰吗？50万吨，那可是庞大的舰队。结果如何？还不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他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是啊，面对大明帝国的强大武力，他们真的能做出什么有效的反抗吗？这个问题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无比沉重。此外，南美利加刚独立的数个国家也是敢怒不敢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诸国只能耍耍嘴皮，日常咒骂大明帝国的朱由馥。自由国西海岸边，自由国的战舰开始出航，他们并不理会朱由馥说的领海范围。然后大明的潜艇是一直在四处巡逻。该死的大明，我们今天就把战舰开出去，看他能拿我们怎么办。自由国海军指挥官带着10多艘战舰驶离海岸。大明的潜艇发现情况后做好战斗准备，并密切关注自由国战舰的动态，注意跟踪目标，确保实时掌握自由国战舰的位置和动态。冯子材通过无线电通讯向潜艇发出指令，潜艇上的官兵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精确地锁定了自由国战舰的位置，并紧密跟踪。自由国海军指挥官并不知道大明潜艇的存在，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驶离海岸。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已经激怒了大明国。就在自由国战舰即将驶进大明领海之际，大明潜艇突然发射了一枚鱼雷，准确地击中了其中一艘战舰。爆炸声响起，海面上升起巨大的水柱，战舰瞬间失去了动力，开始缓缓下沉。怎么回事？快，全体返航！自由国海军指挥官惊慌失措地下令。然而大明潜艇并没有给他们逃跑的机会，他们又连续发射了几枚鱼雷，将剩下的战舰一一击沉。整个海面上只剩下自由国海军指挥官的那艘旗舰在苦苦挣扎。见鬼了，这大明帝国是何方神圣？哪来的炮弹？自由国海军指挥官目瞪口呆。潜艇上的士兵冷静地观察着海面上的情况，确保自由国战舰已经全部被击沉。然后他命令大明潜艇返回基地，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后续事态。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自由国海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自由国再也不敢轻易冒头。南阿非利加方面，随着大明战舰逐渐靠近海岸，士兵们开始忙碌起来。一些士兵在甲板上架设起梯子和跳板，以便快速登陆；另一些士兵则检查着武器装备，确保在登陆后能够迅速投入战斗。当战舰靠近海滩时，一阵响亮的冲锋号声响起，士兵们如同离弦的箭一般，迅速冲下跳板，踏上了南阿非利加的土地。他们的脚步坚定而有力，仿佛在向这片陌生的土地宣告着大明的到来。在海滩上，士兵们迅速集结成战斗队形，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一些士兵开始建立临时防御工事。朱由馥这次是亲自带着大明陆军前来，这次他要狠狠地教训欧罗巴各国南阿非利加指挥部内。通讯兵气喘吁吁地冲进营地，他的脸上满是尘土和汗水，神情焦急。报！大明帝国的大批军队已经登陆南阿非利加。通讯兵大声喊道，声音在营地中回荡。听到这个消息，日不落国的指挥官脸色瞬间惨白，仿佛被冰冷的寒风刮过。他手中紧握的地图滑落到地上，纸张的边角轻轻翻动，似乎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风暴。不会吧，这么快就来了？现在海上的补给线断了，我们军队数量不足，这可怎么办？指挥官的声音充满了慌乱和焦虑。他环顾四周，目光在士兵们脸上扫过，看到的是同样惊恐和不安的表情。他知道，如果不能迅速采取行动，整个营地都将陷入混乱和恐慌之中。就在这时，副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长官，不如去北面寻求支援，我们附近的队伍要合兵一处，不然就更加没法打。指挥官微微一愣，随即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中的慌乱，然后抬起头看向副官。好，立刻派人去北面寻求支援，同时命令附近的队伍迅速集结，准备迎战大明帝国的军队。
指挥官的声音虽然还有些颤抖，但已经恢复了些许的冷静和坚定。副官立刻行动起来，他知道时间紧迫，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他迅速召集人员，传达命令，整个营地开始忙碌起来。与此同时，在营地外，朱由馥的部队正在悄然接近。他们乘坐着汽车，快速而有序地前进，宛如一道黑色的洪流，在茂密的森林中穿梭。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击败日不落国的军队，占领南阿非利加。在汽车的加持下，朱由馥的部队行进速度大大加快，很快就接近了日不落国的营地。此时，曾国藩走到朱由馥身边，拱手说道：“皇上，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起进攻。”朱由馥点了点头，目光坚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下令：“全军听令，发起进攻！”随着朱由馥的命令，大明帝国的军队如同猛虎下山般向日不落国的营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密集的炮火和喊杀声在森林中回荡，整个营地被一片混乱和恐慌所笼罩。日不落国的士兵们虽然早有准备，但在大明帝国军队的猛烈攻势下，仍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他们试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但在数量和装备上的劣势让他们陷入了困境。密集的机关枪子弹如同暴风雨般倾泻而来，打得日不落国的军队抬不起头来。他们身上的装备和工事在子弹的扫射下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伤亡惨重。士兵们惊恐地四处奔逃，试图寻找遮蔽之处，但在这片开阔的森林中无处可藏。快撤退！撤退！退出南阿非利加！指挥官大声呼喊着。随着命令的下达，日不落国军队纷纷逃窜，大明的军旗插在了南阿非利加的指挥部上。南阿非利加指挥部内，以后这里就是大明的地盘了。朱由馥站在地图前，目光如炬地扫视着那片广阔的土地，他的声音充满了自信和威严，仿佛已经看到了大明在这片土地上的辉煌未来。曾国藩站在一旁，眉头微皱，他深知治理新领地并非易事，更何况这里的居民与大明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他担忧地问道：“皇上，那这里的黑人居民，我们该如何妥善处理？”朱由馥转过身来，目光坚定地看着曾国藩。他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让他们给大明好好种田或者挖挖矿，在大明当奴隶，不仅能够摆脱过去的苦难，还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样一来，白人再也不敢欺负他们了。”曾国藩听后，心中不禁一沉。他明白朱由馥的决定是出于对大明利益的考虑，但他也清楚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引发黑人居民的不满和反抗。他忍不住提醒道：“皇上，这样做是否有些过于激进了？毕竟强迫他们当奴隶可能会激起不必要的冲突。”朱由馥冷冷地看了曾国藩一眼，语气坚定地说道：“曾国藩，你要明白，大明是为了他们好，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大明能够给予他们真正的保护和繁荣。如果他们不愿意为大明效力，那就让他们看看白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相信我，他们会选择为大明效力的。”皇上英明。众将领拱手说道。这下子大明不仅有倭奴，又有了大量的黑奴，这将为大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你国中阿非利加指挥部内，各国指挥官齐聚一堂，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大明帝国。日不落国、高卢国、日耳曼国等国的军队已经合兵一处，决心共同抵御大明的进攻。日不落国的指挥官站在地图前，手指着上面的标记，坚定地说道：“大明的军队打过来了，我们这次要团结起来。我们集结了10万大军，这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信心。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抵挡住大明的大炮。”他的话语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试图提振在场各国指挥官的士气。然而，高卢国的指挥官却表达了一些担忧。可是，大明帝国的军队是出了名的吓人，他们的枪支能疯狂吐子弹，炮弹的威力也是非常猛。我们至今都生产不出来那样的武器，这让我们在战斗中处于劣势。高卢国指挥官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大明帝国的军事力量确实强大，他们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水平远超其他国家，这也是大明能够迅速扩张领土，征服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日耳曼国的指挥官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制定更加灵活的战术和策略，我们需要了解大明的军事布局和意图，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各国指挥官纷纷发言，讨论着如何应对大明的进攻。他们明白，这次如果输了，大明将占领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阿非利加，奴隶贸易的产业链将被大明彻底垄断。在尼国的海岸边，天色渐渐破晓，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映照着粼粼的波光。突然，海平线上出现了一群黑点，它们逐渐变大，化为一艘艘巨大的战舰，向着岸边驶来。这些战舰上飘扬着大明的旗帜，旗帜上的龙形图案在阳光下栩栩如生，显得威武而霸气。随着战舰的靠近，可以清晰地看到
甲板上站满了士兵，他们身着崭新的军服，手持步枪，目光坚定而锐利。当战舰靠近海岸时，士兵们开始陆续下船。他们踏着坚实的步伐，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的脚步虽然沉稳，但却充满了力量和决心。他们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为大明拿下这片土地。你国中阿非利加指挥部内，通讯兵急匆匆地冲进了联军指挥部，紧张地报告：报告，大明帝国的军队已经登陆，正在前往指挥部方向。日不落国的指挥官脸色一沉，他迅速做出决策，传令兵马上命令大军加强防御工事，准备迎战。联军上下立即行动起来，士兵们紧张而有序地加固工事，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各位将军，大明帝国此次来势汹汹，我们可有好的对策？日不落国指挥官环视着在座的各位将军，寻求他们的意见。高卢国的指挥官沉思片刻，缓缓开口：我们现在武器装备比较落后，正面交锋恐怕难以取胜。依我之见，我们应该利用地形优势，做好防御掩体，以逸待劳。日耳曼国指挥官点头赞同。我也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地形优势。我听说附近有一片密林，我们可以在那里设伏，利用密林作为掩护，进行反击和撤退。好，那就这么定了。传令兵马上通知各个部队前往密林设伏，同时命令工程兵立即加强防御工事，确保我们的阵地不会被敌人攻破。日不落国指挥官果断地做出了决策。是，将军。传令兵敬礼后迅速离开了。各位将军，我们需要紧密合作，互相配合，才能打败大明帝国的军队。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高卢国指挥官鼓舞着士气。没错，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其他指挥官也纷纷表态。夜幕降临，密林中一片寂静。大明帝国的军队在夜色中前行。曾国藩，前面就是欧罗巴联军的总部了，但是这前面有一片密林，你说如果你是联军的指挥，你会怎么办？朱由馥问道。禀皇上，我定会在这里埋下伏兵。曾国藩拱手说道。如果前面有伏兵，你会怎么办？朱由馥反问道。皇上，我会派出斥候先行侦察，同时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旦确认有伏兵，我们将迅速调整战术，或是绕过密林，或是利用火力优势强行突破。曾国藩冷静地分析着。好，那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传令下去，让斥候先行侦察，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朱由馥果断地做出了决策。砰砰砰，密林里突然响起了枪声和斥候的惨叫声，这足以说明斥候遇到伏兵，这是凶多吉少了。曾国藩让炮兵好好轰一下这个林子，让它烧起来吧，看看这里面的伏兵怎么伏。心里吃不了热豆腐，等烧完了，我们再前进。朱由馥命令道。是，皇上。曾国藩立即传达命令，炮兵们迅速行动起来，开始准备炮击。大明帝国的炮兵们是精锐之师，他们训练有素，炮术精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他们迅速瞄准了密林，准备发射炮弹。放！随着曾国藩一声令下，炮兵们齐刷刷地放炮。轰轰轰！炮弹呼啸着飞向密林，瞬间在伏兵阵地中爆炸开来。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而起，密林中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火焰在夜色中跳跃。烧吧，让这火焰烧尽一切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朱由馥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相信这场火攻将彻底摧毁联军的防线。不少联国士兵被炮火淹没，而熊熊大火更是让伏兵苦不堪言。快跑啊！大明的炮弹太吓人了！快跑了！大火来了，我们没必要在这里等死。联军士兵纷纷大喊：将军，要赶紧下令让士兵撤退，我们已经被发现了，再不撤退，我们的人都要成烤猪了。副将大喊：撤退吧！大明的军队真不好打，怪不得一直屡战屡败。联军指挥官脸色苍白，仰天长叹。尼国尼城联军指挥部内，报，密林已经成了一片火海，伏兵全部撤退，大明军队很快就到了。通讯兵脸色惨白，声音中带着无法掩饰的惊慌。什么？日不落国的指挥官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不可置信地看着通讯兵。大明军队怎么这么神鬼莫测？以前的大清可是很好欺负的，这是天要亡我日不落啊！将军，我们现在还能利用掩体防守，还有一线希望。高卢国的指挥官急忙说道，试图提振士气。日耳曼国的指挥官也点点头。对，我们不能放弃，命令军队立即做好防御准备，准备迎战大明军队。好，马上传令下去，让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日不落国指挥官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现在不是慌乱的时候，他们必须团结一致，才有可能抵挡住大明的进攻。尼国尼城外围，随着最后一缕夕阳的余晖消失在地平线后，
大明军队终于走出了那片被火焰肆虐过的密林。焦土之上，烧焦的树木和草木发出难闻的气味，似乎在诉说着不久前发生的惨烈战斗。曾国藩，这一仗你觉得怎么打比较合适？朱由馥望向身侧的曾国藩。曾国藩微微拱手，沉稳地回答道：禀皇上，臣认为可以夜袭一下，探探欧罗巴联军的虚实。他的声音虽然平静，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自信。在他的眼中，这一场战斗不仅仅是为了保卫大明，更是为了证明大明的实力，让那些曾经轻视大明的国家知道，大明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朱由馥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好，就依你之言。朱由馥果断地做出了决定。那你需要多少兵马？朱由馥问道。他知道每一支兵马都是大明的宝贵财富，必须用在刀刃上。禀皇上，一个师的兵力足矣。曾国藩信心满满地回答道。他深知大明军队的实力，相信一个师的兵力足以突袭欧罗巴联军。很好。朱由馥点了点头，对曾国藩的自信表示了肯定。那今晚就准备行动，务必一举拿下泥城，让那些敌人知道大明的厉害。随着朱由馥的命令下达，大明军队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士兵们摩拳擦掌，而曾国藩则开始部署兵力，制定详细的战斗计划。深夜，曾国藩带领着一支精锐的部队，悄然无声地接近尼国指挥部。他们的身影在月光的映衬下，如同幽灵般在丛林和山峦间穿梭，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打破这寂静的夜。队伍中，士兵们的呼吸都几乎凝固了，他们的心跳与夜风中的树叶沙沙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曾国藩身上，期待着他能带领他们取得胜利。在接近尼国指挥部的过程中，曾国藩不断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终于，他们来到了尼国指挥部的外围。只见那里灯火通明，人影绰绰，显然是尼国的守卫在严密的巡逻。曾国藩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低声对身边的副官下达了指令。他们西面的防线掩体太多，沿着这里冲锋定会产生不少伤亡。还好，相反方向防御薄弱，应该是来不及修建，组织大家伙绕后进攻。士兵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地形和夜色作为掩护，悄无声息地绕后。他们的动作迅速而敏捷，仿佛一群猎豹在黑夜中前行。看到没有，最大那个营地肯定就是指挥部，只要拿下来，我们就立大功了。曾国藩用望远镜看了看，说道。大明军队逐渐接近了尼国指挥部的核心区域，曾国藩的心跳也逐渐加快。他知道现在正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他深吸一口气，下达了最后的攻击指令：全体进攻，冲向指挥部。随着他的话语落下，整个战场仿佛被点燃了一般。大明士兵们如同离弦之箭，瞬间冲向了尼国指挥部。他们的呼喊声震天响，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敌人的无畏挑战。砰砰砰，哒哒哒，子弹如同流星般划破夜空，发出尖锐的呼啸声。轰轰轰，爆炸的火光在黑暗中闪烁，照亮了士兵们坚毅的脸庞。他们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每一次跃进都离胜利更近一步。曾国藩站在战场上，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士兵们的身影。随着战斗的深入，大明军队逐渐接近了尼国指挥部的核心区域。每一声爆炸，每一次枪声都在提醒着曾国藩，胜利就在眼前。他紧握着手中的步枪，眼中闪烁着胜利的光芒。将军，明军来偷袭了！副官在营帐外大喊道。我知道，这么吵的声音，但是他们怎么突破西面防线的？日不落国指挥官的脸色极其难看。将军，他们想直接端掉大本营，我们要赶紧想办法。副官大喊。砰砰砰，冲啊，活捉欧罗巴将军！曾国藩带着的部队冲锋，前方的欧罗巴士兵被密集的子弹打得纷纷倒地，发出痛苦的嚎叫。大明的步枪怎么能一下子发出这么多发子弹？日耳曼指挥官一脸疑惑，然而他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这样的枪支确实吓人。对面有多少兵马？高卢国指挥官扯着副官的衣袖问道。太暗了，看不清，密密麻麻的，至少几个师的兵力。副官一脸无奈，马上下令撤退，想办法回国了，不跟他们玩了。高卢国指挥官脸色惨白。欧罗巴联军一瞬间乱成一团，他们没想到大明长途跋涉，还能有精力绕过他们的防线。带上全部女眷，拿上枪支补给，赶紧撤！日不落指挥官大喊。虽然出征在外，他们也时刻将不少女眷带在身上。将军，林子里全是大明的士兵，我们这样跑跟送死差不多。副官拦住了日不落指挥官。那怎么办？投降保住性命，日后再东山再起吧。副官一脸无奈。现在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的退路，大军被打得乱哄哄的，主要是大明的枪支和大炮太吓人了，一开始是他们轻敌了，
投降吧！日不落国指挥官瘫坐在地上。欧罗巴联军指挥部被大明军队成功端掉，这一消息如同一道惊雷，在欧罗巴大陆上空炸响。大明的军队在指挥官朱由馥的率领下，以其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了整个联军，让联军毫无还手之力。这一战，大明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欧罗巴联军不得不选择投降。在胜利的喜悦中，朱由馥走进联军指挥部的大营帐，他看到了许多被俘的女眷，这些女眷金发碧眼，身材高挑，她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不安。看着这些女眷们满脸的惊恐和无助，朱由馥的心中充满了同情。他站起身，走到女眷们面前，温和地说：“别怕，朕会好好待你们的。来人，将这里的女眷全部带回京城。”朱由馥挥了挥手，士兵便将全部女眷带走。不敢充这么多职了，不然天天被封。曾国藩，对于大明这个新地盘，你有何开发建议？朱由馥转向曾国藩说道。曾国藩深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他也看到了其中的机遇。他向朱由馥建议：皇上，开发阿非利加非一日之功，我们可以先拟一道诏令，鼓励百姓前往那片土地，只要愿意过去开发的，每人都可以分得100亩土地。朱由馥点头表示赞同，但随后他又提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建议：另外，朕决定赏赐黑奴给那些愿意前往开发的百姓。曾国藩闻言一愣，这确实是吸引人们参与开发而做出的好决策。诏令很快拟好并颁布了下去，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明朝，引起了轰动。许多百姓看到了开发阿非利加的机遇和赏赐黑奴的诱惑，纷纷报名前往。不久后，朱由馥建设已久的天下第一宫终于迎来了盛大的竣工仪式。这座巍峨的宫殿群，其规模和气势令人叹为观止。竣工现场热闹非凡，喜气洋洋。宫殿群周围的道路上挂满了彩旗，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工人们身着整洁的工装，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的笑容。他们手持工具，列队站在宫殿群前，等待着竣工仪式的开始。随着仪式的开始，礼炮齐鸣，彩带纷飞。朱由馥站在宫殿之巅，俯瞰着下面欢腾的人群，心中充满了满足和自豪。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所有为建设宫殿付出努力的人们，并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宫殿群内，每个房间都装饰的精美绝伦，壁画、雕刻、家具等一应俱全，彰显着皇家的尊贵和豪华。在宫殿的顶层，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竣工现场的人们互相庆祝，互相拥抱，共同分享着这份喜悦。他们为能够参与这座宫殿的建设而感到自豪，也为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期待。朱由馥给这座天下第一宫提了一个牌匾：多子多福宫，这将成为大明的核武器库一样的存在。随着天下第一宫的竣工，朱由馥从各地收集的全部妃子也开始陆续入住。这座宫殿群以其宏伟的气势和精美的装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来自不同地域的妃子们身着华丽的服饰，佩戴着珍贵的首饰，从各个宫门缓缓进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期待，对于能够在这座宫殿中生活感到无比的荣幸。宫殿内的倭奴忙碌着，为妃子们安排住宿和日常生活。每个妃子都被分配了一座豪华的寝宫，内部陈设精美，家具考究，尽显皇家的尊贵和奢华。在宫殿的庭院中，妃子们互相交流着，分享着彼此的心情和期待。他们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也期待着能够在这座宫殿中留下自己的印记。随着妃子们的入住，天下第一宫变得更加热闹和生机勃勃。朱由馥以后充职也终于有了固定的地方。日不落国宫殿内，华丽的吊灯下，各国的君主们齐聚一堂。他们身穿华丽的礼服，脸上的表情各异，有的忧虑，有的愤怒，有的则是深思。众国君，大明帝国现在的步步逼近，已经不仅仅是在阿非利加蚕食我们的殖民地，他们的海军更是封锁了我们的海洋，使我们无法与外界贸易。这样的压迫，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日不落国的国王挥舞着手中的权杖，激昂地说道。高卢国的国君点了点头，他的脸上满是忧虑。是啊，大明帝国对欧罗巴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们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而我们却还在自相残杀，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斗牛国的国君叹了口气，他的眼中充满了无奈。大明帝国的武器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一直在试图模仿他们的技术，但却始终无法成功，这让我们在战争中处于极度的劣势。荷兰国的国君的忧虑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宫殿的每一个角落。他瞥了一眼周围的国君，那些或忧虑或愤怒的面孔在灯光下显得格外鲜明。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大明帝国虽然强大，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反抗之力，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拥有上千万的军队。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挡住他们的侵略。日耳曼国国君的话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宫殿内的紧张气氛。
他的脸色惨白，眼中满是恐惧。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如果大明帝国从东部防线攻打进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日耳曼国国君的话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各国君主开始交头接耳，讨论如何组建欧罗巴联盟，共同对抗大明帝国的威胁。日不落国国王站起身，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是的，我们要组建欧罗巴联盟，共同抵挡大明的侵略。我们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发挥我们的优势，让大明帝国知道，欧罗巴并不是他们可以轻易征服的地方。宫殿内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国君主们的决心和希望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深知这一刻的选择将决定欧罗巴的命运，将决定他们是否能够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随着讨论的深入，各国君主们开始商讨具体的行动方案。他们意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负责协调各国的军事行动，确保各国力量能够形成合力，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同时，他们也知道，要对抗大明帝国的先进武器和战术，他们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共同研发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确保在战场上拥有足够的优势，打败敌人。就在此时，日不落国的国君拿出一份盟约，递给了在场的各位君主。盟约上明确规定了各国在联盟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共同对抗大明帝国的目标和策略。各国君主们纷纷表示赞同，并在盟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刻，他们不再是各自为政的国家，而是一个团结一致的联盟，共同面对来自大明帝国的进攻。随着盟约的签订，欧罗巴联盟正式成立。各国君主们相视而笑，眼中闪烁着胜利的希望。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团结一心，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而这一刻也成为了欧罗巴联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将会以这个联盟为平台，共同对抗大明帝国的威胁。欧罗巴联盟成立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明京城。真的是不自量力，现在的大明岂是这些牛鬼蛇神可以阻挡的？朱由馥笑着说道。确实不自量力，禀皇上，大明的下一步准备进攻哪个地方？左宗棠拱手问道。进攻哪个地方？他重复着左宗棠的问题，似乎在思考着这个简单却又重要的问题。他的目光扫过大明京城内的繁华景象，思绪万千。大明帝国如今已经今非昔比，我们的军队遍布天下，何处不可进攻？朱由馥的声音中带着几分狂妄与自信。他顿了顿，继续道：不过，既然你提到了进攻，那么我们就先拿欧罗巴联盟中的最值钱的殖民的南印开刀吧，让他们见识一下大明帝国的厉害，也好让他们知道与我们对抗是多么的不自量力。朱由馥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霸气与狂妄，仿佛他已经看到了欧罗巴联盟在大明帝国的铁蹄下颤抖的画面。左宗棠听到朱由馥的回答，心中不禁一凛。皇上英明，臣定当全力以赴，助皇上征服天下。左宗棠拱手说道，声音中透露出坚定的信念。随着左宗棠的话语落下，大明帝国进攻南印的计划正式开始筹备。多子多福宫内，3000个房间已经住了一大半以上，皇子也是不停的出生。为了大明的未来，朱由馥现在已经开始持续充值模式。经过一夜的战斗，他放下目光呆滞的白人妃子，神清气爽地踏进大明指挥部。众将领，现在南印已经彻底被我们包围了，而且这里的军队战斗力也不强，可以说是唾手可得。朱由馥坐在龙椅上说道：禀皇上，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好，我们可以分3路进攻，从东面、西面、南面一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左宗棠拱手说道。指挥部内，将领们早已等候多时，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期待与紧张。朱由馥坐在龙椅上，环视了一圈众人，然后沉声说道：众将领，现在南印已经彻底被我们包围了，而且这里的军队战斗力也不强，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与决心，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众将领闻言，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已经胜利在望了。左宗棠站了出来，拱手说道：禀皇上，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好，我们可以分3路进攻，从东面、西面、南面一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斗志。朱由馥微微点头，表示赞同。他深知左宗棠的才能与智谋，对于他的作战计划充满了信心。他扫视了一眼在场的将领们，然后沉声说道：此次战斗关乎我大明王朝的荣耀与未来，我们必须一举拿下南印。朕将亲自带队，这次先给欧罗巴联盟一个开胃菜。众将领齐声应是，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决心与斗志。随着朱由馥的一声令下，整个指挥部变得忙碌起来，将领们纷纷离开，去准备各自的战斗。南印孟城海岸边，远方海平线上冒出一缕黑烟，打破了这里的宁静。那是大明帝国军舰的烟囱中冒出的黑烟，
他的出现立刻引起了海岸边日不落国士兵们的注意。大明的军舰来了！一名士兵大声呼喊，声音中透露出紧张与不安。他的喊声在海风中回荡，迅速传遍了整个海岸。士兵们立刻从各自的岗位上站起来，目光紧张地望向远方，迅速准备大炮。日不落国将领大声命令道。士兵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迅速奔向大炮所在的位置，开始紧张而有序地准备发射。与此同时，大明的军舰缓缓驶入视线。甲板上，大明的士兵们精神抖擞，气势如虹。他们的到来让日不落国的士兵们感到一股强大的压力。8000码！廖望兵大声呼喊，他这个数字意味着已经到了大明大炮的射程范围内。全体充填炮弹，准备发射。左宗棠果断地指挥道，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士兵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迅速而有序地将炮弹装进大炮中，准备发射。这一刻，整个海岸线上充满了紧张的氛围。大明帝国和日不落国之间的对峙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开炮！在左宗棠的一声令下，炮弹如暴雨般猛烈地射向孟城海岸，威力惊人。炮弹在孟城海岸上剧烈爆炸，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震天的轰鸣和刺眼的火光，硝烟弥漫在整个战场上，让人窒息。孟城海边的防御工事在炮火中瞬间崩溃，那些坚固的石墙和木栅栏在炮弹的猛烈冲击下变得不堪一击。日不落国的阵地也被严重破坏，许多日不落国的士兵在惊恐中四处逃窜，试图寻找安全的避难所。在日不落国的将军帐篷中，将军长叹一口气，他的脸色苍白，眼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他看着地图上的孟城海岸线，心中充满了焦虑。他清楚地知道，大明帝国的大炮射程远远超过他们，这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进行反击。他妈的，这大明帝国的大炮射程是我们的2倍都不止，这海岸线没得守。将军低声说道，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沮丧和无奈。他知道，现在他们只能撤退，寻找更好的掩体，准备进行反击。随着将军的命令下达，日不落国的士兵开始有序地撤退。他们虽然心有不甘，但也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等待时机进行反击，夺回孟城海岸的控制权。而大明帝国的士兵们士气高昂，在左宗棠的英明指挥下，他们紧密配合，迅速登陆。弟兄们，跟我冲！左宗棠提着步枪，带着大明的士兵冲锋。顿时，子弹如同雨点般向日不落国的士兵飞去。日不落国的士兵虽然顽强抵抗，但在大明帝国士兵的猛烈攻势下，他们的阵线开始动摇。冲啊！左宗棠继续鼓舞士气，带着士兵们冲破日不落国的防线。日不落国的士兵们被大明帝国的猛烈攻势打得措手不及，阵型大乱，士兵们四散奔逃。快撤！快撤！军官们大声呼喊着，试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但形势已经无法挽回。大明帝国的士兵们如同潮水般涌来，日不落国的士兵们根本无力抵挡。砰！砰！砰！哒！哒！哒！密集的枪声不断响起，日不落国的士兵们一个个倒下，他们的身体在子弹的扫射下颤抖着，血液染红了土地，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让人不寒而栗。投降吧，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大明帝国的士兵们大声喊道。然而，日不落国的士兵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仍然顽强地抵抗着。尽管他们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但他们仍然坚持着战斗，试图寻找突破口。日不落国的将军站在战场的边缘，目光沉重地眺望着前方的战场。他看到了自己的士兵们在与大明帝国的军队殊死搏斗，但他也看到了他们手中的武器与对方的相比显得如此落后。将军，我们的武器确实不如他们。副官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无奈，他手中紧握着一支已经打完子弹的步枪，脸上是未曾有过的挫败感。将军没有回应，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战场。他看到了自己的士兵们一次次勇敢的冲锋，又一次次被对方的火力压制回去，他们的身体倒在了血泊之中，却仍然紧紧握着手中的武器，仿佛在与命运做最后的抗争。难道我们真的没有一点胜算吗？副官不甘心地问道。将军缓缓地转过头，目光深邃地看着副官。我们的士兵们是勇敢的，但是他们的步枪是连发的，我们的步枪还要打完一发再上一发，这根本没法打。副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那我们该如何是好？难道就这样放弃吗？日不落国将军深吸了一口气。我们现在需要马上撤退，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然后我们需要回国，重新评估我们的军事实力，研发更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这话简直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随着副将的命令下达，日不落国士兵全线撤退。南印这个地方人口数量也是相当庞大，
这里的百姓一直被日不落国奴役，南印奴隶的生活宛如人间地狱，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失去了亲人和朋友，成为了日不落国军队的战利品。他们被像牲口一样对待，没有人权，没有尊严，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障，总是被迫居住在简陋的棚屋里，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极差，疾病和饥饿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许多人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折磨而死去。他们的身体因为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而变得虚弱不堪，甚至无法支撑起他们自己的身体。在南印奴隶的生活中，没有自由和希望，他们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要为日不落国的军队服务，还要为那些贪婪的商人工作。他们每天被迫工作10几个小时，甚至没有时间休息和睡觉。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被摧残到了极点，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他们的心灵也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他们被剥夺了与亲人团聚的权利，被迫与自己的家人分离。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关注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视为无用的存在，被任意践踏和剥削。他们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满足那些残忍的日不落国士兵和商人的欲望和利益。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掌握在那些残忍的日不落国士兵和商人手中，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种痛苦和折磨。现在大明的军队来了，情况变了。成群结队的南印奴隶被带到孟城广场上，他们来自不同的部落和村庄，被日不落国的军队掳掠并带到了这里。奴隶们瑟瑟发抖，他们相互依偎着，试图从彼此身上找到一丝温暖。他们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不知道接下来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是被卖给远方的商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干活还要挨打。这些他们都无从得知。然而当他们看到大明帝国的士兵走过来时，他们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希望。与日不落国的士兵相比，大明士兵的面容显得更加和蔼，他们的眼神中没有那种残忍和冷漠。不要怕，我们是来解救你们的，以后你们当大明的农奴，只要干活就能吃饱喝饱，而且不会挨打。朱由馥用温和的语气说道。奴隶们听着这话，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芒，他们相互交头接耳，议论着这位帝王的话是否可信。但是当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明士兵走过来，他们的心中也逐渐涌起了一股勇气。我们是大明帝国的军队，我们会优待奴隶的，只要你们努力干活，该有的你们都会有。左宗棠高声说道。听到这话，奴隶们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些紧张的情绪如同被风吹散的云烟，消散在孟城广场的广阔空间中。他们相互交头接耳，议论着这位大明士兵的话是否可信。当大明的奴隶，一天要工作几个小时，要干些啥活？一名奴隶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却代表了所有奴隶的心声。左宗棠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同情和理解。他深吸一口气，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回答道：在大明，你们会从事一些农活或者去挖矿，但每天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10个小时，而且你们可以吃饱喝饱，不会被挨打。听到这话，奴隶们的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们想象着自己能够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虽然他们知道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但至少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在大明士兵的耐心解答下，奴隶们逐渐放下了心中的疑虑和恐惧。他们知道这次或许真的能够摆脱那些残忍的日不落国士兵，迎来新的生活和希望。孟城的情况很快在南印传开，日不落国的统治开始变得岌岌可危。在南印契城，阳光下的田野本该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地方，但如今却被日不落国的士兵们笼罩在阴影之下。这些士兵们不仅强迫农奴们种植罂粟，还对他们实施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农奴们原本都是自由自在的人，有着自己的家庭和梦想，但是一旦被日不落国的士兵们抓住，他们就被迫成为了奴隶，失去了自由和尊严。他们被迫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种植着那些令人上瘾的毒品作物。他们的生活变得暗淡无光，充满了绝望和苦难。这些士兵们不仅不关心农奴们的生死，还时常对他们进行殴打和虐待。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抗。然而日不落国的军事实力强大，他们并不惧怕这些小小的反抗。在契城，罂粟的种植已经成为了一种产业，这些毒品作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兰心各地，成为了毒品市场的热门商品。而那些被迫种植罂粟的农奴们却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剥夺，生活变得更加贫困和艰难。自从大明崛起后，这条产业链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契城指挥部内，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日不落国的将军眉头紧锁，脸上的忧愁愈发明显。他瞥了一眼桌上的账本，叹了口气。自从被大明封锁，
这些年的利润越来越少，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快连自己都养不活了。副官站在一旁，也感受到了将军的焦虑。他深知当前的形势严峻，忍不住提醒道：“将军，孟城已经失守了，我们现在最怕的不是没钱，而是大明的军队打过来。”将军愣了一下，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皱了皱眉，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应该没这么快吧？然而，他的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了阵阵枪声。清脆的枪声在指挥部内回荡，让两人的心猛地一紧。他们迅速跑到窗前，只见远处尘土飞扬，大批的士兵正朝着弃城涌来。是大明帝国的部队。副官惊呼道。将军的脸色惨白，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他原本以为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但现在现实却残酷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他们毫无准备，面对大明的军队，他们几乎没有胜算。撤退吧。副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低声建议道：“只能如此了，赶紧带队撤退。”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撤退的时候，南印的农奴们看到了大明的军队，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仿佛看到了解脱的曙光。他们纷纷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冒着枪林弹雨，为大明的军队指路，帮助他们打进了指挥部。曾国藩带着大部队冲锋在前，他的眼神坚定而果敢。大明士兵们紧随其后，一路上他们毫不留情地射击着那些还没来得及准备的日不落国士兵。一个个日不落国士兵中枪倒地，他们的痛苦嚎叫声在战场上回荡。大明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弃城的核心地带，而日不落国的将军和副官则带着残余的部队仓皇撤退，试图逃离这片已经被大明军队占领的土地。南印的农奴们欢呼雀跃，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知道，这场胜利意味着他们将能够摆脱那些强迫他们种植罂粟的日不落国士兵。曾国藩走进指挥部仓库，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感到震惊。堆积如山的鸦片仿佛是一座座罪恶的山峰，他们无声地诉说着对兰心各地百姓的荼毒。他的脸上闪过一抹决绝，这些鸦片必须被彻底销毁。他马上将情况报告给朱由馥。朱由馥回复：“你们继续前进，一同围攻德城。大明海军会来接应，全部货物拉走，到时候去日不落国附近集中烧了，让他们尝尝滋味。”朱由馥、石达开、曾国藩很快就抵达德城外围。这一路上，整个南印的农奴都陆续成为了大明的奴隶，从此过上好日子。德城指挥部内，紧张的气氛像厚重的乌云，压抑着每个人的心头。日不落国的指挥官坐在地图前，双眼空洞地凝视着上面复杂的线条和标记，仿佛在寻找一丝突破困境的希望。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地图上划过，声音带着一丝绝望：“我们的军队都是纸糊的嘛，怎么一下子就被打到德城？这可怎么办？”军师长叹一声，他的眼中同样充满了无奈。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这一路下来，我们遭遇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武器。大明帝国的军队所使用的子弹和步枪似乎不是这个时代的，他们的火力强大而精准，我们的士兵在这样的攻击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指挥官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愤怒和不甘，他紧握拳头，声音有些颤抖：“我不想听这些，我只想知道，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守住德城？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德城是我们的战略要地，一旦失去，整个南印就丢了。”副官站在一旁，他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指挥官，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德城已经被大明帝国的军队完全包围，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已经完全被切断，海路也被他们封锁了。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孤军奋战，没有任何援军和补给能够到达。”指挥部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绝望的氛围中。然而，就在这一刻，一道坚定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我们还有士兵，还有战斗力。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这道声音来自于一位年轻的军官，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在地图上迅速划过，声音充满了自信和决心：“我们可以利用德城的地形优势，设置陷阱和防线，尽可能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可以派出小股精锐部队，寻找敌人的弱点，寻求突破的机会。”指挥官看着这位年轻军官，眼中闪过一丝欣赏和认同。他点点头，声音虽然还是有些颤抖，但却多了一丝坚定：“你说的对，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尽一切可能守住德城。德城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责任。”随着指挥官的话音落下，指挥部内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士兵们眼中开始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们的脸上多了一丝决绝和勇气。德城外围，朱由馥站在高处，手持望远镜，远眺那座被重重包围的德城。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几分深沉和坚定，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缓缓放下望远镜，
转头看向身边的将领们，声音沉稳而有力：“这是南印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得城这一战将决定整个战局的走向。各位爱卿有何建议，不妨直言。”左宗棠上前一步，他的脸上带着一贯的淡定和从容，拱手施礼，声音清晰而坚定：“禀皇上，以臣之见，穷的话可以玩穿插分割在围歼，富的话可以玩火力覆盖。”曾国藩也上前一步，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眼中闪烁着光芒，声音温和而有力：“禀皇上，臣认为左将军所言极是。如今我们弹药充足，不妨大胆一试火力覆盖的战术，不仅可以迅速压制敌人的战斗力，也能展示我大明帝国的军事实力，就可以当作提前庆祝我们即将凯旋而归。”朱由馥听着两位将领的建议，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点头表示赞同，声音中透露出自信和决心：“好，那就按照两位爱卿的建议来，这次就采取火力覆盖的战术，我们一鼓作气拿下得城，为南印的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随着朱由馥的话音落下，将领们齐声应诺，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坚定的神色。全体炮兵准备！左宗棠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回荡在得城外围的广阔战场上，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仿佛已经看到了敌人被炮火覆盖的惨状。上百门克虏伯大炮整齐地排列在战场上，炮口对准了得城的方向。这些大炮是蓝星目前最先进武器，具有强大的火力和射程。在他们的炮口下，得城仿佛变成了一座孤岛，被无尽的炮火所包围。守军们紧盯着那些巨大的炮口，心中的恐惧如同黑夜般无边无际。他们明白，一旦这些大炮轰鸣起来，无数炽热的弹丸将撕裂空气，携带着死亡的威胁飞向他们。恐惧在每个人心中扩散，绝望如同瘟疫般迅速蔓延。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慌乱和不安，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末日。而在得城的另一边，朱由馥、曾国藩和石达开却搬着小板凳，坐在一处高地上，准备欣赏这场火力覆盖，仿佛这场即将到来的毁灭性打击是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开炮！随着左宗棠的一声令下，无数炮弹如同愤怒的雷神般瞬间飞向得城。炮弹划破天际，带着尖锐的呼啸声，仿佛要撕裂整个天空。守军们惊恐地尖叫着，四处奔逃，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逃离这场死亡的降临。得城在炮弹的轰击下颤抖着，每一颗炮弹的落地都带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火光四溅，烟雾弥漫，整个城市仿佛被火焰和烟雾吞噬。无数建筑在炮弹的轰击下崩塌，化为一片废墟。守军们的哀嚎声和惨叫声在炮火的轰鸣中此起彼伏，仿佛是一首凄美而悲壮的交响曲。他们的身体在弹片和火焰中扭曲破碎，生命在瞬息之间化为灰烬。整个得城笼罩在一片血色的恐怖之中，每一寸土地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将军，大明帝国的大炮太吓人了，再这么下去，整个得城都要被夷平了。副官大声呼喊着，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爆炸声震耳欲聋，即使面对面交谈，也只能依靠大喊才能勉强听清对方的话语。日不落国的指挥官脸色苍白，眼中满是绝望。他凝视着那些不断落下的炮弹，每一颗都带走了一群又一群的士兵。他颤抖着声音说道：“真的是醉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火力？我活了一辈子，头一次碰到这么猛烈的，一炮下去能带走10几个士兵。”他的声音中透露出深深的无奈和绝望，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军队的覆灭。将军，不如投降吧，再这么下去，我们都会成为炮灰。副将的声音中充满了担忧和焦虑，他深知继续抵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让更多的士兵白白牺牲。日不落国指挥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也就只能如此了，把白旗升起来了吧。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伤，但他也明白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随着白旗的升起，得城的战场上弥漫起一种沉重而悲伤的气氛。士兵们停下了战斗，注视着那面代表着投降的白旗。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失望，有悲伤，也有一种解脱感。朱由馥见状，站起身说道：“好家伙，这么快就投了，众将领，随朕一起进城吧。”随着炮火的渐渐平息，得城的轮廓重新显现出来。然而，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模样，它变得破败不堪，满目疮痍。大明军队开始慢慢进城，士兵们有序地穿梭在残垣断壁之间，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坚定与决心。当朱由馥踏进得城的宫殿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又想充值。宫殿内聚集了不少女眷，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恐和不安。朱由馥注意到，这位日不落指挥官这是把南印的美女都收集起来了，不仅如此，还有欧罗巴的美女。俗话说，一白遮百丑，而这些南印美女出众的身材似乎足以掩盖住肤色的劣势，和旁边的欧罗巴美女都有的一拼。得城宫殿，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建筑，如今却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
战败的消息如同一道惊雷，让宫殿中的女眷们内心忐忑不安。历史上，战败的地区宫殿女眷往往没有好的下场，她们担心自己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不要怕，朕不会伤害你们的。朱由馥轻声说道，他的声音温和而有力，仿佛能抚平人们内心的恐惧。大明对于每一个地方都是很友好的，从今以后，你们将是大明多子多福宫里面女眷。女眷们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皇帝竟然如此仁慈。皇上，大明的女眷会怎么样？一位女眷鼓起勇气，轻声问道，她的声音颤抖着，但眼中却充满了期待。朱由馥微微一笑，目光在女眷们身上扫过，朕能保证你们吃好喝好，而且没人敢欺负你们，而且你们将拥有皇妃般的待遇，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当然，前提就是要对朕服从。女眷们听后纷纷低下头，心中既感激又敬畏。她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一刻起，她们将不再是战败地区的女眷，而是大明宫中的尊贵一员。朱由馥站在宫殿的中心，目光如炬地扫视着在场的女眷们，他的声音洪亮而有力，朕准备在这里休息1-2天，愿意陪朕的举下手。话音刚落，所有的女眷们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她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望，希望能够得到这位新皇的青睐。真的是，果然不同地区各方面总是有点差异。朱由馥巡视了一圈，目光停留在一位身材和外貌都一流的女眷上，有时候肤色是真不影响审美。你叫什么名字？朱由馥轻声问道。那位女眷微微低头，恭敬地回答道，禀皇上，我叫普利。朱由馥点了点头，说道，那今天就由你来陪朕，其他人也不会灰心，以后到了大明多子多福宫，有的是机会。突然，一名传令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他拱手说道，皇上，日不落国投降的将军应该如何处置？这个问题来得突然，但朱由馥很快做出了决断。他冷冷地说道，放他回去，让他带话给欧罗巴，如果欧罗巴在20日内不投降，那么大明的铁骑所到之处皆为奴隶。深夜，德成宫殿寝宫内，朱由馥轻轻地推开了寝宫的大门，他的步伐稳重而有力，却又不忍打破这份宁静。他的目光落在了正坐在寝宫内的普利身上，他的存在让这个空间焕发出了一种别样的光彩。普利沐浴后穿着一袭华丽的长袍，身材曲线并不输给大明的众多妃子。他的眼睛通常非常大而深邃，眼眸中得色彩是温暖的琥珀色，面部轮廓柔和而立体，鼻梁高挺，嘴唇轮廓分明，线条优美，皮肤光滑细腻，长发编织成了复杂的发髻，还插上发饰。朱由馥走进普利，他的目光在他的脸上流转，轻声问道，普利，之前日不落国的将军有欺负过你吗？普利抬起头与朱由馥的目光交汇，微微摇头，声音温柔，皇上，日不落国的将军并未欺负过我，平时是众姐姐保护的我。朱由馥一副小白脸的模样，也是让不少人为之倾心。好了，没事了，今后你们都是大明的妃子，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们了。德成被迫那一刻，他们连自杀的准备都做好了，想不到这个皇上如此仁慈，在这个世道能吃饱饭都算不错的了，而且日不落国人还天天折磨他们。普利听到这里，眼中闪烁着泪水。5个小时后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30万2金。第二天，朱由馥神清气爽地走出寝宫。传令兵，他高声呼唤道。不一会儿，一名传令兵急匆匆地跑来，恭敬地行礼。皇上，有何吩咐？朱由馥转过身，目光如炬地注视着传令兵。传令下去，打道回府。欧罗巴联盟轮城指挥部内，消息传来，大明帝国的皇帝朱由馥已经向欧罗巴发出了最后通牒。欧罗巴联盟的众君主都快气晕了，欺人太甚，欺人太甚！这个朱由馥果然是要攻打欧罗巴，而且还说我们不投降就抓去当农奴，踏马的！日不落国君瞪大眼睛，气得直拍桌子，一不小心不文明的话说了一堆。大明帝国完全瞧不起我们啊！他们以为军事力量强大就可以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吗？这高卢国国君被气得也说了一堆不文明的话。众君主，你们说如何是好？我们屡战屡败，这个大明帝国真不好打，他们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术灵活，我们很难找到突破口。斗牛国国君一脸愁容地叹息道。日耳曼国国王沉默片刻，然后沉声说道，现在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打还是不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做出冲动的决定，我们需要冷静地分析形势。我们欧罗巴可是蓝星的霸主，我们绝对不能投降，一定要给朱由馥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保住欧罗巴，否则我们投不投他都会抓我们去当农奴的。日不落国君主紧握双拳，突然
阵阵烟雾飘进欧罗巴联盟指挥部。你们闻，是着火了吗？这是什么味道？高卢国指挥官疑惑地问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而且让人闻了感觉有一种兴奋感。通讯兵，快进来！日不落国国君高声喊道，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紧张和焦虑，显然他也意识到了这股烟雾的不寻常。通讯兵匆匆跑了进来，拱手说道：报国王，整个轮城都充斥着一种奇怪的烟，不知道怎么回事，士兵正在寻找原因，好像是从西面飘来的。轮城雾多，但是没听说过烟多，怎么回事？日耳曼国国君也是一头雾水，他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有种不好的预感。这股烟雾的出现太过突然，而且似乎还伴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危险气息。不对，这是鸦片的味道。旁边的守卫忍不住说出声。对，我之前抽过，这就是鸦片的味道。一个守卫应和道。几位国君，是什么人干这种缺德的事？这是要给整个轮城投毒啊！赶紧去查，赶紧去查！日不落国君主对着守卫怒斥道。说罢赶紧用衣襟捂住口鼻。这是什么鬼啊？哪里来的这么多鸦片，能将轮城笼罩起来？这个量恐怕只有南印有了。高卢国君主吐槽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一句话一下子激起千层浪一般。我突然想起来，我出门的时候宫殿里的水龙头忘记关了，我得赶紧回去一趟。日耳曼国国君脸色惨白地说道。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说罢便起身起来。我家里养的乌龟，是时候去喂一下，不然得饿死了。奥国国君也意识到不对劲，紧随其后。我宫里种的菜今天走得太匆忙，忘记浇水了，我也得赶紧回去了。斗牛国君主额头都开始冒汗了。哦，我想起来，我还有紧急会议要开，也得赶紧回去了。高卢国国君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就在大家起身离开之际，一个士兵急匆匆地冲了进来，堵住了大家的去路。报告，我们发现了烟雾的来源。他气喘吁吁地说道。等等，能不能先让我走先？真的很赶时间。奥国国王打断了士兵的汇报，然后几位君主迅速离开欧罗巴联盟指挥部。日不落国国君缓过神来，催促道：快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士兵拱手说道：大明帝国的数艘铁甲战舰在我们西面焚烧鸦片，现在刮的是东风，所以烟全部飘过来了。日不落国国君，大明的士兵都戴着毒面具，正在焚烧鸦片，烧得真爽，让这个日不落国以前卖鸦片，这下子让他们也好好嬉戏。看着大明士兵们戴着毒面具焚烧着鸦片，左宗棠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日不落国过去鸦片贸易的深深痛恨。而一旁的朱由馥看着这个古老的帝国，想到这里面的苗条淑女，想到又可以好好充值，不禁露出一抹微笑。在日不落国的海岸边，士兵们无奈地看着大明帝国士兵焚烧鸦片，他们的大炮射程不够，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鸦片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让他们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日不落国指挥官脸色铁青，愤怒地怒骂道：这大明帝国的军队太过分了，这是公然放毒。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大明帝国的不满和愤怒。副将拱手一脸严肃地说道：将军，这下子我们该如何是好？这么吸鸦片下去会出事的。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担忧和焦虑，显然对当前的局势感到十分不安。日不落国指挥官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他明白这个时候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智。他沉声说道：捂好口鼻，大明的军队随时可能登陆作战的，我们这回一定要守好海岸边。与此同时，大明帝国的旗舰上，朱由馥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的海岸，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仿佛已经看到了日不落国的未来。他转身对左宗棠说道：左宗棠，我们远道而来，可不能光烧个鸦片，等鸦片烧完了就准备好进攻。左宗棠恭敬地回应：遵命。他立即传达命令给士兵们，让他们做好准备，一旦鸦片烧完，待烟雾散去，就立即发动进攻。士兵们闻令而动，迅速调整状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日不落国的指挥官看着大明帝国士兵们紧锣密鼓地准备进攻，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绝望。他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无法阻止大明帝国的进攻了，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坚守。准备战斗！日不落国指挥官大声喊道。士兵们立刻行动起来，拿起武器，站在战斗的位置上。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全力以赴地战斗到底。随着鸦片的气味逐渐消散，海边的战斗一触即发。士兵们紧张地等待着命令，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准备，冲田！左宗棠的声音如同雷霆一般在海边回荡。炮兵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熟练地操作着大炮、冲田炮弹，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这次就让我们好好打一次这些欧罗巴强国。开炮！左宗棠的话语充满了豪情和自信。在他的带领下，
士兵们挺起了胸膛，他们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无数炮弹在炮兵的熟练操作下喷射而出，它们划破天际，如同一道道流星般飞向远方。炮弹的轰鸣声在海边回荡，猛烈的爆炸很快就炸开了日不落国的防线。日不落国指挥部内，禀国王，大明的军队已经开始登陆作战了。日不落国指挥部内气氛紧张而沉重。突然，通讯兵闯入了房间，一脸惨白，声音颤抖。禀国王，大明的军队已经开始登陆作战了。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让日不落国国君差点晕过去。他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通讯兵，仿佛想要从他的脸上找出说谎的痕迹。但通讯兵的表情告诉他，这是一个残酷而真实的事实。国君的心中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愤怒和失望。他想起那些所谓的盟国在关键时刻一个个抛弃了他，如同抛弃了一个无助的孩子。他们的背信弃义让他感到愤怒和心痛。这些盟国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个马上跑，真的是狗啊狗！国君怒吼道，他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失望。他用力拍打着桌子，仿佛在发泄内心的愤怒和不满。砰砰砰，轰轰轰，枪声爆炸声离指挥部是越来越近了。日不落国国君扫视着在场的将领们，大声喊道：全部将领迅速组织进攻，我们可是蓝星的霸主，如果这被占领了，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将领们纷纷点头，他们知道国君的意图，也明白这场战斗的重要性。一名将军立刻回应道：国王，我们的大军已经组建完毕，随时和大明的军队战斗。国君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们的海军是一流的，可是在海战中被大明军队几乎歼灭，而他们的陆军只能算二流的。全体将军，我们一定要赶走大明的军队，冲锋！随着国君的命令下达，日不落国的军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战场进发，准备与大明军队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然而，前方的战场对于日不落国的士兵来说却是极其残酷的。他们面对的是大明军队先进的武器装备，马克沁机枪、轻机枪、毛瑟步枪等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这些武器在他们面前如同死神一般，肆意收割着生命。大大大，子弹如同暴雨般倾泻而来，一名明日不落国士兵在弹雨中倒下，他们的身体被子弹撕裂，鲜血染红了战场。然而，即使面对如此惨烈的场面，日不落国的士兵们却没有退缩，他们咬紧牙关，挺起胸膛，继续向前冲锋。这些士兵真是勇气可嘉，明明打不过，还是往前冲。一名大明机枪手对着旁边的步兵说道：可惜啊，差距太大了，怎么冲都是徒劳。步兵冷冷地回答道。这一幕似乎像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日不落国的步兵用步枪打大清的骑兵。不过现在的日不落国士兵可没有大清骑兵的英勇。弟兄们，跟我冲锋，一举拿下日不落！左宗棠的喊声在战场上回荡，他的声音充满了激情和决心，仿佛能够激发士兵们的斗志和勇气。在他的带领下，大明军队向着日不落国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冲锋。马克沁机枪的咆哮声、轻机枪的哒哒声以及步枪的射击声交织成一首战斗的交响曲，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然而，在绝对的火力压制下，日不落国的阵地逐渐变得岌岌可危。许多士兵在连续的炮火袭击中倒下，他们的身体在血泊中颤抖，生命在流逝。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剩下的士兵们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痛和愤怒。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日不落国的士兵突然挺身而出，他手持一把锋利的刺刀，疯狂地冲向大明的军队。他的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仿佛要将所有的敌人都斩尽杀绝。然而，面对密集的火力网，他很快就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身体抽搐着，生命在一点点流逝。在他倒下的那一刻，他的眼中依然闪烁着不屈的光芒。将军，阵地守不住了，大明的武器太吓人。一名日不落国的士兵声音颤抖，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躲在掩体后面，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尸体堆积如山，血腥的气味让他几乎窒息。将军瞪了他一眼，眉头紧锁。他知道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面对大明军队的先进武器，他们的士气已经降到了谷底。但是作为将军，他不能让自己的士兵看到他的软弱和动摇。说什么屁话！将军大声呵斥道：国王都下令了，坚守，你们赶紧冲锋！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日不落国在大明军队的猛攻下节节败退。虽然日不落士兵们顽强抵抗，但面对大明军队的先进武器和火力压制，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能坚持3个小时的士兵就能被提拔为排长，再坚持3个小时就能晋升为连长。这样的晋升速度虽然令人啧舌，但也反映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和残酷。最终，
日不落国的国军在士兵们的保护下逃进了欧罗巴大陆，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战场和无数为国捐躯的勇士。朱由馥作为大明皇帝，缓缓走进日不落的宫殿，他成为了第一个打到这里的大明皇帝。他的英勇和智慧已经被史官们神化，成为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高耸的尖顶，精美的雕刻，华丽的装饰，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皇室的尊贵与荣耀。朱由馥走进宫殿的大厅，迎面而来的是一排排气势磅礴的列柱，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大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华丽的吊灯，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为整个宫殿增添了一丝神秘而浪漫的气息。朱由馥的目光在大厅中巡视，当他看到宫殿里的女眷们被押送到大厅时，露出了一丝丝微笑。多子多福宫又有新的妃子了。这些女眷们面容憔悴，眼中满是惊恐与不安，有的甚至还带有泪痕。朱由馥看了又看，确实不错，一个个的不仅身材过得去，而且身体也不差，可以说是肤白貌美大长腿。他走进这些女眷们，温和地问道：各位美女，不要害怕，我是大明帝国的皇帝，大明是比较仁慈的，不会伤害你们的。众女眷低着头，不敢吭声。以后你们将是大明的妃子，当然你们也可以说不，那就会沦为奴婢。朱由馥的话让大厅中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他的话语虽然温和，但其中的威胁意味却是不言而喻。众女眷们低着头，不敢吭声，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是被这位大明帝国的皇帝所决定。朱由馥挥了挥手，示意侍卫们将女眷们带走。女眷们被带往大明多子多福宫，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成为大明皇帝的妃子。禀皇上，新增的奴隶怎么处置比较好？左宗棠拱手说道：因地制宜，全部抓去没收的工厂里面打螺丝，一天让他们工作15个小时，让他们不肯投降，这样也能警示剩下那些不肯投降的地方。朱由馥声音坚定而果断：遵命。左宗棠拱手领命。大明多子多福宫内，日日夜夜都有小孩的啼哭声，朱由馥的系统也是充斥得盆满钵满。大明轮城指挥部内，气氛紧张而庄重。朱由馥，这位年轻的皇帝站在巨大的战略地图前，目光如炬，坚定而果敢。左宗棠，朱由馥突然喊道，声音在空旷的指挥部内回荡。左宗棠快步走到皇帝面前，双手抱拳：臣在，马上通报欧罗巴，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现在投降，作为大明的奴隶，一天只需工作8小时；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等到我大明军队的铁蹄踏足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将被迫一天工作15个小时，毫无喘息的机会。朱由馥的声音冷冽而坚定，每一个字都透露出不容置疑的霸气。左宗棠抬头，目光与皇帝交汇，他看到了皇帝眼中闪烁的火焰和决心。他深吸一口气，沉声道：遵命。随后他转身迅速离开了指挥部。曾国藩，朱由馥再次喊道。曾国藩马上低头行礼：臣在。你立刻去准备战舰，我们即将前往墨城，与杨秀清的队伍会合。我们要做好进攻欧罗巴的准备，让他们知道大明帝国的实力。朱由馥的声音充满了自信和力量。曾国藩点头，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是，皇上，臣这就去准备。说完，他也转身离开了指挥部。欧罗巴联盟8城指挥部内，各国的君主和将领们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圆桌旁，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和无助。这怎么可能？一位高卢国君主颤抖着声音说道，他的手指着桌上的战报，那份战报上赫然显示着大明帝国军队的胜利。日不落国，我们的主心骨竟然也被吊打了，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斗牛国君主绝望地捂住了脸，各国的将领们也是面面相觑，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自信满满，认为欧罗巴联盟的力量足以与大明帝国抗衡，但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完全不是大明帝国的对手。我们必须想办法求和。奥国国君急切地说道，否则我们的国家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欧罗巴联盟8城指挥部内，气氛压抑的几乎让人窒息。日耳曼国国君的冷笑声在空旷的指挥部内回荡，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入每个人的心中。求和。日耳曼国国君的声音中充满了讽刺和不甘。你以为大明帝国会放过我们吗？他们可不是来和我们谈和的，他们是要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奥国君主的脸色苍白，他的双手颤抖着抓住桌边，仿佛这样才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那我们还能怎么办？他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难道真的要等着被大明帝国征服，成为他们的奴隶吗？高卢国国君的双眼空洞无光，他仿佛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斗志。现在投降，一天就是打8个小时的螺丝。他机械地说道。如果晚点投降，一天就要打15个小时的螺丝。指挥部内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每个人都清楚，高卢国国君说的是实话。
他们都知道，大明帝国的军队是强大而残忍的，他们不会给欧罗巴联盟任何喘息的机会。墨城内，为了保险起见，朱由馥已经从商城里购买了数百辆重型坦克，参数参考如下：重量57吨，长度5米，宽度6米，高度3米，炮塔装备8厘米炮，最大速度45公里小时，装甲厚度前部100毫米，侧面80毫米，后部80毫米。左宗棠、石达开、曾国藩、杨秀清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钢铁巨兽，眼睛都发亮了。他的装甲厚实，炮管高耸，重机枪在炮塔上旋转，显得威风凛凛。皇上，这个钢铁巨兽是如何使用的？左宗棠不禁发出疑问。这个叫坦克，操作起来和汽车差不多，就是多了炮口和机枪口。朱由馥回答道。坦克？左宗棠、石达开、曾国藩、杨秀清4人面面相觑，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皇上，这坦克的威力如何？曾国藩忍不住好奇心，想要了解更多。朱由馥微微一笑，解释道：坦克的装甲厚实，能够抵挡大部分步兵和炮火的攻击，而它配备的重机枪和炮管，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敌人造成巨大的杀伤。更重要的是，坦克可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步兵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听到这里，左宗棠等人的眼睛更加亮了起来。他们知道，这样的战争工具一旦投入战场，将会彻底改变战争的格局。皇上，能否展示一下这个坦克的实力？石达开拱手道。当然可以。朱由馥回答道。于是侍卫们立刻在坦克周围布置了一个模拟战场，他们设置了一些障碍物和模拟敌人，然后启动了坦克。坦克缓缓开动，炮管开始旋转。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炮火声响起，坦克的炮管喷出火焰，一枚炮弹准确地击中了模拟敌人。紧接着，重机枪也开始咆哮起来，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出，将障碍物打得粉碎。看到这一幕，左宗棠、石达开、曾国藩、杨秀清4人惊叹不已。如果能好好利用坦克这种钢铁猛兽，那后面面对欧罗巴的大战将变得非常轻松。大明的士兵开始日夜训练坦克和步兵的协同作战，时刻准备挺进奥国，拿下这块欧罗巴的敲门砖。大明的坦克开始轰隆轰隆开向奥国的布城。奥城指挥部内，紧张的气氛如同弦上之箭，一触即发。奥国国军站在高台上，一脸紧张，扫视着下方的将军们。众将军，奥国国军脸色惨白，大明的军队快来了，谁敢去应战？他的话语在空气中回荡，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紧迫感。将军们面面相觑，彼此交换着眼神，但无人敢轻易应答。就在这时，一名将军挺身而出，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禀国王，我底下的铁骑经过了不少训练，可以做到来无影，去无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定能吊打明军。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与豪情，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场景。这一幕和当年潘凤扬言要打华雄一般。奥国国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位将军一直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从未让他失望过。然而国君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他深知大明的军队实力强大，曾经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国，因此他严肃地对将军说道：那这次就由你带队阻击大明的军队，不可大意，毕竟这是一支打赢日不落国的军队。将军的脸上露出了坚定的表情，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请国王放心，末将一定不负众望，誓死保卫奥国。随着将军的誓言落下，整个指挥部内的气氛瞬间变得高涨起来。将军迅速带着骑兵出发，布城外围，这两支队伍相遇了。奥国将军双眼瞪大，一脸的问号：这是什么？怎么从来没见过？钢铁巨兽？钢铁车？还是什么鬼？是我穿越了？还是说这些钢铁猛兽穿越了？我俩绝对不是同一个时代的。这些钢铁巨兽的出现让整个战场都充满了震撼与压迫感，就连将军底下骑着的马儿也感受到了这股强烈的压迫感，他们不安地躁动着，不敢前进。flag 都已经立下了，这下子如果撤退，以后都没脸见人了，没有退路了。士可杀不可辱，全体骑兵不要怕，这都是幻觉，拿起你们手上的步枪，这些钢铁兽不可怕的，给他一枪就归西了。奥国将军举起步枪高声喊道，然而他底下的马儿却始终不敢前进，轰隆轰隆的声音激发起马儿强烈的求生欲。扎扎扎！奥国将军扯着缰绳喊半天，马儿就是不动。周围的士兵也看到了这尴尬的一幕，大明的钢铁巨兽越来越近了，他们要马上备战了。弟兄们，没事的，不要怕，我的战马估计今天没喂饱，跑不动了。
我们只要有枪在手，就不用怕，冲啊！”说罢，奥国将军下了马，然后往前冲，这确实鼓舞了一下士气。将军的马儿赶紧就跑了全部士兵。与此同时，大明的坦克正在缓缓前进，通讯兵紧张地向左宗棠汇报：“报告，前方有奥国骑兵。”左宗棠坐在坦克内，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冷冷地命令道：“不用管他们，直奔不成。”大明的坦克继续前进，直接从奥国骑兵面前开了过去。奥国士兵都紧张地注视着对方，但谁都没有开枪。这一刻，战场上弥漫着一种紧张而诡异的气氛，仿佛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却又被某种力量所束缚。“不要怕，打！”奥国将军马上提枪上膛。砰！士兵们也紧跟着打了起来。砰！砰！砰！枪声响起，子弹如同暴雨般射向坦克。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子弹在碰到坦克的坚硬装甲时，只留下了微弱的划痕。这一幕让全体士兵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敢动手，当作演练，开火！左宗棠果断下令，坦克里面的机枪手用机枪瞄准了这些骑兵。大机关枪的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出，无数奥国士兵连人带马都被打得血肉模糊，惨叫声、马匹的嘶鸣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惨烈的画面。奥国将军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怪不得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赢日不落。奥国将军喃喃自语道。副将看着将军的表情，知道他已经彻底绝望，他无奈地问道：“将军，这仗没法打，怎么办？”奥国将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起头说道：“传令下去，全军撤退，返回不成。”副将一愣，然后迅速反应过来，大声应道：“是。”他知道这已经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了。不成指挥部内，奥国将军灰头土脸地冲了进来，他的脸上写满了挫败与无奈。他低下头，声音低沉地向国王报告：“大王，大明有铁甲巨兽，他们的武器威力巨大，简直不按常理出牌。我们的子弹打在上面，连个小坑都打不出一个。”奥国国王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愤怒地拍打着桌子，大声斥责道：“都是一群饭桶，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失望与愤怒，对于这场战斗的失败，他感到无法容忍。将军们纷纷低下头，不敢直视国王愤怒的目光，他们心中充满了愧疚与自责，知道这场失败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士兵急匆匆地冲进了指挥部，他的脸上写满了紧张与焦急。他大声报告道：“大王，不好了，大明军队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正向不成逼近。”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整个指挥部内的人都惊呆了。奥国国王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知道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他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波动，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将军们，大声说道：“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迅速组织反击，告诉士兵们，为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必须拼死一战。”将军们听到国王的话，纷纷抬起头，他们知道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刻到了。他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迅速离开指挥部去组织反击。布城外，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左宗棠站在坦克的指挥塔上，目光坚定而果断。他迅速发布施令：“弟兄们，直接撵进布城指挥部。”他的声音充满了威严与决心，仿佛能够穿透战场的硝烟，直达每一个士兵的心中。随着他的命令，坦克的大炮开始怒吼，炮火如同狂风暴雨般倾泻而出。轰！轰！轰！每一次炮击都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奥城内的建筑在炮火的轰击下纷纷倒塌，化为一片废墟。奥国士兵们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猛烈火力，根本无法抵挡。他们在炮火中四处逃窜，但无处可逃。坦克的炮火仿佛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将他们困在了这片火海之中。布城指挥部内，奥国国王和将军们听到外面传来的炮击声，心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力。他们知道这场战斗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奥国国王的脸色苍白，他的眼中闪烁着深深的无奈与痛苦。他知道这场战争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而他们却无能为力。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士兵急匆匆地冲了进来，他的脸上写满了焦急与紧张。他大声报告道：“大王，不好了，他们正在向布城指挥部逼近，根本无法阻挡。”这个消息让奥国国王和将军们彻底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知道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他们必须迅速做出决策。奥国国王深吸了一口气，他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无奈和痛苦：“投降吧！”这句话如同重锤一般砸在每个人的心上，让他们感到无法承受的沉重。
将军们低下了头，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他们知道投降意味着放弃抵抗，但现实已经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必须为了士兵和百姓的生命安全做出妥协。左宗棠率领的大明军队在坦克的引领下，势如破竹地逼近了布城指挥部。他们看到了奥国士兵们眼中的绝望和无助，也看到了奥国国王和将军们的无奈和投降。左宗棠站在坦克的指挥塔上，目光冷冽而坚定。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布城指挥部，然后下令道：停止炮击，接受奥国的投降。随着他的命令，坦克的大炮停止了轰鸣，整个战场也陷入了短暂的寂静之中。奥国国王和将军们走出了指挥部，他们向大明军队递交了投降书。这时朱由馥再一次拿下一个宫殿，他的步伐沉稳而有力，仿佛一位胜利者巡视着自己的领地。他缓缓推开大厅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群被集结起来的女眷，她们的眼中充满了惊恐与不安。不得不说，这些女眷样貌和身材都是一流。朱由馥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他的眼神深邃而锐利，仿佛能够洞察每一个人的内心。他并没有立即发话，而是静静地观察着这些女眷，试图从她们的神情中捕捉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大厅内的气氛紧张而压抑，女眷们互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她们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与无助，仿佛一群迷失方向的羔羊。朱由馥的到来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然而朱由馥并没有给他们太多思考的时间，他大步走到大厅中央，声音洪亮而威严：我是朱由馥，这座宫殿的新主人。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恐惧，但我要告诉你们，只要你们服从我的命令，遵守我的规矩，你们的生命安全将会得到保障。他的声音在大厅内回荡，让每一个女眷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话语虽然强硬，但却也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女眷们被他的话语所震撼，一时间大厅内鸦雀无声。朱由馥继续说道：朕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对朕有所不满，朕有能力征服这座宫殿，就有能力保护你们，所以朕希望你们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的立场。他的话语充满了自信与霸气，仿佛一位领袖在向自己的臣民发表演讲。女眷们被他的话语所感染，一些人开始悄悄地交换眼神。如果你们今天不服从我，那将成为奴隶，你们可以好好选，朕不会强迫你们。朱由馥的声音如雷霆般在大厅内回荡，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锋利的刀刃，直接刺入女眷们的心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别无选择。突然，朱由馥走到其中一位样貌突出的女眷旁边，说道：朕今天想和你聊聊，想好的话，今晚来找朕。说罢，朱由馥示意侍卫将其他女眷全部带回大明。深夜，女眷思想已经转变了过来，静静地等着朱由馥。朱由馥缓缓推门而入。朱由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她的面容如同精致的画卷，皮肤白皙如玉，散发出淡淡的光泽。她的眼睛深邃而明亮，仿佛能洞察人心，鼻梁高挺，唇色红润，充满了魅力。朱由馥上下打量着女眷，注意到她身材高挑，线条优美，腰肢纤细，双腿修长。她的头发呈现出自然的波浪状，每一根发丝都仿佛在跳动着生命的旋律，穿着一袭飘逸的长裙，妥妥的明星样子。你叫什么名字？朱由馥轻声问道，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温柔。我叫伊利。伊利默默低下头，声音有些颤抖。伊利，别怕，成为了大明的妃子，以后就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们了。朱由馥柔声说道。5小时后，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30万两金。朱由馥结束战斗后，踏进大明指挥部。他站在众人面前，目光如炬，声音坚定而有力。众将领，不能给欧罗巴喘息的机会，大军准备继续西进。他的话语如同钢铁般坚硬，传递出他对胜利的坚定信念。遵命。左宗棠、曾国藩、石达开、杨秀清等人立刻回应，他们的声音整齐划一，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这次西面的日耳曼国也是强国，一定要快准狠，火速决战。朱由馥看着地图分析道：明白，我们一定会以雷霆之势迅速击败日耳曼国。左宗棠等人齐声回答，他们的眼神坚定而自信。朱由馥点点头，满意地看到他们的决心。他知道这一战不仅关乎到领土的完整，更关乎到民族的尊严和荣誉。他深吸一口气，下达了最后的命令。那么就定在明日，全军迅速出击，直奔百城，决一胜负。是。众人齐声应和，声音震耳欲聋，仿佛能撼动天地。各将领收到命令后，迅速组织队伍西进。百城指挥部内，紧张的气氛如同乌云压顶。日耳曼国国军站在巨大的战略地图前，眉头紧锁，脸色铁青。一名将军急匆匆地走进指挥部，声音带着一丝焦虑：大王，奥国已经投降了，他们连3天都坚持不住，
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国君猛地转过身，目光如刀般射向将军。你说什么？奥国投降了？这怎么可能这么快？将军低下头，声音低沉。是的，大王。奥国根本无法抵抗，大明帝国的军队如同猛虎下山，势不可挡。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国君沉默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悔意。早知道如此，当时就应该和日不落帝国好好联合起来。这个大明帝国实在太可怕了。他转身走向窗边，凝视着远方的天空，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想起自己曾经的雄心壮志，想起日耳曼国往日的辉煌，但眼前的现实却让他感到无力和绝望。百城外，大地的颤抖和天空的轰鸣声越来越强烈，大明的坦克部队如同一支钢铁洪流滚滚而来，势不可挡。他们的履带在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胜利。城上的守军望着这一幕，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绝望。他们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钢铁猛兽，那巨大的身躯、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让他们感到无法抵挡。一些士兵甚至因为过度震惊而站立不稳，他们的双腿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无法自主站立。这是什么钢铁猛兽？太吓人了，这简直是移动的大炮。不要怕，拿稳你们的步枪，大明的军队也是肉做的。日耳曼国将军在城墙上试图稳定军心。弟兄们，我们又要拿下一座大城了，用你们的炮管使劲轰，让欧罗巴知道大明帝国的厉害。随着左宗棠的呐喊，城墙上的大炮齐声轰鸣，震耳欲聋的炮声在战场上回荡。轰轰轰，无数炮弹从坦克中喷射而出，炮弹划破天际，向百城猛烈地轰去。瞬间，硝烟弥漫，砖石飞溅，城墙上的士兵伤亡爆炸，步兵也跟着坦克的步伐冲锋进城。冲啊！大明帝国的士兵们在队长的带领下呐喊着冲向敌军的阵地。他们的脚步虽然沉重，但步伐却异常坚定，手中的步枪在月光的映衬下闪烁着寒光，透露出凛冽的杀气。与此同时，日耳曼国的士兵们也不甘示弱，他们依托着房屋的残垣断壁，用精准的枪法和猛烈的炮火进行反击。每一次射击都伴随着火光的闪烁和硝烟的升腾。砰！一颗炮弹在街道中央爆炸，掀起一片尘土和碎石。几名日耳曼士兵被波及，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的打算。在疼痛和恐惧面前，他们选择了坚守和反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双方都在试图抢占街道的控制权，每一次冲锋和反击都充满了血与火的考验。这场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夜。当黎明的曙光洒满城市时，战争终于结束了。街道上布满了尸体和废墟，空气中弥漫着死亡和毁灭的气息。大明帝国凭借坦克和机关枪的优势取得了胜利，而朱由馥又收下了一个宫殿。宫殿里面的女眷又被全部带进了大明的多子多福宫里。大明指挥部内，气氛庄重而肃穆，朱红色的灯笼摇曳着，映照着桌上铺开的军事地图，上面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战线和战略部署。左宗棠站在地图前，双手合十，目光如炬。他深知欧罗巴的军事力量已经濒临崩溃，只需大明帝国稍加施压，便可一举拿下。皇上，左宗棠深吸一口气，声音坚定有力，现在的欧罗巴已如风中残烛，不堪一击。只要我们集中兵力，发起雷霆一击，定能迅速平定。朱由馥端坐在椅子上，目光深邃，仿佛能洞穿一切。他轻轻点头，表示赞同左宗棠的看法。左将军所言极是，欧罗巴的抵抗已然微弱，是时候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朱由馥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不过，在发起总攻之前，朕想试试我们的新武器。他话音一落，整个指挥部内顿时炸开了锅。几位将军相视而笑，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们知道，皇上口中的新武器必然又是一种颠覆性的先进设备。皇上，您的新武器究竟是什么？能否让我们一睹其风采？左宗棠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朱由馥微微一笑，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慢慢地走出了营地。众将领见状，也纷纷起身跟随。他们穿过营地，绕过一座座忙碌的兵营，终于来到了一处宽阔的空地。空地上停放着一辆巨大的机械，它的外形与众不同，充满了线条感。朱由馥停下脚步，指着这辆机械说道：“这就是朕口中的新武器——飞机。”飞机！众将领一脸茫然，这个词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陌生了。在他们的认知中，大部分地区的战争还是依靠骑兵、弓箭和火炮等传统武器进行的。这种能够在空中飞翔的机械，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一般。朱由馥似乎看出了他们的疑惑，耐心地解释道：“是的，飞机，它可以在天空中飞翔，
俯瞰整个战场，发现敌人的动向，甚至可以直接对敌人进行打击，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众将领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他们想象着它在空中飞翔的场景，想象着它给敌人带来的震撼和恐慌。这种新武器无疑将给战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皇上，这飞机真的能飞吗？这可是钢铁做的。曾国藩隐忍不住问道，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显然是被这个神奇的武器所震撼到了。朱由馥点了点头，示意一位训练后的士兵启动飞机。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飞机缓缓启动了，它的螺旋桨开始旋转，带动着整个机身缓缓升起。众将领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当飞机完全升空后，它开始在空中翱翔，它的身影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仿佛是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众将领看着它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样子，心中充满了震撼和敬佩。朱由馥站在一旁，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满足的笑容。有了这种新武器的加入，他们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拥有更大的胜算。对于飞机来说，可以说是没有天敌的。现在的大炮要把飞机打下来，基本不可能。在明媚的阳光下，大明博城机场上，一队队士兵整齐地排列着，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眼前的庞然大物——一架崭新的飞机上。这架飞机代表着大明帝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也象征着士兵们即将迎接的全新挑战。飞机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属的光泽，它的机翼如同雄鹰的翅膀，准备展翅高飞。士兵们站在飞机旁，他们的脸上既有对新事物的好奇，也有对未知领域的敬畏。他们知道，这架飞机将成为他们手中的利剑，保卫家园，捍卫荣誉。一位提前训练过的士兵走到队伍前，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士兵，脸上带着严肃而坚定的表情。他开始详细地讲解飞机的构造、原理和操作方法，每一个细节都讲得深入浅出，让士兵们能够迅速理解。在教官的讲解下，士兵们开始逐渐了解飞机的奥秘。他们认真听讲，不时地点头表示理解。随着讲解的深入，士兵们开始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他们按照指导一步步地操作着飞机。起初，他们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但没有人会责备他们，而是耐心地指导他们，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在先学的士兵指导下，大明士兵们的技艺逐渐熟练起来，他们学会了如何启动飞机、调整方向、加速起飞等一系列动作。每当有士兵成功完成一个动作，都会引来一阵欢呼和掌声。当夜幕降临，机场上的灯光亮起，士兵们仍然在认真地练习着，他们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高大挺拔，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坚定，仿佛已经化身为翱翔天际的雄鹰。高卢国指挥部内，在这个关键时刻，高卢国的将军向国王报告了一个好消息：禀大王，大明的士兵似乎已经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可能是害怕我们的士兵。将军得意地说道。国王听后，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备战机会，于是他果断下令，可能是他们战线拉太长了，也有可能是补给线跟不上，趁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好好备战了。那么，陛下，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行动呢？将军问道，期待国王的下一步指示。国王稍作沉思，然后缓缓开口：首先，我们要加强城墙的防御；其次，调动国内所有的兵力，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另外，派人侦察大明的动向，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和部署。是，陛下。将军听后，立刻领命而去，准备执行国王的命令。话音刚落，外面响起了机械的轰鸣声，高卢国国王瞬间有股不好的预感。大鸟，天上有很大的鸟！外面的士兵惊讶道。高卢国国君和众将领纷纷涌向窗边，抬头望向天空。只见远方的天空中，10多架大明的飞机如同巨大的铁鸟翱翔，其形态怪异，与他们平日所见的任何鸟类都大相径庭。什么？那是什么来的？怎么从来没见过？听着轰鸣声，像是机械，这是什么巧夺天工的机械？国君瞪大了眼睛，脸上满是惊讶和困惑。众将领也面面相觑，无人能够回答国君的问题。他们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但这样的机械在天空中飞翔，却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大王，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位将领大声喊道，巨大的轰鸣声震的整个军营都仿佛在颤抖。不对，上面有大明的军旗。一位士兵突然大喊道，高卢国国王，全体官兵。高卢国的天空在那一刻变得异常压抑，伴随着国君的紧急命令，整个军营陷入了一片紧张与混乱之中。士兵们纷纷奔向各自的岗位，紧张地凝视着天空中那些越来越近的大明帝国的大鸟。全体戒备，这是大明帝国的大鸟，不知道会出什么情况。国君的声音在军营中回荡，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焦虑。飞机如同猛禽一般，在高卢国的领空肆意横行，
他们投下一颗颗炸弹，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地动山摇的轰鸣，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军营，尘土和烟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混沌的景象。多名高卢国士兵在爆炸中瞬间被吞噬，他们的身影在烟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士兵们惊慌失措，他们试图寻找可以躲避的地方，但炸弹的落点似乎随意而又精准，让人无处可逃。不少士兵用枪瞄准天空，扣动扳机，砰，砰，砰！将军，大明的大鸟飞太高了，打不到！士兵们焦急地大喊着，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将军站在营地上，紧锁着眉头，他注视着天空中那些自如翱翔的飞机，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无力感。快想办法，不能让他继续肆虐下去。国军焦急地催促着，他的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索着，希望能找到一丝希望的曙光。大王，先躲起来吧，我们现在确实是没办法抵抗这个大鸟。将军一脸无奈。一轮轰炸过后，国军的目光在破败的军营中扫过，心中涌起一股无力感。他看着将军惨白的脸色，知道此刻的困境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士兵们的士气低落，军营的防御设施在连续的轰炸下已经不堪一击。难道我们真的要坐以待毙吗？国军喃喃自语，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报！通讯兵匆匆跑来，单膝下跪。这是大明的战书。高卢国国军接过战书一看，整个人都不好了。上面写着：炮弹不长眼，再不投降，自己估摸着后果。现在投降，给你一天8个小时的优惠，如若不然，就是一天15个小时。大王，大明帝国的钢铁巨兽还没来，我们没法抵挡的了，还是投了吧。一旁的将军劝说道，显然他也是不想被抓去一天打15个小时的螺丝。大王，还是投了吧，为了全部子民，否则大明的钢铁巨兽过来后，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另外一位将军也马上应和。高卢国国王听到这里，感觉双脚都已经站不稳了，缓缓说道：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吧，投了吧。高卢国国王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仿佛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双肩上。投降书被迅速写好，封入信封，由一位使者送往大明帝国军营。在大明帝国的军营中，朱由馥接到了投降书，他打开信封，扫了一眼里面的内容，然后抬头看向远方的巴城，他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然后下令大军准备进城。随着朱由馥的一声令下，大明帝国的军队如同潮水般涌向巴城，他们军服上的勋章在阳光下闪耀。巴城的城门缓缓打开，高卢国的士兵们默默地站在两旁，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悲伤。大明帝国的军队进入巴城，街道两旁的高卢国百姓们纷纷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些陌生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不安，但同时也夹杂着一丝期待，也许这些大明帝国的士兵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开始。朱由馥坐着车缓缓走进巴城，他的目光在街道上扫过，最终停留在了高卢国国王的身上。他微笑着下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恭喜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高卢国国王握住了朱由馥的手，他的脸上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是的，我选择了投降，但我希望我和我的子民能够得到善待。朱由馥点头表示同意。放心，朕会给你们一个新的开始，朕保证你们的一天打螺丝时间不会超过10个小时。高卢国这边的妃子也可以说得上一流的，后续也被带进大明多子多福宫。大明的多子多福宫现在已经入住了2000多位妃子，距离佳丽3000很近了。而欧罗巴少了几个主心骨，其他小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大明帝国的强大实力，这些小国们选择了妥协，他们谁都不敢再得罪这位强大的帝国君主，只能默默地接受现实。受朱由馥邀约，各小国代表齐聚高卢国宫殿。在宫殿的辉煌大厅中，各小国使者的代表们围坐在圆桌旁，他们面带紧张而复杂的表情，等待着与大明帝国的谈判开始。大厅内气氛紧张而庄重，只有偶尔传来的低语和细微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沉寂。朱由馥端坐在中央的龙椅上，他的目光平静而深邃，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他微微颔首，示意谈判可以开始。左宗棠走上前来，他代表大明帝国开始发言：各位国君，今日聚集于此，是为了寻求和平与共赢之道。大明帝国尊重每一个国家，但也期待各国能够认识到大明的强大。我们愿意给予你们和平的机会，但也需要你们表现出诚意和决心。一位来自小国的国君站起身来，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大明皇帝陛下，我们深感大明的强大与威严，我们愿意放弃抵抗，但希望你们能善待我们，我们一天就想干8个小时。朱由馥微微点头，示意他理解这位国君的担忧。你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大明帝国是善待全部人的，只要你们忠诚于大明，好好替大明在厂子里打螺丝，大明就不会亏待你们的。
另一位国君站起身来，他的语气更加坚定：“大明皇帝陛下，只要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愿意效忠大明帝国。”朱由馥微笑着说道：“作为一国之君，我说话肯定是一言九鼎，你们大可放心。只要你们现在签字，我是能保证你们每天只干8小时，这比很多地方都好了。你们看看一开始不肯投的那几个，现在都是一天干15个小时，和他们比，你们都是人上人了。”随后，各国使国君开始陈述各自的需求，他们或谦卑，或强硬，或真诚，或虚伪，试图为自己的地方争取再多一点点的利益，比如能不能去大点的工厂，能不能去位置好点的工厂，或者能不能去某个好地方种田。然而，在朱由馥的巧妙应对下，他们最终都不得不接受大明帝国提出的条件。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朱由馥站起身来，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感谢各位国君的明智选择，大明帝国将给予你们应有的尊重，请大家把手头上的这本文件签了，那就可以了。早签早划算，晚签的后果怕大家都承担不起。”在朱由馥的一通讲话下，各国君也没有退步的余地，只能心甘情愿地在文件上签上字，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大厅内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标志着谈判的圆满成功。谈判结束后，朱由馥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大明帝国在他的带领下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史官眼中闪烁着敬佩与骄傲的光芒，他的笔尖犹如流星划过夜空，大笔一挥写道：“大明皇帝乃天神下凡，智慧与勇气并存，仁爱与刚毅同在，让大明帝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成为万邦瞩目的中心。他的智慧如繁星闪烁，照亮国家前行的道路；他的勇气如狂风骤雨，扫清一切障碍，引领帝国乘风破浪。大明皇帝的英名将永垂青史，辉煌将照耀千秋。”这个主要是两股势力，一个是曼国，一个是凯国，当然还有少部分日不落国的士兵。大明指挥部内，众将领，大明现在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亚细亚西部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朱由馥问道。禀皇上，亚细亚西部的两股势力实力和大明相差甚远，我们只要简单的派坦克去溜一圈就能拿下。左宗棠拱手说道。曾国藩补充说道：“禀皇上，这两股势力连步枪都没有普及，不足为虑。”朱由馥微微点头，目光扫过在场众将，深思熟虑地说道：“虽然他们实力较弱，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亚细亚西部地形复杂，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皇上英明。左宗棠赞同道：“臣建议，我们可以先派出侦察部队，了解当地的地形和势力分布，为后续的进攻做好准备。”曾国藩补充道：“同时，我们还可以劝降，争取兵不血刃解决问题。”朱由馥听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他挥手示意两人坐下，然后转向旁边的石达开和杨秀清：“你们有什么建议吗？”石达开拱手说道：“皇上，臣认为现在大明帝国的军队已经将这个地区包围，应当以劝降为主更加合适，可以先适当进攻，威胁一下，他们应该会知难而退。”杨秀清补充道：“是的，这块地区面积不小，我们也要做好补给供应，避免战线太长，补给跟不上。”朱由馥听后眉头微皱，沉思片刻后说道：“你们的建议都很中肯，我们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强进攻力度，另一方面做好劝降准备，确保万无一失。”众将领听后纷纷拱手表示赞同。亚细亚西部指挥部内，曼国和凯国已经达成了盟约，两方决定共同抵抗大明帝国。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两国国君焦急地等待着将领们的建议。他们知道大明帝国的军队即将到来，而他们的军队与大明相比实力悬殊。众将领，大明帝国的军队应该很快就过来了，你们有何对策？曼国国君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焦虑。凯国国君也补充道：“是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尽快想出对策来应对大明的进攻。”将领们面面相觑，一时间没有人开口。他们知道大明帝国的军队装备先进，战斗力强大，要对抗他们并不容易。终于，一位将军拱手说道：“禀大王，大明帝国的军队虽然强大，但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来对抗他们。我们可以依靠地形优势，利用山地、河流等自然屏障来阻挡他们的进攻。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城墙的加固工作，多做掩体，减少他们的攻击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另一位将军也补充道：“是的，我们还可以动员民众，让他们参与到防御工作中来。毕竟大明帝国远道而来，他们的补给线会很长，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采取游击战术，消耗他们的战斗力。”两位国君听后，眼中闪过一丝希望之光。他们知道，这些将领们提出的建议虽然简单，但却非常实用。只要他们能够团结一心，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也许真的能够抵挡住大明帝国的进攻。曼国和凯国完全无视大明帝国降书，他们始终认为可以一战，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轰隆，轰隆，大明的坦克开始挺进巴格城，曼国和凯国的大本营就在这里，几十万军队正在积极备战。城墙上的士兵们被突如其来的轰鸣声震撼得目瞪口呆，他们纷纷望去，只见远方尘土飞扬，一大群钢铁巨兽缓缓逼近。这些巨兽身上覆盖着厚厚的装甲，散发着冰冷而危险的气息。那是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大明帝国的新型武器吗？一个士兵颤抖着声音问道。旁边的将军紧皱着眉头，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些钢铁巨兽。他曾在战场上见识过不少武器，但像这样庞大而威猛的铁甲巨兽，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钢铁巨兽好像也没有牙齿，能伤人吗？他心中不禁生出一丝不安，喃喃自语道：快通知大家做好准备，迎战这些钢铁巨兽。将军回过神来，大声命令道。士兵们闻言立刻行动起来，迅速传递着将军的命令。城墙上的防御工事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运转起来，士兵们紧张地握着手中的武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与此同时，大明的坦克部队继续稳步前进，他们的目标正是巴格城。他们的炮火和装甲却足以让任何敌人胆寒。在城墙上的士兵们紧张备战的同时，大明的坦克部队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进攻。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一场激烈的较量即将展开。曼国将军站在城墙之上，目光坚定而果敢。他扫视了一眼身边的士兵们，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决心。他知道这一刻他们必须挺身而出。听我命令，跟我冲锋！不用怕，这些钢铁巨兽没有牙齿，伤不了人。曼国将军的声音响彻整个城墙。他挥舞着手中的长剑，指向远方的大明坦克部队。士兵们纷纷响应将军的号召，他们紧握着手中的武器，有的拿着锋利的大刀，有的扛着长矛，还有的端着火枪。他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大明的坦克部队，决心要与这些钢铁巨兽决一死战。然而，就在他们即将与大明坦克部队接触的时候，坦克上的机枪口突然发射出子弹，大，子弹肆意地打在了士兵的身上，瞬间血肉模糊，鲜血四溅。曼国士兵们被炮火的威力震惊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打成了筛子。城墙上的士兵们看着眼前的惨状，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曼国将军也愣住了，他没想到大明的坦克部队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火力。他知道他们的军队与大明相比实力悬殊，但他仍然坚定地挥舞着长剑，鼓励士兵们继续战斗。然而事实却是残酷的，在强大的火力面前，曼国士兵们的抵抗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们纷纷倒下，成为了这场战斗的牺牲品。曼国将军看着眼前的惨状，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轰轰轰，坦克发射出来的炮弹一下子就把城墙都打穿了。曼国将军懵了，这情况投入多少士兵都没用。他知道他的士兵们已经尽力了，但命运却如此不公，让他们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曼国将军感到自己的心在慢慢变冷，他知道这场战斗已经失去了意义。然而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曼国将军也没有放弃。他挥舞着手中的长剑，大声地呼喊着，试图激发士兵们的斗志。尽管他知道这已经无法改变战局，但他仍然希望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刻的尊严。随着最后一道城墙的崩塌，曼国将军也倒在了战场上。他的眼中充满了不甘和遗憾，但他也明白这场战斗并不是他们的失败，而是命运的捉弄。巴格城指挥部内，大王，我们的士兵伤亡惨重，大明的军队已经快打到指挥部了。通讯兵匆匆跑进来大喊：什么？怎么这么快？两位国君脸色一下子从红到白，立刻召集所有的将领和谋士，我们必须商讨对策。士兵们纷纷行动起来，不一会儿，会议室内便聚集了众多重要人物，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和焦虑。大明军队攻势凶猛，我们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很难再抵挡他们的进攻。一位将领沉声说道：我们的军备物资也严重不足，很难维持长时间的战斗。另一位谋士补充道。国君们眉头紧锁，他们知道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必须迅速做出决策。或许我们可以考虑与大明议和，避免更多的伤亡。凯国国君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议和？这岂不是向大明低头？我们国家的尊严何在？曼国国君立刻反驳道。报！通讯兵又跑了进来，大明的军队距离指挥部不足500米了。指挥部内顿时鸦雀无声。两位国君相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和沉痛。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别无选择，告诉大明军队，我们愿意投了。曼国国君沉声说道。通讯兵立刻将消息传达给了大明军队。不久之后，左宗棠带着一队士兵进入了指挥部。
你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左宗棠冷冷地说道，现在你们是大明的人了，好好替大明干活。两位国君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于是大明的多子多福宫又多了一批新人。朱由馥在外征战许久，这回又准备迎来新的一年。这一战过后，他准备回到京城好好休整一下，后面还有不少大战等着他，这需要好好充值，补充一下装备。大明皇宫又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朱由馥决定在多子多福宫举办一场盛大的年夜饭，2000多名妃子将同时出席。多子多福宫内一片繁忙，为了迎接这场盛大的年夜饭，倭奴们忙碌地布置着多子多福宫。朱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金色的绸缎在宫墙上垂落，显得整个宫殿格外辉煌。厨房里，厨师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各种美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而朱由馥也在商城里准备了许多甜品，比如蛋糕、泡芙、奶茶、双皮奶、麻薯等等。而在皇宫的另一角，朱由馥正与大臣们商讨着年夜饭的细节。他希望能让所有的妃子都感受到皇家的恩宠和温暖。今年的年夜饭一定要让所有的妃子都感到满意。朱由馥嘱咐道。大臣们纷纷点头，表示一定会尽力办好此事。终于夜幕降临，2000多名妃子们穿着华丽的衣裳，陆续从多子多福宫走出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期待着这场盛大的年夜饭。随着最后一位妃子入座，朱由馥站起身，举杯向在场的所有人致意，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随后宴会正式开始，倭奴们为妃子们献上各种美食和佳酿，大家欢声笑语，享受着这难得的团聚。而沈雨露、玛丽、陈英、小倩、王欣、穆青这几位元老级别的皇妃自然跟朱由馥一桌。沈雨露是一步一步看着朱由馥一步步将妃子扩展到2000多个的，她现在已经为他生了3个娃，不由得瞪着朱由馥说道：老朱，当年你还是渔村上的一个落魄小皇帝的时候，老娘就跟着你，想不到你竟是个花心大萝卜，一下子找了这么多个妃子。朱由馥给沈雨露夹了一块松子鱼，轻轻地放进沈雨露的碗里，温柔地说道：雨露，这些年也辛苦你了，朕也是为了大明也拿这么多妃子的。你看你跟朕一起这么多年，总是嘲讽朕。玛丽是已经生了2个娃，紧跟着说道：老朱，你这次回来要多待会，没你在，这个宫里不是一般的寂寞。朱由馥马上给玛丽夹了一块鲜嫩的龙虾肉，说道：快了，朕也想天天陪你们，等全部战争打完，朕这个马上皇帝就要开始下马治国了。小倩也为大明生了2位皇子，她轻声说道：皇上，我们时时刻刻都想着你，在外征战要注意安全。朱由馥又夹了一块鲍鱼肉放在小倩的碗里，说道：小倩，放心，朕是统帅，不到全军覆没那一刻，朕都不会受伤的。陈英是生了3个皇子，但是还是有坚持每天练功，身上的肌肉是什么的紧凑。老朱，我也是练武之人，不如下次出征带上我，我给你当护卫。朱由馥听到这里笑了笑，给小倩夹了一块烤鸭，说道：我的小英，大明这么多精兵猛将保护朕，你不用怕，反而是你到了前线，更让朕分心。王欣为朱由馥生了2位王子，他给朱由馥夹了一块红烧肉，埋怨道：老朱，当初还是我欺负的你，现在倒好，想再欺负你，你却总不在。朱由馥给王欣的杯子里加了一点柠檬茶，朕的白莲教主，等朕远征结束，下次一定好好宠幸你。而穆青这2位皇妃则是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朱由馥，她也为大明生了2位皇子。朱由馥一大家子可算是其乐融融，为了晚上的盛典，他还准备了盛大的烟花秀。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朵朵绚丽的烟花，它们在空中绽放，绽放出五彩斑斓的光芒。烟花的爆炸声，人们的欢呼声交织成一片，整个皇宫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全部人都欣赏着这场美丽的烟花秀，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时发出惊叹和赞叹的声音。朱由馥站在他们身边，微笑着欣赏着这场烟花秀，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幸福。为了给大明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为下次的大战做好准备，朱由馥现在是早中晚各充值1次。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朱由馥的脑子里又响起了系统的机械声叮：恭喜主角成功诞下100位皇子，系统赠送蘑菇弹1枚。我朱由馥，这系统既然这妖牛，那下一次大战还用打？美丽家的形势愈发严峻，自由国、加区、莫国、鲁国、巴国等国家的君主们纷纷齐聚于自由国的宫殿之中，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未来的忧虑。自由国的负责人率先发言，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各位君主，我们美丽家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为了抵挡大明帝国的军队，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如果谁选择当怂包投降，我们都看不起他。加区负责人紧随其后，他的目光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我完全同意自由国的看法，我们必须联合起来，用我们的力量来对抗大明帝国。莫国的君主紧接着发言，他的声音充满了决心。我也支持联合对抗大明帝国，莫国将全力支持，并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只有团结一心，我们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鲁国的君主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鲁国也愿意将加入，与各位君主共同对抗大明帝国。我们将竭尽全力。巴国的君主紧随其后，他的声音充满了热情。巴国也将全力支持你们的想法，与各位君主共同抵抗大明帝国。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战胜大明帝国。随着各位君主的表态，会议室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彰显着他们的决心和期待。自由国负责人站立起来，扫视了一圈在座的国君，他的目光坚定而自信。那我们的指挥部就设立在华城，我们的军队就全部联合起来。他的声音在会议室内回荡，如同一道命令，让人无法忽视。然而，这句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他国君的脸色马上变了，他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凭什么军队在你这里集合？家区负责人不满地说道，他的目光中闪烁着疑惑和警惕，仿佛担心这是一个陷阱。美利加地区这么大，我的军队去你那里，万一被大明帝国按着我爆锤，岂不完蛋？巴国国君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满和不安。自由国负责人看着他们的反应，心中不禁有些失望。他明白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他也知道只有联合起来，他们才有可能对抗强大的大明帝国。这个恐怕还得再商量一下。莫国国君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谨慎和考虑。是的，是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能如此草率的决定。巴国国君也附和道，他的目光中闪烁着深思和忧虑。会议室内再次陷入了沉默，但这次沉默中充满了紧张和不安，只剩下各位国君沉重的呼吸声，每个人都陷入了深思。他们知道这个决定关系到整个美利加地区的未来。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设立多个联合指挥部，但不必非要在华城。莫国国君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个建议，试图打破僵局。这个提议不错，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下。加区国君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然而自由国负责人却皱起了眉头，毕竟论实力自己才是最强的，凭什么不把军队抓来自己这里集中？我理解大家的担忧，但华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而且我们的军队在那里已经有了完备的设施。自由国负责人试图说服其他国君，然而其他国君并没有被说服，毕竟军队这东西可是国之大者。他们开始提出各种质疑和担忧，包括军队的安全问题、指挥权的分配问题等等。会议室内再次陷入了沉默，但这次沉默中充满了争议和分歧。自由国负责人感到有些无助，他知道要想让其他国君接受他的提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一个身影走了进来。他是大明帝国的使者，他的到来让在场的国君都感到有些意外。各位国君，大明帝国是非常友好的，只要你们投了，都能得到善待，否则就是要每天抓去干10几个小时，大明不会给你们过多的时间考虑。大明战舰很快就会到达美利加。使者的声音在会议室内回荡，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会议室的紧张氛围，各位国君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局势。以他们的实力，确实是打不过大明帝国，而且美利加地区如此庞大，他们的军队没办法集中，只会顾此失彼，谁都不愿意让军队离开自己的地盘。尤其是美利加南部的小国，根本就没办法抵抗，就算联盟，强国也不会帮他们，反而还想利用他们的军队。于是南部小国纷纷投了，毕竟没能力抵抗，还不如保证朝九晚五的好。而北部的大国则做好了迎战准备。朱由馥为了加强海军力量，从系统的商城里购买了一艘大型航母，组建了一个航母舰队。在广袤的大明帝国海域，一座壮观的航母指挥部矗立在旗舰之上。朱由馥这位英明神武的皇帝，正与他的将领们商讨着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的目标是美利加北部的3国。朱由馥扫视着面前的将领们，他的目光中透露出坚定与期待。他问道：各位将领，我们即将抵达美利加北部，对于这场战役，你们有什么建议？左宗棠拱手说道：皇上，臣建议先拿下比较弱的加区。加区由日不落国的军队驻守，但由于补给不足，他们的士气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应该趁此机会迅速发动攻击，一举拿下加区。曾国藩点头附和道：皇上，臣也赞同左军长的建议。拿下加区后，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为后续的战斗提供稳定的后方支持。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大明帝国的陆军优势，一举南下，将战火蔓延至整个美利加北部。朱由馥微微一笑，他的目光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说道：那就按你们说的来。
确实，柿子要挑软的捏。不过，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掉以轻心。传令下去，让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随着朱由馥的命令下达，整个航母指挥部顿时忙碌起来，各部队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战斗，而朱由馥和他的将领们也开始商讨更加详细的作战计划。他们知道，这场战役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意义重大，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取得胜利。加区指挥部内，紧张的气氛如同乌云压顶，让每个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窗外，天空渐暗，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大明帝国的军队，他们的动向仍然扑朔迷离，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他们会首先攻击哪个地区。加区指挥官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回荡，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虑。将军，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副官的声音带着几分焦急，以我们目前的兵力和装备水平，如果真的与大明帝国开战，恐怕很难抵挡他们的进攻。我知道，加区指挥官深吸一口气，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抵抗。作为军人，不能不打就投了，这样太丢人了。可是，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大明帝国，到时候弟兄们可能连命都保不住，那么抵抗又有何意义呢？副官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甘和无奈。意义在于我们为了保卫家区而付出的努力，在于我们为了抵抗侵略而展现出的勇气和决心。家区指挥官的目光在会议室中扫过，落在每一位军官的脸上。我们不能因为恐惧而放弃抵抗，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在家区指挥官的话语中，会议室内的气氛逐渐变得凝重而坚定。每个人都明白，即将到来的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考验。嗡，嗡，嗡！大明的战斗机开始进入家区，家区的军队一片惊恐，他们抬头望去，只见天空中一道道黑影迅速逼近，那是大明的钢铁大鸟，象征着死亡与毁灭的钢铁野兽。那是什么？大明的军旗在上面。惊恐的士兵们纷纷尖叫起来，他们的脸色苍白，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家区指挥官和副官也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沉重和绝望。管他是什么，准备迎战。家区指挥官咬紧牙关，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和果敢。家区的军队开始紧急部署，士兵们迅速进入站位，炮火准备就绪。他们虽然恐惧，但他们的眼神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们知道，这一刻他们必须战斗，为了生存而战。而天空中的大明战斗机继续逼近，他们的目标就是家区，他们要在这一刻彻底摧毁这个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一场生死之战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爆发。轰！轰！轰！炸弹从飞机上头这儿下，猛烈的爆炸让家区士兵措手不及，他们惊恐地四处奔逃，试图躲避这致命的打击。这是什么情况？世上居然还有这种武器，我们完全没办法反击啊！副官一脸无奈，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力。他明白，大明的科技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这样的武器是他们根本无法抵挡的。大家快躲起来！大明帝国的科技竟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我们不躲得好，恐怕刚刚就已经嘎了。家区指挥官的声音中充满了惊恐和焦急，他迅速下达命令，让士兵们寻找掩体躲避。我们必须想办法应对这种情况。家区指挥官深吸一口气，他的目光中透露着无奈。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尽快找到办法出击。然而，他的话音刚落，大明的战斗机就开始点头，开始又一轮的轰炸。家区指挥官和士兵们只能继续躲避，同时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绝望。他们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猛烈的爆炸让家区的士兵还没开打就彻底失去了士气。在飞机轰炸的余波中，家区的士兵们仿佛被无情的风暴撕成了碎片，他们的阵型已经彻底崩溃，士气更是跌到了谷底。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尘土的味道，地面上散落着各种残骸和废弃物，整个战场一片狼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明的军队却像一股洪流般迅速登陆，他们的身影在尘土中若隐若现，犹如一群不屈不挠的战士。弟兄们，日不落国军队不足为虑。左宗棠站在一辆汽车上，高举着步枪，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声音在战场上回荡，激励着每一个大明士兵的心灵。跟着我冲锋，拿下家区，当大明的功臣。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他。随着左宗棠的号召，大明步兵们如同猛虎下山般冲向了前方。他们的脚步坚定而有力，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他们的决心和勇气。砰！砰！砰！大！大！大！日不落国士兵可以说是毫无防守之力，只能成为强靶。毕竟他们的枪上子弹还需要不少时间，而且打完一发就要充填。兄弟，这个大明帝国无人能挡是有道理了，这些武器和装备让人怎么打？
一个日不落士兵躲在掩体里，瑟瑟发抖。是啊，怪不得他们能纵横蓝星，无人能敌。你看看刚才那个大鸟，太吓人了，他妈的！旁边的士兵灰头土脸地埋怨道：“我们这么下去，只会白白送命。你看指挥官平时天天风花雪月，有事就要我们冲在前面当炮灰，太欺负人了。”一名士兵越说越气：“不如投了，这样还有一线生机。凭啥军官喝酒吃肉，打仗站后排，我们粗茶淡饭，有事还要冲在最前面？对，投了。他妈的，我们也想好好活着。谁有白旗？”一名日不落士兵喊道，四处对视眼神。我今天穿的底裤是白色的。说罢，这名日不落国士兵就把底裤脱了下来，绑在枪杠上，然后缓缓抬起：“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副官见状，怒骂道：“这个猪仔兵这么怂！”然后连爬带滚前往指挥部。将军，我们的军心大乱，不少士兵开始投降了。副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啊，怎么会这样？”加区指挥官脸色瞬间惨白。他从未想过，在自己的指挥下，士兵们会如此不堪一击，更别提投降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了。指挥部内灯光昏暗，军官们面色凝重，投降的士兵人数不断增加，整个部队的士气已经降到了冰点。副官，快准备马匹，我们赶紧去自由国，以后再想办法东山再起。加区指挥官缓缓说道，脸上尽是无奈。副官闻言，马上紧急准备马匹和装备。指挥官都跑了，我们还打个毛啊！日不落士兵见状大喊，整支队伍瞬间没了战斗的欲望。投降不杀，投降不杀！大明的士兵大喊，而日不落的士兵纷纷放下武器。于是朱由馥又夺下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朱由馥的座驾缓缓驶入家区的小宫殿，还别说，真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指挥官看着人模人样的，宫里面是藏了不少美女，个个都是肤白貌美，该大的地方都不小。朱由馥又可以充值了。朱由馥在宫殿中央逐个地观察着，全部女眷一脸惊恐，低着头。很快，一个年轻的女眷吸引了朱由馥的注意。她犹如一幅精心绘制的油画，美丽的让人屏息。她的眼睛犹如深邃的湖泊，闪烁着智慧和神秘的蓝色光芒。长长的睫毛如同蝴蝶翅膀般轻轻颤动。她的脸庞精致如画，皮肤白皙如玉，微微泛着桃花般的红晕。高高的鼻梁下，一张红唇娇艳欲滴，像熟透的樱桃一样诱人。她的头发如同夜空中的银河，柔顺地垂落在她的肩膀上，闪烁着微微的光泽。她的身材完美无瑕，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曲线优雅的颈部引领着人们的目光向下，落入她那纤细的腰肢。修长的大腿和上半身形合成了完美的比例，既有着贵族的优雅，又有着邻家女孩的亲切。你留下，其他人都退下。朱由馥的声音在空旷的长廊中回荡。士兵和其他女眷都恭敬地退下了，只留下被选中的女子站在原地。朱由馥走到女子面前，他的目光在她身上流连，仿佛是在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你叫什么名字？他轻声问道。艾丽。他轻声回答，声音温柔而甜美。朱由馥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中闪过一丝赞赏。很好，艾丽，你将成为大明帝国的皇妃。艾丽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表的激动，她的双手微微颤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朱由馥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艾丽的手，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温柔和坚定。艾丽感受到了朱由馥手中的温暖，也感受到了他话语中的重量。他抬起头，与朱由馥的目光交汇，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是在告诉朱由馥，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份荣耀。5小时后，场面混乱，不可描述。叮！恭喜主角成功充值50万两金。家区的女眷很快就乘坐着大明的战舰返回多子多福宫。朱由馥很快就在家区部署好坦克、飞机，大明帝国的军队也陆续登陆，随时做好了南下的准备。华城指挥部内，自由国负责人，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眉头紧锁，声音中透露出深深的忧虑。家区已经抵挡不住了，各位将军，赶紧想想办法，大明的下一步肯定就是南下了。他的话语在空气中回荡，引起了一阵低语和交头接耳的声音。自由国的大将军们面面相觑，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困惑。100万大军在他们看来确实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在大明帝国的铁甲装备面前，却仿佛变得微不足道。我们有100万大军，大明帝国应该一时半会打不进来。一位将军试图提振士气，但他的声音却显得底气不足。另一位将军叹了口气，沉声说道：大明帝国兵强马壮，家区的失守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整个自由国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指挥部内陷入了一片沉默，
只有偶尔传来的低声议论和叹息声打破了这沉重的气氛。自由国的将军们深知，他们必须尽快想出对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参谋人员匆匆走进指挥部，他的手中拿着一份紧急情报。他走到自由国负责人的面前，低声报告道：“报告将军，大明说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在一瞬间摧毁一切。如果我能不投，他们就要毁灭我们。”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惊雷，在指挥部内炸开了。自由国的将军们面面相觑，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不安。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可怕的武器？大明帝国这是恐吓。自由国负责人深吸一口气，看他们的机械大鸟就很吓人，钢铁都能在天上飞，而且还能投炸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位将军轻声说道：“大明帝国虽然厉害，但是总不可能厉害到这么 BT 的程度。我们可是有上百万的大军。”自由国一脸无奈：“报，大明使者来见。”通讯兵匆匆跑进军营，自由国负责人眉头紧锁，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他挥了挥手，示意通讯兵带大明使者进来。不久，左宗棠被带进了指挥部。他向自由国负责人行礼后，然后递上了一份国书。自由国负责人接过国书，扫了一眼，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抬头看向左宗棠，沉声问道：“你们真的拥有能够瞬间摧毁一切的秘密武器？”左宗棠微微一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道：“将军，我们大明帝国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和军事发展，我们的机械大鸟只是冰山一角。至于是否拥有能够瞬间摧毁一切的武器，这取决于您如何定义瞬间和一切。还有，大明之所以不使用重型武器，是怕把你们的100万大军炸没了，以后就会少很多为大明种棉花的劳动力。”自由国负责人眉头紧皱，他知道大明使者的话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我希望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任何冲突和战争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左宗棠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说道：“不如我们打个赌。你想怎么赌？你看到远处那座大山没有？如果大明的武器能把它夷平了，你们就投了；反而如果做不到，大明就退军。”自由国负责人看了看，要把远处的大山炸片，这确实不太可能。如果真有这种武器，那就算有1000万的兵马也打不过大明帝国。成交。如果你们真能把远处的大山夷平，那我们就选择投降。自由国负责人心想，这个赌约不吃亏，如果蓝星真有这种威力的武器，他们就算不投也没用，根本无人能抵抗。嗡嗡嗡，天刚蒙蒙亮，大明家区机场上，一架大型飞机停靠在跑道上，飞机的机翼下挂载着一颗模样奇特的装置。大明科学院的专家准备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据说这是史上最牛的炸弹，名叫蘑菇弹。大明的全部将领都已经严阵以待，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远方的天空。随着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朱由馥下达了命令，飞机迅速启动，巨大的轰鸣声在空旷的机场上空回荡。飞机迅速起飞，向着预定的目标区域飞去。飞机飞行的过程中，飞行员的心情满是忐忑，但他们都明白，这次的任务对于大明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快，飞机飞到了预定的投掷点，在接到指挥员的投掷命令后，飞行员们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投掷按钮。一颗颗蘑菇弹从飞机的机翼下脱落，划破长空，向着目标区域坠去。轰鸣声如同天际的怒吼，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士兵们彼此交头接耳，脸上满是惊愕与好奇。快看，那是大明的机械大鸟！一名士兵指着天际，大声喊道。他的话音刚落，整个自由国的营地仿佛被投入了一枚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士兵们的目光纷纷转向声音来源的方向，只见一只钢铁大鸟正缓缓飞来，它的形状与常见的鸟类截然不同，巨大的机翼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自由国的将军们也纷纷走出帐篷，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严肃与好奇。这样的大鸟，他们从未见过，更不知道它携带的武器会有怎样的威力。难道大明帝国真的有炸平这座大山的武器？自由国的负责人喃喃自语，他的脸上满是紧张与不安。此刻的自由国营地仿佛被一股无形的紧张气氛所笼罩。当那颗蘑菇弹从高空坠落，时间的流逝似乎都为之停止，天地间只剩下那颗急速下坠的金属球体，携带着毁灭的力量向地面砸去。就在接触地面的瞬间，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爆发，如同白昼般明亮。这光芒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吞噬。它刺破了蓝天的宁静，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刺目的白。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震撼了整片大地。这声巨响如同雷神之怒，震撼着人们的灵魂。它穿透了空气的阻碍，回荡在天地之间，让人无法忽视。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这一瞬间被震得颤动起来，
连远处的山峰都似乎在为之动摇。随着爆炸的发生，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向四周扩散开来，它犹如一道无形的墙壁，将周围的空气、尘土、碎石等都卷入了其中。这股冲击波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无情的摧毁，树木被拦腰折断，建筑物被夷为平地，甚至连远处的山峰都被这股力量削去了一层。而在爆炸的中心，一股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这火球中蕴含着无尽的热量和能量，它疯狂地跳跃着，将周围的空气都烧得扭曲变形。火球周围，一股股浓烟和灰尘被卷入其中，形成了一片混沌的景象。在这片混沌之中，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只有那火球和浓烟在不断的扩散升腾。当火球逐渐消散后，爆炸的中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弹坑，这个弹坑深不见底，周围布满了焦黑和破碎的碎片，弹坑的边缘参差不齐，仿佛是被一把巨大的利刃切割而成。在这片废墟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凄凉和荒芜。自由国的官兵们都被那爆炸散发出来的耀眼光芒刺得眼睛出现了短暂的失明。当他们逐渐恢复视力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恐万分。整座山不见了，留下了光秃秃的一个大坑。可怕，太可怕了！这威力简直是毁天灭地啊！自由国的将军颤抖着声音说道，他的脸色苍白，双腿发软，几乎无法站立。士兵们也被吓得手里面的武器都拿不稳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武器威力，这简直是一场降维打击。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敌人。我宁愿去种棉花，也不敢跟这样的敌人作战。自由国士兵轻声说着，恐惧在自由国的军营中蔓延。一位将军无奈地说道，恐怕我们只能选择投了，这样的武器哪怕是有上千万的队伍也打不赢啊。自由国负责人仰天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只能如此了。大明帝国的军队慢慢进入华城，这么多个地区，这里的女人穿在身上的布料是最少的。宫殿内的女眷再次坐上了去大明多子多福宫的战舰，而士兵就留在这里为大明帝国好好种植棉花。莫国指挥部内，大明帝国的军队可能很快就打过来了，之前还这么硬的自由国都投了，我们现在形势不容乐观。莫国国君脸色铁青，禀大王，大明的军队据说刀枪不入，而且他们的枪能一直扫射，我们就算要抵抗，恐怕也难。一名将军拱手说道，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指挥部内炸响。众人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们知道这位将军所说的也是事实。大明帝国的军队装备了先进的武器，他们的士兵似乎都经过了特殊的训练，战斗力极强。莫国国君猛地站起来，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怒火，能不能不要说这些破坏团结的话？我们可是有着100万大军。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充满了威严。他知道现在的莫国正处于危难之际，任何的恐慌和动摇都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他必须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大王息怒，那位将军低下头，我只是说出了事实，我们必须要正视现实，才能找到应对之策。国君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坐下。他知道这位将军的话虽然刺耳，但却是实话。他不能逃避现实，必须正视大明帝国的强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抵抗。传令下去。国君深吸一口气，声音坚定而有力，全国进入战备状态，加强城墙的防御，准备迎战大明帝国的军队。大明指挥部内，禀皇上，莫国这是准备要和我们硬碰硬了。左宗棠拱手说道。朱由馥微微挑眉，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硬碰硬？他们凭什么？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武器大炮差了1个世纪，他们真的是没有自知之明。左宗棠低头不再言语，他知道皇帝的自信来源于大明帝国的强大和先进，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大炮、枪械、军舰，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先进武器，如今已成为大明帝国的标配。然而左宗棠也深知战争的残酷和不确定性，他担心的是莫国虽然武器落后，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却是不容小觑的。皇上，左宗棠抬起头，声音坚定，虽然我们的武器先进，但我们也不能轻视任何一个敌人。莫国虽小，但他们的抵抗意志却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朱由馥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点头。你说的对，左将军，传令下去，让军队做好准备，我们要让莫国知道抵抗是没有用的。大明的坦克和飞机如同天外来物，毫无预兆地闯入了莫国的领土。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如同一曲死亡的交响曲，在莫国士兵们耳边回荡。那是什么？钢铁怎么在天空上飞？士兵们目瞪口呆，无法置信地看着天空中盘旋的飞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先进的武器，那种恐惧与无助感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心中。轰轰轰！
大明的飞机无情地扔下一个个炮弹，猛烈的爆炸不仅吞噬了一个个士兵，还把防御工事炸得七零八落。快躲起来！莫国的指挥官大声喊着，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与无助。他知道自己的军队无法抵挡大明军队的钢铁洪流，那种无力感让他心如刀绞。与此同时，大明的坦克像一群野兽般在莫国的领土上肆虐，他们厚重的装甲如同坚固的盾牌，让莫国的防御工事变得如此脆弱不堪。坦克的炮火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将莫国的阵地一一摧毁。莫国的军官只能步步撤退。然而大明的坦克则在地面上疾驰，炮火所到之处，莫国的士兵们纷纷倒下。在这场钢铁洪流的冲击下，莫国的军队陷入了绝境。大王，大明的钢铁机械太可怕了，简直是刀枪不入，我们根本没办法打。莫国将军脸色惨白，我们这么多的军队，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打成这个样子？莫国国军眼里满是绝望。轰轰轰，远处传来阵阵爆炸声。通讯兵匆匆跑来，拱手说道：大王，大明帝国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马上就杀到了。不要怕，随我一起迎敌。国军大声喊道，他的声音在指挥部中回荡。他转身走向战场，背后是残破的宫殿和疲惫不堪的军队，前方则是强大的大明帝国军队。砰砰砰，大莫国士兵被打得苦不堪言，可以说是毫无防守之力。弟兄们，跟我冲锋！左宗棠提着步枪带着队伍冲锋。大明帝国的军队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但莫国的士兵们并没有退缩，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信念与莫国士兵展开了殊死搏斗。每一次冲锋都伴随着激烈的枪声和呐喊声。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莫国终究是抵挡不住大明的钢铁洪流。这也就意味着大明帝国终于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的终极理想。加上这里面的女眷，大明的多子多福宫刚好住满了3000人，朱由馥开始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史官大笔一挥，明世祖双目似瞳，乃神人也，承天之佑，开创盛世，建立万世之功勋，人统大地，百子千孙，推行仁政，开疆扩土，震撼寰宇，古往今来，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